定，检测到宿主年满18，多子多福系统正式激活。定，检测到宿主拥有万古唯一天生生育圣体，与系统完美契合，发放新手大礼包1份。江渊躺在自己那张由万年温浴打造的床上，享受着侍女小翠的吸枕和偶尔的洗面奶时，脑海里突然响起一连串响起的声音，吓得他还以为心魔来了。可转念一想，他一个凡人哪来的心魔啊？系统来得这么突然。没错，他是个穿越者。18年前正在纵情犬马的公子哥的他，眼睛一闭一睁就穿越到这个玄幻世界。好消息，投胎成了爹是大帝，娘是准帝，他们唯一的子嗣，背井逆天的江家弟子。坏消息是，他似乎把所有的运气都用在投胎上，完美的避开了大帝爹、准帝母遗传给他的所有天赋，是个修炼18年连一进都踏不进的修炼废柴。不过即便只是凡人，以江家的底蕴，让他活个几千上万年还是不成问题。然而好不容易穿越到玄幻世界，不能君临诸天万界，实在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啊。江渊拍拍手让小翠先离开，小翠会意点头，然后开始脱衣裳，但被拍了2下屁股后，知道少主这不是情趣的话后，听话的扭着翘臀离开。天生生育圣体，这他妈是什么鬼圣体？万界道体录里有这玩意儿？等小翠离开后，江渊心里忍不住嘀咕着，万界道体录是诸天万界记录过所有出现过的特殊体质的名录，他很确定这天生生育圣体绝对没在上面出现过，因为这18年来，江家把下至灵体，上至圣体，所有能激活特殊体质的办法都确认过了，确认他是真没特殊体质，也就是说是个比普通人还要惨的凡体凡人。天生生育圣体，万古唯一特殊圣体，不具备任何战斗能力，唯一作用是能极大提升与异性诞下后代的几率，并且能优化后代基因，大概率诞生天资卓越的子嗣，这不成了移动的种马了？江渊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别人体质都是增加战斗力，你这体质倒好增加怀孕率是吧？童子啊，你来晚18年就给我这破能力。本系统的目标只有一个，帮助宿主繁育诸天，繁衍越多，反馈奖励越强。当宿主与拥有特殊体质的女修诞下后代，后代数量与质量越强，宿主将会获得天赋、体质丹、圣器、极道地兵、仙器、仙法等奖励。童子啊，不是我看不起你，哦不，我就是看不起你。我江家乃大帝世家，你说的这些我江家都有。江渊他爹就是当世大帝，怎么会在乎区区一件极道地兵？定，是否打开新手大礼包？开吧开吧，他倒要看看这什么多子多福系统能给出些什么玩意。恭喜宿主获得生灵丹1枚，可将体质提升1个位格。圣体之下有效，体质增幅丹10枚，可临时增强宿主1倍体质，持续12个时辰，直接提升1个大位格。对圣体以下有效，那岂不是说能让下品体质的修士瞬间拥有地品资质？江渊有些惊讶，他老爹便是以万道玉皇圣体正道成帝，他一般叫他玉皇大帝，不过外界更喜欢称呼为恒玉大帝，而圣体体质便是地品资质。再大胆点想，1颗生灵丹就能多出1位有望准帝的天骄。如果是真的，那这多子多福系统有点东西啊！新手任务发布：作为当世地族弟子，与评分90分以上的天之娇女构建连接，使其怀孕诞下后代。不是，你这评分又是什么鬼？我去哪里找什么天之娇女啊？虽然系统所谓的天之娇女可以是各大圣地的圣女、魔女之类的，但他总不能直接去把人撸过来吧？硬来的话，强抢圣女等于向一个不朽势力宣战。他爹妈虽然是大帝，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而且真这么干，便宜爹知道了，估计第一时间能打断他的腿。不过，如果这生灵丹是真的话，或许也不是不行。那样至少可以向家族证明这系统有点东西。况且退1万步来说，大千世界圣地里的圣女们不好染指，江家领地内就没有资质优秀的天之娇女，江家内没有，下方的小世界还没有，强抢容易坏名声，那就联姻呗。以江家的声望，这点事还不是手拿把掐？对，就这么干。江渊有了决定，当即摇了摇腰间的铃铛，霎时虚空一阵波动，一位老者模样的人从虚空中走出来，立马单膝跪地。福生见过渊弟子。这位福生是家族给他安排的护道人，一位大圣境的强者。福伯，二伯现在在哪？家主现在在议事厅。成。江渊立刻起身，匆匆忙忙就往江家议事厅赶去，而福伯则重新引入虚空当中。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大胆。我靠自己干嘛？我背后可是不朽帝族江家啊！我爹是当世大帝，我娘是无上准女帝，半步大帝，整个家族底蕴深厚，强者如云。为什么我要自己去搜集诸天万界的天之娇女信息？这种事不应该让家族上吗？江渊一拍大腿，思路瞬间打开了。先找二伯江家家主确认生灵丹效果，
若是真有效，他只需要把自己的圣体和系统的牛逼之处告诉家族，以江家底蕴搜寻一些没什么天赋又自愿的天之娇女还不简单。到时候家族能变得更强，他自己也能获得奖励，不断变强。这简直是双赢，是多赢。天生生育圣体对我个人来说是废柴，但对整个家族来说简直是无上至宝，是战略级武器。当什么苦哈哈的修炼天才，打打杀杀的多累啊！老婆有家族帮忙找，孩子生下来有家族帮忙养，自己只需要躺着享受，顺便拿到手的奖励，这不香吗？至于传出去后想打他的主意，哼，他的大帝老爹可正值巅峰，还有几十万年的寿元，先能扛得住一位愤怒的大帝脚踩仙气，左手击到地兵，右手先知秘法打出的愤怒一击吧。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当那些平日里为他操碎了心的族老们知道他觉醒了这么一个逆天圣体时，会是怎样一副精彩的表情了。江家议事大殿，气氛庄严肃穆，甚至带着一丝沉重。大殿中央，10余位气息渊深如海的老者端坐两侧，他们皆是江家的核心族老，每一位跺跺脚都能让地仙大世界震颤，一滴血就能让一座小世界打到倾覆的恐怖存在。主位上坐着的是江家家主，也是江渊的大伯江战，同样是一位14准地境。他面容威严，不怒自威，此刻却紧锁着眉头，叹了口气。渊儿的体质觉醒仪式又失败了，这已经是万界道体路上最后几种体质了，难道渊儿注定只能是无法修炼的普通人？此言一出，殿内的气氛更加压抑。一位脾气火爆的红发族老猛地一拍桌子，怒声道：怎么会这样？大帝和帝后的血脉怎么可能诞生一个凡体？我不信。三长老，事实如此。另一位白发苍苍的族老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这些年我们想尽了办法，神药、圣血、道经灌顶，能用的都用了，可鱼儿的体质就是毫无反应。大帝和帝后常年镇守边荒，若是他们知道鱼儿只有凡体，最多陪他们万载岁月，该有多失望。无法修炼，哪怕强如地族江家，付出足以将一个大派武装到牙齿的资源，延寿万年已是极限。他们可是知道，越是强大的生灵，培育后代的时间过程也就越长。10几万年下来，恒玉大帝可就这么一位亲子啊！随着他的修为日益强大，恐怕再过10万年都难以生出属于大帝与帝后的第二位亲子。族老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江渊是他们看着长大的，是整个江家的心头肉。然而身为弟子却无法修炼，这是何等的残酷！他们愧对恒玉大帝跟帝后。都别吵了。江战揉揉眉心，沉声说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鱼儿是我江家的弟子，这一点永远不会变。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天赋之事，等大帝跟帝后的回复吧。他们知道恒玉大帝在谋划一个惊天大计划，若是成功，或许能让江渊踏上修炼之路。只是身为古老家族的家主，江战知道这条路是荆棘，一路上尸骨无数，便是大帝都有陨落之危。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侍卫的通报声：启禀家主，各位族老，弟子殿下求见。玉儿。江战一愣，旋即道：让他进来。很快，江渊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大殿门口，他一改往日的沉闷，脸上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激动，步履轻快地走进来。玉儿拜见家主，各位族老。江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族老们看到他这副模样，都有些发愣。他被夺舍了？今天怎么这么有礼貌？玉儿，你来此有何事？江战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一些。江渊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位族老，深吸一口气，掷地有声地说道：家主，各位族老族叔，我应该是觉醒体质了。什么？觉醒了？整个大殿瞬间炸开了锅。脾气最火爆的三长老一步就闪到了江渊面前，激动地抓住他的肩膀，神念疯狂地在他体内探查，声音都在发抖。真的觉醒了？是什么天赋？然而一番探查下来，三长老脸上的狂喜慢慢凝固，最后变成了深深的疑惑。不对啊，还是凡体，经脉堵塞，灵力不通。鱼儿，你是不是感觉错了？其他族老也纷纷探出神念，结果和三长老一样，什么都没探查到。大殿内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又被浇了一盆冷水。胡闹！一个族老忍不住呵斥道：鱼儿，这种事岂能开玩笑？我知道你想让我们开心，但这玩笑太过了。是啊，鱼儿，不过你放心，就算拼上一切，我们也会让你觉醒体质，哪怕只是最弱的灵体。以江家的底蕴，只要能修炼，灌都能把他灌成圣人。我没有开玩笑。江渊看着众人失望的表情，不慌不忙地说道：我觉醒的体质很特殊，你们探查不到是正常的，我称之为天生生育圣体。生育圣体？族老们面面相觑，一个个满头问号。这是什么玩意儿？
圣体还要管生孩子的？渊儿，你仔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战皱着眉，他知道江渊皮了点，可一般不会在这种大事上乱说。江渊清了清嗓子，将自己圣体的作用以及系统的存在说了出来。在座的都是他的亲人，江家底蕴没什么好隐瞒的。再说了，他要崛起，可也少不了这些人的帮助。为了增加说服力，江渊直接拿出系统新手大礼包里奖励的那枚生灵丹。此物只对圣体有效，而他已经是天生生育圣体，再服也是无用。这是那叫系统的家伙给我的第一件宝物——生灵丹。它的作用是无条件可以提升圣体之下特殊体质的位格。轰！如果说江渊前面的话只是让族老们感到惊奇，那么当生灵丹出现并且它的作用被说出来时，整个大殿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月儿，你此话当真？我也不能确定，所以特地拿来给大伯你看看。他的大伯江战除了是一个准帝外，同时也是一名圣级炼丹师，这也是江渊特地来找他的原因。江战接过生灵丹，探查过后，脸上露出些许震惊。此丹之玄妙，就连我一时间都难以完全理解。不是吧，老大哥，你可是圣级炼丹师啊！就算是圣品大药，你10年前不还炼过一炉？这只能说明此丹药的品级远在圣品之上，是地品乃至仙品丹药。江战吐了一口浊气。实际上目前的地仙大世界，别说仙级炼丹师，就连地级炼丹师都死得差不多了。可他手中的这枚所谓的生灵丹，可是货真价实，而且起码是地品巅峰的丹药，这一点绝对做不了假。至于效果，换来江辰吧。江战压下内心的激动，对殿外吩咐道：是。江辰，江家旁系子弟，觉醒的是陨星战体、道体之一。地仙大世界里，将体质从弱到强分成凡体、灵体、宝体、王体、道体、神体、圣体、仙体。如果真能提升，江战和几位族老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激动和火热。那江渊将不再是江家的废柴弟子，他将是江家万古以来最重要、最核心的麒麟儿，将会是江家寰宇整个地仙大世界的希望。很快，一个身材壮硕、面容憨厚的青年被带进了大殿。江辰拜见家主，各位族老。江辰有些惶恐，他正在修炼，突然被带到这，还有点猛。江战没有废话，直接将生灵丹交给他，沉声道：江辰，这是弟子赐予你的无上造化，服下它。江辰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但出于对家主的绝对信任，他没有丝毫犹豫，接过丹药一口吞了下去。生灵丹入腹的瞬间，江辰的身体猛地一震，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能量在他体内轰然炸开，仿佛开天辟地一般，瞬间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啊！江辰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他的皮肤开始寸寸皲裂，金色的血液从裂缝中渗透出来，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个即将破碎的瓷器。但紧接着，一股磅礴的生机又从他体内涌出，快速修复着他破碎的身体。轰隆！一道璀璨的金色神光从江辰天灵盖冲天而起，直接洞穿了议事大殿的穹顶，贯穿云霄。江战双眸爆发出炽热的金光，随手一抬，漫天异象被尽数遮掩。这是永恒星魂神体。一位对各种体质钻研极深的族老声音发颤地惊呼道：陨星战体的进化路线之一。没错，绝对是永恒星魂神体。江辰的神魂与太古星河的本命星辰绑定，肉身若死也可盘踞于太古星辰上复苏。我族历史的江无道老祖就曾经掌握过这种神体，一枚丹药造就一尊神体，这太可怕了。不对，你们没听江渊说吗？这生灵丹可以提升圣体之下，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就找神体的族子，我们江家将会多出一位圣体。死！所有族老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圣体啊，号称大成可叫板大地，虽然并非所有圣体都能做到这一步，更多还是需要自身积累。但一尊圣体约等于一位大成巅峰准帝强者，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就算放眼江家，巅峰准帝也绝对是重量级。大约一炷香后，江辰身上的金光渐渐收敛，蜕变完成，境界在极短时间内从7境归1境，飞跃到9境法则境巅峰。我这是……江辰感受着体内的变化，一脸吃惊。江辰，江战沉声喝道：从今日起，你便是我江家核心弟子，家族将倾尽资源培养你，你只需记住，你的一切都是弟子所赐。是。江辰，谢弟子再造之恩。江辰回过神来，毫不犹豫地对着江渊跪下，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眼神里充满了狂热的崇拜和感激。今日之事暂时不得泄露，你先退下吧，我等与弟子还有话说。是。江辰朝着江渊等人一礼，无比恭敬地告辞离去。待江辰离开后，
三长老立刻上前冲到江战面前，激动地说道：“玉儿，你的这天生生育圣体，简直是我江家万古未有之祥瑞。方才你说要找到评分90分以上的天之娇女。”江渊状若含蓄的点点头：“是系统这么要求的啦。”三长老将手镯摆摆手：“你是我江家弟子，娶几个天之娇女怎么了？要我说，10个就算100个都不算什么。”另一位族老接口道：“要我说，家主就现在立刻马上把所有圣地、神朝、不朽世家、太古神山的圣女、神女、帝女的名单全部列出来，我们一个一个筛选。筛选什么？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江家全都要。”江手镯怒目圆睁道：“说得对，以我江家的底蕴，多娶几个弟子妃怎么了？谁敢不服？聘礼，我们必须准备最丰厚的聘礼，要让整个地仙大世界都知道，能嫁给我江家弟子是他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族老们彻底疯狂了，一个个七嘴八舌，争论不休，那股子为江渊拉皮条的积极性，简直比给自己找老婆还上心。江渊站在一旁，看着这群平日里威严无比的族老们，此刻像打了鸡血一样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出谋划策，心里有些小得意，同时也有些暖。没有因为他崛起或是沉沦，没有觉醒圣体就区别对待，对待他一直都是好跟更好。江战也是激动的满脸通红，他做出决断，传本家主命令，即日起弟子江渊的资源待遇为17位，封锁今天议事大殿内发生的一切消息，包括江辰圣体之事，列为家族最高机密，泄露者杀无赦。成立弟子大婚筹备组由我亲自担任组长，3长老、5长老为副组长。即刻起全族动员，给我把大世界所有顶级天之娇女，不，还有中千世界、小千世界，我们要为弟子挑选最好的道侣。若有圣地、神朝阻拦，一律杀。若有族人提交不在资料内的天骄子女，享受资源一律提高1位。所谓17位资源，对应的便是江家内部的资源供给表，正常最高是16位，也就是16境的天地境。这个境界目前地仙大世界还没人突破，而17境就是传说中的仙，在江家中所有资源都可以优先使用，待遇别说家主，就算是江渊的大弟爹都得等江渊用完再说。这一刻，江渊在江家的受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历代所有江家人。3长老江手镯补充道：“不是一个，是第一批道侣，越多越好。”“对，越多越好。”江战重重点头，眼中金光爆射。按照江渊所说，生一个孩子就能得到一个奖励，其中就有生灵丹。也许概率不高，那么10个、100个呢？江家不缺资源，也养得起。只要江家涌现出足够多的天骄，用不着100年，江家就能成为地仙大世界唯一的主宰。而这一切的希望都系于江渊一人之身。江战走到江渊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前所未有的郑重：“渊儿，从今天起，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你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养好身体，家族会为你扫平一切障碍。”“大伯，我明白，为了家族的未来，我义不容辞。”看着江渊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表情，江战和一众族老们更是感动得无以复加。看看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担当，不愧是我江家的弟子。苦了你了孩子，以后啊，有的你受的。江家族老们的行动力是恐怖的。在家主江战的一声令下，整个庞大的战争机器瞬间开始运转，无数的暗探、密谍被派往地仙大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收集所有顶级天之娇女的情报。不到3天时间，一份厚厚的名单就摆在了江家核心族老们的面前。议事大殿内，气氛比上次还要热烈。10几位族老围坐在一张巨大的玉桌旁，桌面上空用法力投影出一道道亮丽的身影和他们的详细资料。瑶池圣地圣女秦梦瑶，天生道胎；大眼神朝公主姬月，元灵体；太一仙门神女柳如烟，先天剑体。还有这个北元王家的帝女王腾雪，据说有大帝之姿。族老们一个个看得眼花缭乱，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这评分是他们找到后给江渊，江渊透过系统看到的。都好，都好啊。听渊说，他的天生生育圣体大概率能遗传，甚至是优化后代的血脉，说不定不用生灵丹，我江家都能涌出一堆大地苗子啊！江手镯激动地搓着手，要是能把他们都给渊儿娶回来，全部让他们怀孕，再拿到系统奖励，我江家岂不是要一口气多出10几尊圣体？想什么呢？这些圣地神朝哪个是省油的灯？能让我们取走一个，都得8层皮下来。一位比较理智的族老泼了盆冷水。江战也冷静地分析道：“没错，我们江家虽然稳居地族之首，明里暗里的敌人自然也不少，一下子向所有势力提亲，必然会引起众怒。我们需要选一个最合适的作为第一个目标。况且，
月儿那边后续我们是否能拿到生灵丹也是个未知数。他想得很清楚，就算不成，只当是给九弟也就是江渊这一脉留后，毕竟算算日子，江渊也该成婚了。那选哪个？族老们又开始争论起来。我觉得瑶池圣女不错，天生道胎，与天地大道亲和，生下的后代肯定悟性逆天。大眼神朝的公主也行啊，元灵体，掌控元素之力，血脉高贵。要我说，就选那个北元王家的王腾雪，要搞就搞个资质大的。没多久，江渊也被叫到了大殿，美其名曰让他自己也参考参考。他看着投影上那些一个个风华绝代、气质各异的仙子、神女，心里也是一阵火热。之前只有预见，哪里有 3D 投影看得真切啊？简直就只剩下3个字了，大大大！乖乖，这质量也太高了，随便一个放在前世都是能引起全网轰动的神级颜值啊！姓名：秦梦瑶，评分96，身份：瑶池圣地圣女，体质：天生道胎，神体，数据：173厘米，99，55103，雷子，D+，接口次数0，弱点：当前尚未攻略，无法查看。姓名：姬月，评分92，身份：大眼神朝16公主，体质：元灵体，道体，数据：153厘米，85，53，88，雷子，E+，接口次数0，弱点：当前尚未攻略，无法查看。我勒个去，惊世大雷啊！江渊看了一圈，剔除掉许多虽然是天骄，但是不合理的。一番筛选，最后的名单仍有100多人，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毕竟第一批肯定还是以有名气的天之娇女为主。最后看了一圈，他的目光很快被其中一个吸引。那是一个身穿七彩雨衣、容颜绝世、气质清冷孤傲的女子。她的眼眸像2颗黑曜石，淡漠地注视着一切，仿佛世间万物都不被她放在眼里。姓名：白清雪，评分98，身份：太古神山白虎神女，体质：太古白虎血脉，道体，数据：175厘米，110，83105，雷子 F+，接口次数0，弱点：当前尚未攻略，无法查看。江渊保证自己不是因为看到他的大雷而心动，最关键是98分啊，是目前迄今为止评分最高的一个。而且对方的身份也很有意思，太古神山。太古神山是太古万族的栖息地，里面聚集着多位古皇，约等于人族大地。而白虎一族他略有耳闻，算不得什么大势力。更重要的是，对方是太古白虎血脉啊！白虎神兽也，能骑虎多帅啊！虽然江家不是没有，但虎与虎那能一样吗？而且系统给出的资料里还有一行小字备注：白清雪性格孤高，一心向道，对所谓的情爱之事极为排斥，有挑战性，我喜欢。江渊心里嘿嘿一笑，越是这种高冷冰山，征服起来才越有成就感嘛。虽然过程可能不需要他努力，全靠家族。家主，各位族老，江渊调出白清雪的投影说道：我觉得就他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白清雪的资料上。太古神山分支的白虎一族的白虎女白清雪。月儿，你不再选选，就是区一个分支怎么配得上你啊？我看大眼神朝的姬月就不错，元灵体虽然只是道体，但他的极致混沌圣体可是圣体中的极限，十分强大。混沌圣体又有半仙体之称，能带上仙字，那可十分不一般。但很快又有人皱起了眉头，可是这太古神山不好打交道啊。没错，太古万族一向排外，虽然只是分支，但恐怕要让他们把神女嫁给人族，恐怕没那么容易。而且资料上说，这白清雪一心向道，恐怕对联姻之事极为抗拒。江战摇摇头，我认为并非如此。若我们江家连太古神山里一个落魄分支的神女都无法拿下，又要如何去与其他势力去谈？诸位可别忘了，我江家大帝可还活着呢。是啊，众族老眼睛一亮，江家大帝如今正值巅峰期，就凭那些靠着底蕴延寿苟延残喘的老家伙，不到生死之刻根本不可能踏出门，更何况他们可是去上门提亲，有什么好在乎的？甚至于江战眼眸中放出算计的笑容，只要我们准备一份让太古神山那群老古董都无法拒绝的聘礼，不用我们多说什么，太古神山内部自然而然就会将白虎女送来。族老们的热情再次被点燃。家主，下令吧。江战看着江渊，见他没意见，点点头。好，传令下去，打开家族宝库，我要亲自挑选聘礼。三长老，你随我同去。3日后，
本座携大帝法旨前往太古神山，为我江家弟子提亲。江战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气。而远在亿万里之外，太古神山之上，古白虎衣骸下修炼的白清雪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个生育圣体给盯上了3日后。太古神山，这里是太古万族的祖地，连绵不绝的山脉悬浮在云端之上，每一座都散发着古老而磅礴的气息，神光缭绕，锐气万千，仙鹤飞舞，龙吟凤鸣之声不绝于耳。这里是9大禁区之一，寻常人族修士根本不敢靠近。然而今日，一艘无比巨大的黄金神舟撕裂虚空，在一阵阵大道轮音中降临到了太古神山的山门之外。神舟之上旌旗招展，一个龙飞凤舞的江字散发着镇压万古的地威。人族江家，他们来我太古神山做什么？神山内无数强大的气息被惊动，一道道神念扫了过来。当他们感受到那黄金神舟上为首的2人身上那深不可测的气息时，都吃了一惊。是江家家主江战，还有那个脾气火爆的3长老江守拙，2位14进准地巅峰强者。他们2个竟然亲自来了，难道是想和我太古万族开战不成？一时间神山内气氛紧张，不少古族强者都露出了敌意。就在这时，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从神山深处传出，响彻云霄。不知江家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这声音属于太古神山的守护者之一，凤凰一族的老祖，一尊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老怪物。太古神山说有万族，实则由凤凰、黄金狮、神族3大皇族轮流把持。黄金神舟上，江战负手而立，气度从容，朗声笑道：凤老前辈，江某今日前来并非寻衅，而是为我江家弟子太古神女提亲而来。轰！此言一出，整个太古神山瞬间死寂，所有被惊动的古族强者全都傻眼了。提亲？人族江家的弟子要娶他们太古神山的神女？短暂的死寂之后，无数太古种族心中恼怒。什么？我没听错吧？江家要和我们联姻？开什么玩笑？他们人族的弟子也配得上我们高贵的神山血脉？那个江家弟子江渊不是个天生凡体，无法修炼的废物，江家是疯了吗？让一个废物来娶我们的？说这话的太古神山之人话才到一半，顿时如坠冰窟。江战，你敢！神山之中响起一阵恫吓之声，如我江家弟子死！江战声音平静，仿佛只是在说一件最平凡的事。而那胆敢侮辱江渊的神山种族在众目睽睽下身体瞬间爆裂，随后就连一滴鲜血都没留下。江家主，这是我太古神山有不朽种族的13境大圣强者出生，玉儿是我江家弟子。江战声音已经平静，纵然身处太古神山，他亦不惧任何人。那位圣境强者沉默了，不只是他，就连太古神山的3大皇族也沉默了。他们不会为了一个死人得罪如日中天的江家。江家主，有什么话先入我神山再说吧。善。黄金神舟直挺挺地开进太古神山这座人类禁区，外界无数人看到这一幕，心中震惊。这就是当时地族的豪横吗？简直太逆天了。还有，那江渊也太受宠了，一言不合就杀人，这也太霸道了。但如果换成是他们这样被保护，也太爽了吧。凤凰一族一座巨大的梧桐神殿中更是炸开了锅，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一个凤凰族长老气得浑身发抖，江家欺人太甚，真当我凤凰一族无人了吗？一个修炼废柴也敢觊觎我族的明珠，让他们滚！老祖不能答应，这要是传出去，我凤凰一族的脸面何存？神殿主位上，一个须发皆白、身披七彩羽衣的老者，正是凤凰一族的老祖。稍安勿躁，说不定他江家是来找其他王族的神女提亲呢。有长老道：族长，你是说黄金狮族的金云兰，还是神族的神灵？凤凰老祖，差点忘了，这一代只有他们凤凰皇族有神女，另外2大皇族都是神子。事实上，不管是黄金狮族还是神族，都有向他提出提亲，只是凤凰老祖还在考虑。毕竟不管是黄金狮族还是神族，他都有些看不上。和江家联姻也不是不行，可你至少来个神体天骄啊，给为那个传说中的废柴弟子江渊提亲，这简直是在侮辱他凤凰皇族。那拒绝，你如果不怕恒玉大帝打进来的话，你就去，只要你敢去，我这族长位置今天就交给你。别了族长，我涅槃次数用完了，改日吧。罢了，江家得罪不起，如果能打发掉就快点打发掉吧。凤凰老祖压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黄金狮族，江家家主亲临，那老杂毛恐怕要麻烦了。一位金发长老端着酒杯，笑得眉眼弯弯，只是不知道凤凰老祖那张老脸现在是什么表情。哈哈，还能是什么表情？
肯定是憋屈的要死。黄金氏族的大长老抚着胡须，脸上满是幸灾乐祸。前些日子，本座去找那老东西商议联姻之事，那老家伙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说什么凤凰神女乃是神山明珠，寻常天骄配不上。哼，现在江家来提亲了，看他是拒绝还是同意。上次神族神灵去提亲，也被那老东西晾在外殿等了3天，现在好了，被江家盯上了。要我说，那老东西就是想坐地起价，看不上我黄金氏族罢了。哼，那老杂毛发传音，让我们去给他撑场面了。不急，晾他一会，反正咱们黄金氏族这一代没神女。哈哈哈！神族大殿，神灵盘膝坐在蒲团上，闭目养神。他是神族这一代的神子，拥有黄金神血，堪比人族神体天赋，在太古万族中都算得上顶尖天骄。神子，江家来提亲了。一位神族长老走进来，语气中带着几分揶揄。神灵睁开眼，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提亲？找谁？还能是谁？太古神山这一带，除了凤凰皇族那位神女，还有谁能入江家的眼？神灵冷笑一声，凤凰神女，给那位江家弟子，我记得他好像是个连修炼都做不到的凡人体质吧？正是。长老点头。江家这次来势汹汹，家主江战和3长老江守桌亲自出马，还在山门外杀了个不长眼的，凤凰一族屁都不敢放。杀得好！神灵站起身，上次本座去提亲，他摆出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等本座崛起，定要把他浑身都炼化成无羽扇。长老笑道：依老朽看，凤凰老祖10有8九会拒绝，一个修炼废柴，就算背后站着江家，也配不上凤凰神女。神灵眼中闪过一丝冷意，配不配得上他都不在乎，他只关心自己的实力。至于江渊，一个运气好的凡人罢了，这辈子也就那样。他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凤凰神山，梧桐树下，白色的火焰在虚空中跳跃，散发着圣洁而强大的气息。火焰中央，一道绝美的身影盘膝而坐，她身穿七彩羽衣，容貌倾城，气质却冷若冰霜，正是凤凰皇族这一代的神女凤灵儿。神女，大事不好了！一个侍女慌慌张张地冲进来，打断了凤灵儿的修炼。凤灵儿缓缓睁开眼，眉头微蹙，何事如此惊慌？江家来提亲了。提亲？凤灵儿语气淡漠，那是长辈们的事，与我何干？可是他们是为您来提亲的。侍女急道：江家的家主和3长老都来了，现在正在议事大殿。凤灵儿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江家？哪个江家？还能是哪个江家？当然是人族第一帝族恒玉大帝所在的江家。他们疯了！凤灵儿豁然起身，周身的火焰猛地暴涨，一群人族也配向我凤凰皇族提亲？侍女战战兢兢，听说是为他们的弟子江渊来提亲的。江渊？凤灵儿冷笑，那个连修炼都做不到的废物。他当然听说过江渊的名字，江家弟子，大帝之子，却是个天生凡体，无法修炼的废柴。这件事在整个地仙大世界都不是什么秘密，一个废物也配娶我？凤灵儿眼中闪过一丝怒火。他自幼天资卓绝，拥有凤凰涅槃神体，被誉为凤凰皇族万年难遇的天才。无数太古万族的天骄曾向他示好，都被他冷眼拒绝。在他眼中，修炼才是唯一的大道，儿女情长不过是修行路上的绊脚石，便是圣体，他都未曾放在眼里过。他认为凭借着他自己的天赋，足以成为大帝，甚至是超越大帝。神女，您要去哪？侍女看到凤灵儿往外走，连忙问道。议事大殿。凤灵儿声音冰冷，区一个靠家族的凡人废物，又如何配得上我？凤灵儿大步走出密室，身后七彩神光冲天而起，他要当面拒绝，让江家知道他凤灵儿不会靠任何人。太古神山议事大殿，这座大殿足有1000丈方圆，由太古神石铸成，墙壁上刻满了古老的符文，散发着岁月的气息。此刻大殿内座无虚席，最上方的3个主位上分别坐着凤凰皇族老祖、黄金狮族族长、神族族长，下方10大王族的族长或长老也都到齐了。能让3大皇族和10大王族同时出面，足见江家这次的阵仗有多大。大殿中央，江战和江守桌并肩而立，气度从容。江家主，你方才说是为令公子来提亲，凤凰老祖坐在主位上，脸色不太好看。江战微微一笑，正是。呵。黄金狮族的族长忍不住轻笑一声，随即装作咳嗽掩饰过去。神族族长神灵的父亲同样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们都等着看凤凰老祖的笑话。凤凰老祖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江家主，老夫不是不给你面子，只怕高攀江家了。这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再明白不过，是你家那废物弟子配不上我家神女。江守桌眉头一皱，刚要发作，
却被江战抬手制止。凤老前辈误会了。江战笑道：鱼儿虽然体质特殊，但他体质特殊。始王族族长忍不住插话道：江家主，你就别自欺欺人了，天生凡体，无法修炼，这在整个地仙大世界谁人不知？就算你们江家底蕴再深，也不可能让一个凡人娶走我太古神山的神女吧？对啊，这种联姻对我太古万族来说有什么好处？江家虽强，但也不能仗势欺人。10大王族的族长或者副族长，尤其是站在凤凰皇族一边的，见状纷纷开口，语气中带着不满。江战脸色不变，正要继续说话，砰！大殿的门突然被推开，一道七彩神光冲进来，化作一道绝美的身影，正是凤凰神女凤灵儿。灵儿，你怎么来了？凤凰老祖脸色一变，凤灵儿没有理会老祖，目光直接落在江战身上，声音冰冷：你就是江家家主？江战打量着眼前这位神女，点点头，正是。很好。凤灵儿冷笑：我听说你是来为你那废物提亲的。此言一出，整个大殿瞬间安静，所有人都没想到凤凰神女居然敢当着江战的面直接辱骂江渊。江守卓脸色一沉，就要发作。江战脸上的微笑在变得沉重。神女此言差矣，鱼儿虽然体质特殊，但……江族长，凤灵儿打断他的话，语气高傲：我凤灵儿这辈子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修炼成帝，儿女情长不过是修行路上的绊脚石，就算你江家势大，就算那江渊不是废物，我也不可能嫁给他。更何况他眼中闪过一丝嘲讽，一个连修炼都做不到的凡人，有什么资格娶我？我凤灵儿宁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废物。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字字铿锵。凤凰老祖脸色铁青，刚要呵斥，却又停住了。虽然凤灵儿的话说的难听，但确实说出了他心中所想。黄金狮族和神族的人更是幸灾乐祸。说得好！黄金狮族族长抚掌而笑，凤凰神女果然有骨气。神族族长也点头，不愧是我太古万族的明珠。两人对视一眼，开始拱火。他们巴不得江家暴怒，然后打起来，好让凤凰皇族吃一个亏。他们可不认为仅凭一个凤凰皇族能够与地族江家作对。然而江战听完这番话，总算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一个评分只有85，第一时间就被江渊剔除的垃圾，居然有这种自信。看来是本座没说清楚，本座来访不是为与凤凰神女而来，鱼儿此次提亲的对象另有他人。至于你想要配上我族弟子，还远远不够格。他声音平静，看向凤凰神女的目光充满着不屑和冷意。大殿内死寂一片，所有人都没想到江战会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来提亲凤凰神女的，那太古神山论尊卑幼，谁能配得上江渊？毕竟即便江渊无法修炼，他也是大帝亲子，论地位只有3大皇族神女才能勉强配得上。凤灵儿的脸色瞬间僵住了，她那高傲的神情在这一刻变得有些滑稽。凤凰老祖也愣住了，随即脸色变得古怪起来。黄金狮族族长和神族族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错愕。江家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江战负手而立，扫视全场，本座此次前来太古神山，是为鱼儿向白虎王族的白虎神女白清雪提亲。轰！这话一出，整个大殿炸了。白虎王族，那个没落的王族，白清雪，我记得他太古白虎血脉，资质倒是不错，但白虎王族现在连个圣境强者都没有了吧？江家居然看上了白虎王族，10大王族的族长们窃窃私语，脸上都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白虎王族曾经也是太古神山的大族之一，仅次于10大王族之下的第一梯队，但在数万年前的一场大战中，族中强者几乎死绝，如今只剩下几百族人，连圣境强者都没有，在太古神山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要不是白虎一族的血脉还算纯正，恐怕早就被踢出10大王族的行列了。而白清雪虽然觉醒太古白虎血脉，靠着白虎王族得了个神女的尊位，但在整个太古神山也只能算是中上之选，和凤凰神女凤灵儿这种万年难遇的天才相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凤灵儿整个人都傻了，他刚才那番话说的义正言辞，结果人家根本不是来找他的，那他刚才那番表态算什么？自作多情。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气得不轻。凤凰老祖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他本以为江家是来提亲凤灵儿的，所以才召集了3大皇族和10大王族的人，不管成或不成都能体现出他凤凰一族的强势。结果江家根本不是来找他们的，这不是打他的脸吗？江家主，你确定没说错？凤凰老祖声音有些沙哑，白虎王族那种没落的小族也配得上你们江家？配不配得上不是你说了算，是我江家说了算。再说凤老前辈方才不是说了吗？高攀江家了。凤凰老祖噎住了，这话确实是他说的，但那是客套话。
谁能想到江家来真的？而且江战平静道：“我江家弟子何等尊贵，岂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的？方才那位神女说的对，她确实配不上我家渊儿。”凤灵儿脸色煞白，身体微微颤抖。她从小到大何曾受过这种羞辱？你敢辱我？辱你！一直没说话的三长老江守桌此刻终于忍不住了，他往前踏出一步，一股恐怖的准地威压瞬间笼罩向凤灵儿。江守桌的脾气本来就火爆，从进这太古神山开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先是山门口那个不长眼的东西敢辱骂渊儿，被家主随手捏死了。进了这凤凰神殿，这帮屌人又一个个阴阳怪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话里话外都在嫌弃渊儿是废物。要不是家主眼神示意，他早就掀桌子了。真当他名字叫守桌就要守着，忍着火吗？一个小小的凤凰神女也敢对我大帝世家不敬？本座告诉你，我家渊儿乃是大帝亲子，血脉之尊贵，万古无一。别说你只是一个区区神体，就算你是圣体，想嫁给我家渊儿，都得看我们江家点不点头。再敢对我家江家和弟子不敬，信不信老夫今天就拔光你的鸟毛，把你烤了当下酒菜？江守桌，你放肆！凤凰老祖反应过来，猛地一拍座椅扶手，同样一股准地威压冲天而起，护住了凤灵儿，怒视着江守桌。这里是太古神山，不是你江家，轮得到你在这里撒野？撒野又如何？江战缓缓上前，站在江守桌身旁，两股准地气息交织在一起，瞬间就将凤凰老祖的气息压了回去。我江家不惹事也不怕事，你凤族这位神女先是闯入吾等商谈之地，又对本地出言不逊，本地念她是小辈不予追究，可这不是她一而再再而三挑衅江家的理由。凤老祖，本地敬你是前辈，奉劝你一句，管好你的人，不然本地不介意出手教训他一番。还是说凤老祖想要领教无族的极道地兵万道玉皇幡？说着，江战身后一道黑色的布幡浮现，悬在高空，太古神山的大道痕迹都被这道黑色布幡压落，日月星辰万般情绪皆在掌心。这正是江家的镇族底蕴之一，极道地兵也是恒玉大帝的正道兵器之一的万道玉皇幡。这一刻，地仙大世界里无数强者都感应到这种波动。这是江家的万道玉皇幡，谁惹到他们了？那个方向是9大生命禁区的太古神山，江家要对生命禁区出手，是凤凰还是神族还是黄金狮？天地要大变了！有圣人感叹，也有人朝太古神山跑去，想要捡漏。然而江战只是稍微展露一番极道地兵的威压，就收了回去，脸上重新露出温和的笑容。诸位，本地再说一遍，今日我江家前来是带着10足的诚意为我族弟子提亲，我们想娶谁不想娶谁是我江家的事。至于这位凤凰神女，她的目光落在凤灵儿身上，这次没有动用准地的威压，眼神平静的像是在阐述事实。你确实天资不错，但心性太差，眼界太窄，你以为的终点在我家渊儿面前只是起点，你引以为傲的一切在我江家看来不值一提。你！凤凰老祖连忙按住对方，深吸一口气，只觉得一阵羞辱。他们凤凰皇族没有极道地兵吗？有，但他敢用吗？一旦动用，便等于向江家开战。那他们凤凰皇族是江家的对手吗？除非请出那位底蕴人物和动用极道地兵，否则恐怕全部人加一起都不够江战这位准地8重天的可怕存在杀的。所以这份屈辱他必须忍下来。江家主所言，老夫记住了。既然如此，老夫也不多说，来人，去把白虎王族的族长请来。他现在只想赶紧把江家这2尊瘟神送走。丢人，太丢人了！黄金狮族族长和神族族长强忍着笑意，看着凤凰老祖那张黑如锅底的脸，心里别提多爽了。让你平时摆架子，现在好了吧？自己往枪口上撞。白虎王族驻地，这是一片位于太古神山边缘的山谷，灵气稀薄，和那些大族的福地洞天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一座简陋的石殿中，白虎王族的族长白天行正在闭目养神。他看起来只有40多岁，但实际年龄已经过万，修为停留在12准圣境巅峰多年，始终无法突破到13大圣境。这也是白虎王族衰落的原因之一。没有13大圣境强者坐镇，在太古神山根本没有话语权。族长，一个族人慌慌张张地冲进来。何事惊慌？白天行睁开眼，眉头微皱。凤凰皇族派人来了，说是有贵客要见您。贵客？白天行一愣，什么贵客？好像是人族江家的人。江家？白天行脸色一变，连忙站起身，快备礼。他虽然修为不高，但眼界还在。江家是什么存在？当世第一地族，能让江家的人亲自来访，这可是天大的事。议事大殿，当白天行匆匆赶到时，看到大殿内那豪华的阵容，整个人都懵了。3大皇族的族长全在，10大王族的代表也都到齐了。
这阵仗就算是太古神山的大典，也不过如此了吧？白族长来了。凤凰老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江家主有事找你。”白天行连忙上前，恭恭敬敬的行礼。白天行见过江家主，见过三长老。江战点点头，白族长不必多礼，本座今日前来是为我江家弟子向令族神女白清雪提亲。白天行整个人都傻了，提亲？江家弟子要娶清雪？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懵。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他们白虎王族头上？江家主，您没开玩笑？白天行声音都在发抖。本座从不开玩笑。江战说着挥了挥手，不知白族长意下如何？愿意，当然愿意，这是我白虎一族的荣幸，是我家清雪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白天行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开什么玩笑？这可是人族第一帝族江家啊，当世大帝的家族，他们白虎一族都快混不下去了，现在有这么一根金大腿送上门来，不抱紧了那才是傻子。别说只是嫁一个神女，就是要他这个族长去给江家当牛做马，他都愿意。呵呵，白族长先别急着答应。江战笑了笑，联姻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我们江家一向爱好和平，不会做强人所难之事，此事还需征求白清雪神女本人的意见。这白天行顿时有些为难，他那个女儿的脾气他可是清楚得很，一心向道，清冷孤傲，对男女之事向来不假辞色，一门心思都在如何恢复白虎王族的荣光。当然天赋也是有的，年纪轻轻就来到8问道境，将来突破13大圣境也不是不可能，算得上是白虎王族的希望。可如果让她嫁到江家，这……江战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微微一笑说道：“无妨，这是我们江家备下的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还请白族长代为转交，让清雪神女看一看。”说着他屈指一弹，10枚虚空戒缓缓地飞到了白天行的面前。白天行颤抖着双手接过虚空戒：“白族长，不妨打开看看。”江战微笑着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引导：“这不太好吧？”白天行有些犹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开聘礼，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无妨，江战淡淡道：“我江家做事向来光明磊落，这聘礼就是要让全天下人都看看我江家对这门亲事的诚意。”这话一出，白天行顿时明白了，江家这是要立威，就是要用这份惊天聘礼来彰显江家的底蕴。下一秒，当看清里面放着的东西后，白天行身体猛地一僵，眼睛瞪得滚圆，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狂喜，再到不敢置信。白族长，怎么了？是啊，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吓成这样？周围的王族族长们看得心痒难耐，忍不住催促道。白天行没有回答，他只是颤抖着手，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杆通体由黄金铸成的长枪。长枪出现的瞬间，一股霸道绝伦，仿佛要刺破9天的锋锐之气，瞬间充斥了整个大殿。嗡！长枪发出一声轻鸣，整个凤凰神殿都随之剧烈震颤起来，墙壁上的符文疯狂闪烁，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崩溃。在座的所有强者都感觉到一股致命的威胁，仿佛自己的眉心被一杆无形的枪尖抵住，灵魂都在颤栗。这是准帝兵！黄金狮族的族长失声惊呼，猛地从座位上站起，眼中全是骇然之色。没错，绝对是准帝兵，而且是杀伐之力极强的攻击型准帝兵。神族族长也站了起来，死死地盯着那杆黄金长枪，眼神里充满了贪婪和震撼。准帝兵，那可是准帝强者耗费毕生心血祭炼的本命法宝，每一件都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放眼整个地仙大世界，拥有准帝兵的势力也是屈指可数。就算是他们3大皇族传承了无数万年，族中大概也只有几10件准帝兵，部分还是残破的，轻易不能动用。可现在江家竟然随手就拿出了一件完整的崭新的准帝兵作为聘礼，这手笔也太大了吧！凤凰老祖的身体晃了晃，他的心在滴血。一件准帝兵啊！不过他毕竟也是一位准帝，心态很快就调整过来。准帝兵又如何？将来的凤灵儿起码也能成为准帝，用一位未来准帝换准帝兵，那简直亏爆了。没有同意，江家真的太对了。此时此刻，他只能用这种话来安慰自己。然而他忘记了，这只是江战给白天行聘礼10个虚空界中的一个。白天行似乎是被吓傻了，他哆哆嗦嗦的好一会才从第2个虚空界里取出聘礼。那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瓶，玉瓶中装着一滴金色的血液，那滴血液只有指甲盖大小，却仿佛蕴含着一个世界，散发着一股至高无上、镇压万古的恐怖地威。地血！这一次连凤凰老祖都坐不住了，他失态的尖叫起来，声音都变了调。大地的本命精血，难道是恒玉大帝的？
天哪，我没看错吧？这江家好大的手笔啊！一滴滴血，若是运用妥当，足以培养出一位14进准帝。江家竟然连这种东西都舍得拿出来当聘礼，整个大殿彻底炸开了锅。所有太古王族的族长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眼睛瞪得血红，死死地盯着那滴滴血，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抢过来。如果说准帝兵只是让他们震惊，那么这一滴大地精血已经让他们彻底疯狂了。对于他们这些追求血脉之力的太古万族来说，一滴大地精血的诱惑力比2件准帝兵还要大。说到底，想要发挥出准帝兵全部威能的前提，也得有准帝实力。白天行拿着那滴滴血，感觉自己手上托着的不是一滴血，而是他白虎王族的希望，诚然要把最有天赋的女儿嫁到江家。可白虎王族又不是只有白清雪这么一位天骄，退1万步说，即便不给族中后辈，便是他自己服用炼化，也足够他短时间内突破到13大圣境，改变白虎王族目前的困境。而第3枚虚空戒里是一枚丹药，一枚散发着混沌气息，仿佛蕴含着大道至理的丹药。白天行不认识这是什么丹药，但他能感觉到这枚丹药的品阶至少不逊色于准帝兵。他不敢再拿出来了，他怕自己再拿出来会引起众目，这些红了眼的王族会当场动手抢劫。他连忙将神念收回，将储物戒指死死地攥在手里，然后扑通一声直接跪在地上。他不是对着江战跪的，而是对着江家的方向遥遥叩拜。江家大恩，白虎一族永世不忘。白天行激动的老泪纵横，声音哽咽。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们白虎一族的命运将彻底改变。江战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目光扫过在场所有面带贪婪和嫉妒的王族族长，缓缓开口道：这只是我江家聘礼的一部分，只要清雪神女嫁入我江家，她本人将享受我江家核心正14位准帝弟子待遇，而白虎王族将成为我江家的姻亲，受我江家庇护。从今往后，谁敢动白虎王族一根毫毛，就是与我江家为敌。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谁敢打这些资源的主意，就要考虑考虑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来自江家的怒火。凤凰老祖的身体微微发软，有那么一瞬间很是后悔，如果凤灵儿的态度没那么硬势，不是就好了。与底蕴残缺的白虎王族相比，这滴大地精血给他们可是能极大概率培养出一位准帝的，而那凤灵儿只不过是有可能成为准帝。黄金狮族和神族的族长对视一眼，眼神中看出懊恼。操，为什么我族没有神女啊？白给白虎一族捡到这么大的便宜。不行，他们身为皇族，就算族中没有神女，也得分一杯羹。白族长，江家主诚意如此知足，老夫觉得这门亲事不错。白天行抬头看向黄金狮族族长，这位本体其实是7头金狮的准帝强者。只见对方笑眯眯地说道：江家乃当世第1帝族，能与江家联姻，是你白虎王族的福分，你可不要不识抬举啊。神族族长也点头，金兄说的对，这种好事可遇不可求。白天行心中一动，他明白了，这2天皇族是想从江家这份聘礼中分一杯羹啊。果然，黄金狮族族长传音道：不过白族长你也知道，你们白虎王族现在势单力薄，万一有人眼红，想要对你们不利，那可就不好了。我看不如早点答应了吧。神族族长笑道：别担心，好歹我们神山一脉同气连枝，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帮忙，只不过可能要借一借白族长你的准帝兵一用。还有我们10大王族的族长们纷纷开口，一个个眼睛都红了。漫天遍地的传音，江战2人当然知晓，不过他们并不在意。财帛动人心，白虎一族现在算是骑虎难下，不答应联姻吧，其他皇族与王族只会觉得他们丢了一大笔资源。你别管这资源是不是属于他们的，区区一个连大圣都没有的种族配拿这么多资源？答应联姻吧，他们有的是办法，在不惹怒江家的情况下，如温水煮青蛙，把白虎一族榨干。白天行脸色铁青，他也反应过来了，心中一阵悲哀。但弱族无自由，在太古神山这种弱肉强食的地方尤为明显。想要我白虎一族之物是吧？都给我等着。白天行咬着牙，心一横，白某答应。好，江战满意的点头，那就这么定了，届时本座会亲自来迎亲。说完，他看向凤凰老祖，笑道：凤老前辈，今日叨扰了，告辞。凤凰老祖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江家主慢走。江战和江守桌转身离去。大殿内所有人都沉默了。凤灵儿死死咬着嘴唇，指甲都掐进了肉里。他不甘心，凭什么一个没落王族的神女能得到江家如此厚待，而他堂堂凤凰神女却被人当面羞辱？老祖，凤灵儿声音发颤：闭嘴！凤凰老祖怒喝一声：都是你！要不是你自作聪明，我凤凰皇族何至于丢这么大的脸？
本来他只要不闯进来，他再找点理由也就含糊过去，不至于搞得如此丢脸。凤灵儿身体一颤，强忍着怒意，转身离开了大殿。他要修炼变强，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凤灵儿才是最强的天才。就算没有支持，他也可以成为准帝，成为大帝。至于江渊那个废物，等他成为大帝，第一个就灭了江家。白天行用了平生最快的速度，赶回白虎王族所在的山谷。刚一回来，他就立刻下令开启护族大阵，所有族人全部进入戒备状态，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出谷。族人们虽然不明所以，但看着族长那前所未有的凝重表情，也知道出大事了，一个个立刻行动起来。很快，一层淡淡的白色光幕笼罩了整个山谷。做完这一切，白天行才稍微松了口气，颤抖着手再次将那10枚虚空剑拿了出来，神念探入其中，看着那一件件足以让整个地仙大世界都疯狂的宝物，他的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准帝冰、大地精血，还有那枚他看不透品阶但绝对不凡的丹药，以及其他堆积如山的圣药、神材、道经。发了，白虎王族这次真的要发了。有了这些东西，别说他自己能突破到大圣境，就是再培养出几个准圣都绰绰有余。白虎王族的复兴指日可待。但狂喜过后是更深的忧虑，这些东西他守得住吗？答案是守不住。黄金狮族和神族那些家伙的眼神他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不及时处理掉这些宝贝，到时候整个白虎王族都可能被他们生吞活剥。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江家彻底绑死。只要白清雪嫁过去，他们白虎一族就是江家的姻亲，谁敢动他们，就得掂量掂量江家的怒火。想到这里，白天行不再犹豫，来人，去请神女过来。很快，一个身穿素白长裙、容颜绝世、气质清冷的女子走进了石殿。她就是白清雪。她的眼眸像2颗最纯粹的黑曜石，仿佛世间万物都无法在其中留下一丝波澜。父亲，您找我。她的声音也和她的人一样，清冷如雪。清雪啊！白天行看着自己这个最有天赋的女儿，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开口。她这个女儿什么都好，就是一心只有修炼，对男女之事向来嗤之以鼻。让她嫁给一个素未谋面，而且传闻还是个修炼废柴的男人，她会答应吗？有事请直说。白清雪似乎看出了她的犹豫，淡淡的说道。唉。白天行叹了口气，心一横，把心里的担忧和盘托出。清雪，为父知道你一心向道，但如今我们白虎王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他将今天在凤凰神殿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从江家提亲到凤灵儿自取其辱，再到江家拿出那份惊天聘礼，以及最后黄金狮族和神族那毫不掩饰的贪婪。白清雪静静地听着，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直到白天行将那10枚虚空戒递到他面前。这是江家给的聘礼，你看看吧。白清雪接过戒指，神念探入其中，饶是他心性再如何清冷，当看到里面那一件件足以颠覆他认知，甚至能改写白虎王族命运的宝物时，呼吸也不由得急促了几分。那滴金色的地血散发出的威压，让他的白虎血脉都在兴奋的颤抖。那杆黄金长枪仿佛天生就是为他白虎一族的杀伐之道而准备的。父亲，他收回神念，抬起头，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眸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您的意思是，只要我嫁给那个江家弟子，这些东西就都是我们白虎王族的？没错。白天行重重点头，而且江家家主亲口承诺，只要你嫁过去，我们白虎王族就将受到江家的庇护。从今往后，谁敢动我们，就是与江家为敌。江家弟子江渊是个无法修炼的凡人。白清雪又问，传闻是这样。白天行有些底气不足，不过清雪你放心，江家乃是帝族，就算他无法修炼，身份地位也远非寻常天骄可比。你嫁过去绝对不会受委屈。白清雪沉默了，大殿内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压抑。白天行紧张地看着他，手心全是汗。他知道女儿的决定将关系到整个白虎王族的未来。别看现在这些东西在他手上，如果白清雪强硬拒绝，乃至以死相逼，要江家多少东西最后都得吐出去。许久，白清雪缓缓开口，声音依旧清冷。我嫁。什么？白天行怀疑自己听错了。我说我嫁。白清雪重复一遍，目光直视着自己的父亲。对我来说，伴侣是谁并不重要，他是不是废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给我带来复兴白虎王族的资源，能给我带来庇护族人的力量，这就足够了。他拿起那枚装着大地精血的玉瓶，递给白天行。父亲，这滴滴血，您即刻炼化，我们白虎王族不能没有大圣坐镇。接着他又看向其他戒指，这些资源立刻分发下去，
优先供应给族中天赋好的年轻一辈，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好，白天行猛地站起身，接过地血，眼中老泪纵横。清雪，你放心，魏父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绝不会让那些豺狼得逞。从今天起，我白虎王族将迎来新生。黄金狮族金碧辉煌的大殿内，下方一位红须长老眼中闪烁着金光。族长，江家势大，我们自然不能硬抢，但白虎一族，哼，他们现在就是个揣着金山的娃娃，谁看了不眼红？没错，另一位长老接口道，江家给的聘礼名义上是给白清雪的，但现在还在白天行手里，只要东西还在太古神山，我们就有机会。怎么个有机会法？江家家主可是放了话，谁动白虎王族就是跟他们江家为敌，谁想去试试横玉大帝的万道玉皇幡有多锋利？大殿内瞬间安静了下来，地族之威，无人敢轻易挑衅。族长，硬来肯定不行。最开始说话的那位长老又开口了，脸上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但我们可以借吗？借？对，就是借。长老笑道，就算那白天行得到资源，炼化资源也需要时间，没有10年8年根本不可能突破大圣境。我们可以去找他谈，就说我们黄金狮族可以和他结盟，共同抵御其他王族的觊觎。条件嘛，就是那件准地兵先借给我们保管一段时间，等他们白虎王族出了大圣欧不圣人王吧，再还给他们也不迟吗？哈哈哈，妙啊！那江家那边怎么说？我们这又没动手，也没杀人，就算他江家是地族，也不能如此霸道吧？族长金烈阳听着长老们的计策，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善，不过不能只有我们去，让神族那些老家伙也参与进去。至于凤凰那边就不用通知了，他们高高在上太久，正好该吃点亏。神族大殿气氛同样热烈，神族族长神无道端坐在蒲团上，周身有神光流转，显得神秘而高远。他的儿子神灵就站在身旁。父亲，黄金狮族的人传来消息，想和我们联手向白虎王族施压。神灵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意料之中。神无道缓缓睁开眼，那头老狮子贪婪得很，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这么大一块肥肉，我们神族没理由不咬一口。可江家那边神灵有些顾虑。江家，神无道冷笑一声，摇摇头。江家只不过是现在对那小虎在意，等过段时间是死是活，又有谁会在乎？再说我们又不是去灭族，只是借点东西，江家就算知道了，难道还会为了这点小事真的跟我们两大皇族开战不成？比起这些，我更好奇另一件事。何事？那弟子江渊只是凡体，就算他父为当世大帝，动用如此多资源娶亲，当真值得吗？神灵皱眉。我听说人族那边最重视传宗接代，神无道的态度不置可否。也许吧。去吧，回复黄金狮族，就说我们同意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白虎山谷恭贺一下白天行族长。与暗流涌动的太古神山不同，此刻的江家则是一片欢腾。当江战和江守桌乘坐着黄金神舟，在一阵阵大道轮音中返回家族领地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族老们立刻迎了上来。家主，三长老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那白虎王族有没有不识抬举？族老们一个个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脸上写满了急切。哈哈，都别急。三长老江守桌人还没落地，爽朗的大笑声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地宫。他从神舟上一跃而下，红光满面，那股子兴奋劲简直比他自己娶老婆还高兴。妥了，太妥了！江守桌一拍大腿，你们是没看到啊，当家主把聘礼拿出来的时候，太古神山那帮老家伙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尤其是凤凰一族那个老鸟，脸都绿了。还有他们那个什么神女叫凤灵儿的，之前还敢瞧不起我们渊儿，说什么废物不配娶她，结果呢，我们压根就不是去找她的。哈哈，那场面太解气了。江守桌绘声绘色地将太古神山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尤其是凤灵儿自作多情被江战当众打脸的那一段，更是说得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听得在场的族老们一个个眉开眼笑，抚掌大快。好，干得漂亮，就该这样，让他们知道我们江家的弟子也是他们能随便非议的。那帮鸟人仗着自己血脉特殊，向来眼高于顶，这次总算让他们吃瘪了。活该，谁让他有眼无珠，错过了我们渊这么好的麒麟儿。族老们议论纷纷，言语间充满了对江家的自豪和对凤凰一族的鄙夷。江战从神舟上缓缓走下，脸上也带着一丝笑意，他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安静。事情已经办妥，白虎王族已经答应了婚事，3日后便是渊迎亲之日。太好了，我江家的麒麟儿终于要成家了！快，大婚筹备组的人呢？赶紧把排场给我搞起来，必须是最高规格，要让整个地仙大世界都知道，
我们江家对这门亲事的重视，整个江家都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而作为事件的主角，江渊此时正悠哉悠哉地躺在自己的寝宫里，听着侍女小翠的汇报。三长老说，那个凤凰神女的脸都气白了，当场就跑了。家主还说她配不上少主您呢。小翠一边给江渊捏着腿，一边叽叽喳喳地说道，脸上满是崇拜和与有荣焉。哦，我大伯真这么说。江渊挑了挑眉，心里一阵舒坦。妈的，这才叫弟子该有的待遇啊！人在家中躺，锅从天上来，哦不是逼从天上来。自己啥也没干，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别人眼中的香饽饽。还有一个不知所谓的天之娇女，因为看不起自己而被当众打脸，成了天下笑柄。这种感觉怎么说呢？爽，太爽了！不愧是我大伯，装起逼来一套一套的，有我爹当年的风范。江渊心里美滋滋的想着，他唤出系统面板，目光落在了白清雪的资料上。姓名：白清雪，评分98，身份：太古神山白虎神女，江家弟子未婚妻，体质：太古白虎血脉，神体。数据：175厘米，110，83105 F 加，接口0。弱点：其族群正处衰落，极度渴望资源与庇护以复兴族群，对能使其变强，能帮助其族群的一切事物都无法抗拒。嘿，弱点都出来了。江渊看着那一行小字，笑得更开心了。这说明家族的策略完全正确。对付这种事业型的女强人，谈感情简直就是对牛弹琴，直接用资源和实力砸就完事了。只要你能帮她实现理想，别说嫁给你一个废物，就是嫁给一头猪，她估计都愿意。就在他一边慵懒地享受着小翠的按摩，另一只手闲不住偶尔捏捏少女丰腴的大腿时，太古神山同意与人族江家联姻，白虎王族神女白清雪将嫁给江家弟子江渊的消息，也如同长了翅膀一样，在短短几天内传遍了整个地仙大世界。一旦激起千层浪，什么？太古神山的神女要嫁给江家那个弟子？真的假的？江家家主亲自上门提亲，聘礼据说把凤凰一族的老祖都给砸懵了。我听说聘礼里甚至还有整地兵呢。我怎么听说的是极道地兵？不是仙气吗？我说，不管哪个，这江家也太有钱了吧，为一个凡人下这么大血本，他们图什么？谁知道呢？可能是弟子太受宠了吧。不过那太古神山神女也真够惨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嘘，小声点。你敢说江家弟子是牛粪？不怕被江家强者跨界追杀啊？冷知识，不是皇族神女，是王族的神女，就是白虎王族。各大圣地、神朝、不朽世家都对此事议论纷纷，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但更多的是不解和嘲讽。在他们看来，江家这完全是人傻钱多的典范，而所谓的白虎王族的神女则成了这场荒唐联姻的最大牺牲品。瑶池圣地，圣女秦梦瑶听着侍女的汇报，秀眉微蹙。江家到底在想什么？她同样是将家族老名单上的候选人之一，到了她这个层次，自然知道江家对那位凡人弟子的重视。大眼神朝，公主姬月把玩着手中的一枚玉佩，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有意思，这是极度的偏心，还是那江渊身上发生了某种变故？江家这群老狐狸可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啊！北元王家，被誉为有大帝之姿的帝女王腾雪，只是淡淡的听完汇报，便挥了挥手，让下人退去。与我无关。他的眼中只有无上大道，对于这种八卦丝毫提不起兴趣。外界的争论，江渊同样不关心。他只在意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娶到大 F 媳妇，拿到系统奖励。至于白虎王族怎么样，他并不是很关心，只要白清雪没事就行。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这1个月里，整个不朽地族江家都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之中，张灯结彩，神光漫天，无数珍稀的奇花异草被移植到家族各处，琼楼玉宇之间，仙乐飘飘，瑞兽奔腾。江家要为弟子举办大婚的消息早已传遍诸天。婚礼当天，万圣来朝，地仙大世界有头有脸的势力几乎都派了代表前来观礼道贺。一艘艘神舟，一架架古战车横渡虚空而来，停靠在江家外的虚空之中，场面之浩大，堪称万古罕见。太古神山那边也派出了盛大的送亲队伍，由三皇族以及白虎王族族长亲自护送，霞光万道，将白清雪送到了江家。江渊作为今天的新郎官，穿着一身喜庆的红色婚服，胸前戴着大红花，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容，站在大门口迎客。说实话，他有点麻。这些来道贺的大佬，一个个气息恐怖，最次都是13大圣境巅峰的存在。不过江渊压根不在乎，区区圣人而已，江家多的是。他只需要当个吉祥物，
站在那笑，然后收礼金就行。所有的事情都有家主和族老们操持。恭喜江家主，贺喜弟子殿下，祝弟子与白狐女永结同心，早生贵子。哈哈，江家主，你江家这次可是羡煞我等啊！前来道贺的宾客们嘴上说着恭维的话，心里却各有各的盘算。他们实在想不通江家和太古神山这出联姻到底唱的是哪一出。但当他们看到江家那堪称奢侈的婚礼排场，以及江家高层那发自内心的喜悦时，又不禁开始怀疑，这江渊难道真的受宠到哪怕是凡人都愿意花费如此资源的程度？婚礼的流程繁琐而又盛大，拜过天地，二拜高堂环节因为江渊的父母恒玉大帝与帝后都不在，所以拜的是江战这位江家族长。夫妻对拜结束，江渊终于牵着自己的新娘子回到了为他们准备的婚房。婚房布置得极为奢华，到处都是喜庆的红色。白清雪穿着一身华美的凤冠霞帔，安静地坐在床边，红盖头遮住了她的绝世容颜。江渊能感觉到她似乎有些紧张，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微微攥紧，并推了左右的侍女。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江渊搓了搓手，拿起桌上的玉如意，走到床边，轻轻挑开了白清雪的红盖头。一张完美无瑕的脸蛋出现在他眼前，肌肤胜雪，眉如远黛，琼鼻阴唇，美得让人窒息。尤其是在烛光的映衬下，她那清冷的气质中多了一丝娇羞，更是平添了几分动人心魄的魅力。即便是看惯了各种美女的江渊，也不由得看呆了。咕咚，他忍不住咽了口水。赚了，赚了！江渊心里狂呼。红色的紧身嫁衣穿在对方身上，简直就可扣内衣一样啊！白清雪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微微垂下眼眸，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刷子，轻轻颤动。你就是江渊？他率先开口，声音清冷如泉水，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如假包换。江渊回过神来，嘿嘿一笑，在他身边坐下。你比3D 里好看，简直有3、6D 啊！什么是3、6D？ 就是说你白，哦不，好看。简单粗暴的夸奖让白清雪的脸颊微微泛红。他沉默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江家为何会选择我？因为你漂亮啊！江渊想也不想的回答。白清雪一愣，显然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他蹙眉道：你觉得我配得上你吗？江渊摇摇头。白清雪眼中闪过些许失望。然而江渊道：我摇头不是说你配不上我，而是说只要我喜欢，没有人能说你对错与否。白清雪看着他，眼眸闪过一色。你很自信。江渊爽朗一笑。我爹是大帝。简简单单的5个字，其他什么就都不用说了。这5个字的含金量足够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吧问吧。江渊虽然很急，但知道吃肉不急于一时。系统提示过，道侣的好感也会影响一部分奖励，所以他尽量还是想表现的善良点。虽然我知道我现在问有点晚了，我与你结成道侣后还能修炼吗？他看着他，有些担心。他很怕江渊会不允许自己修炼。他知道的，有一些资质不高的人会用这种方式来找回那点自信心。说到底，江渊的父亲就算是大帝，也解决不了凡体无法修炼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江渊反过来问道。你不阻止我。江渊一把搂住白清雪，奇怪道：如果我老婆能成大帝，这不等于我多了个女帝老婆？我有什么好不开心的？甚至于我还能让江家支持你修炼呢。我偌大江家怎么会容纳不了一位准帝？白清雪看着他，眼神有着些许迷离。不过呢，我也是有小小的条件的。请说。江渊看着这个绝美的大 F 少女，平静地说道：我们要有孩子，要有很多很多的孩子才行哦。白清雪美眸有些暗淡，脸颊微红。可我是八境，而你是凡人，生育率恐怕不高。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不排斥。不排斥就行。江渊要听的就是这个。没事，这事我会解决的。你解决？怎么解决？白清雪知道的，凡人与有修为在身的修者想要有孩子，而且还要有很多个，这难度不亚于2个下等灵体生出一个道体。好了好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还是抓紧办事吧。白清雪脸颊瞬间变得一片绯红，看着递到面前的酒杯，脸颊更红了，但还是接了过来。两人喝下合卺酒，红烛摇曳，春宵一刻。床上，白清雪搂着江渊，轻咬着唇，眼眸迷离。弟，夫君，方才我忘记问了，要我生多少？江渊松开一只与他十指连心的手，伸出一根手指头。白清雪半眯着眼，10个。在他看来，凡人与修士能有10个子嗣已经不错，毕竟江渊是弟子，肯定不止自己一个道侣。然而江渊只是平静地摇摇头，淡淡到1年1个。定。检测到宿主与道侣白清雪，评分98，
成功构建连接，并使其成功受孕。新手任务完成，评价完美。正在结算奖励，触发暴击奖励，奖励增幅 1000%。恭喜宿主获得最终奖励：1. 修为3境神破境巅峰；2. 鸿蒙创视觉；3. 科技测试神1号设计图1份；4. 生灵丹2枚，圣灵丹1枚；5. 体质增幅丹20枚；6. 子嗣血脉强度晋级概率提升 20%。轰！庞大的奖励信息如同潮水般涌入江渊的脑海，让他整个人都懵了。鸿蒙创视觉，仙法，圣灵丹，将体质直接提升至高圣体，这居然给的是仙法！我靠，还是完整的。江家确实有仙法，但那是江家数百万年一点点收集出来的残破仙法，如今系统直接给了一门完整仙法，还有生灵丹跟圣灵丹，直接提升到圣体，系统牛逼！江渊激动的差点跳起来。当然，对江渊自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修为直接灌顶到神破境，这意味着哪怕他自己修炼无法增长修为，只有能接受奖励，那他就可以不断变强，延长寿命。是否接受修为灌顶？接受。下一刻，一股力量从江渊体内蔓延，所谓天道不开的凡人根基在这一刻被荡平。1境、2境、3境，短短数息时间，3境神破境巅峰。诚然，3境放在江家，就连6、7岁的小娃娃都比不过，可对凡人18年的他来说，已经是莫大的进步。而就在这时，白清雪也因为江渊的动静而被吵醒，他眸子还带着一丝出惊人世的迷离和慵懒，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看到了什么？传言中凡体的江渊在几息间就能修炼，甚至还突破到神破境。夫君，你这是？他开口问道，声音带着一丝清沉的沙哑，别有一番风情。哦，没什么。江渊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连忙收敛起狂喜的表情，干咳2声，吵醒你了，老婆你继续休息吧。他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说了句自己要去找大伯，迅速换上衣裳飞奔出去。白清雪还没有回过神来，她有好多话想要问自己这位夫君。她下意识摸了摸被他亲过的地方，不知为何心中涌现出丝丝奇怪的感觉，好像嫁给这位弟子与他双修似乎没想的那么糟糕。江渊才刚一离开小院，就找到江战，他话都没说出口，就看到江战激动地抓起他的手，神识探查。霎时，那张即使面对大地都未曾动容的脸老泪纵横。修为，渊儿你终于有修为了。天佑我江家啊！就冲这一点，为江渊娶亲就没白费。江渊拦住了要大操大办庆祝这件事的江战，沉声道：大伯，我有修为这件事先不急着说。对，我得赶紧通知你爹妈，让他们赶紧回来。我不是这个意思，大伯，我要进江家祖地。江战的眼神闪烁着惊芒，大脑迅速冷静下来，知道自己刚刚太激动，差点忽略掉更重要的一件事。江渊突然能修炼，解决困扰江家10几年的事，肯定是因为那所谓的系统。鱼儿提过，系统一般不止会奖励一件东西，这是有好东西了。于是他没有多问题，溜着江渊施展秘法，几步就来到江家祖地。江家祖地乃是整个江家最为核心的禁区，这里不同于外界的仙气缭绕，反而是一片混沌，到处都是灰蒙蒙的雾气，大道法则在这里都显得模糊不清。寻常族人，就算氏族老，没有家主或者闭关老祖的命令，都不得踏入半步。江战带着江渊一步踏入，他看着江渊那张藏都藏不住的兴奋脸蛋，心里也是一阵火热，压低了声音问道：渊儿，你这么急匆匆的把我拉到这里来，还特意要进祖地，是不是系统又给你好东西了？江渊嘿嘿一笑，也不卖关子，神神秘秘地说道：大伯，你先做好心理准备，这次的奖励有点吓人。哦，江战来了兴趣，有多吓人？难道比上次的生灵丹还厉害？在他看来，能无条件提升一个体质位格的生灵丹，已经是逆天级别的神物了，厉害多了。江渊重重点头，他心念一动，先拿出了系统奖励的2枚生灵丹。大伯你看，这是2枚生灵丹。2枚，江战的呼吸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他一把拿过那2枚丹药，仔细探查，脸上瞬间涌现出狂喜之色。好啊，真的是生灵丹。渊儿，你和清雪丫头就一次就奖励了2枚生灵丹。江战的声音都在发抖，1枚生灵丹就意味着一尊神体，未来的一位准地强者，2枚那就是2位，这效率也太高了吧。他已经能想象到，如果让江渊多娶几个老婆，每天晚上都辛勤耕耘，那江家岂不是每天都能多出好几个神体天骄？用不了几百年，
江家就能凑出一支准帝军团了，到时候还不是横扫整个地仙大世界？大伯，你先别激动，这只是开胃小菜。江渊看着江战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心里有点小得意。开胃小菜？江战愣住了，他看着手里的2枚生灵丹，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这他妈要是开胃小菜，那主菜的是什么？仙气，还是完整的仙法？江渊深吸一口气，郑重其事地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那枚圣灵丹。当这枚丹药出现的一瞬间，整个江家祖地这片混沌的空间都猛地静止了一瞬。那是一枚什么样的丹药啊？它通体呈现出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混沌色彩，仿佛蕴含着宇宙初开的奥秘。丹药表面没有丝毫光滑，却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让人看一眼神魂都要被吸进去。更恐怖的是，一股超越了地威、凌驾于万道之上的至高气息从丹药上弥漫开来。在这股气息面前，江战这位准帝强者竟然感觉到了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渺小和敬畏。他感觉自己不是在面对一枚丹药，而是在面对一尊活着的巅峰大帝。这是……江战的眼珠子瞪得滚圆，死死地盯着江渊手上的那枚丹药，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身为准帝，又是圣级炼丹师，自问见过的天才地宝不计其数，就连大帝亲手炼制的地品丹药，他也曾有幸见过。可没有一样东西能和眼前这枚丹药相提并论，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如果说地品丹药是凡间的帝王，那这枚丹药就是9天之上的天帝。大伯，这玩意儿叫圣灵丹。圣灵丹。江战艰难地吞了口唾沫，声音干涩地问道：它有什么用？江渊看着自家大伯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咧嘴一笑，一字一句地说道：它的作用很简单，就一个，能让服用者直接拥有至高圣体。轰！江渊的话如同亿万道混沌神雷，在江战的脑海里轰然炸响，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直接拥有至高圣体？开什么玩笑？圣体啊，那可是圣体，号称大成便可叫板大地，万古以来都凤毛麟角的无上体质。他们江家传承了多少万年，出过多少位大帝，可圣体的数量也是屈指可数，每一尊圣体都是镇压一个时代的无上天骄。可现在江渊告诉他，只要吃下这枚丹药，就能直接造就一尊圣体。这已经不是逆天了，这是在创造神话。江战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彻底颠覆，然后被踩在地上反复碾压。他看着江渊，又看了看那枚散发着至高气息的圣灵丹，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渊儿，你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江家祖地深处，这里是真正的混沌地带，时间的流速都变得极为缓慢。一口口由万古神石打造的石棺静静地悬浮在混沌气流之中，每一口石棺之上都缠绕着粗大如山脉的秩序神链，散发着让人心悸的地威。这里沉睡着江家历代以来那些公参造化却因各种原因不愿逝去，选择自我封印的古老存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曾是镇压一个时代、俯瞰万古的无上大帝。他们是江家最深厚的底蕴，是江家能屹立于地仙大世界之巅无人敢惹的真正原因。此刻这些沉睡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古老存在，几乎在同一时间被那一道微不可察的混沌气息所惊动。一口最古老的仿佛与混沌融为一体的石棺中传来一声轻疑，那声音仿佛来自万古之前，带着岁月的沧桑和无尽的威严。紧接着一道模糊的意志从石棺中苏醒，这股气息是何物？竟能穿透本地的封印，唤醒我的沉睡意志。另一口被9条真龙骸骨缠绕的石棺也剧烈震动了一下。好精纯的生命本源，这已经超越了生命本源的范畴，这是创世的气息。天地，是天地的气息。错不了，这世间竟诞生了天地。在何处？速速查探。一道道恐怖到足以让星河崩灭、寰宇倒转的古老意志在这一刻纷纷苏醒。他们太久没有苏醒了，上一次被惊动还是10几万年前恒玉大帝正道之时。可即便是恒玉大帝正道引来的大道共鸣，也不及此刻这缕气息带给他们的震撼，因为他们从这缕气息中感受到了一种凌驾于大地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力量，那是他们追寻了一生却始终无法触及的境界，15境天地。刷刷刷，一道道肉眼无法看见却足以洞穿3000世界的恐怖神念瞬间从一口口石棺中探出，横扫整个江家祖地。这片混沌的空间在这6道地境神念的扫视下都开始剧烈的沸腾起来。正在为圣灵丹而震惊的江战和江渊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下一秒6道恐怖的意志就瞬间锁定了他们。江渊只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要被撕裂了，
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将他死死地压在原地，动弹不得。在他眼中，周围的混沌雾气仿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6道尊顶天立地的恐怖魔神。他们有的身绕星河，有的脚踏九幽，有的手托日月，每一尊都散发着让他绝望的气息。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蚂蚁，随时都可能被碾成齑粉。小战子，阿渊，哼！就在江渊感觉自己快要被那恐怖的威压碾碎时，一声冷哼在他身旁响起。江战一步踏出，挡在了江渊面前。一股同样强大的准地威压从他身上爆发开来，虽然远不及那几道地威恐怖，却像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将那滔天的威压死死地挡在了外面。各位老祖，还请息怒，渊儿只是凡体，承受不住各位老祖的地威。江战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和恭敬，在混沌中回荡。那几道恐怖的威压这才稍微收敛了一些，但依旧死死地锁定着他们。江战，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直接在江战和江渊的脑海中响起：你手中之物是何物？这声音正是来自那口最古老的石棺。江战不敢怠慢，连忙恭敬地回答道：回禀三祖，此物名为圣灵丹，乃是渊儿机缘巧合之下所得。他知道这些沉睡的老祖每一位都是江家的定海神针，没什么好隐瞒的。圣灵丹，另一道带着疑惑的声音响起：好大的口气，它有何用处？竟能散发出如此惊人的气息。江战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说的话将会引起何等惊涛骇浪。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江渊，见他对自己点了点头，这才一咬牙沉声说道：回禀各位老祖，此丹据渊儿所说，可让服用者直接拥有至高圣体。此言一出，整个江家祖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那几道刚刚还威压滔天的古老意志，在这一刻仿佛全部都凝固了。过了许久，一道带着强烈质疑的声音才打破了沉默。荒唐！那声音如同惊雷炸响，震得整片混沌空间都在颤抖。江战，你身为江家当代家主，准地强者，竟会相信如此无稽之谈？圣体乃天地所中，大道所爱，是何等尊贵，岂是一枚丹药就能造就的？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另一位老祖也冷声说道：不错，此丹气息虽然不凡，但要说能直接造就一尊圣体，绝无可能。你莫不是被这小辈给骗了？老四闭上你的嘴！无之后辈怎会乱说？你以为跟你一样吗？当年骗我说有仙子在沐浴，结果是我小姨子，害我被我老婆镇压300年。那你最后不还是把你小姨子也一起拿下了吗？你还说我小姨子她是水母成精，那很有体验了。一道道如惊雷般低音响起，江渊感觉耳边似有核弹轰鸣，不断有神识在自己身上扫过，十分温和，没有丝毫杀伤力。江战给一脸懵逼的江渊传音道：这是6祖，是我们这一脉的老祖，其他的还有初祖和3祖，当然现在还得算上你爹。江渊闻言忍不住咂舌，他知道江家底蕴可怕，可没想到如此可怕。算上他老爹，一门7大帝，虽然6祖都非巅峰，远不如他爹，但加在一起也当得上可怕2字。而江渊这一脉居然就有3位大帝先祖，怪不得江战能当家主啊。在江战给江渊解释时，其他几位大帝先祖也已经吵完了。于是只见一道青年身影从混沌雾气中走出。江战见状一凛，拉着江渊拜见道：见过6祖。6祖摆摆手，奇怪地看着江渊：你是阿渊吧？我记得你的气息，当年你爹带你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小。说着6祖还比划了一下。江渊见状也记起来了，他其实见过这位6祖，在刚出生不久，那时候刚出生的他就被检测出凡体。这个世界想要修炼一定要有体质，哪怕是最废物的伪灵体，而江渊的体质是凡体，意味着这辈子无法修炼。类比一下，相当于前世修仙小说的无灵根，所以出生后不久，江渊就被大帝老爹带着人到处拜访，想要解决凡体的问题。其中就有眼前这人，只是没想到这是他这一脉的老祖。咦，阿渊，你居然有修为了，怎么做到的？6祖很快就注意到江渊身上的修为很弱小，但有了。什么？难道恒玉那小子解决凡人不能修炼的困扰了？其他几位老祖纷纷出声，他们自然认识江家的后起之秀恒玉大帝，也愿意给他面子，所以在场之人每一个当年都被江渊他爹弄醒，给江渊诊断，寻找解决办法。不过结果嘛，自然是无功而返。凡人无法修炼是天道之言，便是仙人都不能说自己能破天。各位老祖，这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说说圣灵丹的事。渊儿修炼问题已经解决，暂时并不着急。江战朝着众人拱拱手，实不相瞒，我亲眼见到我族一位名叫江辰的弟子服用另一枚圣灵丹后，
当场从陨星战体晋升为永恒星魂神体。口说无凭，最初的那位出祖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江战，你去选3人将之带来，本座要亲眼见识你口中的圣灵丹与生灵丹的效果。毕竟比起江渊能修炼，老祖们还是更关心这所谓的能将下等体质一跃拥有圣体这种能大大增强家族底蕴之事。命令一出，整个江家高层再次被惊动。没过多久，3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便被带到了祖地外围的一处封闭大殿。底蕴老祖们一旦踏出祖地，就会飞速流失生命，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离开。为首的正是江毅，身材魁梧，眼神锐利如刀，天生剑骨。另外2人，一个是赤发男子，周身燃烧着淡淡的不灭神火，正是拥有焚天神体的江岩。还有一人是位女子，眉心有道紫色月牙印记，名叫江月，拥有太阴神体。拜见家主，拜见弟子。3人齐齐躬身行礼。江战没有废话，直接说道：今日召你们前来是为了一件大事。他伸手从储物戒中取出2枚生灵丹，递给江岩和江月。这是弟子赐予你2人的丹药，服下吧。江岩和江月对视一眼，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遵命接过丹药。至于你，江战看向江毅，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江毅，你最后服下。是。江毅退至一旁。而另一边，江岩和江月对视一眼后，也服下各自的生灵丹。下一秒，轰！整个江家祖地猛然间爆发出2道冲天神光，江岩身上的不灭神火瞬间暴涨100倍，由赤红色转变为近乎纯白，温度高到连虚空都开始融化。他的身体开始蜕变，皮肤上浮现出一道道如同大道烙印般的火焰纹路，每一道纹路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江岩发出痛苦的嘶吼，整个人如同一颗燃烧的小太阳。守住心神，引导药力与你的焚天神体本源相合，你的神体正在向着更高的层次跃迁，这是你的劫，也是你的缘。火焰中，江岩听到了江战的引导，嘶吼声渐渐停歇。轰！一道无比璀璨的金色神光从他的天灵盖冲天而起，直接洞穿了这片混沌空间，仿佛要将整个江家祖地都给捅个窟窿。紧接着，一轮巨大的金色太阳虚影在他身后缓缓浮现，那太阳之中仿佛有金乌在提名，有神殿在沉浮，散发着一股焚天逐海、霸绝寰宇的恐怖气息。这是九阳焚天圣体。一位对体质颇有研究的地境老祖发出一声惊呼，意志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没错，焚天神体的进化形态之一。传说中，此圣体大成可化身为真正的太阳星辰，一念之间便可焚尽9天10地，连寻常大地都要退避3舍。天哪，真的成功了！一枚丹药真的造就了一尊圣体，不可思议！这简直是万古未有的奇迹。沉睡了无数万年的地境老祖们，在这一刻彻底失态了。他们的意志在混沌中剧烈的波动着，掀起了滔天巨浪。圣体，一尊活生生的圣体就在他们眼前诞生了，这对他们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要知道，就算是他们江家，也不是每一代都有圣体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现在仅仅用了1炷香的时间，一枚丹药就硬生生地制造出了一尊圣体。而另一边，江月身上爆发出的是极致的阴寒之力，他眉心的月牙印记疯狂闪烁，最后竟然化作一轮完整的紫色圆月悬浮在他头顶。无尽的太阴之力从虚空中汇聚而来，在他周身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轮巨大的皎洁明月虚影在他身后缓缓浮现，那明月之中隐约可见一座广阔无垠的宫殿，宫殿前一棵巨大的桂树下，仿佛有一道白衣仙影在翩翩起舞。一股清冷孤高，仿佛不属于人间的气息从那轮明月中散发出来。太阴之力正在向着广寒本源蜕变。一位地境老祖声音凝重地说道，他的太阴神体正在进化为传说中的广寒琉璃圣体。广寒琉璃圣体，那不是月仙子的专属圣体吗？传说中，此圣体可掌控太阴大道，冰封万物，一念之间便可让一片星域化为永恒的死寂冰原。但这些都不及江毅的变化来得震撼。当他听从江战的命令服下圣灵丹后，他周身的天生剑骨开始转化。只见江毅的身后，一柄巨大无比的虚幻神剑缓缓凝聚成型。那柄剑的模样古朴至极，没有剑柄，没有剑格，就是一块最纯粹的混沌石被削成了剑的形状。出祖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无法掩饰的惊骇，这是传说中的混沌剑体。混沌剑体？怎么可能？那种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体质，竟然真的出现了。传闻混沌剑体乃是宇宙初开，第一缕剑光所化，天生便掌控混沌剑道，成长起来可一剑斩地，是所有剑修体质的最终极形态。我的天，我们江家
要出一位混沌剑体了。所有老祖都疯了。如果说之前的九阳焚天圣体和广寒琉璃圣体只是让他们震惊，那么混沌剑体的出现已经让他们彻底陷入了狂热。圣体与圣体之间也是有差距的，而混沌剑体毫无疑问是站在所有圣体最顶端的那一小撮。若论功法，恐怕就连传说中的仙体都未必能及。拥有这种体质的人，只要不中途陨落，未来正道大地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甚至有那么一丝可能去冲击那传说中的天地之境。江毅睁开眼，身上的剑意也渐渐收敛，他转身对着江渊单膝跪地，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和狂热。江毅，谢弟子再造之恩，从今往后，弟子所指便是我剑锋所向。上穷必落下黄泉，江毅，愿为弟子手中之剑斩尽一切敌。江岩和江月也反应过来，连忙上前，同样单膝跪地。江岩、江月，谢弟子赐予无上造化，愿为弟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三尊圣体，三位未来注定要君临一个时代的无上天骄，此刻正无比虔诚地跪在江渊面前，宣誓效忠。几位老祖神念对视，皆是从江战那里知道江渊的系统以及生灵丹和圣灵丹的来历，只要和评分超过90分的天之骄女结合，就能得到奖励。此时他们心里只有同一个念头，找道侣，必须要给袁小子找道侣，不管他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这小子将会是江家称霸地仙大世界最大的底牌。死寂，整个江家祖地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寂。6位沉睡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地境老祖，此刻仿佛都集体失声了，他们的意志、神念全都死死地锁定在江渊身上，那感觉就像是6头饿了无数年的洪荒巨兽看到一块香喷喷肥的流油的绝世鲜肉震惊。不，震惊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此刻的心情了，那是颠覆，是碾碎了他们身为大帝的认知和世界观之后的彻底疯狂。一枚丹药造就一尊圣体，而且还是混沌剑体这种只存在于神话中的至高圣体。这叫什么？这不叫逆天，这叫创世。咕咚，不知过了多久，一道艰难吞咽口水的声音在混沌中响起。发出这声音的是6祖，这位脾气火爆、性格豪迈，曾经一言不合就敢拎着地兵去生命禁区堵门的老祖，此刻的意志波动竟然带着一丝谄媚。那个渊儿啊！6祖小心翼翼地凑到江渊面前，那语气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你看，你还有没有那种叫圣灵丹的玩意儿？给老祖我来一颗呗。老祖我这把老骨头卡在大地境都几百万年了，说不定吃了这玩意儿就能捅破那层天，去看看天地的风景了。江渊被这突如其来的变脸给整不会了。我靠，这还是刚才那个威压滔天、一言不合就要质疑人的大地老祖吗？这画风不对啊！嗨嗨，6祖爷爷，这圣灵丹没了。江渊干咳2声，实话实说，系统就奖励了1颗，他上哪再变1颗出来？没了。6祖的脸瞬间就垮了下来，那人影都跟着暗淡几分，语气里充满了无尽的失落。真没了，1颗都没了。老6，你给我滚开！一把年纪了，还跟个小辈抢东西，要不要脸？另一道威严的意志呵斥道，正是3祖。紧接着3祖的意志也化作一道人影，看起来仙风道骨。他对着江渊和蔼地说道，渊儿，别听你6祖爷爷胡说八道，他就是个莽夫，不懂事，我们这些老家伙怎么会要你的东西呢？江渊心里刚松了口气，觉得还是这位3祖靠谱，结果3祖话锋一转，搓了搓手，笑得跟个老狐狸一样。不过呢，渊儿啊，你跟3祖爷爷说说，这圣灵丹和圣灵丹真的是从那个东西上面搞到的？江渊点头，跟江战对视一眼，后者立刻会意，上前一步，恭敬地对几位老祖说道，各位老祖，此事说来话长，江毅、江岩、江月，你们先退下吧。是。下一刻，一股无形的力量扫过，3人连带着他们的圣体意象，瞬间被挪移出了祖地。整个封闭大殿只剩下了江渊、江战以及6位老祖的意志化身。再与吾等详细说说吧。江渊深吸一口气，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说辞缓缓道来。不过他的话落到老祖们的耳里，全都变了脸色。天生生育圣体90分，繁衍后代。系统天道回馈。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6祖猛地一拍大腿，激动地吼道，我就说嘛，恒玉那小子和他媳妇血脉何等尊贵，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凡体？原来根子在这。渊儿的体质不是不能修炼，而是修炼的方式与众不同，这恐怕是天道对渊儿体质的回馈。这哪里是废物凡体，这他妈是战略级无上圣体，不说是仙体都不为过啊！3祖也激动的胡子直抖，一个后代就能换来圣灵丹这种神物，那要是10个、100个、1000个呢？他不敢想下去了。
他怕自己的心脏承受不住。繁育诸天，好大的气魄！出祖的眼中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我江家要出一位真正的仙了。他们瞬间就理解了这天生生育圣体的恐怖之处。对江渊个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让他变强的金手指，但对整个江家来说，这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顶级天骄，无穷无尽的逆天神物，意味着江家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到一个连他们这些大帝都无法想象的恐怖地步。一时间，6位老祖看江渊的眼神彻底变了，那眼神充满慈爱、欣慰，还有几分狂热，仿佛在看一件稀世珍宝，比稀世珍宝还要珍贵1万倍。嗨嗨，各位老祖，淡定，淡定。江渊被他们看得有点发毛。淡定个屁！6祖直接爆了粗口。玉儿，你听好了，从今天起，你什么都不用管。修炼？修炼个屁！你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给老子生，使劲生，玩命生。老婆不够，家族给你找。整个地仙大世界，你看上哪个，跟爷爷说。不管是圣地的圣女，还是神朝的帝女，就算是那生命禁区里的古皇之女，爷爷亲自出马，给你绑，不是给你提亲去。谁要是不给面子，老子就掀了他老巢。6祖的话如同平地惊雷，在混沌大殿中炸响。江站在一旁听得眼皮直跳。绑过来。6祖爷爷，您老人家也太直接了吧。虽然这想法确实挺诱人的。老6，注意你的言辞。出祖瞪了6祖一眼，随即转向江渊，脸上露出了无比和蔼的笑容。鱼儿啊，别听你6祖爷爷瞎说，我们江家是名门地族，怎么能干那种强抢民女的事情呢？江渊松了口气，心想还是出祖靠谱，我们都是直接上门提亲的。出祖慢悠悠地补充了一句，带上我们江家的诚意和几件地兵，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谈。如果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就再讲讲道理；如果他们还不听，那我们再跟他们讲讲物理。江渊，好家伙，一个比一个狠。他算是看明白了，在这帮老祖宗眼里，只要能让他多生孩子，别说提亲了，就是发动一场不朽地战，他们都眼都不带眨一下的。渊儿，你觉醒的这个圣体，对我江家而言意义太过重大了。出祖的声音变得无比郑重，他站起身，那看似模糊的身影，在这一刻却仿佛撑起了整片混沌。它不仅仅是让你个人变强的途径，更是关乎我江家未来万世气运的根基。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卡在大地境太久了，前路已断，只能在这祖的苟延残喘，等待寿元耗尽的那一天。我们曾以为江家的辉煌或许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之后慢慢走向沉寂，可你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出祖的目光扫过其他几位老祖，他们的意志化身此刻也都变得无比凝重。圣灵丹能造就圣体，这意味着我江家将能源源不断地诞生巅峰战力。而你，出祖的目光最终落在江渊身上，充满了无尽的期许。你才是这一切的核心，只要你能不断诞下后代，获得天道回馈，我江家就有可能打破万古禁锢，诞生出真正的仙。到那时，我江家将不再是区区一个地族，而是真正的仙族，永恒不朽，与世长存。所以鱼儿，出祖对着江渊这位江家辈分最高、实力最深不可测的古老存在，竟然微微躬身行了一礼。从今往后，你的事就是我江家最高的事，你的安危就是我江家最重要的事，你的需求就是我江家必须满足的事，你就是我江家万古以来唯一的希望。轰！出祖的话让江渊的脑袋嗡的一声，他被吓到了。被一位大帝老祖行礼，这压力也太大了。出祖爷爷，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折杀我了！江渊连忙上前去扶。不，这一礼你受得起。出祖摇了摇头，神情肃穆。这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对江家未来的托付。其他几位老祖也纷纷对着江渊微微躬身。月儿，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我们说，谁敢动你一根汗毛，老祖我第一个不答应。没错，我江家的希望谁也别想碰。看着眼前这6位曾经叱咤风云、镇压万古的大帝，此刻却像一群最慈祥的长辈，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江渊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和责任感。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只需要躺平享受的弟子了，他的肩膀上扛起的是整个江家的未来。各位老祖大伯，江渊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我明白我的责任了，为了家族，我义不容辞，最多就是苦一苦我自己。他那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表情，再次让在场的老祖们感动得一塌糊涂。好孩子，真是好孩子，有此担当，何愁我江家不兴？苦了你了，渊儿，为了家族，你承受了太多。江站在一旁看着，
心里也是感慨万千。他知道，从今天起，江渊在江家的地位将真正意义上地超越一切，包括他这位家主，甚至包括远在边荒的恒域大帝。因为江渊代表的是未来，是希望。好了好了，都别煽情了。六祖大大咧咧地挥了挥手，打破了这感人的气氛，说正事。月儿，你那个天道回馈是不是只要是天资卓越的女子就行？江渊点点头，系统是这么说的，还给出了一个评分，评分越高，诞下的后代资质就越好，奖励也越丰厚。比如清雪，也就是我这次娶的妻子，白虎王族的女子，她的评分就高达98分。98分？那满分是多少？100分。那还等什么？六祖激动地搓着手，赶紧的把地仙大世界所有评分90分以上的天之娇女名单都给我列出来，我们一个一个去谈。家主，这是你最熟，你来。三祖看向江战，江战苦笑一声，心念一动，一份有法力凝聚的图文并茂的详细名单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正是之前给江渊看的那一份。瑶池圣女秦梦瑶评分96，大眼神朝公主姬月评分92，北元王家帝女王腾雪评分95。老祖们的目光在名单上飞速扫过，一个个看的是心花怒放。都不错，都不错啊，这些女娃娃个个都是好生养的。月儿，你看看你喜欢哪个，跟爷爷说。江渊看着，只要他点头，哪怕是打也要打上去，为自己抢亲的老祖们心头一暖，但还是摇摇头道：祖爷爷们，我有一个主意，说不定能让各大圣地神朝主动把帝女圣女送到我们江家来。主动送来？三祖愣了一下，捋着胡子有些不解，这怎么可能？那些圣地神朝哪个不是把自家的圣女帝女当成宝，恨不得藏起来，怎么会主动送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当成宝，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啊。江渊嘿嘿一笑，各位老祖，一枚圣灵丹保底就能造就一尊圣体，而圣灵丹更是能直接缔造至高圣体，一尊圣体就是一位准地巅峰，这种诱惑，地仙大世界有哪个势力能抵挡？这还用说，若真有这圣灵丹，发动一场不朽地战都值。所以我的主意很简单，就2个字：阳谋。我们不需要藏着掖着，干脆直接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什么？江战第一个变了脸色。月儿，不可，这可是我江家最大的秘密，一旦泄露，我江家恐怕会成为众矢之的，天下所有势力都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不，江战，月儿说得很对。说话事事无阻，一个年轻模样的女子。今日我江家就多出3位圣体，即便在祖地里我们能遮掩天机，可又能藏多久？诸位可别忘了，每100年一出的天道金榜啊！天地金榜。江渊对这个名词有些陌生，初祖缓缓开口解释道：天地金榜乃是地仙大世界天道意志的体现，每100年现世会罗列出当世所有的天骄、体质、潜力等等事无巨细，只有极少数的手段能瞒过金榜的探查。江渊瞬间明白了，我靠，这不就是个宇宙级别的排行榜吗？到时候江毅他们的混沌剑体、九阳焚天圣体，还有他未来孩子们的各种逆天体质，全都会被曝光在全天下人面前。1个2个还能说是气运好，一下子冒出来一堆，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我们家有问题，速来抢吗？我方才推算一波，距离下次金榜仅剩下53年，与其等到时候被动的成为所有人觊觎的目标，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如现在就由我们自己来主导这场风暴。我想鱼儿的想法也是如此。江渊愣住了，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虽然他不知道天道金榜的事，不过其他的事与五祖说的一样。是的，我想我们应该主动放出消息，就说我们掌握了能量产圣体的手段，并且愿意分享这个机缘，将江毅族兄他们3人的圣体之事公之于众，作为最好的证明，并且只要有天之娇女嫁与我为道侣，我江家便以1枚生灵丹为聘礼。这江战和几位老祖听得目瞪口呆，脑子里嗡嗡作响，这个计划太大胆了，也太疯狂了。月儿，你的意思是用1枚生灵丹去换一个天之娇女？三祖爷爷，这账不是这么算的。江渊摇了摇头，笑道：我们送出去1枚生灵丹，确实是少了一尊神体，但换来的是什么？是一个评分90分以上的天之娇女，她为我诞下后代，我得到系统的奖励，里面会不会有新的生灵丹？会不会有更好的圣灵丹？只要这个循环能转起来，我们送出去1枚，就能换回来2枚、3枚，甚至更多。这才是真正的万世基业。而且等到时机成熟，我们还可以说，只有给我们足够的奖状，才有资格嫁入我江家，不嫁。别人嫁了得到生灵丹乃至圣灵丹，你不嫁，那就等着落后吧。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所有与我们联姻的势力都会被牢牢地绑在我们江家的战车上，他们享受了好处，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未来就算有其他势力眼红，想要对付我们，这些盟友也必须站在我们这边。地仙大世界太大了，单靠我们江家一家想独吞所有资源不现实，也容易引起所有人的敌视。但如果我们拉拢一批最顶尖的势力，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共同制定规则，瓜分利益呢？到时候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将是我们说了算。江渊一番话说完，整个混沌大殿落针可闻。6位大帝老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活了无数万年，还没见过如此阳谋。毕竟他们平常都是用拳头说话。许久，初祖才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发自内心的赞叹道：好一个阳谋，与其成为众矢之的，不如主动出击，成为那个执掌棋局的人。此计谋就这样定了。接下来就是等渊儿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个凡体弟子诞下了一个圣体子嗣。这个消息本身就是最响亮、最具有说服力的宣告，他将拉开我们江家称霸地仙大世界的序幕。对，等我重孙子出生。六祖兴奋地搓着手，到时候咱们就给白虎王族那丫头送一颗生灵丹，让他们族里也出个神体，届时再把那3个小子也扔出去，最好这期间再给你找个老婆，3管齐下，6、7尊圣体，神体齐出，不怕那些老狐狸不上钩。几位老祖你一言我一语，迅速将计划的细节敲定。江渊站在一旁，脑子嗡嗡地看着这群跺跺脚就能让世界震颤的大佬们，此刻像打了鸡血一样为自己的纳妾大计出谋划策。离开祖地后，就有3道身影立刻迎了上来，正是刚刚脱胎换骨晋升为圣体的江毅、江岩和江月。看到江渊和江战3人单膝跪地，动作整齐划一，眼神里充满了狂热和崇拜。我等拜见家主，拜见弟子。声音洪亮，带着一股新生的强大力量，震得周围的空间都微微波动。起来吧。江战抬了抬手，看着眼前这3位新晋的圣体，即便是他心中也充满了感慨和激动。3尊圣体啊，放在以前任何一个都是能让家族倾尽资源培养，当成未来支柱的存在。可现在仅仅是约儿牛刀小试，就一口气造就了3尊，这要是传出去，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得疯。江渊的目光也落在了3人身上。江毅的混沌剑体气息内敛，但江渊能感觉到他整个人就像一柄藏在鞘里的绝世神剑，一旦出鞘必将石破天惊。江岩的九阳焚天圣体则像一颗行走的太阳，炽热的能量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扭曲，充满了霸道绝伦的毁灭气息。而江月的广寒琉璃圣体气质清冷，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月华，美得不似凡人，那股极致的阴寒之力让江渊都感觉神魂一凉。啧，都是好苗子啊。江渊心里赞叹，下意识的就对着江月用系统扫了一下姓名。江月，评分88，身份江家核心弟子，体质广寒琉璃圣体，数据173厘米85 58 91， B 加，接口0，弱点对弟子江渊怀有极高的崇拜与感激之情，弟子的话对其有极强的引导作用。88分，可惜了。江渊心里嘀咕了一句，差2分就到90了，估计是吃了雷子的亏。不过话说，这系统的判定评分标准是不是有点偏啊？好像雷子小的他一个都没看见。这系统该不会是雷控吧？很有可能，可惜条件太苛刻，不然家族内部消化，感觉都能让他刷不少奖励。不过转念一想，也不能老是逮着自家的羊薅羊毛不是。而且这江月虽然评分没到90，但也是个圣体，以后绝对是家族的顶梁柱之一，更是自己的忠实拥护者。自己人让他下手也不好啊，绝对不是怕未来的孩子会饿肚子的缘故。江渊回到为他新准备的弟子宫时，天已经蒙蒙亮。不过修仙之人哪有日夜之分，顶多是日日夜夜。宫殿极大，云雾缭绕，仙鹤盘旋，完全是按照江家最高规格建造的。他推开寝宫的大门，一股淡淡的幽香传来，是白清雪身上的味道。只见这位新婚的妻子正盘膝坐在床榻上，似乎是在修炼，但周身的气息却有些紊乱，显然心不静。听到开门声，白清雪睁开了眼睛，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此刻写满了复杂。他看着走近的江渊，嘴唇动了动，想问什么，却又不知从何问起。昨晚发生的一切对他的冲击太大了。先是这个传闻中的废物弟子在洞房花烛夜展现出了与传闻完全不符的强悍，让他这个八境问道境的修士都有些招架不住。然后更让他震惊的是，这个男人竟然在他面前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眨眼间就突破到了3境神魄境。凡人能修炼了，这简直是颠覆了整个地仙大世界的铁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自己居然怀孕了，好歹也是8境修士，他不可能察觉不出身体间的变化。一个晚上，凡人与身为修士的自己，这太惊人了。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这个夫君浑身上下都是秘密。夫君，你……白清雪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来，亲一个。”江渊走到床边，很自然地坐下，伸手将她揽入怀中，在她光洁的脸蛋上亲了一口。白清雪的身体微微一僵，虽然昨晚已有夫妻之实，不过她还是不擅长应对这么主动的男人。但奇怪的是，她心里并没有多少排斥，反而有一丝异样的感觉。她鼓起勇气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不是凡体吗？为什么可以修炼了？”她太想知道答案了。这不仅关系到他对自己这位夫君的认知，更可能关系到他以及整个白虎王族的未来，因为只有这位弟子活得越久，白虎王族才能在对方的庇佑下蓬勃发展。哦，你说这个啊？江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口说道：“可能是我爹妈的血脉太强了，压制不住，一不小心就觉醒了呗。总不能直接告诉你我是靠睡你才得到奖励的吧？那也太禽兽了。虽然我就是这么干的。”江渊心里嘀咕着。白清雪显然不信这个说辞，一不小心就觉醒了，还从凡人直接蹦到神魄境，你骗鬼呢？要真这么容易觉醒，江家至于让你当了18年的凡人？他看着江渊那张带着坏笑的脸，总觉得这个男人身上藏着天大的秘密。不过他也很聪明的没有再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既然他不想说，那自己问再多也没用。夫君，我好像怀孕了，那我们1年1个的约定。白清雪的脸更红了，声音细若蚊蝇。虽然不排除这次可能是意外，可直觉告诉他，江渊那看似荒唐的1年1个的说法是意外不太可能。这个男人好像真的有那种恐怖的能力。那当然是真的。江渊嘿嘿一笑，手开始不老实起来。这才第1个，我们的革命道路还很长远呢。来，老婆，我们再为家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一次。我听说有几率出双胞胎呢。啊，现在还是白天。白天怎么了？白天更有感觉，我院子还蛮大的，正好我抱着你熟悉熟悉。等熟悉完寝宫的冰山一角后，江渊神清气爽地离开弟子宫，而白清雪则浑身发软地躺在床上，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俏脸红得能滴出血来。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越来越不排斥这个便宜夫君了，甚至于还有那么一点点喜欢。这个念头一出来，就把她自己吓了一跳。我白清雪一心向道，怎么可以沉迷于男欢女爱？她赶紧摇了摇头，想把这危险的想法甩出去，可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江渊那张坏笑的脸。不对，白清雪你怎能如此堕落呢？修炼，必须要修炼。刚走出弟子宫的江渊，就看到门口乌泱泱的跪了一大片人，为首的赫然是他的护道人福伯，还有侍女小翠以及一大群新调来的侍女仆从。恭贺弟子殿下新婚大喜，恭贺弟子妃殿下。众人齐声高呼，声势浩大。行了，都起来吧。江渊摆了摆手。弟子殿下。福伯站起身，脸上堆满了笑容，恭敬地递过来一个玉瓶，这是家主特意吩咐送来的9转龙虎丹，说是能为您固本培元，增强体魄。江渊嘴角抽了抽，9转龙虎丹，我靠，这不是给那些精气亏空的老头子们用的虎狼之药吗？我才18岁，龙精虎猛用得着这玩意儿？大伯这是什么意思？怕我耕坏了地，还是怕牛死了？还有这个，侍女小翠也捧过来一个食盒，这是3长老亲自下厨，用9天神皇的蛋加上万年血参，熬了7天7夜的神皇补天汤，说让您多喝点。江渊眼皮跳得更厉害了。神皇补天汤，知道了，都放那吧。他有些哭笑不得地挥了挥手。是。福伯和小翠等人退下后，江渊叹了口气，这种被人当成种马的感觉，虽然有点怪，但不得不说还挺爽的。老婆有家族帮忙找，孩子生下来有家族帮忙养，自己只需要躺着享受，顺便拿到手的奖励。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啊。少主。小翠这时又凑了过来，小声说道，家主让您休息好了，就去议事大殿一趟，说又给您物色了几个好人选。又来了。江渊眼睛一亮，这才刚搞定一个，效率这么高的吗？我喜欢。他拍了拍小翠挺翘的屁股，笑道，知道了，告诉大伯，我马上就过去。小翠被他拍的一个机灵，脸蛋红扑扑的跑开了。江渊看着他跑开的背影，心里琢磨着，这小丫头片子是越来越润了。不过系统评分好像不太够，才70多分，可惜了。算了，当个生活秘书也挺好，有事秘书干，没事还可以找秘书打打麻将。他整理了一下衣袍，背着手，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朝议事大殿走去。江家议事大殿。江渊到的时候，大殿里已经坐满了人。大伯江战坐在主位上，下面是10几位家族的核心族老。渊儿来了，快坐。
江守桌一见到江渊过来，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亲自把江渊拉到江战旁边的位置上坐下。那个位置以前是只有家族的少主，也就是未来的家主继承人才能坐的。江渊虽然是弟子，但却不是少主，即便江家再疼他，也不会把一个不能修炼的凡人放上这个位置。但如今他没这资格，谁还有？嗨嗨，三伯伯，你太客气了。说是这么说，不过江渊是一点都没客气，一屁股就坐在少主位上。这算什么？渊儿，你为我江家绵延后代才辛苦呢。确实，另一位族老附和道：渊儿啊，昨晚休息的怎么样？清雪那丫头还伺候得惯吧？要是不习惯，跟六伯说，六伯再给你换几个。江渊，我靠，这话说的好像白清雪是什么可以随便退换的商品一样。人家好歹也是评分98分的大美女好吗？挺好的，挺好的。江渊干咳2声，转移话题：大伯，小翠说你们又给我找到新目标了。一听这话，所有族老的眼睛都亮了。看看，看看，这是何等的觉悟，何等的担当！新婚第2天就心心念念着为家族开枝散叶的大业，不愧是我江家的麒麟儿，哈哈哈！渊儿莫急。江战也是满脸笑容，他大手一挥，一幅巨大的星图瞬间在大殿中央展开。星图之上，无数的光点在闪烁，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一个世界，其中最大最亮的那一个便是他们所在的地仙大世界。而在地仙大世界周围还环绕着成千上万个大小不一的光点，那些便是依附于地仙大世界的诸多中千世界和小千世界。渊儿，经过老祖同意，目前家族情报网已经全力运转，将搜索范围从地仙大世界扩大到了我们掌控下的3万小世界和800中千世界。当然，因为时间关系还没辐射完，我们只先从离我们江家生仙台处最近的几百个世界找起。江战指着星图，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你先看看，这些都是我们基于你之前提供的评分数据推测出来的，应该有90分的500位女子。说着，一份份图文并茂的资料如同雪花般在江渊面前的虚空中浮现。姓名：赵雅儿，评分92，身份：天风小世界大赵皇朝7公主，体质：玄水宝体，姓名：穆青青，评分90，身份：青木小世界青云宗圣女，体质：以木灵体。江渊看的是眼花缭乱，不得不说，家族的办事效率是真的高，这才多久就把这么多小世界都给扒了一遍。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女子都到90分，真正超过90分的只有不到1/10，且体质普遍不高，大多是宝体、灵体之类的，跟白清雪的道体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渊儿，这些都是我们初步筛选出来的人选，我们觉得阳谋计划的第一步最好是从这些小世界里开始。一位族老分析道：一来，小世界的势力我们能轻易拿捏，不会有什么阻力；二来，在一个贫瘠的小世界里突然诞生一尊神体乃至圣体，这种冲击力远比在地仙大世界要震撼得多，更能体现我们江家手段的通天。没错，到时候消息传出去，必然会引起所有势力的疯狂，这宣传效果绝对拉满。江渊点点头，觉得族老们说的很有道理。农村人一夜暴富，可比城里人资产翻倍要吸引眼球多了。他翻着翻着，视线很快定格在其中一份资料上。姓名：秦月白，评分94，身份：树林界烟雨楼楼主，体质：并地莲华体道体，数据：178厘米，116、61、98 G， 次数0，弱点：当前尚未攻略，无法查看，94分。小世界也能出这种天骄？江渊心里一阵火热，这个分数已经相当高了，而且这个身材数据绝对是重量级选手。他很快调出对方更详细的信息。秦月白，树林界烟雨楼楼主，武境法御境巅峰，树林界9位神明之一。不仅如此，资料上还提到对方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有道理了。江渊微微皱眉，如果是这样，系统应该不会给如此高分才对。很快他就知道为什么了。姓名：秦婉婉，评分92，身份：苍兰界烟雨楼少主，体质：并地莲华体道体分体，数据：145厘米，66、55、86 A 加，次数0，弱点：当前尚未攻略，无法查看。秦婉婉，秦月白透支并地莲华体力量，力求突破6境受阻后分裂出来的道体个体，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秦婉婉的却算是秦月白的女儿。再简单点来说，母女花啊！我靠，他还是第一次知道并地莲华体还能这么玩，难怪系统会给如此高分。
这换成是他也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就他们了。江渊一拍大腿，当场就做了决定。小孩子才做选择，身为弟子的我全都要。哈哈，我就知道渊儿你会喜欢。老实说，这并蒂莲华体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也没想到。江守桌放声大笑，他看江渊盯着这对母女花的情报这么久，就知道他激动了。只是江战的眉头微微皱起，情报显示这对母女的处境似乎不太好。处境不太好？江渊挑了挑眉，怎么说？江战挥了挥手，关于树林界烟雨楼的详细情报便化作一道信息流涌入江渊的脑海。树林界只是3000小世界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存在，这个世界的修炼水平极低，最强者也不过是6境神通境，连飞升到中千世界资格都没有。而烟雨楼在树林界也只是一个一流宗门，楼主秦月白修为在5境法域境巅峰，已经是宗门里的最强者了。本来以烟雨楼的实力，偏安一隅，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倒也安稳。坏就坏在秦月白的并蒂莲华体上，这2种体质在地仙大世界或许不算什么，但树林界墓道灵气昌盛，4并蒂莲华体这种木属性浓郁的道体更是有着很强的战力加成。再加上树林界的创始者是一位100万年前的11境以木道体的至尊，多重因素下，并蒂莲华体这种木属性道体在这种小地方和顶级炉鼎体质没什么区别，尤其是对于修炼魔道功法的人来说更是大补之物。于是烟雨楼被树林界的第1大魔宗血煞宗给盯上了。血煞宗的宗主血无涯是一个6境强者，修炼的功法需要采阴补阳。他早就对秦月白垂涎3尺，只是碍于烟雨楼底蕴，加上并蒂莲华体木属性加成，又有女儿秦婉婉合力，2重灵力加持下，一时间也能算大半个6境。就算是血无涯都得丈量会不会吃力不讨好，最后被人摘了桃子。可就在不久前，血无涯修炼魔功出了岔子，急需高品质炉鼎来疗伤，顺便突破瓶颈。于是他将目光彻底锁定在了秦月白和秦婉婉母女身上。他给烟雨楼下达了最后通牒，7日之内让秦月白带着秦婉婉亲自到血煞宗请罪，否则便要踏平烟雨楼，鸡犬不留。7日之期，算算时间，今天是第3日吧？江渊眉头一皱。没错。江战点头，方才动用的是我们江家在中千世界的巡天殿，用破界传送阵将消息传递回来。树林界距离我们太过遥远，时间恐怕有点勉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不去，这对母女花就要被那什么血无涯给糟蹋了。江渊的脸沉了下来。妈的，老子看上的女人，你也敢动？活腻歪了吧？渊儿别急，江守柱安慰道，区区一个下界魔头而已，家主已经准备派人过去了，使用我江家的地仙粥的话，还是来得及的。派谁去？准圣还是大圣？江渊问道。浮生就行了，他一个13境大圣，还是圣人王，就算中千世界都是横扫的。江战说道。不行。江渊直接拒绝，福伯一个人去，我不放心。他倒不是不相信福伯的实力，一个13境的大圣去一个最高只有6境的小世界，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跟开着航母去原始部落没什么区别。但他担心的是时间，万一路上出点什么幺蛾子，耽搁了时间，那自己的母女花岂不是就没了？这种亏本买卖他可不干。那渊儿你的意思是？江战问道。我亲自去一趟。江渊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道。什么？不可！胡闹！整个大殿瞬间炸开了锅，所有族老都站了起来，一脸的反对。渊儿，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万金之躯，怎么能亲自去那种穷乡僻壤的小世界冒险？就是那树林界灵气稀薄，法则不全，万一影响到你的身体怎么办？不行，绝对不行！你的安危是我江家头等大事，不容有失。族老们一个个急得跳脚。开什么玩笑？让家族的战略级配种核心亲自去前线，万一磕着碰着了怎么办？这责任谁负得起？各位族老大伯，你们听我说。江渊抬手压了压，示意众人安静。他看着众人那紧张的表情，心里有些好笑，但更多的还是温暖。他知道这帮老家伙是真的关心他。这对母女是我阳谋计划的第1环，至关重要，我亲自去才能显示出我们江家的诚意。你们想想，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女人，突然看到我这个江家弟子如同神兵天降一般救了她，还要娶她，她会是什么反应？那必然是感激涕零，以身相许，从此对我死心塌地啊！这叫什么？这就叫雪中送炭。这效果可比我们直接派人过去把他们强行带回来要好得多。其次，江渊顿了顿，嘿嘿一笑，我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呢，天天待在家里，骨头都快生锈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六爷他老人家会跟我去。轰！
大殿瞬间沸腾了。六祖，他复苏了，大帝贴身守护，这待遇也……不过如果我是大帝，我也不介意。如果六祖同意的话，我等没意见。如果随身带着一位大帝督出问题，那他们江家干脆集体自杀算了。六祖当然不会有意见，这本来就是他刚刚传音给自己的。他在祖地里待的时间太久，久到忘记时间，也想出来走走。不过据六祖所说，大帝不太方便亲身降临，尤其还是到小世界，大帝的规则会将小世界压得崩溃，所以他只会放一具沉睡的大帝分身用来保护江渊。可是你的安全，江战还是有些不放心。大伯，就算不提六爷爷，你觉得在地仙大世界有谁敢动我吗？江渊反问道。江战噎住了，确实，江渊头上顶着江家弟子这4个大字，就是最牛逼的护身符，谁敢动他，那就是跟整个江家宣战，跟当世大帝宣战。好吧，江战沉吟了许久，终于松了口。既然你坚持，那我可以同意，但是必须加派人手保护你。行，没问题。江渊爽快地答应了。人多点好啊，排场大，装逼的效果才好吗？那家主派谁去合适？一位族老问道。江战还没开口，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就从大殿外传了进来。我去！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眼神锐利如刀的青年大步走了进来，正是刚刚晋升为混沌剑体的江毅。弟子殿下要去下界，江毅愿为殿下佩剑，扫平一切障碍。江毅走到江渊面前，单膝跪地，声音铿锵有力。他看向江渊的眼神充满了狂热的崇拜，对他来说，江渊就是他的再造神明，能为江渊效力是他的无上荣光。江毅出身于江家下属一个中千世界的旁支，他所在的旁支又只是那个世界里最末流的一脉，血脉稀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虽天生剑骨，却因出身卑微，资源匮乏，被族中嫡系子弟欺压排挤，甚至还引起族人觊觎，惨遭挖骨。就在他快要殒命之时，是弟子殿下的一道目光将他从泥潭中捞起，接引到地仙大世界，让人赐他丹药恢复伤势，之后更是不吝神物，竟为他洗炼剑骨，逆天改命，助他一举成就了传说中的混沌剑体。家主，弟子对我有再造之恩，如今弟子有需，江毅万死不辞。江毅的态度很坚决。好。江战还没说话，六祖那洪亮的声音就直接在众人脑海中响了起来。不愧是我江家的好郎，知恩图报，有担当。小义子不错，就让他跟着约儿去，正好也能教导约儿如何同境战斗。是的，身怀堪比道体的天生剑骨的江毅，被接引上来时的修为只有2境，不过因为混沌剑体实在逆天，短短数日时光就将修为堆到3境巅峰。当然，这也跟江家不吝资源有关。可是老祖，江毅他刚刚才觉醒圣体，境界还不稳固，怕什么？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让他跟着约儿去小世界历练，正好拿那个什么血煞宗练手，稳固一下他的混沌剑道。六祖一副无所谓的语气，而且光一个江毅还不够。六祖的声音再次响起：小战子，你听好了，这次约儿下界，安全是第一位的，排场也要给我搞足了，不能堕了我江家的威名。传我命令，让江福生那老小子给约儿当管家，再从家族护卫队里调10个13境当贴身保镖，100个半步11境。你有没有空？算了，准帝也不能进小世界。你说你修炼这么强干嘛？江战，六祖，我也是你一脉的。算了，找几个准帝让他们在路上藏好，就别进去了。再把我的破戒神舟也给鱼儿开过去。那玩意儿速度快，1天之内就能从地仙大世界赶到那个什么树林界。对了，还有我这把噬地剑仿品的仿品也带上，几道地兵进不了小世界，半不准地兵的圣器给鱼儿护身应该也够了。六祖一口气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听得大殿里的众人目瞪口呆的同时，又觉得理所当然。如果不是小世界最高只能承受圣境，而且还是携带限制秘宝的圣境，恐怕就连准帝都会为江渊开路护法。这就是弟子家族的底蕴。不过这也搞得江渊都觉得有点夸张了，动用足够灭一个10个中等中千世界的战力，去一个最高战力只有6境的小世界泡一对母女花。六爷爷，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江渊自己都听得有点汗颜。夸张个屁！六祖哼了一声，你现在是我们江家的心头肉，你的安危比天还大，别说只是去个小世界，你就是想去生命禁区里逛一圈，爷爷我都得给你凑齐一套地兵，让你开着过去。江渊，行吧，您老人家高兴就好。就按六祖说的办，江战一锤定音，有老祖宗发话，他自然不会再有异议。很快，一支堪称史上最豪华的泡妞护卫队就组建完成了。管家，13境大圣境巅峰圣人王强者江福生，保镖10位不知名的大圣境护卫，保镖的保镖
百位感悟规则的实境世界境，佩剑侍卫，混沌剑体，江毅，座驾，极道地兵及飞舟，破界神舟，武器，圣器，是地剑，防。江渊看着眼前的阵容，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配置符合我江家弟子的身份。渊儿，此去下界，万事小心。江战走到江渊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郑重的叮嘱道：记住，你的任务是把那对母女平安带回来，至于其他的，交给浮生他们处理就行，你千万不要亲自出手，知道吗？他还是不放心江渊的安全。知道了，大伯。江渊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想，我好不容易有了修为，还能被放出去，这要是不亲自装个逼，那跟锦衣夜行有什么区别？那个血煞宗宗主必须由我来亲手解决。弟子恭。江渊离开前还特地去找白清雪打了声招呼。此时的她已经穿戴整齐，恢复了那副清冷神女的模样，只是眉宇间的那一抹妩媚和眼角残留的春意依旧显示着她昨晚的经历。看到江渊回来，她的眼神有些复杂。夫君，她轻声喊道，这一声夫君叫得比之前自然多了。老婆，我要出去一趟。江渊走到她面前，很自然地将她拥入怀中。白清雪的身体僵了一下，但很快就放松下来，任由他抱着。去哪里？去一个叫树林界的小世界办点事。江渊在他耳边轻声说道，顺便给你找个姐妹回来。他没藏着掖着，这种事也瞒不住，更没必要瞒。白清雪平静的点点头，没有丝毫意外。他早就知道像江渊这样的弟子不可能只有他一个女人，尤其是当他知道了江渊的体质是何等逆天之后，他就更明白了，这个男人的未来注定要有无数的女人为他开枝散叶，而他也不介意。白虎一族本就是强者为尊，强者有多位女人，反过来女强者自然也能面首3000，又有何区别？他点点头，轻声说道，夫君万事小心。放心吧，很快就回来。江渊看着他这副模样，在听话白清雪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江家领地外，一艘通体由不知名神经打造，造型酷似一柄巨剑的黑色神舟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之中。神舟之上，大道符文流转，散发着一股撕裂万骨的恐怖气息。正是6组的座驾破界神舟。江渊带着他的豪华保镖团登上了神舟。弟子殿下，请坐稳了。管家浮生恭敬地说道，随即将一股庞大的法力注入神舟的核心。嗡！破界神舟发出一声轻鸣，整个周身都亮了起来。下一秒，周身前方的空间如同纸张一般，被轻易地撕裂开来，露出一个深邃无比的空间通道。神舟化作一道黑光，瞬间没入通道之中，消失不见。而在神舟消失的瞬间，江家祖地深处几位老祖的意志再次交流起来。都安排好了吧？放心吧，老大，6地的破界神舟加上10几个圣境，若干至尊境，暗地里还有准地守护随时救援，就算渊儿想在下界捅个窟窿都够了。那就好，地仙大世界那边也开始预热吧。将无族弟子的荣光推向整个大世界，然后主动送上各族的神女、帝女吧。结。树林界烟雨楼，这座矗立在云雾缭绕的青山之上的宫殿，此刻却笼罩在一片死寂的氛围中。大殿内10几位烟雨楼的长老聚集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绝望。楼主，血煞宗的最后期限只剩下2天了。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老颤声说道，他的手紧紧握着拐杖，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着烟雨楼被灭门吗？另一位长老咬牙切齿地问道，眼中满是不甘。主位上，秦月白静静地坐着，她穿着一袭白色长裙，容貌绝美，气质出尘，如同谪仙下凡。可那双美眸中却透着深深的疲惫和无奈。诸位长老，我何尝不想保护烟雨楼？他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苦涩。可血无涯是6境神通境，我即便拼尽全力，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楼主，一位中年长老突然站起来，眼中闪过一丝疯狂。我们都知道，您的并蒂莲华体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他的话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凝固了。秦月白的身体微微一颤，他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想让我吞噬婉婉？他的声音很轻，却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楼主恕罪。那位中年长老跪了下来，但语气依旧坚定。可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您的并蒂莲华体本就是一体双生，若能双体合一，必然能突破6境。到时候血无涯算什么？我们烟雨楼不仅能保住，还能一举称霸树林界。对，楼主，为了烟雨楼数千弟子的性命，您必须做出选择。楼主，大义当前，不能妇人之仁啊！一个接一个的长老跪了下来，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
秦月白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这些长老说的都是对的，并地莲华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本就是一体双生，可以分裂出另一个个体，也可以重新合一，而一旦合一，两股力量叠加，必然能让他突破现有的境界。可是他睁开眼，目光落在大殿角落里那个安静站着的少女身上，秦婉婉，他的女儿。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婉婉只是他的分体，但这10几年来他们朝夕相处，婉婉早已不是简单的分体，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和感情的人。他怎么可能亲手吞噬自己的女儿？母亲。就在这时，秦婉婉突然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却让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少女缓缓走到秦月白面前，脸上带着一个温柔的笑容。母亲，长老们说的对，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婉婉。秦月白的声音颤抖了。母亲，您不用自责。秦婉婉伸出手，轻轻握住秦月白的手，两张几乎一模一样，只于体型不同的脸颊贴在一起。我本就是您的一部分，如今重新回归，也算是落叶归根了。而且您变强了，就能保护烟雨楼，保护所有人，这不是很好吗？不，我不要。秦月白猛地站起来，眼眶已经红了。婉婉，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可能？可您也是烟雨楼的楼主啊。秦婉婉打断了他的话，脸上依旧带着笑容。母亲，您教过我，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楼主，楼主，请下决断。楼主，时间不多了。长老们的声音再次响起，一个比一个急切。秦月白的身体在颤抖，他看着眼前的婉婉，看着那张和自己有7分相似的脸，看着那双清澈的眼睛，他的心在滴血。母亲。秦婉婉突然抱住了他，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这10几年能以女儿的身份陪在您身边，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就让我最后为您，为烟雨楼做一件事吧。说完，他松开手，退后一步，闭上了眼睛。母亲，来吧。秦月白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就在他难以下定决心时，轰！一股恐怖的魔气突然从天而降，整个烟雨楼都剧烈的震动起来。哈哈哈，秦月白，你是在跟你的女儿道别吗？真是感人啊！一道猖狂的笑声响彻整个烟雨楼，紧接着一道浑身笼罩在血色魔气中的身影撕裂虚空，降临在烟雨楼上空。血煞宗宗主血无涯，他身后还跟着数十位血煞宗的长老和弟子，每一个都散发着浓郁的魔气和杀意。血无涯。秦月白猛地抬头，眼中满是震惊和愤怒。你怎么提前来了？不是还有2天吗？2天？血无涯冷笑一声，本座突然改变主意了，觉得4天太久，所以就提前来了。怎么，你有意见？你……秦月白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血无涯这是故意的，他就是要在他还没准备好的时候突然袭击，让他措手不及。所有烟雨楼弟子听令！秦月白深吸一口气，厉声喝道：结阵，御敌！是！烟雨楼的弟子们迅速反应过来，纷纷祭出法宝，组成一个巨大的防御阵法。可是，轰！血无涯只是随手一挥，那个阵法就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崩碎。数十位烟雨楼弟子被震飞出去，口吐鲜血，生死不知。你烟雨楼的阵法，本座早已洞悉弱点。血无涯冷笑着，身形一闪，就出现在秦月白面前。秦月白，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乖乖跟本座走，成为本座的顶炉，本座可以饶烟雨楼一命，否则……他的目光扫过下方那些烟雨楼弟子，眼中闪过一丝残忍。本座就让烟雨楼血流成河。树林界上空，无尽虚空内，破界神舟静静悬浮在那里。莫说是6境，就算是圣境都不可能窥破这件极道地冰。神舟的甲板上，江渊正靠在一张由灵玉打造的躺椅上，手里端着一杯灵茶，悠闲地看着下方烟雨楼发生的一切。浮生恭敬地站在旁边，看着下方那个已经快要崩溃的防御阵法，眉头微微皱起。弟子殿下，血煞宗已经动手了。看到了。江渊吹了吹茶杯里的热气，轻轻抿了一口。那个血无涯修为倒是不错，6境中期，在这种小世界算是顶尖了。浮生点头，但语气里却带着不以为然。不过也就那样，莫说老奴，恐怕就算是江毅殿下都能将之击败。混沌剑体成后，江毅也有了殿下的封号。我知道。江渊笑了笑，不过不管是你还是江毅，现在都不能出手。浮生愣了一下，有些不解地看着他。弟子殿下，为何？时机未到。江渊放下茶杯，目光落在下方那个白衣飘飘的身影上。秦月白正在拼尽全力抵挡血无涯的攻击，他身边的秦婉婉也在竭力相助，可2人联手依旧被压制得节节败退。傅伯，
你说什么时候出手，效果最好？浮生沉思片刻，自然是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没错，江渊点头。现在他们虽然处于劣势，但还没到绝望的地步。你看那个秦月白，眼神里还有战意，还有希望。这种时候救他，他最多只会感激，不会死心塌地。他站起身，走到甲板边缘，俯视着下方。只有当他真正陷入绝境，当他以为一切都完了的时候，我再出现，那才叫雪中送炭。浮生恍然大悟，弟子殿下高明。江渊摆摆手，这不是高明，这是人性。他转头看向浮生，傅伯，你活了这么多年，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锦上添花永远比不上雪中送炭。老奴明白了。浮生躬身行礼，眼中满是敬佩。这位弟子殿下年纪虽轻，但对人心的把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愧是恒玉大帝的儿子。江渊重新坐回躺椅上，端起茶杯，继续看戏吧。旁边江毅也站在那里，目光紧紧盯着下方的战斗。他的手按在腰间的剑柄上，整个人如同一柄即将出鞘的神剑，随时准备出手。弟子殿下，那个血无涯，让我来杀。江毅的声音很平静，但却带着一股斩尽一切的杀意。不急，江渊笑道，等会儿让你杀个够。江毅点头，不再说话，但手却始终没有离开剑柄。10位被压制到10境的护卫站在神州四周，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如同10尊石像。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江渊。至于下方那些蝼蚁的生死，他们根本不在乎。下方烟雨楼的战况已经惨烈到了极点，血无涯的实力在这个小世界里算得上是神。比起不精通战斗的秦月白，他的战力要更为强大，妥妥的为战斗而生。他每一次出手都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烟雨楼的弟子们哪怕结成战阵，也如同螳臂当车，被轻易碾碎。楼主，顶不住了，救命啊！我不想死，长老们都死了，我们完了。幸存的弟子们哭喊着，彻底失去了斗志，四散奔逃，但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血煞宗的弟子们如同饿狼扑食，狞笑着追杀上去，享受着这场单方面的屠戮。秦月白心如刀绞，他看着那些平日里对自己尊敬有加、活生生的弟子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他的心在滴血。血无涯，我跟你拼了！秦月白怒吼一声，身上的法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一朵巨大的并蒂莲华虚影在他身后绽放，圣洁的光辉暂时逼退了周围的魔气。他和秦婉婉联手，母女同心，并蒂莲华体的力量被催动到了极致，竟然暂时和血无涯打得有来有回。哦，有点意思。血无涯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变得更加贪婪。不愧是道体，若是让你们母女合一，说不定真能让我喝一壶。可惜啊，你们没有机会了。若以此2女双修，他必然能够借此突破，成为树灵界数万年来第一位7境归1境强者，飞升灵界。这时秦婉婉的战力突然飞涨，她在燃烧本源。不！秦月白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他能感觉到秦婉婉在将自己的本源转移到他的体内。哈哈哈哈！真是母女情深啊，本座都快感动哭了。血无涯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本座麻烦了，等你突破了，本座再裁补你，效果只会更好。秦月白彻底绝望了，他抱着怀中气息越来越弱的女儿，感受着体内那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为什么？为什么老天要如此对我们母女？就在这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刻，树灵界上空，那万里无云的晴空突然毫无征兆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那道口子漆黑深邃，仿佛连接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超越了这方世界认知极限的恐怖威压，从那道裂缝中缓缓渗透出来。轰隆隆，整个树灵界的天道法则在这一刻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天空电闪雷鸣，大地剧烈震颤，仿佛末日降临。这是什么？血无涯猛地抬头，那张猖狂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骇然的神情。他能感觉到一股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恐怖气息正从那道裂缝中传来。那是什么力量？他一个6境神通境的强者，在这股气息面前竟然渺小得如同尘埃。烟雨楼内外所有还活着的人，无论是血煞宗的魔修，还是烟雨楼的弟子，全都惊恐地跪伏在地，身体不受控制地瑟瑟发抖。就连正在献祭自己的秦弯弯和悲痛欲绝的秦月白，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惊呆了，下意识地抬头望向天空。破界神州上，江渊缓缓放下茶杯，站起身来。他透过江毅的视野，将下方秦月白母女那绝望到极致的表情尽收眼底。他知道火候到了。福伯，江毅，老奴在。江毅在。江渊嘴角勾起，淡淡的说道：
走吧，该我们登场了。下一刻，那艘停泊在无尽虚空中的破界神舟，舟身猛地一震，从那巨大的空间裂缝中缓缓驶出。那是一艘什么样的神舟？它通体漆黑，造型如同一柄准备展开天地的巨剑。舟身之上刻满了玄奥繁复的金色符文，每一个符文都散发着让人心悸的波动。它明明只是静静地悬浮在那里，却仿佛成了这方天地的唯一中心。日月星辰在它面前黯然失色，空间法则在它周围扭曲哀鸣。一股镇压万古、睥睨诸天的无上神威从神舟之上轰然降下，瞬间笼罩了整个烟雨楼。扑通扑通，血无涯和他身后的血煞宗众人再也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威压，双腿一软，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他们的身体陡如筛糠，脸上写满了惊恐和骇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血无涯牙关打颤，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身为树灵界的最强者，自认为已经站在了此方世界的顶端，可在这艘黑色神舟面前，他感觉自己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这不可能，中千世界的强者是无法踏入小千世界的，这也是世界规则对他们这种小世界的保护。可血无涯忽视掉一点，小世界的规则能够阻拦中千世界，却不可能挡得住大千世界的强者。秦月白和秦弯弯也呆呆地看着天空，大脑一片空白，一时间就连自爆都忘了。而神舟的甲板上缓缓走出了几十道身影，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白衣、风神俊朗的年轻男子。他看起来不过20岁上下，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眼神平静，却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尊贵之感，仿佛他天生就该站在那里接受万物的朝拜。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面容冷峻、眼神锐利如刀的黑衣青年，如同绝世神剑，锋芒内敛，却让人不敢直视。再往后则是一个身穿管家服饰的老者，他微微弓着身子，神态恭敬，但偶尔扫过下方的眼神却带着一种俯瞰蝼蚁的淡漠。你们是什么人？血无涯强忍着灵魂的战力，鼓起勇气，色厉内荏地吼道。他看不透这三人的修为，但直觉告诉他，这三个人每一个都比他强大无数倍。江渊没有理他，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下方那对紧紧相拥的母女身上，嘴角微微勾起。总算赶上了，他轻声说道。然后他转头看向身旁的江毅，淡淡的吩咐道：江毅，这些碍眼的苍蝇处理掉。是，弟子殿下。江毅躬身行礼，随即抬起头，那双锐利如刀的眸子瞬间锁定了下方的血煞宗众人。他缓缓抬起手，并指如剑，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没有毁天灭地的威能，他只是那么轻轻地对着下方一划，嗤，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灰色剑气从他的指尖飞出。那剑气看起来是如此的普通，如此的平平无奇，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血无涯甚至都忍不住想笑，因为他能够察觉到对方的修为，不过区区3境罢了。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就彻底凝固了。只见那道灰色的剑气在飞出的瞬间陡然暴涨，他仿佛无视了空间的距离，无视了时间的流逝，一瞬间就笼罩了整个烟雨楼。紧接着，所有被剑气笼罩的血煞宗弟子，无论是普通的弟子还是那些修为高深的长老，他们的身体都在同一时间诡异的静止了。然后噗噗噗噗，一连串轻微的声响过后，那数十位不可一世的血煞宗强者，他们的身体悄无声息地爆成了一团团血雾，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一剑，仅仅一剑，血煞宗除了宗主血无涯之外，全军覆没。整个世界在这一刻都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死寂，死一般的寂静。所有还活着的烟雨楼弟子全都石化在了原地，他们张大着嘴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满脸都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震撼和狂热。秦月白和秦弯弯母女也彻底傻了，他们呆呆地看着那满天的血雾，又看了看天空中那个只是随意挥手的黑衣青年，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彻底颠覆了。那可是血煞宗啊，横行树灵界数百年的第一魔宗，就这么没了。血无涯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裤裆处传来一阵骚臭味，竟是直接被吓尿了。饶命，前辈饶命啊！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狂妄，像一条狗一样趴在地上，对着天空中的江渊等人疯狂地磕头求饶。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们把我当个屁放了吧。然而江渊轻抬眼眸，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现在却如同死狗一般的魔宗宗主，声音平静地说道：战胜我可活。血无涯感受着江渊身上那弱小的气息，眼中闪过一丝错愕和疑惑。3境神破境，开什么玩笑？一个3境的小修士
怎么可能是这群恐怖存在的主人？若是自己擒贼先擒王的话，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狂滋长。求生的欲望让他瞬间失去了理智。去死吧，小子！血无涯眼中凶光一闪，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用尽全身的魔功，化作一只巨大的血爪，朝着近在咫尺的江渊狠狠抓了过去。找死！放肆！江毅和浮生的声音同时响起，就要出手。不用，江渊却摆了摆手，制止了他们。他看着那只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血爪，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就在血爪即将触碰到他的瞬间，他缓缓抬起了手，一把通体漆黑、造型古朴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正是六祖给他的那把是地剑。放！真当我要跟你打啊？江渊轻声说道。然后他对着那只巨大的血爪随手一剑斩了下去。哧啦，一道漆黑的剑光一闪而过，没有剧烈的爆炸，没有能量的对冲，眨眼间剑气穿透血掌。这怎么可能？血无涯的眼珠子瞪得滚圆，脸上写满了无法理解的惊骇。他还没反应过来，那道黑色的剑光在斩碎了血爪之后，于是不减，直接从他的身体中间一划而过。血无涯的身体僵在了半空中，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一道细微的黑线从他的额头一直延伸到他的胯下，然后他的身体连带着他的神魂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化作了最原始的粒子，彻底消散在了天地之间。一代魔宗宗主，树灵界的最强者，形神俱灭。整个烟雨楼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天空中那个持剑而立的白衣身影，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一剑，又是一剑，一个3境神魄境的年轻人一剑就斩杀了一个6境神通境的魔道巨擘，这已经不是越级挑战了，这是在创造神话。秦月白和秦弯弯母女更是美眸圆睁，小嘴微张，完全被眼前这一幕给震傻了。他们本以为江渊只是一个身份尊贵的公子哥，真正的强者是他身后的护卫，可谁能想到这位公子哥自己竟然也强得如此离谱。江渊收起师地剑，满意的点了点头，不愧是圣器，哪怕只是仿品的仿品，威力也够可以的。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下方那对已经完全呆滞的母女身上，脸上重新挂起了温和的笑容。他一步步从空中走下，缓缓落在了他们面前。两位没事吧？他的声音如同春风拂面，让秦月白和秦婉婉那颗剧烈跳动的心稍微平复了一些。没事。秦月白下意识的回答，声音还有些颤抖。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他说着就要拉着秦婉婉跪下行礼。不必多礼。江渊伸手虚扶，一股柔和的力量拖住了他们。他看着秦月白那张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绝美脸庞，又看了看他身旁那个娇小可爱、楚楚可怜的秦婉婉，心里一阵火热。妈的，这对母女花真是极品，尤其是秦月白那成熟丰腴的身段，配上那股子清冷又柔弱的气质，简直是绝了。我叫江渊，他自我介绍道，来自上界江家。上界江家，秦月白心中一震。他虽然身处小世界，但也曾从一些古老的典籍中看到过关于上界的零星记载。据说在那遥远的上界存在着一些传承了亿万年的古老世家和不朽道统，他们的实力强大到足以轻易毁灭一方小世界。而江家这个姓氏，他似乎也在某本残破的古籍上看到过。那上面说江家是上界最顶尖的地族之一，族中曾走出过不止一尊镇压万古的大帝。难道他不敢想下去了？敢问公子，来我这小小的烟雨楼有何贵干？秦月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恭敬地问道。他不相信这样一位如同神明般的人物会无缘无故地降临在这里。我来是为了你们。江渊开门见山地说道。为了我们？秦月白和秦婉婉都是一愣。没错。江渊看着秦月白，眼神灼灼。我来此地是想娶你为妻。轰！江渊的话如同9天神雷，在秦月白和秦婉婉的脑海里轰然炸响。娶她为妻？秦月白彻底懵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位身份尊贵到无法想象、实力强大到匪夷所思的上界公子，竟然说要娶自己，这是什么情况？公子，您是在开玩笑吗？秦月白的声音都在发抖。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江渊反问道。他看着秦月白那副不敢置信的模样，知道必须得给他下一剂猛药了。他将自己之前和家族商量好的那套阳谋说辞简单的解释了一遍。当然他隐去了关于系统的部分，只说是自己体质特殊，需要和各种天之娇女结合才能变得更强，而作为回报，江家会给予对方及其背后的势力难以想象的好处。所以只要你答应嫁给我，烟雨楼从今往后便是我江家的姻亲，
受我江家庇护，而且我还会送你一份大礼，足以让你乃至整个烟雨楼脱胎换骨。江渊说完，静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秦月白已经完全听傻了，信息量太大了，大到他的脑子都快处理不过来了。和这位江家弟子结合，就能让他变强，然后江家就会给予回报。这听起来怎么像是一场交易？可是这场交易的筹码也太诱人了吧！江家的庇护，足以让整个宗门脱胎换骨的大礼，这对已经走到绝境的烟雨楼来说，不亚于一步登天的机会。他看了一眼身旁同样处于呆滞状态的女儿，又看了看周围那些劫后余生，满脸期盼地看着自己的长老和弟子。他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理由，或者说他根本无法拒绝。他深吸一口气，正要答应，江渊却又补充了一句：哦，对了，不只是你，还有他。他指了指秦婉婉，我也要娶。秦月白，秦婉婉啊！少女的脸轰的一下，瞬间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连脖子根都红了。连他也要。江渊看着这对母女花那精彩的表情，心里嘿嘿一笑。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这公子，婉婉她还是个孩子。秦月白有些为难地说道。没事，我可以等她长大。江渊一脸无所谓地说道。反正你们俩我都要了，怎么样？考虑一下。秦月白沉默了，他还能怎么考虑？人家连魔宗宗主都一剑秒了，整个烟雨楼的生死都在人家一念之间。更何况对方开出的条件实在是太丰厚了，这已经不是雪中送炭了，这是直接把他从18层地狱一步送上了9重天。他苦笑一声，对着江渊缓缓地跪了下去。秦月白，愿携小女婉婉侍奉公子左右。母亲。秦婉婉也跟着跪下，小脸羞得快要埋到地里去了。很好。江渊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上前亲自将这对绝美的母女花扶了起来，顺势将她们一左一右的揽入怀中。软玉温香，手感不错，尤其是秦月白那成熟饱满的触感，简直让人爱不释手。福伯，老奴在。传讯回家族，就说人已经搞定了，让他们准备迎接新的弟子妃。是，弟子殿下。福生躬身领命。江渊搂着怀里还在瑟瑟发抖的母女，低头在他们耳边轻声说道：走吧，两位爱妃，我们回家。哦，差点忘了，福伯殿下请吩咐，让那些因血煞宗而死的烟雨楼弟子都复活一下吧。是。秦月白、秦弯弯母女。这什么话？死去的人还能复活不成？江渊不语。地仙大世界的确是不可能，可小世界死去后，魂魄会归于小世界内进行轮回投胎，只要有圣境实力，就能破开小世界界心，寻找到死者的魂魄。随着福伯话音落下，他身上的圣道封印破碎，恐怕的气息害得二女瑟瑟发抖。好在神州上有庇护，再加上对方收这里，不然光是余威就够杀他们100次。这就是圣人的力量吗？在他们震惊时，福伯已经深入界心核心，取回烟雨楼死去弟子的魂魄，随手一撒，原本死去的弟子开始陆续睁开眼。纵然整个树林界都因为浮生强取魂魄而受到重创，面对一位圣人巅峰，他是屁都不敢放，只能期望对方赶快离开。不过江渊可不是那种拔掉无情的人，给了福伯一个眼神。福伯心领神会，随手掏出一把圣级丹药，捏碎后洒向天空。霎时树林界如同活过来一样，疯狂吞噬这些丹药。他没有很强的自我，但知道这些丹药对他来说是大补，甚至有望更进一步。江渊在一旁为懵逼的二女解释道：这世界还丹材料是中千世界的本源核心，对所有世界本源都有极强的诱惑力，等树林界核心吞噬完后，应该能一跃成为小世界中顶尖的存在。想了想，他又道：100年内我会助树林界成长到中千世界，这是本弟子的承诺。秦月白和秦弯弯母女俩的脑子彻底成了一锅粥，晕晕乎乎的，还没搞清楚状况。死去的人还能复活，挥挥手就能做到，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圣人，这就是圣人的力量吗？仅仅是泄露出的一丝气息，就让他们感觉自己像是狂风暴雨里的一叶小舟，随时都可能被倾覆。可就是这样恐怖的存在，在那个叫江渊的年轻公子面前，却恭敬的像个仆人。地族，当真如此恐怖吗？就在他们震惊到无以复加的时候，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整个树林界的天空忽然间降下了无穷无尽的金色光雨，每一滴光雨都蕴含着精纯到极致的生命气息和世界本源之力。大地之上，枯木逢春，灵草疯长，空气中稀薄的灵气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浓郁起来，一条条干涸的灵脉重新焕发生机，甚至诞生了品质更高的灵石。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欢呼，在雀跃。紧接着，
一道模糊不清却又无比宏大的意志从天而降，直接笼罩了破界神州。那意志没有丝毫的恶意，反而充满了最纯粹的感激、亲近和谄媚。是的，就是谄媚。仿佛一个快要饿死的乞丐突然得到了一桌满汉全席，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激动和讨好根本无法掩饰。这是秦月白彻底说不出话来了。作为树灵界土生土长的修士，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股意志正是树灵界的世界本源意志，是这方天地的天道。可现在这个世界的天道竟然像个小弟一样在对着那艘黑色的神舟疯狂示好。嗡，一道只有江渊等人能听懂的意志波动传入了他们的脑海。感谢上界大人的恩赐。那意志断断续续，显然还不具备完整的思维能力，但其中的感激之情却是无比的真切。福伯对此见怪不怪，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区区一个小世界的天道意志而已，在他这位大圣面前跟个刚出生的娃娃没什么区别。圣境都有自创一方小世界的能力，只是这需要消耗他们的圣境本源。可以，但没必要。一般只有无望地路或者是为打造万年世家才会耗费心力建造小世界。江渊倒是饶有兴致地感受着这股意志，有意思，还挺懂得知恩图报的。他能感觉到这方世界的天道正在主动地向他敞开所有的权限，甚至将一道天星印记恭恭敬敬地送上来。所谓的天星印记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权柄，只要手握此物就能炼化这个世界，从而拥有一座世界分身。这点江渊在家族的典籍上看到过。六境神通如果就能炼化一座小世界，这代表此人在中千世界几乎无敌。当然，这不是说谁都打不过他，而是此人将拥有与本体实力的世界分身，并且可以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中千世界里，相当于有无数条命可以用来冒险，杀不完，根本就杀不完。不过这仅限于圣境，也就是11境之下，到了圣境一念便可追随生命本源将之诛杀。即便是本体躲在小世界里也没用，毕竟圣境都能毁灭小世界和创造了，怎么会在乎一个所谓的世界庇佑？自然江渊也看不上一个小千世界的天星印记，起码也得是大千世界的天星印记他才看得上。挥挥手让他滚蛋。树林界的世界意志顿时露出悲伤的意思，但不敢多说，灰溜溜的离开。但那漫天的金色光雨却依旧在洒落，滋养着这片刚刚遭受重创的大地。不过这只是表现，这世界意志还是很聪慧的，打算等江渊等人离开再开始变强。秦月白和秦弯弯母女已经彻底麻木了，他们的世界观在今天被一次又一次的打碎，然后重塑。原来在真正的强者面前，就连一方世界的天道也需要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甚至就连他们追求一辈子的天星印记在他手中都一脸的嫌弃。走吧，两位爱妃，别愣着了，回家了。江渊的声音将他们从震惊中拉了回来，他一手搂着一个，感受着怀中两具温软的娇躯，心情大好。秦月白娇躯一颤，被他那声爱妃叫得俏脸滚烫，身体都有些发软，只能任由他搂着，朝着那艘如同神明座驾的黑色神舟走去。秦婉婉更是羞得不行，小脑袋都快埋进自己那规模不大的胸口了，小手紧张地抓着衣角，亦步亦趋地跟着。烟雨楼剩下的长老和弟子们全都用一种无比狂热和崇拜的眼神目送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知道，从今天起，烟雨楼的命运将彻底改变。他们抱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粗壮到无法想象的金大腿。当秦月白和秦婉婉踏上破界神舟的甲板时，又一次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这艘神舟的内部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仙宫，脚下的甲板是由他们从未见过的神玉铺成，踩在上面，一股股精纯的灵气就顺着脚底涌入体内，让他们感觉浑身舒坦。远处的栏杆是由某种散发着星辰光辉的神晶打造，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凤麒麟。空气中飘荡着沁人心脾的丹香和茶香，随便吸一口都感觉自己的修为瓶颈松动了一丝。这里是仙界吗？秦婉婉忍不住小声嘀咕道。秦月白虽然没说话，但眼中的震撼却一点也不比女儿少。他能感觉到这里的灵气浓度比他们树林界灵气最浓郁的洞天福地还要高出100倍不止，在这里修炼一天，恐怕比得上在树林界修炼1年。喜欢吗？江渊看着他们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笑着问道。以后这些只是标配。标配。秦月白和秦婉婉的心都狠狠地颤动了一下，他们看着眼前这个如同天神般的男人，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有感激，有敬畏，有惶恐，还有对前路的未知。弟子殿下已经准备妥当，随时可以返航。福伯走上前来，恭敬地说道。走吧。江渊点点头。破界神舟再次发出一声清鸣，周身调转方向，缓缓驶入了那道巨大的空间裂缝之中。
在神州彻底消失之前，江渊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小世界，以及下方那些跪在地上疯狂叩拜的烟雨楼众人，嘴角勾起一丝笑意。阳谋的第一步已经完美踏出，接下来就该让整个地仙大世界都为之疯狂了。空间通道内光怪陆离，无数的法则碎片如同流星般划过。换作是寻常修士，哪怕是圣人，在这样混乱的空间乱流中穿行，也必须小心翼翼，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未知的时空，彻底迷失。可破界神州却如履平地，周身周围形成了一层稳固的黑色光幕，将所有的空间乱流都隔绝在外。神州内部更是平稳的，感觉不到一丝颠簸。两人正局促不安地坐在一张由万年温玉打造的桌子旁，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们面前摆放着各种他们从未见过，但仅仅是闻着味道就让他们食指大动的鲜果灵茶，可他们却连碰都不敢碰一下，太奢侈了。这里的一切都奢侈的让他们感到心惊胆战。随便一个杯子都是比他们树灵界最顶级灵玉都要恐怖100倍的灵气雕琢而成，一颗他们没见过的果子都蕴含着比他们烟雨楼镇派灵药还要精纯到浓郁的灵气。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两个突然闯入皇宫的乡下丫头，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但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卑和拘谨。怎么不吃啊？江渊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他换了一身舒适的长服，斜靠在一张软榻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卷，姿态慵懒，却自有一股说不出的贵气。公子，我们不饿。秦月白紧张地回答道。叫夫君。江渊放下书卷，纠正道。夫君。秦月白俏脸一红，声音细若蚊蝇。秦婉婉更是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江渊。这就对了吗？江渊笑了笑，从软榻上坐起来，走到他们身边坐下，很自然地拿起一颗紫色的葡萄，剥了皮，递到秦月白嘴边。尝尝，这是紫金龙须果，味道不错，对你们的体质也有好处。秦月白身体一僵，下意识的就想躲开，可当他看到江渊那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眼神时，又不敢动了，只能僵硬地张开小嘴，将那颗葡萄吃了下去。他注意到男人的手一直放在自己的口里，可他一句话也不敢说，注意力也被口中的果肉吸引。果肉入口即化，一股清甜的汁液瞬间在味蕾上炸开，紧接着一股无比精纯的木系灵气涌入他的四肢百骸，让他感觉浑身的经脉都舒张开来。他瞪大了眼睛，美眸里满是惊诧。仅仅一颗果子，他就感觉到自己的伤势痊愈，修为精进些许。虽然不多，可这才1颗啊！这盘子里起码有几百颗，这如果都吃完，轻轻松松就可踏入6境。好吃吧？江渊又拿起一颗，递到秦婉婉嘴边。婉婉想吃吗？秦婉婉看着秦月白这样，下意识点头，但很快又摇头。我不，没事，吃吧。江渊笑道，接着又好奇道：你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分裂成2个个体？据他所知，并蒂莲华体并没有这种能力，只有圣体的3生玄母体才有。据说3生玄母体能同时召唤过去，现在未来3具本身同时进行战斗，并且哪怕其中2者死去，另一者也能活得好好的，在日后的修行中重新凝聚，变相的等于拥有3条命。提到这个，秦月白的眼神暗淡了几分，他轻声解释道：回夫君，并蒂莲华体本就是一体双生，拥有2种形态，平日里是单体，但在遇到生死危机或者强行突破境界时，就可以将另一半的本源分裂出去，形成一个独立的分体。这个分体拥有和主体几乎一样的资质和潜力，可以独立修炼，而在需要的时候，主体又可以将分体重新吸收，让力量合二为一，从而爆发出远超自身境界的实力。不过这种分裂只有1次，我当年就是为了突破6境神通境，差点身死道消，不知道出什么意外，这才分裂出婉婉。和大伯给的情报差不多，看来是在修炼途中产生了变异，于是分裂出的小号。那如果你们合体了，婉婉是不是就没了？江渊又问，这才是他关心的问题。秦月白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痛苦。是的，婉婉的意识会彻底消散，她的所有力量和记忆都会回归到我的体内。那不行。江渊直接摇头看着他们，继续说道：以后不准再提什么合体的事情，你们2个就是2个人。他这话说的理直气壮，霸道无比，可听在秦月白和秦婉婉耳中，却让他们的心都狠狠地颤动了一下。夫君可是婉婉的道伤。他说的是血无涯威逼他们时，秦婉婉强行融合而受的道伤。江渊摆摆手，不过就是区区的道伤，算什么？你多吃点比什么都好。对了，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一旁的福伯说道：福伯，把我们这次给烟雨楼准备的聘礼先给他们看看。是，弟子殿下。福伯躬身行礼，随即拿出了一个储物戒指，递给了秦月白。秦楼主，这是弟子殿下为您和烟雨楼准备的聘礼，您过目。
秦月白颤抖着手接过戒指，将神念探了进去。下一秒，他的呼吸瞬间停滞了。戒指内部的空间浩瀚的如同一个小世界，一座座由极品灵石堆砌而成的小山，散发着让他心惊肉跳的灵气波动。在他们树灵界，一块极品灵石都能引起修士间的争斗，而这里最差的就是极品灵石，而且是按山来计算的。这还只是开胃小菜。在灵石山旁边是一片广阔的药田，药田里种植着各种他只在古籍中见过的早已绝迹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圣药、神药。千年份的血龙参在这里就像是大白菜一样随意的种着，万年份的九叶灵芝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药香，一株就足以让他们烟雨楼的底蕴提升数倍。还有那些他根本叫不出名字，但仅仅是感受其散发出的道韵，就知道其品阶绝对超越了他认知的极限的神异花草。他的神念颤抖着继续向深处探去，然后他看到了一座座玉石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密密麻麻的玉简。他随意拿起一枚，神念探入，九转玄功，准地级炼体功法。轰！秦月白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神魂失守。准地级功法，在他们树灵界，一本能修炼到灵界，也就是中千世界的天阶功法，就足以作为镇派之宝，传承万年。可这里随手拿起一本就是准地级的无上宝典，那可是准地啊，传说中超越圣境的存在。他又拿起另一枚玉简，大罗剑典，准地级剑道秘法。再拿起一枚虚空挪移，准地级身法神通。一连探查了10几枚玉简，无一例外，全都是准地级的功法和秘术。秦月白感觉自己快要疯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里真的是一个储物戒指，而不是某个上古地族的藏经阁吗？他的神念已经麻木了，机械的继续往里看。在藏经阁的后面是一片兵器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各样的法宝散发着冰冷的杀伐之气，静静地悬浮在空中。最差的都是圣人级别的法宝，其中甚至还有几件他根本就不敢再继续看。秦月白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冲击，神念猛地收回，身体一软，差点瘫倒在地。母亲，秦婉婉连忙扶住他，小脸上写满了担忧。我没事。秦月白摆了摆手，脸色煞白。他看着江渊，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夫君，这里面的东西……他哆哆嗦嗦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哦，你说这个啊？江渊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这就是给你们烟雨楼的聘礼啊，怎么不满意吗？不满意。秦月白快哭了。这何止是满意啊，这里面的任何一样东西拿出去都足以让他们树灵界覆灭。是的，不是争夺，而是覆灭。夫君，这也太贵重了，我们受不起。秦月白的声音都在发抖。有什么受不起的？江渊不以为意地说道，这些东西在我们江家也就是些寻常玩意儿，仓库里堆的到处都是，你们以后就是我江家的人了，用这点东西算什么？寻常玩意儿？仓库里堆的到处都是。秦月白和秦弯弯母女俩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又一次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他们无法想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才能把准地兵和准地功法当成寻常玩意儿。这已经不是豪横了，这是神话。好了，这些东西你先收着，回头到了江家再慢慢研究。江渊看着他们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心里一阵好笑，将二女一同揽入怀中，感受着那惊心动魄的柔软。以后你就是我江渊的女人了，有我在，没人能再欺负你们母女。感受着男人怀抱的温暖和那霸道的话语，秦月白的心没来由的狠狠一颤，一股异样的暖流涌上心头。秦弯弯看着自己的母亲，又看着自己的爹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江渊没急着将二女拿下，等回到江家有的是时间。1天后，神州破碎虚空，带着浩瀚地威回到江家疆域。弟子殿下，我们快到江家了。江渊点了点头，一手一个搂着还有些发懵的母女俩走出船舱。当秦月白和秦婉婉看到外面的景象时，再一次被深深的撼动了。只见神州之外是一片无边无际的仙家胜景，一座座巨大无比的浮空仙岛悬浮在云海之上，每一座仙岛都比他们的树灵界还要庞大。仙岛之间有金色的神桥相连，桥上仙光流转，锐气千条，无数的仙鹤、鸾鸟在云海中飞舞，发出清脆的鸣叫。偶尔还能看到一头头体型庞大如山岳的真龙、麒麟从云层中探出头来，吞吐着日月精华。这里的灵气已经浓郁到化作了实质的灵物，随便呼吸一口都感觉自己的法力在增长。这里就是上界吗？这就是地族的疆域吗？秦月白和秦婉婉感觉自己就像是两只从乡下池塘里突然被扔进无尽大海的青蛙，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极限。就在他们震撼的无以复加的时候，破界神舟缓缓停靠在了一座最为宏伟的仙岛之上。
先岛的港口早已站满了人，为首的正是江家家主江战以及三长老江守桌等一众核心族老，他们身后还站着数千名气息渊深、身披神甲的江家护卫，每一个人的修为都远超他们的想象。看到神州停稳，江战和江守桌等人立刻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玉儿回来了，路上辛苦了。玉儿，我的好大侄子，可算回来了。人还没到，江守桌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就已经响彻了整个港口。他一个闪身就冲到了江渊面前，那张老脸上堆满了菊花般的笑容，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江渊，生怕他哪里磕着碰着。怎么样，这次出去没累着吧？下界那地方灵气稀薄，法则不全，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三伯，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江渊有些哭笑不得，自己现在好歹也是个3境神魄境的修士了，怎么在这帮族老眼里还跟个瓷娃娃一样，碰一下就碎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江守桌拍着胸口，一脸后怕的样子。玉儿，欢迎回家。家主江战也走了上来，他虽然不像江守桌那么夸张，但眼神里的关切和欣喜却是做不了假的。大伯，各位族老，我回来了。江渊笑着跟众人打招呼，族老们一个个围了上来，嘘寒问暖，那热情劲儿让江渊都有些招架不住。玉儿瘦了，肯定是下界的东西吃不惯。就是，回头我让膳食堂给你炖一锅十全大补汤，好好补补。玉儿啊，这次出去感觉怎么样？有没有看上别的女娃娃？有的话跟七伯说，七伯这就派人给你弄回来。江渊脑门上挂下几道黑线。我靠，七伯您老人家也太直接了吧，我这才刚带回来一对，您就惦记着下一对了。他身后的秦月白和秦弯弯母女更是被这阵仗给吓傻了，他们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这群气息恐怖到让他们窒息，却又一个个对江渊热情的过分的长辈，感觉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这弟子的地位比他们母女想象的都要高啊！嗨，江渊也察觉到了母女俩的窘迫，干咳2声打断了族老们的热情。各位族老伯伯，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将身后的秦月白和秦弯弯拉到身前，笑着说道：这位是秦月白，以后就是你们的侄媳妇了。这位是秦婉婉，是月白的女儿。哦，这就是月儿这次带回来的新媳妇啊！所有族老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落在了秦月白和秦弯弯身上，那一道道如同实质般的目光，看得母女俩浑身不自在，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不错，根骨清奇，元婴未泄，是个好生养的。一位族老捻着胡须，不住的点头。这大的身材丰腴，一看就是福相。小的虽然年纪还小，但也是个美人胚子，好好培养，将来肯定也是个角色。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并蒂莲华体，还是变异的。月儿这次可是捡到宝了啊！哈哈，我们江家又要天丁进口了。族老们你一言我一语，对着秦月白和秦婉婉评头论足，那股子兴奋劲，就好像已经看到了无数个拥有并蒂莲华体的小娃娃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秦月白和秦婉婉的脸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了。好了，都别吓着人家姑娘了。还是江战比较靠谱，他瞪了那群为老不尊的家伙一眼，然后走到秦月白面前，脸上露出一个尽量温和的笑容。秦姑娘，欢迎你来到江家，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不用拘束，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下人说。多谢家主。秦月白连忙行礼。江战点点头，随即对身后的侍女吩咐道：来人，带2位弟子妃先去弟子宫休息，好生伺候着，不得有误。是。立刻有几位容貌秀丽、修为高深的侍女走上前来，对着秦月白和秦婉婉恭敬地行了一礼。2位弟子妃，请随我们来。秦月白和秦婉婉回头看了一眼江渊，见他对自己点了点头，这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侍女们离开了。等他们走后，江守桌立刻迫不及待地把江渊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一脸猥琐地问道：月儿，跟三伯说说感觉怎么样啊？江渊翻了个白眼：三伯，您正经点行不行？嘿嘿，这可是关系到我江家万世基业的大事，怎么能不正经？江守桌挤眉弄眼地说道：快说说，这次准备什么时候办事？要不要三伯给你弄点助兴的丹药？去。江渊懒得理他，直接朝议事大殿走去。哎，别走啊渊儿，三伯这还有珍藏了10万年的一夜27次狼神丹。江守桌在后面不死心地喊着。江战无奈地摇了摇头，对这个活宝3弟也是没辙了。他挥了挥手，对众人说道：都别在这杵着了，去议事大殿，月儿这次回来有大事要商议。众人闻言，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纷纷跟在江渊身后，朝着议事大殿走去。江家议事大殿，气氛庄重而又热烈。江渊被族老们簇拥着，坐在了家主江战身旁的那个象征着少主之位的宝座上。他将这次去树林界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
当然，重点突出了自己是如何在母女俩最绝望的时候神兵天降，又是如何一剑秒杀魔道巨擘，最后又是如何王霸之气一震，让母女俩纳头便拜的全过程。听得在场的族老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抚掌大笑。好一个英雄救美，玉儿这是扮得漂亮。哈哈，我就说嘛，对付女人就得在她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这叫攻心未上。玉儿不仅继承了大帝的无上血脉，还继承了大帝当年那风流，不是雄才大略的智慧啊。咦，大帝还干过这事呢？谁说不呢？我跟你们说，恒玉那小子当年还偷偷囚禁一位圣帝圣女，把人家肚兜都扒了呢，也就帝后管得严。江渊眉头一挑，自己那老爹还有这种花边新闻啊，回头等他回来可以用这个来敲诈他。嗨，江战听着这帮老家伙越说越离谱，忍不住咳嗽了一声，将话题拉回了正轨。渊儿，说说你想的计划吧。经过上次祖地的议事，江渊的战略地位已经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影响整个江家的未来。江战这既是给他树立权威，同时也是给他表现的机会。我的计划很简单，分3步走。江渊伸出3根手指。第一步，立刻对外宣布我江家弟子江渊在那道旅，对方是来自树林小世界界烟雨楼的楼主秦月白及其女秦婉婉。这个消息要用我们江家最快的渠道传遍整个地仙大世界以及我们掌控下的8大世界，所有中千世界和小千世界，务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江战点了点头，这个没问题，我立刻安排。第2步，江渊继续说道，在宣布消息的同时，我们还要放出另一个重磅炸弹，就说为了庆贺弟子大婚，我将加特赐予烟雨楼一份薄礼，助其楼主秦月白及其女体质进化，一步登天，踏入神体之境。这也是之前商量好的。既然50年后天道金榜现世，江家大量神体圣体注定藏不住，还不如提早公开。50年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破至尊魔咒，即200岁内不可能突破至11境至尊，便是圣体都得老老实实的熬寿命，等待地仙大世界的天星印记。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去小世界成就至尊，只是那样前途受限，一辈子都只会停留在圣境。至于第3步，便是要展现出我们的诚意，只要成为我江家联姻，不论大事小情，均可提供庇佑，我们自当助力对方变强。这不仅仅局限于树林界，同样也包括比如白虎王族。闻言，作为江家之主的江战瞬间明白了，玉儿这是要借机插手内政啊，以联姻之名合理的插手对方家族势力的内政，再慢慢布局，实现吞并诸天。玉儿此子野心甚大啊！江战也是热血沸腾，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声音洪亮的发号施令：传本家主命令，即刻起以我江家之名向诸天万界发布公告，公告内容就按玉儿说的。另外，将烟雨楼列为我江家最高等级的姻亲势力，派3尊准圣，20个世界境进入其中，辅佐烟雨楼与树林界，谁敢碰烟雨楼一根毫毛，就是与我江家为敌，杀无赦。是。随着江战的一声令下，整个江家这个沉睡了无数年的庞大战争机器，瞬间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疯狂运转起来，一道道蕴含着江家意志的金色法旨化作流光，撕裂虚空，飞向地仙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庭中州，大眼神朝。皇宫深处，一座悬浮在9天之上的神殿中，大眼神主，一位气息深不可测，身穿9龙黄袍的中年男子，正静静地批阅着奏章。他每一笔落下，都仿佛有大道在和鸣，法则在演化。就在这时，一名身披金甲的禁卫统领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单膝跪地：启禀神主，江家刚刚向天下发布一则公告。江家，大眼神主抬起头，眉头微挑，他们又搞什么名堂？难道是恒玉大帝要回来了？不是，是江家弟子要在那道侣。玉简拿来。是。大眼神主神识探入玉简当中，星眸闪烁。为庆贺弟子大婚，江家特赐予烟雨楼楼主秦月白无上造化，助其体质进化，一步登天，成就神体之境。轰！大眼神主猛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一股恐怖的地威不受控制的爆发开来，整个神殿都在剧烈的摇晃。助其踏入神体，那树林界是何地？烟雨楼又是何地？江家为什么会为如此普通之人提升资质？提升体质的手段自然是有，可要提升到神体，那代价就算是大眼神朝都会心疼。可现在江家抽什么风要这么干？给朕查清楚这个烟雨楼，这个秦月白到底是什么来头？还有，江家此举到底意欲何为？是。瑶池圣地，云雾缭绕的瑶池仙境中，圣女秦梦瑶正盘膝坐在一朵巨大的金色莲台之上，吞吐着天地精华。她周身道运流转，天生道胎的气息让她与整片天地都融为一体，美得不似凡人。
一名侍女匆匆飞来，将江家的公告恭敬地呈上。秦梦瑶缓缓睁开眼，接过玉简。当她看完里面的内容时，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第一次泛起了剧烈的波澜。烟雨楼、秦月白、神体。她轻声念着这几个名字，秀眉紧紧地蹙了起来。她还记得不久前江家才刚刚为那个废物弟子迎娶了太古神山的白虎神女，当时她还觉得江家真是昏了头，为了一个凡人竟然下如此血本。可现在看来，事情似乎远没有那么简单。白虎神女，太古白虎血脉，本身就是道体极致的天赋，配江渊也勉强配得上。可这个秦月白只是一个下界宗门的楼主，凭什么？江家又凭什么能让他一步登天，成就神体？秦梦瑶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她隐隐感觉到自己似乎错过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一个关于那个传说中的废物弟子江渊的秘密。难道那个江渊根本不是废物？这个念头一出来，就把他自己吓了一跳。可如果不是这样，又该如何解释江家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来人，他轻声唤道：“圣女殿下，密切关注江家的一切动向，任何风吹草动都要立刻向我汇报。”是。北原王家，一座古老的不朽世家，祖上曾出过数尊横压万古的大帝，只是近100万年都不曾再现过大帝。而今帝女王腾雪，一个被誉为拥有大帝之姿的绝世天骄，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座万丈雪山之巅，感悟着天地大道。他身穿一袭白衣，与周围的冰雪融为一体，气质孤高，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道传讯飞剑破空而来，悬浮在他面前。他连眼睛都没睁，只是神念一扫，便知晓了其中的内容。江家，江渊。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有点意思。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震惊或者怀疑，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能让当世第一帝族如此不计代价去培养的人，怎么可能是废物？看来这场游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望向遥远的中州方向，眼中闪烁着莫名的光芒。江渊，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此轮大帝之机，非他莫属。一时间，整个地仙大世界，所有顶尖的圣地、神朝、不朽世家，全都因为江家的这一则公告而彻底沸腾了。烟雨楼和秦月白这两个陌生的名字，在短短1天之内传遍每一个大人物的耳朵。无数的暗探、密谍被派往各地，疯狂地打探着关于这两个名字的一切信息。当他们得知烟雨楼只是一个只能诞生6境的下界小宗门，而秦月白也只是一个区区5境的修士时，所有人都疯了。搞错没有？江家疯了吗？为了一个下界蝼蚁搞出这么大阵仗，一步登天，成就神体，这是在讲神话故事吗？江家以为我们都是傻子，这里面肯定有鬼，绝对有天大的阴谋。查，给我往死里查！我就不信那个秦月白身上会没有秘密。无数的势力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着江家的行为，有怀疑的，有嘲讽的，有不屑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安，因为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能让江家这种庞然大物做出如此反常举动的背后所代表的意义绝对非同小可。一场看不见的暗流正在整个地仙大世界疯狂地涌动，而风暴的中心江家却对此毫不在意。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猜不透，才能造成最好的营销效果。弟子宫，秦月白和秦婉婉2人就被安置在这里的一处偏殿中。说是偏殿，但其规模和奢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树林界的整个烟雨楼。此刻母女俩正局促不安地坐在殿内，看着周围那如同梦幻般的景象，连呼吸都小心翼翼。母亲，我们真的要住在这里吗？秦婉婉小声地问道，大眼睛里充满了不安和新奇。应该是吧。秦月白也有些不确定，他感受着身下由未知布料织成的软垫，心中五味杂陈。光是这块软垫，稀罕程度恐怕就能排进树林界包括界星在内的前3。他从一个即将被灭门的小世界宗主到摇身一变成为上界第一帝族的弟子妃，这身份的转变太快，快到让他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虽然代价是要母女一起，但少女怀春，谁又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强大的伴侣呢？就在他胡思乱想，满心都是忐忑时，殿门被推开，江渊迈着悠闲的步子走了进来。他身后没有跟着任何侍卫或侍女，就那么一个人，脸上带着一丝坏意的笑容。夫君。看到他，2人连忙站起身，恭敬的行礼。行了行了，都说了在我这，没那么多规矩。江渊摆了摆手，径直走到主位上坐下，然后对着他们拍了拍自己2边的大腿。过来，坐这。啊！母女俩都愣住了，俏脸瞬间涨得通红。坐他腿上。
还是当着自己母亲、女儿的面，这也太……怎么不愿意？江渊眉毛一挑，还是说你们想让我用强的？秦月白娇躯一颤，咬咬牙，只得照做。温香软玉入怀，江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伸手直接将秦月白那丰腴成熟的娇躯揽入怀中，毫不避讳，同时低头在他耳边吹了口气。这就对了吗？秦月白低下头，一脸娇羞。婉婉，到你了。江渊又看向了还傻站着的秦婉婉。我，江渊眼睛一眯，秦婉婉吓得一个机灵，赶紧照做。少女的身体远不如母亲那般丰腴，但却充满娇小的柔软感，一推就倒。江渊看着面前两个长相绝美又有几分相近的容颜，这才像话吗？夫君，我们……秦月白感觉自己脸很红。别说话。江渊的声音充满不容置疑的霸道。他知道，对付内心还充满不安的女人，任何言语上的安慰都比不上最直接的身体力行。安静下来，才能细细体会到美好与变化，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放下心防，融入这个新的家庭。当然，这是对听话的人来说的。要是不听话，江渊自然也不介意试试看什么叫做强扭的瓜不甜，但是解渴。他的目光落在那成熟妩媚的美妇人身上，这位树林界的神明。转眼一夜过去，江渊伸了个懒腰，看着因苦累而睡过去娇小的秦婉婉。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先天生育圣体让他体质大幅度增强，战力虽然没测评过，但感觉媲美江守桌的一夜17次郎丹药没什么问题。而他则趁着这个机会，终于有空开始查看起系统消息。叮，检测到宿主与道侣秦月白，评分94，成功构建连接，任务完成，评价优秀，正在结算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最终奖励：1. 修为4境玄刚境巅峰，2. 天道推演仙法残篇，3. 生灵丹3枚，4. 世界树幼苗1株，5. 体质增幅丹30枚，6. 子嗣血脉强度晋级概率提升 15%。 轰！眨眼间，修为直接从3境神魄境蹦到了4境玄刚境。别看只提升了一个境界，这对仍旧无法修炼的江渊来说算是巨大的提升。天道推演仙法残篇，可占地仙大世界内万事万物，追本溯源，1年现一次。这听起来就很牛逼啊！虽然1年只有一次，可对修仙者来说，这跟1天1次有什么区别？而生灵丹也给了3枚，等于能孵化出3个普通圣体。虽然只是普通圣体，可那也是准地资质啊！发了，这次真的发了！江渊激动的差点从床上跳起来，他强忍着去找族老汇报喜悦的冲动，将目光转向了另一边。他可是知道，系统可是有暴击10倍奖励的。叮，检测到宿主与道侣秦婉婉，评分92，成功构建连接，任务完成，评价完美，正在结算奖励，触发暴击奖励，奖励增幅 2000%。 恭喜宿主获得最终奖励：1. 修为6境神通境初期，2. 极道地冰轮回盘，3. 生灵丹1枚，圣灵丹2枚，4. 九窍玲珑心天赋，5. 体质增幅丹20枚，6. 子嗣血脉强度晋级概率提升 10%。 又是一波丰厚无比的奖励，修为再次突破，直接来到了6境初期，而且还奖励了一件极道地冰。这玩意就算放在江家都不嫌多。最让江渊惊喜的是那个叫九窍玲珑心的天赋。九窍玲珑心，特殊天赋，拥有者心思剔透，悟性逆天，能一眼看破事物本质，对任何功法、神通都能快速领悟，举一反三。我靠，这不是主角标配的悟性天赋吗？有了这玩意儿，以后自己修炼什么功法不都是手到擒来？爽，太爽了！江渊感受着体内再次暴涨的力量，以及脑海里多出来的各种玄妙感悟，只觉得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他看了一眼床上那对已经彻底睡着2人，心里一阵得意，这回报率简直了。虽然他现在这点修为，在江家那些动辄圣境、准地的大佬面前，依旧跟蝼蚁没什么区别，但对他自己而言，这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希望，一条能无限变强的康庄大道。嘿嘿，阳谋计划可以正式开始了。江渊看了一眼自己手中4枚生灵丹和2枚生灵丹，脸上露出了狐狸般的笑容。该去见族老了。江渊并没有在弟子宫里待太久，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搞事情的想法，哪里还躺得住？给那对累坏了的母女花盖好被子后，他便神清气爽地离开了寝宫，直奔议事大殿而去。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所以第一时间就给人注意到他的修为，6境神通境了。
江守珠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一个闪身就冲到江渊面前，神念在他身上扫了一遍又一遍，那张老脸上写满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震撼。什么？真的假的？其他族老也纷纷围了上来，一个个跟看怪物似的看着江渊。渊儿，你这是？江战也激动地站了起来，声音都在发抖。他已经知道所谓系统的牛逼，不过一晚上从3境到6境，还是有点吓人。嘿嘿，大伯，各位族老，淡定，淡定。江渊看着众人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心里一阵暗爽。这都是小场面，常规操作而已。常规操作，小场面。所有族老嘴角都抽了抽。你管这叫小场面？那什么才叫大场面？好了好了，都别一惊一乍的了。江渊摆了摆手，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说正事。他心念一动，6枚散发着玄奥气息的生灵丹便悬浮在了众人面前。4枚生灵丹，还有2枚圣灵丹。当看到这6枚丹药的瞬间，整个议事大殿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所有族老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眼睛瞪得血红，死死地盯着那6枚丹药，那眼神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他们吞了。月儿，这都是你昨晚。江战的声音干涩无比。系统的奖励说是什么触发暴击了？轰！大殿彻底沸腾。我的天，一个晚上6枚丹药，这效率也太恐怖了吧！也就是说，只要月儿努力一点，我们江家一天就能多出6尊圣体。现在是关键是我们江家有没有那么多神体啊？就算没有，也至少能多培养出4尊神体。族老们彻底疯狂了，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手舞足蹈，就好像已经看到了江家君临诸天，称霸万界的辉煌未来。安静，还是江战比较沉得住气。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狂喜，沉声喝道。众人这才稍微冷静了一些，但看向江渊的眼神却变得更加狂热了。那眼神看得江渊都有些发毛。渊儿，你这次来是想……江战看向江渊，他知道江渊既然拿出了这6枚生灵丹跟圣灵丹，肯定准备下一步计划。江渊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大伯，我们之前商量好的阳谋可以开始了。我准备让秦月白和秦婉婉当着全天下人的面一步登天，成就圣体。现在？江战愣了一下。对，就是现在。江渊斩钉截铁地说道。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在盯着我们江家，或等看我们的笑话，或看我们的手段。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惊喜，用一尊活生生的圣体告诉他们，我江家说到做到。江战和一众族老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激动和火热。而剩下的4枚生灵丹我也有想法，留下1枚备用，剩下3枚我打算赐给1枚给白虎王族，从他们当中再诞生出一尊神体。剩下2枚生灵丹和1枚圣灵丹，大伯务必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我要让江家一口气诞生出3位圣体。最后大伯让我复归来吧，顺便请诸位老祖准备出山。江战怔了1秒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用现场诞生一尊圣体来打开整个地仙大世界的野心。在他们犹豫时，再接连诞生3尊圣体，彻底震撼整个地仙大世界的势力。只是阳谋，也是一步险棋。可只要诸位江家底蕴现世，外加当世大帝坐镇，那这将会是震撼诸天的超级大新闻，一举就能让所有势力心动，诸般宵小都不敢妄动，最多便是暗中狙杀。只是如此，江家天骄又何惧挑战？好！江战猛地一拍桌子，就按渊儿说的办，传我命令，开启通天镜，将我江家弟子宫的景象同步直播到地仙大世界每一个角落。另外，给各大圣地、神朝、不朽世家都发去请柬，就说我江家弟子要当众为辛纳的道侣洗髓伐脉，逆天改命。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亲眼见证我江家是如何创造神话的。是。随着江战的一声令下，整个江家再次高速运转起来。弟子宫，秦月白和秦婉婉母女才刚刚从沉睡中醒来，就发现整个弟子宫已经被无数的侍女和仆从布置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祭坛。祭坛的中央是2个由万年寒玉雕琢而成的莲花宝座，祭坛的周围则悬浮着一面面巨大的水镜，水镜之中人影绰绰，气息恐怖，显然是来自各大势力的强者投影。母女俩都有些发懵，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江渊带着江战和一众族老走了进来。夫君，这是？秦月白看着这阵仗，有些不安地问道。别怕。江渊走到他面前，笑着说道，还记得我之前答应你们的，要送你们一份大礼吗？今天就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他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圣灵丹交给秦月白，它是并蒂莲华体本体，只要他晋升成圣体，秦婉婉自然也会跟着晋升。
这是生灵丹，服下它，你们的并蒂莲华体就能进化为圣体。圣体？秦月白和秦婉婉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手中的丹药。他们虽然不知道圣体到底有多强，但从江渊那郑重的语气中，他们能感觉到这绝对是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无上造化。可是夫君，这太贵重了。秦月白还是有些不敢接受。没什么贵不贵的，江渊不以为意地说道，你们是我的女人，让你们变强是应该的，含着，然后等我的命令再吞下。秦月白看着他，张开口将圣灵丹含住。去吧，坐到那上面去，全天下的人都在等着看你们呢。秦月白和秦婉婉对视一眼，最终还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走上了那2个莲花宝座。各位，江战一步踏出，朗声说道，他的声音通过通天镜传遍了整个地仙大世界。今日我江家弟子大婚，为表庆贺，特赐予2位弟子妃无上造化，请诸位共同见证奇迹的诞生。说罢，他对着秦月白和秦弯弯点了点头。秦月白深吸一口气，将手中的圣灵丹一口吞了下去。轰！圣灵丹入腹的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能量在他体内轰然炸开。啊！剧烈的痛苦让秦月白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嘶吼。秦婉婉看着心疼，但很快随着秦月白的变化，他身上的气息也开始变得捉摸不透。一股磅礴的生机从秦月白体内涌出，快速修复着他破碎的身体。一破一立之间，他们的生命层次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跃迁。轰隆，2道璀璨无比的青色神光从他们的天灵盖冲天而起，直接洞穿了弟子宫的穹顶，贯穿云霄。这次没有江家祖弟的遮掩，圣体意象再无掩盖。在他们身后，2朵巨大无比的并蒂莲华虚影缓缓浮现，那莲花之上道运流转，法则轰鸣，一股远超道体的恐怖气息席卷整个江家，也在诸天万界都印下气息。这是创世青莲圣体。天哪，真的是圣体！他们真的进化成圣体了。通天镜前，所有观看到这一幕的强者全都疯了。通天镜前，整个地仙大世界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无数双眼睛，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圣主、神主，还是隐世不出的准地老怪物，乃至各大禁区中的皇级生物，此刻都死死地盯着镜中那2道冲天而起的青色神光，以及那2朵缓缓绽放、散发着至高气息的虚影。他们的脑子在这一刻仿佛集体宕机了。圣体还是2尊，就这么诞生了。一个来自灵气稀薄、法则不全的下界宗门之主，一个连修为低劣的小女娃，就因为嫁给了江家那个传说中的废物弟子，就一步登天成了圣体。这他妈是在讲神话故事吗？短暂的死寂之后，是火山喷发般的彻底沸腾。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眼神潮，神主猛地从龙椅上站起，龙袍下的身躯都在微微颤抖。就算是传说中的仙丹，也不可能有如此逆天的功效。凭空造就圣体，这违背了大道至理。神主，可通天镜不会有假，那圣体意象，那股气息做不了假啊！一旁的老太监声音尖锐，脸上写满了骇然。朕知道做不了假。大眼神主烦躁的来回踱步，眼神疯狂闪烁。正因为他做不了假，才更可怕。江家到底掌握了什么通天彻地的手段？他忽然停下脚步，死死地盯着水镜中那个站在祭坛下一脸风轻云淡的白衣身影。江渊，那个秦月白，还有他的女儿，都只是道体，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嫁给了江渊。紧接着他就想到白虎王族的白清雪，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心惊肉跳的念头不可抑制地从心底冒了出来。难道关键不是那颗丹药，而是江渊本人？这个念头一出，大眼神主浑身一震，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立刻把月儿给朕叫来。不，朕亲自过去。他要亲自问问自己那个宝贝女儿对这件事怎么看。瑶池圣地，云雾缭绕的圣女峰上，一群平日里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的瑶池长老，此刻却像凡间的菜市场大妈一样，围着一面水镜，叽叽喳喳，吵得不可开交。我的天！创世青莲圣体，老神只在最古老的典籍上看到过关于这种圣体的零星记载，传说此圣体乃是混沌青莲的后裔，天生便亲和万道，修炼速度1日千里。旁边那个叫秦月白，我刚刚查了，的确是从下界树灵界被江家派人带走，修为不过5境，拥有道体并蒂莲华体，另一人是他分裂出的个体。江家到底想干什么？他们难道真的找到了量产圣体的方法？瑶池圣地之主，一位风华绝代的宫装美妇，此刻也是玉容失色。她看着水镜中那2道越来越璀璨的圣体意象，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她想起了不久前
江家来为江渊提亲时被他们瑶池圣地婉拒的事情。当时他还觉得江家是昏了头，想让一个废物弟子染指他们瑶池的明珠。可现在看来，他转头看向身后那朵巨大的金色莲台上，那个依旧静静盘坐，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绝美身影梦瑶，你怎么看？瑶池圣主轻声问道。秦梦瑶缓缓睁开眼，她那双仿佛蕴含着3000大道的眸子，此刻却异常的明亮。她没有回答圣主的问题，反而轻声问道：师尊，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江家送出去的聘礼从来都不是重点？瑶池圣主一愣，什么意思啊？从白虎神女到现在的秦月白母女，她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什么？秦梦瑶的声音很轻，却让在场所有长老都安静了下来。唯一的共同点，她们都嫁给了江渊。所有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了那个传闻中一无是处的废物弟子，一个可怕的但又似乎是唯一合理的猜测在所有人的心中升起。你的意思是江渊？瑶池圣主的声音都在发颤。秦梦瑶没有再说话，只是重新闭上了眼睛，但她那微微颤抖的睫毛却显示出她内心的不平静。原来是这样吗？那个当了20多年凡人的弟子，如今终于不在藏拙了吗？北原王家万丈雪山之巅，王腾雪依旧静静地站着，他面前的虚空中同样悬浮着一面水镜，清晰地倒映着江家弟子宫内发生的一切。他的表情依旧是那副万年不变的冰冷，仿佛世间万物都无法让他动容。但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他那双握着剑柄的手正在微微用力，指节泛白。江渊，他轻声念着这个名字，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战意和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查过的名为兴趣的光芒。他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正道成帝，君临天下。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舍弃一切，包括情感。他曾以为这个时代没有人能成为他的对手，他的地路将是一片坦途。可现在一个巨大的变数出现了。江渊这个男人以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的方式强势地闯入了他的视线。量产圣体，呵呵，有意思。王腾雪忽然笑了，那笑容如同冰封万年的雪山之巅骤然绽放的一朵雪莲，美得惊心动魄。看来我的地路不会那么无聊了。他转过身，一步踏出，身影瞬间消失在风雪之中。传我命令，备上厚礼，我要亲自去一趟江家，会一会那位江家弟子。整个地仙大世界在这一天彻底疯了，无数的势力，无数的强者都在为江家这惊天动地的大手笔而震撼，而疯狂。他们想不通，他们猜不透，他们只能用尽一切办法去打探，去分析。而在这场席卷了整个世界的风暴中心，江家弟子宫内，江渊正悠哉悠哉地躺在一张摇椅上，手里端着一杯灵茶，欣赏着祭坛上那两具正在发生着惊天蜕变的完美娇躯，嘴角挂着一丝玩味的笑容。这才哪到哪啊，这只是江家称霸诸天的第一步呢。祭坛之上，两道青色神光越发璀璨，秦月白和秦婉婉的蜕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江渊放下茶杯，缓步走到祭坛边缘，目光温柔地看着那两具正在发生惊天蜕变的娇躯。夫君。秦月白睁开眼，那双眸子里已经带上了淡淡的青色神辉，整个人的气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他是一朵生长在池塘里的莲花，那现在就是一株扎根于混沌之中的神莲，高贵而圣洁。感觉怎么样？江渊笑着问道。很好，从未有过的好。秦月白站起身，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我现在的修为已经突破到8境了。不止。江渊指了指旁边的秦婉婉，他现在是5境巅峰，再过一会儿就能突破了。秦婉婉也睁开眼，小脸上写满兴奋，下意识直接扑进江渊怀里。爸爸，我变得好厉害。江渊被这声爸爸叫得浑身一震，看着怀里这个明明已经成年却还保持着少女心性的小萝莉，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很厉害。他揉了揉他的脑袋。秦月白走过来，脸上带着一丝羞涩。他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江渊的女人。夫君，我们母女能有今日，全靠您的恩赐。他盈盈一拜，妾身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江渊接过话茬，坏笑道：你们不是已经以身相许了吗？秦月白俏脸一红，清脆一口：夫君就爱打趣妾身。哈哈哈，逗你们玩的。江渊伸手将两人都揽入怀中，以后你们就是我江家的人了，不用整天妾身妾身，这不合规矩。秦月白有些犹豫。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说了算。江渊霸道地说道。就在这温馨的时刻，江战带着一众族老走了进来。鱼儿，2位弟子妃的蜕变已经完成，接下来该进行第2步计划了。江渊点点头，松开怀中的二女，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生灵丹。福伯，
立刻派人将这枚生灵丹送往太古神山，交给白虎王族。是，弟子殿下。福伯恭敬地接过丹药，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大殿之中。大伯，剩下的3枚生灵丹和1枚圣灵丹都物色好人选了吗？江战点点头，嫡系与旁系各选2人，都是神体资质，他们的忠诚都经受过考验。嫡系这边，一位是江浩，身负紫霄雷体，天生清河雷霆大道，战力狂猛；另一位是江浩日，拥有浩阳战神体，体内阳气鼎盛，功法至刚至阳，是不可多得的战斗苗子。旁系那边，一位是江山，他的不动明王体是家族中少有的顶级防御体质，最后一位也是为圣灵丹准备的人选。旁系天骄江辰，他体质特殊，名为寂灭刀魂，虽非传统肉身体质，但魂力与刀意天生相合，有希望和江毅一样蜕变成混沌刀体，随随便便就能凑出4位神体。自己家的底蕴当真恐怖啊！不过江渊也知道，能让旁系上来，恐怕嫡系这边应该也没多少神体了。就算是江家，神体也不是大白菜，资质差一点无所谓，关键一定要对家族忠诚。这点渊儿你放心，我们也不想培养出一个白眼狼。2人相视一笑，江渊点点头，那就按照之前说好的，等清雪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再让他们一起晋升。这就是江渊阳谋计划的第2步，同时来数人一起晋升成圣体，那震撼力绝对可怕，一举就能让整个地仙大世界沸腾。就在他刚要说话时，整个弟子宫突然剧烈的震动起来。不只是弟子宫，应该说整个江家疆域，甚至是整个地仙大世界及下36大千世界和数万中千世界中的顶级存在，纷纷都感应到这种变化。这是来自天道的变化，怎么回事？江守拙脸色一变，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贯穿整个江家，直直地轰在弟子宫的广场上。轰隆隆，恐怖的能量波动席卷开来。这难道是？江战脸色凝重，心中升起不妙的预感。江渊走出大殿，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已经被无尽的金光所笼罩。一卷巨大的金色榜单正在缓缓地从虚空中浮现，那榜单之上，金光流转，道韵流淌，散发着一股浩瀚而又神圣的气息，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江战瞳孔一缩，低沉着声音：“果然，这是天地金榜。”不可能！江守拙失声道：“天地金榜不是要53年后才会现世吗？怎么会提前出现？”江渊盯着那卷金色榜单，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记得老祖说过，天地金榜是天道意志的体现，会罗列出当时所有的天骄、体质、潜力。可明明老祖推算过，还有53年的啊，难道是算错了？就在这时，那卷金色榜单终于完全展开，一行行金色的文字开始在榜单上浮现。弟子宫广场上空，那卷巨大的金色榜单如同天神展开的画卷，横亘在整个地仙大世界的天穹之上。榜单上的金色文字，每一个都蕴含着天道的气息，清晰地映入每一个生灵的眼帘。天骄体质榜，简简单单的5个字，却仿佛蕴含着无上威严，让所有看到这5个字的人灵魂都在站立。真的是天地金榜！江战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可恶，为什么会提前这么多？江渊的心也沉了下去，老祖宗的推算都能出错，这天道也太不给面子了吧！我这边刚把场子热起来，准备一步步把鱼钓上钩，你直接把我的底牌给掀了，这还怎么玩？就在江渊心里疯狂吐槽的时候，一道苍老而又无奈的声音直接在他和所有江家高层的脑海中响起：“此事不怪老五。”是出祖的声音。紧接着，另一道略显年轻，带着一丝苦笑的意志波动也传了过来：“是五祖。我的推算没有错，正常情况下，金榜确实还有53年才会现世，但有一个传说，我等之前都忽略了。”什么传说？江战连忙问道。黄金大势。出祖的声音变得无比凝重。传说中，当一个时代同时涌现出50位以上的圣体级天骄时，便会引动天道，提前开启黄金大势。届时，天地金榜会立刻降临，昭告天下，万道争锋，地路重开。50位圣体，江战和所有族老都倒吸一口冷气，然后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江渊。江渊也是一愣，心里咯噔一下，我靠，还有这种隐藏设定？我这才刚搞定了几个老婆，系统奖励的圣灵丹和生灵丹加起来，也就造就了那么几尊圣体啊！算上秦月白母女，满打满算也就5尊，加上江家原本就有的几位，也不可能凑够50个啊！月儿不必惊慌，似乎是看出了江渊的疑惑，出祖的声音再次响起：天地金榜所罗列的，并非只是新生代的天骄，它囊括当时所有存在，包括那些早已成名甚至自我封印的老怪物，只要他们的生命烙印还存在于此方大世界，就会被记入其中。
也就是说，江战的脸色变得更加古怪。这榜单上甚至会有准帝乃至大帝。不错，出组的声音带着一丝感慨，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所有隐藏在幕后的牛鬼蛇神都将被这金榜一一揭露，我江家藏不住了。就在他们交流的这短短片刻，天地金榜之上终于开始显现出第一个名字。天骄体质榜第100名，天生道胎神体秦梦瑶，瑶池圣地圣女。瑶池圣女竟然只排在第100名，这怎么可能？天生道胎可是顶级的神体，未来有极大概率证到准帝的存在，竟然只是垫底。这榜单到底有多恐怖？整个地仙大世界，所有看到这个排名的人都傻眼了。瑶池圣地内，秦梦瑶看着榜单上自己的名字，那张一直古井无波的俏脸也第一次出现了动容。他竟然只是第100名，紧接着榜单上的名字开始飞速刷新。天骄体质榜第99名，元灵体、道体、姬月、大眼神朝公主，一个个熟悉或者陌生的名字在榜单上不断闪现，每一个名字的出现都代表着一尊足以镇压一个时代的天骄。而让所有人感到心惊的是，这些在他们看来已经算是顶尖的天骄，在这张榜单上竟然连前50都进不去。终于，当榜单刷新到第50名的时候，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天骄体主榜第50名，广寒琉璃圣体江月，所属势力江家。圣体终于出现圣体了，江月，这是谁？没听说过江家有这号人物啊。我知道他是江家旁系的一个弟子，之前是太阴神体，怎么突然就成圣体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榜单再次刷新。天骄体质榜第49名，玄黄不灭体李玄，所属势力天玄剑宗。天骄体质榜第48名，纯阳道体和，所属势力武。天骄体质榜第39名，九阳焚天圣体江岩，所属势力江家。江家居然出了第2位圣体，当真是万古一帝江家啊！当世地族恐怖如斯啊！这个江岩怎么和拥有焚天神体的那个江岩名字一样啊？不会是巧合吧？那个江岩我也知道，等会，除非他死了，不然以他神体资质怎么可能上不去？难道？江渊看着榜单，一脸的生无可恋。他原本的计划是徐徐图之，先用秦月白母女的例子吊起所有人的胃口，然后再等白清雪生下孩子，获得新的奖励，再一步步放出更多的圣体，慢慢的将整个地仙大世界都拖下水。可现在天地金榜这一下，直接把他所有的底牌都给掀了，这还怎么玩？直接就快进到大结局了。不行，既然藏不住了，那就干脆不藏了。既然要玩，那就玩一把大的。江渊的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他抬起头，看着还在不断刷新的榜单，又看了看身旁那些同样处于震惊中的族老，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大伯，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江战似乎能猜到自己这个侄儿的想法，但那个想法太大胆，太疯狂，让他一时间都有些不敢相信。没错，江渊重重点头，声音斩钉截铁，既然底牌都已经被掀开，那藏着掖着也就没意义了。与其等那些人反应过来，在暗地里搞各种小动作，不如我们主动出击。他环视着在场的所有族老，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明白，今天他们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我江家的辉煌才刚刚拉开序幕。江渊的话如同惊雷，在每一个族老的耳边炸响。他们看着眼前这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看着他那张因为兴奋而微微涨红，却又充满了无尽自信和霸气的脸，心中的热血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了。没错，怕什么？他们是江家，是当世第一帝族，背后有当世大帝坐镇，已经在归来的路上，祖地里还躺着好几位沉睡的大帝老祖。论底蕴，论实力，谁能与他们争锋？既然秘密已经藏不住，那就干脆摊开了打，让全天下都看看他们江家到底有多强。鱼儿说的对。脾气最火爆的江守桌猛地一拍大腿，激动地吼道：藏个屁，都到这份上了，就得玩把大的，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他妈的惊喜。江战看着众人的反应，猛地一拍宝座扶手，站起身来，一股属于准帝的恐怖威压席卷整个议事大殿。好，那就疯狂一次。他的声音洪亮而又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气。传本家主命令，立刻将江浩、江浩日、江山、江辰4人带到弟子宫祭坛。今日我江家要再添4尊圣体。议事大殿外，4道身影几乎是在江战命令下达的瞬间就从虚空中踏出。他们早已等待多时。拜见家主，拜见弟子殿下。
四人单膝跪地，声音整齐划一。江渊打量着这四人，点了点头。不愧是家族精挑细选出来的天骄，光是这股气势就远超寻常修士。都起来吧。江战挥了挥手，叫你们来，想必你们也猜到了原因。江浩抬起头，眼中闪烁着难以掩饰的激动。家主是要让我们？没错。江渊走上前，从储物戒中取出3枚生灵丹和1枚圣灵丹。今日，你们4人将在全天下的注视下，一步登天，成就圣体。轰！4人的脑子里像是炸开一道惊雷。圣体，他们做梦都想达到的境界，竟然就这么突然的摆在眼前。这是真的？江山的声音都在发颤，这位以稳重著称的天骄，此刻却激动得像个孩子。当然是真的。江渊将3枚生灵丹分别递给江浩、江浩日、江山3人，然后将那枚散发着更加玄奥气息的圣灵丹递给江晨。你的体质特殊，需要用圣灵丹才能完成蜕变。江晨双手颤抖着接过圣灵丹，眼眶都有些泛红。他出身旁系，虽然天赋不错，但在家族中始终处于边缘地带。他曾无数次幻想过，有朝一日能够站在江家的巅峰，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可他从未想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多谢弟子殿下，多谢家主。4人齐齐跪下，这一次是真心实意的感激。行了，别墨迹了。江手拙大咧咧地走过来，拍了拍江浩的肩膀，赶紧去祭坛上，外面那群家伙还等着看热闹呢，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失望。是。4人起身，跟随着江渊一行人朝弟子宫的祭坛走去。此时此刻，整个地仙大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江家。通天镜前，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江家弟子宫的方向，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天地金榜还在继续刷新，每一个新出现的名字都在引发着新的震动。天骄体质榜第38名，北冥冰魄圣体，皓月女帝，所属势力月华圣地。天骄体质榜第37名，赤炎战仙体，赤炎准帝，所属势力炎神教。天骄体质榜第29名，纯阳天剑体，莫无道，所属势力天剑山。已经快到前20了，接下来出现的恐怕都是顶级圣体。就在所有人屏息凝神，等待榜单继续刷新的时候，江家弟子宫的祭坛上突然爆发出4道冲天的神光，金色、金色、金色、黑色，4道光柱几乎同时冲天而起，贯穿云霄，搅动风云。什么？又有人在突破天地异象？不对，怎么是从江家的方向出现的？通天镜前，所有人都疯了。祭坛上，江浩、江浩日、江山、江晨4人已经分别吞下手中的丹药，恐怖的能量在他们体内爆发，4人的身躯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江浩周身的雷霆从紫色开始向混沌色转变，一股毁灭万物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原本的紫霄雷体正在向更高层次的混沌雷劫圣体蜕变。江浩日身上的阳气越发炽烈，他整个人就像是化作了一轮真正的太阳，照耀9天10地。浩阳战神体正在向大日金乌圣体进化。江山的身躯变得越发凝实，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影在他身后浮现，宝相庄严，不动如山。此乃荒古圣佛体。而江晨，他背后的长刀开始发出阵阵嗡鸣，一股足以斩断万物的刀意冲天而起。轰隆隆，4道圣体异象同时浮现，整个江家疆域都在剧烈震动。天地金榜似乎也感应到了这股变化，刷新的速度突然停滞了一下，然后天骄体质榜第27名，焚天主海体，焚天皇，所属势力万族生命禁区，寂灭海。天骄体质榜第26名，大日金乌圣体，江浩日，所属势力江家。天骄体质榜第25名，混沌雷劫体，江浩，所属势力江家。天骄体质榜第15名，荒古圣佛体，江山，所属势力江家。3个名字几乎同时出现在榜单上，而且全都是江家。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地仙大世界在这一刻陷入诡异的沉默。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脑子都宕机了。3尊圣体，一次性诞生3尊圣体，而且还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光明正大的完成蜕变。这他妈还是人吗？这种不可思议的事甚至盖过出现在榜单上的第1位地级强者。疯了，江家真的疯了。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秘法？为什么能批量制造圣体？不对，你们看榜单，还没结束，还有一个江晨没公布。有人惊呼出声，众人连忙将目光重新投向天地金榜，只见那金色的榜单正在以一种令人心悸的速度疯狂刷新着。天骄体质榜第14名，9天10地玄女体，
瑶池女帝，所属势力瑶池圣地。天骄体质榜第13名，古月圣体木凡，所属势力青云圣地。天骄体质榜第15名，混沌园灵圣体道无涯，所属势力道仪圣地。天骄体质榜第13名，万道玉皇圣体恒玉大帝，所属势力江家。天骄体质榜第10名，混沌刀体江辰，所属势力江家。天骄体质榜第9名，混沌剑体江毅，所属势力江家。又是江家，这次直接杀入了前10，而且还有2人。江毅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我想起来了，江家旁系有个叫江毅的天骄，之前拥有的是先天剑骨，好像难道他也……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榜单再次刷新。天骄体质榜第8名，洪荒祖龙体万龙古皇，所属势力万族生命禁区万龙巢。天骄体质榜第7名，混沌万道体虚无道皇，所属势力万族生命禁区混沌古族。天骄体质榜第6名，藏天圣体藏天皇，所属势力万族生命禁区藏天坟。天骄体质榜第5名，吞天魔体太古魔皇，所属势力万族生命禁区太古魔窟。天骄体质榜第4名，创世青莲圣体秦月白，所属势力江家。天骄体质榜第3名，无诡秘之皇，所属势力万族生命禁区诡秘高原。当榜单刷新到这里的时候，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彻底炸锅了。不仅仅是前10几乎全是各大生命禁区的皇级存在，那是什么概念？生前为大地，自封本源化为生命禁区，一旦极尽升华，那便等同于一尊活生生的大地。而这样的存在一共9个生命禁区，每一个都有。在如此的情况下，体质榜只有排名13的恒玉大帝居然能力压诸多皇级大帝战力，横压一个时代，可见他恐怖的战力。而更为恐怖的是，前10名中江家独占3席，秦月白、江辰、江毅。就在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因为江家的强势表现而震撼不已时，天地金榜终于刷新到最后2名。天骄体质榜第2名，无垢体王腾雪，所属势力王家。天骄体质榜第1名，先天生育圣体江渊，所属势力江家。轰！当江渊的名字出现在榜单第1位的瞬间，整个天地都在震动，无数道目光穿透虚空，落在了江家弟子宫中那个正悠闲地品着茶，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笑容的白衣青年身上第一。那个传说中的废物弟子竟然登顶了天骄体质榜第1，而且他的体质名字先天生育圣体，这是什么鬼体质？当天地金榜上最后那一行字，那石破天惊的7个大字清晰地映入地仙大世界每一个生灵的眼帘时，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诡异寂静。先天生育圣体，这是什么鬼东西？无数修士无论修为高低，无论身在何处，此刻都瞪大了眼睛，脸上写满了同样的茫然和困惑。生育圣体还要管生孩子的？短暂的死寂之后，是铺天盖地的哗然和议论。我没看错吧？先天生育圣体，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不正经？这绝对是搞错了。天道金榜出错了，一种听都没听说过的体质，怎么可能排在第1？还压过了王家那位有大帝之姿的帝女。就是啊，生育这体质有什么用？难道打架的时候能靠生孩子砸死对面吗？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江渊她其实是个女的？噗，你这想法有点东西啊。不过人家是江家弟子，是男的。一时间，整个地仙大世界从凡人城镇的茶馆酒楼到各大宗门的议事大殿，全都在讨论这个匪夷所思的先天生育圣体。所有人都觉得这太荒谬了，一个听起来就毫无战斗力的体质竟然能登顶天骄榜第1，这简直是对榜单权威性的侮辱。然而那些真正站在世界顶端的巨擘们却从这看似荒谬的名字中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大眼神朝神殿之内，大眼神主死死地盯着水镜中先天生育圣体这几个字，眉头紧锁，眼神中充满了惊疑不定。生育圣体，他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脑海中疯狂地闪过江家最近一系列反常的举动，从迎娶白虎神女到那下界母女花为妃，再到当着全天下的面将那对母女的道体硬生生提升为排名第4的创世青莲圣体，这一切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而现在天地金榜给出了一个看似荒谬却又似乎能将所有线索都串联起来的答案。生育
体质进化，难道说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头皮发麻的念头在他心底疯狂滋生？难道说江家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圣体，其根源就在于和江渊结合，为他诞下后代？这个猜测太大胆，太颠覆认知了。可除了这个解释，他想不出任何其他合理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大眼神主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脑门，他猛地转头看向身旁一名瑟瑟发抖的侍女，厉声喝道：“公主呢？立刻让姬月公主来见朕。”瑶池圣地，圣主和一众长老们也同样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和沉思之中。先天生育圣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瑶池圣主失魂落魄地跌坐在莲台之上，口中喃喃自语，脸上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他全明白了，江家根本不是昏了头，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江渊的价值。那个所谓的凡人弟子根本不是废物，他是整个江家乃至整个时代最核心的战略武器。而他们瑶池圣地却因为一时的傲慢和偏见，亲手将这份天大的机缘给推了出去。圣主，一位长老颤声说道：“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何止是做错了，其实数年前江家派人前来，隐晦地表达过联姻的意向，只是当时我以为他们是为那凡人弟子提亲，所以婉拒了。现在想来，那个江渊恐怕才是所有事情的关键。他一想到，如果当初答应了江家的联姻，那么现在拥有创世清莲圣体的，很可能就是他们瑶池的圣女秦梦瑶。他的心就在滴血，那可是榜上排名第4的至高圣体啊！就这么错过了。师尊。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秦梦瑶终于开口了。她缓缓站起身，那张绝美的脸上看不出喜怒，但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却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光芒。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她的声音很平静。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后悔，而是想办法如何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饕餮盛宴中为瑶池争得一席之地。北原王家，雪山之巅，王腾雪看着榜单上那个压在自己头顶的名字，脸上非但没有任何不甘和愤怒，反而露出了一丝饶有兴致的笑容。先天生育圣体，原来这就是你的道吗？他从未听过如此圣体，因为没听过，所以好奇。能开创如此圣体之人，败给这样的存在，他不冤，甚至他感到了一丝兴奋。一个人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自身的战力，更在于他能为整个族群、整个世界带来什么。江渊的道是创生，是繁衍，这是一种凌驾于个人武力之上的更高层次的道。江渊，你让我越来越感兴趣了。就在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因为江渊的体质而陷入疯狂猜测的时候，江家祖地深处一股苍老浩瀚，仿佛来自万古之前的恐怖意志缓缓苏醒。那意志之浩瀚瞬间笼罩整个地仙大世界，一道威严而又淡漠的声音回荡在无垠虚空：黄金大势已至，万道争锋，地路将开。我族契离儿江渊身负天命，当为此次大事之主。自今日起，江家当与天下共享此万古机缘。轰！这声音如同天道法旨，每一个字都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地位。紧接着，江家疆域之内，一道、两道、三道，足足6道同样恐怖的地威冲天而起，化作6根撑天主地的光柱，屹立在天地之间。整个地仙大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失声了。算上当时的恒玉大帝，七尊大帝，江家竟然有7尊大帝存世。这一刻，所有对江渊、对江家还抱有怀疑和觊觎之心的人，心中只剩下无尽的冰冷和恐惧。7尊大帝，当那7道贯穿天地的地威光柱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整个地仙大世界都疯了。无数生灵，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修为高低，在这一刻都感受到那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战栗和敬畏。他们不约而同地跪伏在地，朝着江家的方向顶礼膜拜。那不是出于尊敬，而是生命层次被绝对压制后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天哪！我看到了什么？6尊大帝，江家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底蕴。这还怎么打？怪不得恒玉大帝能横压一个时代，光是家里这几位老祖宗就够生命禁区那帮老怪物喝一壶的了。太可怕了！这才是当时第一帝族的真正实力吗？之前我们看到的恐怕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通天境前，所有势力的主宰者全都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震撼和骇然。就在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因为江家展露出的恐怖实力而陷入震动和恐慌之时，那道最古老的意志再次发生。这一次，他的声音不再淡漠，而是带上了一丝笑意，如同春风拂面，响彻诸天。黄金大势，机缘遍地，
我江家不愿独享。今日我江家校访上古先贤，于此广发英雄帖，为我江家弟子举办一场诸天万界轮流见面论道大会。凡地仙大世界乃至下属诸天万界，但凡天资卓越、品性上佳的天之娇女，无论出身，无论种族，皆可来我江家。若能与我族妻离儿江渊结为道侣，我江家将以一枚生灵丹为聘。此丹可助神体之下者体质跃迁，一步登天。轰！如果说之前七尊大帝的现身带给世人的是无尽的恐惧和敬畏，那么此刻出祖的这番话带给所有人的就是彻彻底底的疯狂。生灵丹可助神体之下者体质跃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你是一个道体，吃了这颗丹药就能立刻成为神体。如果是神体，那便能成圣体。神体、圣体，准地资质也，那可是无数修士穷尽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梦想。可现在江家竟然把这种逆天神物当成了聘礼，只要嫁给江渊就能得到。疯了，整个世界都疯了。无数圣地、神朝、不朽世家的主宰者在听到这番话的瞬间眼睛都红了。他们再也顾不上什么恐惧，什么敬畏，脑子里只剩下2个字：联姻必须联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自家的天之娇女送到江渊的床上去。快去把圣女叫来，不，把所有姿色的女弟子都给本座叫来，本座要亲自挑选。神朝所有的公主立刻停止修炼，全部到神殿集合。谁能被江家弟子看上，谁就是我大封神朝未来的女皇。传我魔炼，命圣魔女立刻前往江家，告诉他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动用媚术也必须拿下江渊。若能成功，他就是我圣魔宗下一任宗主。一时间，整个地仙大世界，所有隐藏在幕后的老怪物，所有手握大权的掌权者，全都跟疯了一样。他们疯狂地翻找着自家的天骄名单，一个个的筛选，一个个的叮嘱。什么矜持，什么脸面，在一步登天造就一尊圣体的巨大诱惑面前，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场席卷了诸天万界的选妃狂潮就此拉开序幕。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江渊，而方才说话的出祖则出现在他身旁。渊儿怎么样？老祖做得不错吧？这些老东西们全都沸腾起来了，现在恐怕巴不得马上就把各大天之娇女送过来与你论道咯。嘿嘿，要没有大爷爷效果，还真没这么好呢。出祖摆摆手，你小子就是心眼多，我也只是照着你说的做而已。这不知道你小子脑袋里哪里来的这么多弯弯绕绕。嘿嘿，江渊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这其实就是他阳谋计划的最后一步，让整个地仙大世界彻底沸腾起来，让他们主动，甚至不惜送嫁妆过来，也要把他们的女儿嫁入我江家。哦对了，大爷爷，我这里有个好东西，您帮我长长眼。他想到什么，心念一动，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株翠绿的幼苗。那幼苗不过巴掌大小，通体晶莹剔透，散发着勃勃生机，每一片叶子上都流转着玄奥的道纹，隐隐间能看到无数星辰在其中沉浮。出祖原本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可当他看到江渊手中的幼苗时，整个人直接僵住了。那双见证了无数岁月的眼睛在这一刻瞪得滚圆，里面满是不可思议。这是……出祖的声音都在发颤，他伸出手，却又不敢碰触那株幼苗，生怕一个不小心伤到他。世界树，世界树的幼苗。出祖的声音陡然拔高，连带着整个江家都震动起来。霎时，大地气息弥漫，搅乱此地天机。紧接着5道同样苍老而又恐怖的气息闪现而来。怎么回事？老大你发什么疯？出什么事了？难道是生命禁区那帮老东西坐不住了？咦，渊儿也在。5位老祖几乎同时出现在江渊身边，当他们看到江渊手中的幼苗时，全都愣住了。我去，世界树，真的假的？这玩意儿不是早就绝种了吗？渊儿，这东西你从哪搞来的？难道也是系统给的？江渊被几位老祖围在中间，点点头。我去，当年我要有这玩意，我成大帝的能快10万年。2祖的声音有点遗憾。算了，不说这些了。渊儿，你知道这世界树意味着什么吗？江渊摇摇头，他看过诸天宝物录，不记得有这玩意。本来就想找老祖们问的，不过又是和秦月白母女在一起，又是助他们成就圣体，还有突然降下天道金榜，几件事连在一起，他差点忘了。这东西，出祖的眼中闪过一丝追忆，是诸天万界最古老的神树之一。传说在混沌初开时，第一株世界树诞生于虚无之中，它的根须扎入万界，树冠撑起诸天。凡世界树所在之处，天地法则都会变得异常清晰，修炼速度暴增100倍不止。而最重要的是，出祖顿了顿，声音变得无比凝重。
世界树成熟后会诞生世界树果实，那果实之中蕴含着一个完整的世界本源。什么是世界本源？那是天星印记的核心所在。何为大地？便是将自身地印融进天星之中。一般修士想要证到成帝，需要击败当世所有竞争者，然后得到天星印记的认可，才能成功。可如果有了世界树果实，就相当于直接获得了一枚天星印记，只要修为足够，境界到了，就能直接证到。这么厉害？江渊倒吸一口凉气，这不等于能助人成就大帝吗？不过世界树的成长周期极长，就算有再多的资源堆砌，至少也需要万年时光才能结果。万年？其实也不需要。初祖看着世界树幼苗，直接融进身体里，随后随主人一同变强也可以。还有这种方法？江渊也惊讶这世界树的幼苗，想了想，于是将世界树递给初祖。既然如此，那就捐给家族，大爷爷你帮我在江家物色一个准地，就给他使用了呗。江渊这话一出，几位老祖都愣了。渊儿，你确定？初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这可是世界树幼苗啊，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等于一尊大帝。确定啊？江渊点点头，表情很认真。我现在留着也没用，给家族用不是更好吗？虽然世界树幼苗很逆天，可对现在的自己完全没用。直到现在，他修为提升都靠的是系统灌顶，空有先天生育圣体的名头，实则并不能用来修炼。这么一来，世界树幼苗对他就只有观赏的作用，还不如交给家族，让家族多一位大帝，家族越强，他才能越安全。他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此刻外界一定一堆人盯着自己。初祖深深地看了江渊一眼，眼中充满了赞赏，这孩子格局是真的大。换作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得到这种逆天神物，恐怕都会藏着掖着，恨不得自己独享。可江渊却能毫不犹豫地拿出来捐献给家族，这份胸襟，这份为家族着想的心，当真是我江家麒麟儿。好，好，好！初祖连说了3个好字，激动的胡子直抖。渊儿，你这份心意，老祖们都记下了。你放心，家族绝对不会亏待你。那初祖爷爷，这世界树幼苗给谁用比较好呢？江渊问道。这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把世界树幼苗拿出来，可不是随便找个人用的。这初祖沉吟起来，其他几位老祖也纷纷发表意见。老夫觉得不如给江战吧，那小子卡在准帝巅峰已经几万年了，自身又是圣品炼丹大宗师，如果能突破大帝，说不定有望炼制出地品丹药，我江家实力又能更上一层楼。三祖提议道。喊江战过来看看吧。话音落下，虚空中大地印记震颤，外界一直焦急等候的江战立刻有了反应，腾空而起，闪现进来。小战啊，见过诸位老祖。江战朝几人一礼，这才看向江渊，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人没事就好。虽然知道这里是江家核心，可突然大地威压，还是让他有些心慌。我来说吧。三祖慢悠悠道。月儿这小子搞了一棵世界树幼苗，你看要不要用，趁这个机会突破大地？江战一怔，这什么情况？我才进来1分钟啊，你们容我捋一捋啊。半晌后，江战听懂是什么情况，看向江渊的眼神有着说不出的感动。不枉费自己白疼他，有这么好的地方，第一个就想着自己。不过江战沉思片刻，最后还是忍住莫大成为大帝的诱惑，摇摇头。月儿，这世界树幼苗太过珍贵，而且我也不适合在此刻成为大帝。为何？我身为江家家主，身系家族重任，不能轻易闭关。如果我选择炼化世界树幼苗，那必然要消失一段时间，也就失去了隐藏暗中的作用。江渊与老祖们沉默了。的确，江战是江家家主，太引人瞩目，不利于成为江家的底牌。既然大伯不能用，那就给三伯吧。江渊也觉得江战说的有道理，于是将目光落在三长老江守拙身上。守拙嘛，那小子的乾坤战体倒是非常适合打架。哦对了，鱼儿，有机会给守拙也搞一颗生灵丹，让他也能进化成圣体，这样即使是用幼苗成帝，特能弥补一部分战力上的缺陷。好，初祖虚手一抬就将江守拙抓来，然后由江渊飞快解释缘由。江守拙一愣，指了指自己。月儿，你没开玩笑吧？三伯，你对江家忠心耿耿，对我也一直很好，如果能突破大帝，那正好可以作为我江家暗地里的一尊大帝，震慑宵小。江渊笑着说道。月儿，你……江守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份天大的造化竟然会落到他头上。谁不想成就大帝？可是能成吗？大帝果位传说总共只有72尊，地仙大世界存在这么久，还剩多少谁都不知道。即便使用世界树幼苗是取巧的外道果位，那好歹也是大帝。
与准帝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老祖们，你们，世界树幼苗是渊儿获得的，他想给谁，我们这些老家伙当然不会有意见。江守拙激动的浑身颤抖，他猛地深深一拜，多谢出祖，多谢各位老祖，多谢渊儿。起初他支持江渊是因为恒玉，早些年时他救过自己不止一次，爱屋及乌之下，即便江渊出生后是凡人，他也愿意辅佐他成为弟子。可没想到这份善意的回报来得居然如此之快。起来吧，老三，出祖虚扶一把。记住，此事列为家族最高机密，在你没有彻底突破大地之前，绝不能对外泄露分毫。是，老祖放心，我将守拙以道心起誓，绝不泄露分毫。江守拙郑重地说道。他知道接下世界树幼苗，就意味着自己要从明面隐藏到暗中，成为江家暗地里的一张王牌，一个隐藏的杀手锏。这个日子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但江守拙有种预感，只要有渊儿在，或许很快江家就能一统地仙大事件。而就在江守拙带着世界树幼苗前往祖地，准备在6位老祖的守护下闭关突破时，外界早就因为江家6位大地老祖的出现，以及那句生灵丹为聘，和体质跃迁，一步登天，这简简单单的2句话，彻底点燃了野心和欲望。一时间风起云涌，无数道流光从各大圣地、神朝、不朽世家的祖地深处飞出，化作一艘艘华丽的神舟，一架架古老的战车，载着各自族中最顶尖、最貌美的天之娇女，朝着江家的方向蜂拥而去。那场面简直比100年前的万族大会还要壮观。而有一些聪慧的势力在带上人的时候，还带上各种至宝，即便江家看不上他们的女儿，或者能好运买下一颗生灵丹呢。万族生命禁区，万龙巢，巨大的龙骨横陈在地面上，每一根都有万丈之长，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那是曾经纵横天地的准帝真龙陨落后留下的遗骸，如今却成了这片禁地最阴森的装饰。深渊最深处，一道模糊的影子从混沌中苏醒。万龙古皇，曾经横压一个时代的无上存在，如今自斩一刀，沉眠于此，等待着成仙路开启。而此刻，这位沉睡无数岁月的古皇却睁开了眼睛，天道金榜。江家，低沉沙哑的声音在深渊中回荡，带着说不出的阴冷。区区一个后起之秀，竟敢如此张狂，可笑！什么先天生育圣体，不过是取巧罢了。真要打起来，本皇一只手就能捏死他。万龙古皇冷笑一声，声音中满是不屑。话虽如此，但万龙古皇心里清楚，江家能在这个时代崛起，绝非偶然。7尊大帝，这个数字让他都感到一丝压力。要知道，9大生命禁区加起来，明面上不过也就9位古皇，算上暗地里的，恐怕也就20-30余位，看起来很多，可江家一家就占了7位。哪怕6位与他们一样都是自封部分本源，但他们并没有自斩一刀。再加上还有那位恒玉大帝，当时大帝，他的眼中闪过忌惮。毫不夸张地说，一位当时的巅峰大帝，极尽升华之下，带走数位古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算下来，只江家一家就媲美9大生命禁区的一半战力。传令下去。万龙古皇缓缓开口，声音冰冷刺骨，召集万龙巢所有准帝以上强者，本皇要亲自商议对策。另外，联系其他禁区，告诉他们，江家这次的动作已经触及我等底线，若再任由其发展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这地仙大世界就要改姓江了。话音落下，一道道黑影从深渊的各个角落浮现，恭敬地领命而去。万龙古皇重新闭上眼睛，但那双猩红的眸子深处却闪烁着森然的杀意。江家，既然你们敢如此高调，那就别怪本皇不客气了。葬天坟，黄泉路尽头，这里是生者的禁地，死者的归宿。无尽的坟茔连绵起伏，每一座坟墓中都埋葬着曾经惊艳一个时代的强者。而在所有坟墓的最深处，有一座巨大的黑色石棺，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中。石棺上刻满了诡异的符文，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此刻，石棺的棺盖正在缓缓移动，咔嚓，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摩擦声，棺盖被推开了一条缝隙，一只枯瘦如柴的手从缝隙中伸了出来。那只手上没有丝毫血肉，只剩下一层干瘪的皮肤紧紧贴在骨头上，看起来就像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骷髅。江家，有意思。沙哑的声音从石棺中传出，带着一股腐朽的味道。藏天皇，醒了。本皇沉睡这么多年，没想到醒来后，世间居然多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情。藏天皇缓缓坐起身，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那张脸上看不到任何生气，只有无尽的死寂和阴冷。他抬起手，虚空中立刻浮现出一面水镜，清晰地倒映着
江家发生的一切。先天生育圣体，量产圣体，呵呵，倒是个聪明的小辈。臧天皇盯着水镜中江渊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不过聪明过头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伸出干枯的手指，在虚空中轻轻一划，嗡，一道黑色的空间裂缝出现，从裂缝中走出一道身影。那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老者，脸色苍白，眼神空洞，看起来就像是行尸走肉。拜见臧天皇。老者单膝跪地，声音毫无起伏。去，把本皇的话带给万龙古皇。臧天皇淡淡开口，就说本皇同意他的提议。江家这次的动作确实太过张扬，若任由其发展，对我等生命禁区而言绝非好事。告诉他，本皇愿意与万龙朝联手，给江家一个教训。至于具体如何行动，等万龙古皇的消息。老者恭敬的点头，身影一闪，便消失在空间裂缝中。臧天皇重新躺回石棺，缓缓闭上眼睛。江家啊江家，你们以为有七尊大帝就能高枕无忧了吗？太天真了，这个世界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有人反对，就有人支持。东荒生命禁区天妖殿，同为9大生命禁区，天妖殿的实力其实已经要比其他势力弱了，所以他们迫切的需要新鲜血液。此刻，一座由巨大龙骨搭建而成的宫殿内，气氛热烈到了极点。天妖殿殿主，一尊气息恐怖的9头狮子，正唾沫横飞的对着下方一群环肥燕瘦、千娇百媚的妖族公主们训话。都给本座听好了，这次去江家是你们万载难逢的机缘，谁要是能被江家那位弟子看上，即克封为16殿主。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本座把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什么天狐媚术，什么合欢秘法，只要能拿下江渊，怎么用都行。要是谁敢给本座掉链子，回来就等着被扔进炼妖池吧。下方一众妖女们闻言，个个眼冒绿光，摩拳擦掌。尤其是9尾天狐一族的公主，更是媚眼如丝，自信满满。论勾引男人，他们9尾狐一族还没怕过谁。人族西漠万佛寺，这座矗立在金色沙漠之中的古老寺庙，本该是清静庄严之地，此刻却也乱成了一锅粥。一群脑满肠肥、宝相庄严的老和尚，正围着一个身穿白色僧衣、气质空灵、容貌绝美的年轻尼姑，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妙音啊，我佛慈悲，普度众生。如今江家弟子乃是天命之人，你若能与他结成佛缘，不仅是你个人的造化，更是我佛门大兴的契机啊！是啊，是啊，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佛门万事基业，牺牲你小小的色相，又算得了什么？妙音，你就去吧，就当是去降妖伏魔了。被称为妙音的年轻尼姑，听着这帮师叔师伯们的话，一张俏脸涨得通红，又气又羞。什么叫牺牲小小的色相？什么叫降妖伏魔？你们这帮老秃驴，为了一个圣体名额，连脸都不要了吗？可他看着方丈手中那份江家的邀请函，以及那不容置疑的眼神，最终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弟子遵命。中州丹盟，作为地仙大世界最富有的势力之一，丹盟的反应更是直接。盟主直接下令，从盟内所有适龄的女炼丹师中，挑选出100名姿色最上乘、天赋最高的，组成一个丹仙子使团，由副盟主亲自带队前往江家。他们的口号是：嫁不嫁得上不重要，先把脸混熟了再说。只要能和江家搭上线，以后还愁没丹药卖吗？一时间，整个地仙大世界，从36大世界开始，到下属的中千世界，所有叫得上名号的势力全都行动起来。圣女、神女、地女、魔女、妖女、佛女，一个个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被各自势力当成宝贝一样藏着掖着的天之娇女们，此刻却像是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地朝着江家涌去。至于小千世界，不熟不认识，想要进入这盘大棋里，至少也要有中千世界的水平才够。江家疆域之外，往日里清冷孤高的无尽虚空，此刻却变得比凡间最繁华的闹市还要热闹。一艘艘造型各异，却无一不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华丽神舟、古老战车，如同过江之际，密密麻麻地停泊在虚空之中，将这片区域挤得水泄不通。每一艘神舟上都飘扬着一个显赫的旗帜。看，那是大眼神朝的9龙沉香辇，听说这可是大眼神主出行的座驾，今天竟然派来接送公主了。那边那个是瑶池圣地的七彩莲台，我的天，瑶池圣地这次是下了血本啊，连正派的极道地兵都拿出来了。还有北元王家的那艘寒冰方舟，据说是由100万载玄冰铸成，自带一片小天地。魔道的人也来了，那是圣魔宗的万魔幡，听说他们圣魔女天生媚骨，最擅长采阳补阳，江家弟子这下有福了。快看，西莫万佛寺的和尚也来了。我靠，
他们不会把那个传闻中拥有佛心琉璃体的佛女妙音也带来了吧？天骄体质榜51位，圣体之下第一人啊！那可是佛门万年难遇的奇才，舍得让他还俗？阿弥陀佛，佛门的事能叫还俗吗？那叫结善缘，度化有缘人。虚空中无数早早赶来看热闹的散修，或者一些二三流势力的探子躲在远处，看着眼前这堪称万古奇观的景象，一个个目瞪口呆，议论纷纷。圣地、神朝、不朽世家、太古皇族、魔道巨擘、佛门高僧，几乎整个地仙大世界，所有叫得上名号的顶尖势力全都来了。圣女、神女、帝女、魔女、妖女、佛女，她们有的清冷如仙，有的妩媚动人，有的英姿飒爽，有的娇小可爱，简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此刻这些天之娇女全都不约而同地汇聚于此，目标只有一个，江家。更准确地说，是江家的那位刚刚在天地金榜上登顶第一，拥有着那匪夷所思的先天生育圣体的弟子江渊。此刻江家的大门外早已是人山人海，江家家主江战亲自带着一众核心族老站在门口迎客，他脸上挂着标准而又不失威严的笑容，看着眼前这一艘华丽的座驾，以及从座驾上走下来的一个个气息恐怖的大人物，心中也是感慨万千。他知道渊儿的计划成功了，不应该说是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预料。他们本以为放出生灵丹为聘的消息会引来无数势力的觊觎和试探，甚至可能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可谁能想到天地金榜的提前现世，以及出祖那石破天惊的七帝凌晨，直接将这场博弈的难度从地狱模式降到了新手教程。现在已经不是他们江家求着别人来联姻了，而是整个地仙大世界所有势力都哭着喊着求着要把自家的女儿送上门来。哈哈，江家主别来无恙啊！一声爽朗的大笑传来，大眼神朝的皇叔，一位成名已久的准地强者，带着一位身穿华美宫装、容貌绝美、气质高贵的少女，从九龙沉香辇上走了下来。原来是眼皇叔，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江战笑着拱了拱手，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姬月公主吧？果然是天香国色，人中龙凤。姬月公主微微躬身，行了一礼，声音清脆如黄莺。姬月见过江家主，见过各位前辈。他的目光却不着痕迹地扫过江家的大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哈哈，公主殿下不必多礼，快里边请。二长老江守臣热情地迎了上去，那双眼睛在姬月公主身上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心里不住地点头。不错不错，这大眼神朝的公主虽然评分只有92，但胜在血脉高贵，而且看起来娇小玲珑，应该很对我家渊儿的胃口。就在这时，另一边瑶池圣地的七彩莲台也缓缓降落，瑶池圣主亲自带着圣女秦梦瑶以及一众瑶池长老走了下来。瑶池圣主大驾光临，江某有失远迎。江战脸上的笑容不变，但语气却比刚才对大眼神朝时淡了几分。瑶池圣主心中一紧，脸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反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江家主客气了，是我等不请自来，叨扰了才是。他现在是悔的肠子都青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要是当初江家来提亲的时候，他们要是没有拒绝，现在又何至于如此被动？他看了一眼身旁依旧是一副清冷模样的秦梦瑶，心中更是叹了口气。梦瑶还不见过江家主和各位前辈。秦梦瑶上前一步，微微欠身。秦梦瑶见过江家主，见过各位前辈。他的声音依旧清冷，但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他也在看，在寻找那个以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将整个地仙大世界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男人。江渊，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江战看着瑶池圣地这帮人，撇了撇嘴，心里一阵不爽。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还真以为我们江家的弟子是没人要的香饽饽，想挑就挑，想聚就聚。要不是看在你们圣女评分高达96的份上，老子连门都懒得让你们进。不过腹诽归腹诽，面子上的功夫还是要做的。哼，瑶池圣主和圣女殿下远道而来，辛苦了，快里边请，已经给各位备好了上好的仙茶。打发了瑶池圣地的人，紧接着北元王家、天妖殿、万佛寺、圣魔宗，一个个顶尖势力的代表带着各自族中最耀眼的天之娇女轮番登场。江家的大门外简直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选美大会，圣女、神女、帝女、魔女、妖女、环肥燕瘦，各有千秋。看的那些在远处围观的修士们眼花缭乱，口水直流。我的天，这辈子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天之娇女，死也值了。你们说江家弟子到底会选谁啊？
小孩子才做选择，要我是江家弟子，我全都要。你可拉倒吧，就你那肾，一个都够呛。议论声中，又一艘无比巨大的黄金神舟从虚空中驶来，停在了江家门外。神舟之上旌旗招展，一个古老的凤字在风中猎猎作响。太古神山，凤凰一族的人也来了。当那艘刻着凤字的黄金神舟出现时，原本喧闹的虚空瞬间安静了许多，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去，眼神中充满了玩味和幸灾乐祸。凤凰一族，他们还有脸来？谁不知道，就在不久前，江家家主江战与三长老亲自前往太古神山提亲，结果被凤凰一族的神女凤灵儿当众羞辱，说江家弟子是个废物，配不上他。结果呢，江家压根就不是去找他的，转头就用一份惊天聘礼迎娶白虎王族的白虎神女，这脸打的简直是啪啪响。后来天地金榜现世，江渊的先天生育圣体登顶第一，江家更是展现出了量产圣体的逆天手段。这下凤凰一族的脸恐怕都已经被打肿了吧。现在他们竟然还有脸来参加江家的论道大会，这是想干什么？负荆请罪，还是想来分一杯羹？在无数道戏谑的目光注视下，黄金神舟的舱门缓缓打开。凤凰一族的老祖，那个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老怪物，亲自带着一众族中长老从神舟上走了下来。他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七彩雨衣，容貌绝美却神情黯淡，如同斗败的公鸡一般的身影，正是凤凰神女凤灵儿。此刻的她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骄傲和清朗，那双美丽的凤眸中充满了屈辱、不甘和无尽的悔恨。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当初一句无心之言，竟然会给凤凰一族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那个被她视为废物的男人竟然是如此恐怖的存在。先天生育圣体，天骄榜第一。一想到自己竟然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拒绝了这样一个男人的提亲，他就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凤老前辈，别来无恙啊！江战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主动迎了上去，那语气就好像之前在太古神山发生的不愉快完全不存在一样。可他越是这样，凤凰老祖的心里就越是憋屈，他宁愿江战对他冷嘲热讽，也比现在这副笑里藏刀的样子要好。江家主客气了。凤凰老祖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老朽不请自来，还望江家主不要见怪。凤老前辈说的哪里话？江战哈哈一笑，我江家举办论道大会，广邀天下英雄，您能来是我江家的荣幸，快里边请。他说着侧身让开一条路。凤凰老祖带着一群长老和失魂落魄的凤灵儿，在一道道玩味的目光注视下，硬着头皮走进江家的大门。哼，现在知道后悔了，晚了。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此人修为甚高，至少也是圣人巅峰，不过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江家的人。凤凰一族众人的脚步明显一僵，凤灵儿的身体更是剧烈的颤抖了一下，指甲都深深的掐进了肉里，但她却连头都不敢回，只能咬着牙将这无尽的屈辱咽进肚子里。江家，一座专门用来招待贵客的仙岛之上，这里亭台楼阁，仙气缭绕，风景美不胜收。来自各大势力的天之娇女们都被安置在这里，等待着论道大会的正式开始。一时间，这座仙岛之上莺莺燕燕，美女如云，简直成了男人的天堂。圣女、神女、帝女、魔女，平日里任何一个走出去都能引起无数修士疯狂追捧的绝色佳人，此刻却都聚集在这里，像是在等待着某个人的挑选。听说了吗？凤凰一族的人也来了，那个凤灵儿据说脸都丢尽了。一座凉亭内，几名来自不同势力的神女正聚在一起，小声的八卦着。活该，谁让他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敢看不起江家弟子。就是现在后悔了吧？我听说啊，凤凰老祖这次是带着重礼来的，就是想求江家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呢。切，机会哪有那么容易？你们没看到吗？江家对他们的态度明显冷淡了很多。我看啊，这次凤凰一族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话说回来，那个江家弟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先天生育圣体，这体质也太奇怪了吧？谁知道呢？不过能让江家如此兴师动众，想必绝非凡人。我倒是对他越来越好奇了。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众人的议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她把玩着手中的一枚玉佩，心中暗道：一群蠢女人到现在还只知道讨论这些表面的东西。江渊，这个男人可比你们想象的要有趣的多。另一边，瑶池圣地的仙阁内，秦梦瑶盘膝而坐，周身道韵流转，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
一名侍女匆匆走进来，恭敬地禀报道：“圣女殿下，刚刚得到消息，江家弟子出关了。”秦梦瑶缓缓睁开眼，那双清澈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他终于要出现了吗？而此刻，作为所有人议论的中心，江渊正悠哉悠哉地躺在弟子宫的摇椅上，一边享受着白清雪的捏肩，小翠的捏着腿，一边欣赏着秦月白和秦弯弯母女俩生涩的舞姿，嘴里还吃着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自称是精灵族女王送来的生命果实。不错，这舞姿虽然僵硬了点，但胜在人美身材好。他看着下方那两具在轻纱下若隐若现的完美娇躯，满意的点点头。夫君。秦月白被他看得俏脸发烫，动作都有些变形了。爸爸，我不会跳。秦婉婉更是羞得快哭了，小丫头哪会这个？没事，多练练就熟了。江渊一脸无所谓的说道，就当是餐前运动了。小翠给他捏了一颗生命果实，温柔地送进江渊的嘴里。少主，现在外面都传疯了，说您是天命之子，是这次黄金大事的主角呢。哦，主角。江渊挑了挑眉，我怎么感觉我更像个种马？少主您又说笑了。小翠俏脸一红，您是为了家族的伟大复兴才牺牲自己的，您是英雄。哈哈，你这丫头倒是会说话。江渊被他逗乐了，打趣道，这么说小翠你也想参与本弟子的家族复兴计划？闻言，小翠小脸一红，小手瞬间软趴趴的，语气轻柔，奴婢哪有这种意思？原来小翠看不上本弟子啊？才没有。小翠声音高了几度，然后连忙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弟子，您都让人家说了些什么？行了，外面那些女人都到齐了吗？回少主，都到齐了，现在全都在银仙岛等着呢。家主让您准备一下，论道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小翠眼神闪过些许失落，但很快就提起精神，回答道，她知道以自己的身份是不可能为弟子诞下后代，延绵家族的，不过只要能陪在弟子身边，能为弟子所用，她就很满足了。知道了。江渊伸了个懒腰，从摇椅上站起来，他看了一眼窗外那热闹非凡的景象，嘴角勾起一丝坏笑。好戏终于要开场了。他整理了一下衣袍，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着银仙岛的方向走去。银仙岛，此岛是江家专门用来招待最尊贵客人的地方，整座岛屿就是一件巨大的空间法宝，内部自成天地，仙气氤氲，神光缭绕。此刻岛屿中央，一座由9天白玉搭建而成的巨大论道台上，早已是人满为患，不，应该说是仙满为患。放眼望去，论道台周围的莲花宝座上，坐着的无一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每一个都拥有着让无数修士疯狂的容颜和足以镇压一方的天赋。这些便是来自地仙大世界各大顶尖势力的圣女、神女、帝女们，她们被各自的长辈千叮咛万嘱咐，带着整个宗门和家族的希望，汇聚于此，等待着那个男人的出现。气氛有些微妙。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眼高于顶的天之娇女们，此刻却像是被摆在货架上的商品。虽然一个个都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矜持和骄傲，但那不时瞟向入口处的眼神，却暴露他们内心的紧张和期待。哼，搞出这么大阵仗，那位江家弟子架子倒是不小，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一个身穿火红色长裙、气质火辣、身材劲爆的女子冷哼一声，腰间束着火红长鞭，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满。她是炎神教神女，赤炎准帝之女，天生赤炎战体，体质榜排名87位，性子如同身材一般火爆的很，何曾收到过如此轻视。她旁边一个身穿黑纱、身段妖娆、眼波流转间媚意天成的女子掩嘴轻笑，哥，炎莲妹妹何必这么大火气？人家可是天骄榜第一，让我们等等又何妨？说不定人家现在正在哪个姐姐的温柔乡里出不来呢。此言一出，周围不少神女都红了脸，暗啐一口。说话的女子正是圣魔宗当代圣女，一身天生媚骨，一颦一笑都能勾魂夺魄。你，颜灵儿被他一句话噎得俏脸通红，却又不知如何反驳。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人来了。这次说话的是瑶池圣女秦梦瑶，她依旧是一身白衣，静静地坐在莲台之上，气质空灵，仿佛不属于这片凡尘，但她的目光却牢牢地锁定在论道台的入口处。唰，一瞬间，在场所有天之娇女的目光全都齐刷刷地投了过去。只见入口处，一道修长的白衣身影正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缓缓走来。她风神俊朗，面带微笑，一双深邃的眸子仿佛蕴含着星辰大海。明明只是6境神通境的修为，却给人一种渊庭月至、掌控一切的从容气度。在他身后还跟着一名面容冷峻、身背长剑的黑衣青年，
以及几位绝美的女子，正是白清雪和秦月白母女。当江渊出现的那一刻，整个论道台都瞬间安静下来，无数道目光、好奇、探究、审视、嫉妒、狂热，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江家弟子江渊，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三头六臂啊，修为也不算顶尖，怎么就排在天骄榜第一了？6景，上次我随祖父来江家拜访参加弟子大婚时，江弟子身上的气息还是凡人啊。等会，那才过去1个多月，1个多月从凡人到6景，就算醍醐灌顶，这也太快了吧！嘘，注意看，江弟子身后那个黑衣剑客，混沌剑体江毅，还有那2个女人是创世青莲圣体，都是江家新晋的圣体。我的天，他竟然把那对母女花也带来了，这是什么意思？示威吗？天之娇女们在下面窃窃私语，心思各异，而江渊却对周围的目光视若无睹。他径直走到论道台最中央，那个由家主江战亲自为他准备的由万载帝刘江玉髓打造的宝座上，大大咧咧地坐下来。然后他对着台下那群环肥燕瘦、千娇百艺的绝色佳人们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各位美女，久等了。这一声美女，直接让在场所有的天之娇女都愣住了。她们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称呼过？但不知为何，从江渊嘴里说出来，却让他们感觉不到丝毫的轻佻，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江渊扫视了一圈，将台下所有女人的表情尽收眼底，不过注意力全在系统的评分面板上。姓名：姬月92分，153厘米，85、53、88，一家已折叠。姓名：秦梦瑶96分，173厘米，99、55103，地家已折叠。姓名：王腾雪，评分95，身份：北元王家弟女，体质：无垢体，圣体。数据：176厘米，83、58、98。雷子 B。 接口次数0。姓名：狐媚，评分91，身份：圣魔宗圣女，体质：天生媚骨变异，道体。数据：175厘米，130厘米，115、68110、60、55、81。雷子 G A。 姓名：妙音，评分94，身份：万佛寺佛女，体质：佛心琉璃体，神体。姓名：凤灵儿，评分90，身份：太古神山凤凰神女。江渊心里一惊，这质量真不低啊！虽然很多提前已经用系统看过，可真实表现站在一排，那冲击力可真不是盖的。不过在看到圣魔宗的狐媚时，江渊微微一愣。数据175厘米和130厘米，他怎么有2份数据？回宿主：狐媚的天生媚骨为变异道体，故而在体内产生了一体双魂的状态，当前状态为狐媚的常态状态。一体双魂会玩，不得不说，这的确是引起了他的好奇，回头可以收下，认真研究下到底是怎么个双魂。至于那个凤灵儿，江渊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1秒，便直接移开了。虽然评分勉强到了90，但一想到他之前那副高傲的样子，江渊就提不起半点兴趣。想嫁给我，滚一边去！嗨嗨！江渊清清嗓子，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我知道，大家今天来这里，名为论道，实则是为了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他站起身，环视全场，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没错，我江渊天生生育圣体，我的道就是繁衍，就是创生。只要与我结合，诞下后代，不仅能让我变强，更能让你们以及你们背后的势力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比如，他直指身后已经脱胎换骨、气质超凡脱俗的秦月白和秦婉婉，一步登天，成就圣体。虽然早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可当江渊亲口承认，那震撼力同样不低。更准确来说，他的言外之意也已经很明确了。他江渊不仅要论道找道侣，更是要论更多的道。这算什么？这不分明是开后宫选妃吗？而且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这么光明正大。只见江渊缓缓站起身，目光扫过下方那一张张或期待、或紧张、或好奇的绝美脸庞，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当然，本弟子也并非什么人都收，只有通过我的考验，才有资格与本弟子论道。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我这人没什么别的爱好，就喜欢看美女，所以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他顿了顿，目光在下方那群天之娇女身上来回扫视。
最后伸出手指，随意指向其中一个方向。你还有你，你们几个长得太丑了，淘汰！放肆！一声娇斥如同平地惊雷，在寂静的论道台上炸响。只见炎神教的神女炎灵儿猛地站起身，那张美艳的脸上写满怒火，指着江渊，气得浑身发抖。江渊，你欺人太甚！我们都是各大势力的天之娇女，是未来的圣主、神主，你竟然如此轻视我等，你这是在羞辱我们，是在羞辱我们背后的所有势力。炎灵儿的话立刻引起不少天之娇女的共鸣，尤其是被江渊指到的那一批，其中不乏如炎灵儿身后的炎神教一般拥有准地的势力。他们虽然是抱着联姻的目的来的，但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骄傲。江渊方才那番话分明就是看不起他们，就是太过分了。我等修道是为了追求无上大道，岂能沦为他人的附庸？江家弟子又如何，也不能如此羞辱人。一时间群情激愤，不少心高气傲的天之娇女都站出来指责江渊。然而江渊面对这几乎要将论道台掀翻的声讨，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他等的就是这个效果，不把你们的骄傲打碎，你们怎么会心甘情愿的躺平呢？羞辱！江渊轻笑一声，声音不大，却盖过了所有的嘈杂。他一步步从宝座上走下，来到论道台的边缘，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那群义愤填膺的绝色佳人们。各位，我想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我江渊从不强迫任何人，我的道是创生，是繁衍，是让生命以更完美的形式延续下去，是让整个世界因为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精彩。这是无上大道，你们修火之道、修时空大道都可，却说与本弟子共修创生大道是一种羞辱。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人，那眼神带着一种俯瞰众生的淡漠。这不是羞辱，这是本弟子赐予你们的无上荣光，是我江渊给你们以及你们背后势力一个一步登天，追逐更高境界的机会。这个机会我给了，你们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我不在乎。但他话锋一转，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错过了就别后悔。江渊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也算是给某些天之娇女们一个台阶。修荒古大道也是道，修火焰大道也是道，为什么不能与弟子一起修创生大道呢？甚至只要弟子手指缝里露一点，让他们吃下，让他们身后的家族吃下，都是一股天大的机缘。就如他身后的那对母女，以及他们背后的树灵界，因为得到江渊的支持，原本只有道体的他们，在众目睽睽下成为创世青莲圣体、天骄体质榜之4。原本在小世界里都算垫底的树灵界，一跃成为中千世界。以江家的扶持，树灵界完全可能在100年之内成为顶级中千世界，对比大千世界都丝毫不弱。便是他们将自身走到极致，能做到这一步吧？显然不可能。这一刻，有不少天之娇女都心动了。炎灵儿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圣魔宗的狐媚，那双勾魂夺魄的媚眼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异彩。这个男人太霸道了，但也太有魅力了。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但那微微颤抖的肩膀却暴露她内心的不平静。而瑶池圣女秦梦瑶则是深深地看江渊一眼，那双清澈的眸子里浮现出一丝名为决断的光芒。她知道自己该做出选择了。就在这时，一道不合时宜、充满屈辱和不甘的声音从角落里响起：“你说的都是真的，只要能与你结为道侣，真的能成就圣体。”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凤凰神女凤灵儿正死死地咬着嘴唇，脸色煞白地看着江渊，她的声音都在发颤。他本不想开口，但凤族老祖一次次的传音，一次次的命令他，哪怕是折损脸面，也一定要求的江渊将弟子的原谅。此时此刻，凤灵儿才知道，凤老祖是打算用他的尊严去求一个圣体的名额。为了凤族，凤灵儿还是决定低下高傲的头颅，去求这个他原本根本就看不上的凡人弟子。江渊闻言转过头看向他，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当然是真的。”凤灵儿的眼中瞬间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不过，你不行。为什么？凤灵儿失声尖叫，声音都变了调。江渊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骨的冰冷。因为本弟子看不上你，你当初不是说我配不上你吗？现在本弟子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你连给我家清雪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滚吧！我江家的大门不欢迎有眼无珠之人。江渊的声音如同万载玄冰，瞬间将凤灵儿那颗刚刚燃起希望的心彻底冻结。
哦，对了，如果让本弟子知道你凤族欺负清雪娘家，本弟子不介意让我家老祖们去你凤族溜达一圈。记好了，这是被你看不上的本江家弟子说的话。噗！凤灵儿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羞辱和打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体一软，直接昏死过去。整个银仙岛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七彩身影上。那可是凤凰神女凤灵儿啊，太古神山三大皇族之一的明珠，天之娇女，就这么被江家弟子几句话给说得吐血昏迷了。该说她太废，还是江家弟子太能说？凤凰一族的老祖和长老们一个个脸色铁青，冲过去手忙脚乱地扶起凤灵儿，又是探查气息，又是喂丹药，狼狈到极点。凤凰老祖那张老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抬头看了一眼宝座上那个云淡风轻的年轻人，嘴唇哆嗦半天，最终一个字都没敢说出来。还能说什么？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找羞辱的。明明当初人家上门提亲求娶的就是白虎神族的神女，他们还以为是来娶自家神女，私底下还一阵羞辱人家弟子是废物。现在好了，人家根本不跟你玩了，你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来人，把凤族的人送出去。江战那威严的声音适时响起，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立刻有江家的护卫上前，对着凤凰老祖等人做了个请的手势。凤老前辈，请吧，我江家地方小，招待不周，就不多留各位了。这话说的简直比直接打脸还狠。凤凰老祖一张老脸涨成猪肝色，他抱着昏迷的凤灵，在无数道同情、嘲讽、幸灾乐祸的目光注视下，灰溜溜的被请出银仙岛。看着他们狼狈离去的背影，在场的所有天之娇女心里都咯噔一下。他们终于深刻地认识到，眼前这个看起来笑眯眯的江家弟子到底有多霸道，多不好惹。说让你滚，你就得滚，管你是什么神女，什么万族皇族。一时间，那些原本还心高气傲，觉得就算联姻也要拿捏一下姿态的天之娇女们，全都老实下来。比背景，他们中有多少人能稳压凤灵儿一筹？身份背景没超过他的，就乖乖闭嘴吧。之前那个跳出来指责江渊的眼神叫神女颜灵，更是俏脸发白，悄悄地往后缩缩，生怕江渊下一个就点他的名。好了，碍事的人走了，咱们继续。江渊仿佛没事人一样，重新坐回宝座上，端起旁边小翠递过来的灵茶，轻轻抿一口。刚才说到哪了？哦，对了，考验。他目光扫过全场，看着下方那群噤若寒蝉的美女们，心里一阵好笑。小样，还治不了你们了。我这个人呢，其实很随和的，刚才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江渊话锋一转，脸上又挂起了那人畜无害的笑容，台下众人心里齐齐翻了个白眼。开玩笑？你管把凤凰神女气得吐血昏迷叫开玩笑？我的第二道考验就更简单了。江渊放下茶杯，拍了拍手。既然是论道大会，那自然是要论道。不过呢，光说不练假把式，我更喜欢看点实际的。这样吧，你们一个个来，把你们最拿手的本事都给我展示一遍。可以是琴棋书画，可以是歌舞剑法，也可以是你们对大道的感悟，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觉得有意思，就算你们通过考验。通过的人到我身后来。他指指自己宝座后面那一大片空地。至于没通过的吗？他嘿嘿一笑，那就不好意思了，江家的大门在那边，慢走不送。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搞了半天，这论道大会竟然是才艺表演大会，让他们这些圣女、神女像凡间的歌姬舞女一样，在这里表演才艺来取悦一个男人。不少天之娇女的脸上都露出屈辱和不忿的神色。可一想到刚才凤灵儿的下场，再一想到那一步登天成就圣体的无上诱惑，他们心里的那点骄傲瞬间就被压下去。尤其是那些顶尖势力的圣女、神女，极没足够的准地，乃至极到地兵坐镇，又不像那些非顶尖势力每天都要为生存忙碌，不上不下的，反而难受得很。所以许多顶尖势力的天之娇女在来之前就被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江渊、江弟子，即便是要牺牲尊严。所以表演才艺就表演才艺吧，总比被当众赶出去要好。再说了，他们修道之人所修的琴棋书画、歌舞剑法，哪一样不是蕴含着大道至理？这本身也是一种论道。这么一想，大家心里顿时舒坦多了。好了，谁第一个来？江渊懒洋洋地问道。全场一片寂静，虽然心里都接受了，但谁也不想当这个出头鸟。就在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一道清冷如仙的身影缓缓从莲花宝座上站起来，是瑶池圣女秦梦瑶。她一袭白衣，不染凡尘，那张绝美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仿佛一朵盛开在9天之上的雪莲，高洁而又神圣。小女子秦梦瑶
愿为弟子殿下献上一曲。他的声音如同天籁，清冷而又悦耳，瞬间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江渊眼睛一亮，哦嚯，96分的瑶池圣女第一个就站出来了，有魄力，我喜欢。好啊，江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那就请圣女殿下开始你的表演吧。他倒要看看这位拥有天生道胎的圣女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秦梦瑶对着江渊微微欠身，随即走到论道台的中央。他没有曲琴，也没有任何乐器，就那么静静地盘膝坐下，闭上双眼。就在众人疑惑他到底要表演什么的时候，他朱唇轻启，一道空灵悠远，仿佛来自亘古之前的歌声缓缓地从他口中传出。那歌声没有歌词，只是一段段玄奥的音节。可当这歌声响起的瞬间，整个银仙岛乃至整个江家疆域都猛地一静，风停了，云住了，就连时间都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随着秦梦瑶的歌声，论道台的上空竟然开始浮现出一枚枚金色的由大道法则凝聚而成的神秘符文。那些符文围绕着秦梦瑶缓缓旋转，散发出浩瀚而又神圣的气息。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一缕缕仙光从天而降，一朵朵金莲从地底生出。在场的天之娇女，还是在远处通过通天境观里的各大势力主宰，全都感觉自己的神魂在这一刻被洗涤，被净化。他们仿佛看到宇宙初开，万物诞生，看到大道演化，法则更迭。这是道音，与天地共鸣的道音。江家议事大殿内，一位活了10几万年的族老失声惊呼，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满脸都是无法掩饰的震撼。天生道胎，这才是真正的天生道胎，天生便与大道亲和，一言一行皆可引动天地法则。江战也很满意，鱼儿这次是真的捡到宝了。道音，传说中只有对大道感悟到极深层次的圣人境，才有可能在讲道之时引动天地共鸣，发出蕴含大道至理的道音。每一次道音的出现，都意味着一场天大的机缘。凡是能听到道音的生灵，轻则修为精进，重则顿悟大道，一步登天。可才10境的秦梦瑶竟然就能以歌声引发出如此恐怖的道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才艺表演了，这是在向众生阐述他对大道的理解。我的天，我的瓶颈竟然松动了，8境，我居然突破8境了，这就是天生道胎的恐怖吗？太不可思议了。论到台上那些原本还对秦梦瑶抱有几分竞争之心的天之娇女们，此刻脸上只剩下无尽的震撼和一丝苦涩。没法比，根本就没法比，人家这哪里是表演才艺，这分明是在降维打击。他们还在想着怎么用琴棋书画来取悦江渊，人家直接就开坛讲道，引动天地共鸣了，这还怎么玩？颜灵儿一张俏脸涨得通红，只觉得一阵无力。圣魔宗的圣女狐媚，那双勾魂夺魄的媚眼也收起了平日里的魅惑，多了一丝凝重。就连一直闭目养神，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北元王家帝女王腾雪，也缓缓睁开了眼睛，目光落在了秦梦瑶的身上，闪过一丝赞许。不愧是瑶池女帝亲传，只差一步恐就能成为亘古的先天道胎圣体。而在远处，通过通天镜观看到这一幕的各大势力圣主级大能，也是略感惊愕，瑶池圣地竟然培养出了如此恐怖的人物，天生道胎，名不虚传。此女若是不陨落，未来正道准帝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瑶池圣地居然舍得将此女与江家联姻，看不懂。瑶池圣地内，瑶池圣主和一众长老们看着水镜中那如同神女凌晨的秦梦瑶，一个个激动的老泪纵横。他们没想到，在不知不觉间，秦梦瑶的先天道胎已经到了这种境界。好啊，梦瑶不愧是我瑶池万年难遇的奇才，有此圣女，何愁我瑶池不兴？但激动过后是更深的悔恨。他们看着水镜中那个坐在宝座上一脸淡定地品着茶，仿佛对眼前这惊天异象毫不在意的江家弟子，心里就跟刀割一样难受。这么好的圣女，这么逆天的天赋，马上就要便宜江家那小子了。一想到秦梦瑶以后要为那个男人开枝散叶，他们就感觉心肝脾肺肾都疼。可疼又有什么办法？形势比人强啊！为了那一步登天成就圣体的机会，别说只是嫁一个圣女，就是要他们这些老家伙亲自下场，他们都愿意。不过他们都知道，这也是秦梦瑶本身的意见，他想要来亲眼见见对方，再做出决定。歌声悠扬，道音袅袅，一曲终了，余音绕梁。论到台上的所有异象缓缓散去，秦梦瑶睁开双眼，站起身，再次对着江渊微微欠身。小女子献丑了。全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江渊身上，等待着他的评判。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秦梦瑶的表演已经完美到无可挑剔的地步，通过考验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他们还是想看看这位江家弟子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江渊放下茶杯，看着眼前这个气质空灵、美得不似凡人的圣女，满意的点点头。不愧是96分的顶级天骄，最关键的是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先天生育圣体，在听到那道音之后，竟然产生一丝奇妙的共鸣，仿佛在欢呼，在雀跃。叮，检测到宿主与天生道胎产生大道共鸣，后代资质优化几率提升 5%。 我靠，还有这种好事！光是听他唱个歌就能提升后代资质，这要是听他日日夜夜唱歌，那生出来的孩子岂不是逆天？江渊心里一阵火热，看秦梦瑶的眼神也变得更加灼热了。不错，很不错。在万众瞩目之下，江渊缓缓开口给出自己的评价。他的声音很平淡，没有过多的赞美，但那双深邃的眸子里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欣赏。你有资格与我共谋大道，为我创生。轰！江渊这句话直接让在场的所有天之娇女全都俏脸一红，心头狂跳。太直接了吧，这意思不就是他有资格给江渊那啥吗？虽然大家来这里的目的都是这个，但你也不能说的这么直白吧。然而秦梦瑶听到这话，那张清冷的脸上非但没有任何羞恼，反而露出一丝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红晕。他对着江渊再次盈盈一拜，多谢弟子殿下。然后他便在无数道羡慕嫉妒恨的目光注视下，迈着莲步走到江渊身后的那片空地上，静静地站好。第一个通过，好了，下一个。江渊懒洋洋地靠回宝座上，对着台下招招手。有了秦梦瑶这个珠玉在前，剩下的天之娇女们压力顿时大了起来，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表演能比得上刚才那场引动天地共鸣的道音。就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时候，一道火红色的身影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正是炎神教的神女炎灵儿。她一头火红色的长发如同燃烧的火焰，那张美艳的脸上写满不服输的战意。江家弟子，我来。她的声音如同她的性子一样火爆而又直接。江渊眉毛一挑，看向他，哟，这小辣椒还挺有种的吗？刚才就差一点被自己点名淘汰，现在竟然还敢第一个站出来，有意思。他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姓名炎灵儿，评分87，体质赤炎战体神体87分。江渊心里摇了摇头，可惜了，差3分。不过既然人家都站出来了，不让他表演一下也说不过去。行，那你来吧。江渊对着他勾了勾手指，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炎灵儿冷哼一声，走到论道台中央，他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他不比任何人差，他要让这个看不起他的江家弟子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只见他深吸一口气，双臂展开，那件火红色的长裙无风自动，一股炽热狂暴的气息从他身上轰然爆发。轰！随着炎灵身上那股炽热气息的爆发，整个银仙岛的温度都骤然升高，空气中仿佛有无形的火焰在燃烧，让人的皮肤都感到一阵灼痛。论道台周围的那些天之娇女们纷纷运起法力，抵挡着这股扑面而来的热浪，看向炎灵儿的眼神都多了一丝凝重。不愧是赤炎准帝之女，这赤炎战体的威力果然名不虚传。哼！炎灵儿感受着周围众人那惊讶的目光，心中冷哼一声，脸上露出一丝傲然。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自己的实力可绝不逊色于那个只会故弄玄虚的瑶池圣女。下一刻他动了，没有音乐，没有伴奏，他就在那论道台的中央开始翩翩起舞。炎灵儿的舞姿与寻常女子的柔美截然不同，充满力量和野性，每一个动作都仿佛蕴含着火焰的律动，时而如烈火燎原狂暴奔放，时而如火苗跳跃灵动活泼。随着他的舞动，一朵朵由纯粹火焰凝聚而成的莲花在他脚下绽放，又瞬间凋零，一条条火龙在他周身环绕，发出阵阵无声的咆哮。整个论道台在这一刻仿佛化作一片火焰的海洋，那景象瑰丽而又充满了毁灭性的美感。好一个火焰之舞，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舞蹈了，这是对火之大道的演绎。你们看，他每一步落下都暗合火行之理，每一次转身都引动天地间的火之灵力，这份掌控力简直是骇人听闻。远处炎神教和与他交好的势力的顶尖大能们开始互吹。赤炎战体虽然不弱，可也就那样，在战力方面或有胜负，可论起论道是远不如能引起道音的先天道胎的。炎神教教主也就是赤炎准帝，
抚着胡须，听着耳畔边的吹捧，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哈哈，不愧是本座的女儿，这天赋，这实力，放眼整个年轻一代，谁能与之争锋？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江家弟子被自己女儿的绝世舞姿所折服，当场宣布他通过考验的景象。之后一路过关斩将，得到一枚珍贵无比的生灵丹，将他们教中的一位神体持有者进阶成为圣体。一想到这里，赤炎准帝的心就一阵火热。论到台上，江渊也饶有兴致地看着颜莲儿的表演。不得不说，这小辣椒确实有两把刷子，这支舞跳的确实是热辣奔放，看得人血脉奋张。尤其是那双被火红色长裙包裹着的大长腿，随着舞动若隐若现，简直是勾人心魄。啧，这要是放在前世，妥妥的顶级舞剑啊，还是自带特效的那种。江渊心里嘀咕着，他对颜莲儿的印象倒是改观不少，虽然脾气火爆了点，但确实是个有真材实料的。这要是压着自己一舞扭腰，啧，但可惜，妹子，不是你不够优秀，是其他天之骄女太超模了。你一个只有 C 的，还是让给其他人吧，毕竟苦了谁都不能苦孩子。就在江渊思绪流转时，颜莲儿的舞蹈也进入最高潮。只见他猛地一个旋转，冲天而起，在他身后，一尊巨大无比的火焰凤凰虚影，仰天长鸣。那凤凰通体燃烧着赤金色的火焰，双翅一展，遮天蔽日，一股足以焚尽9天的恐怖威压席卷全场。颜灵儿悬浮在半空中，居高临下地看着江渊，那张美艳的脸上写满骄傲和自信。他相信，在自己展露了如此强大的实力之后，这个江家弟子对他绝对不敢再有丝毫的小觑。他颜灵儿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一舞终了，火焰散去，异象消失，颜灵儿缓缓落在地上，胸口微微起伏，额头上渗出细密的香汗。那双火热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江渊，等待着他的宣判。全场的目光也再次聚焦在江渊身上，所有人都认为颜灵儿这次稳了。如此精彩绝艳的表演，如此强大的实力，要是再不通过，那简直是天理难容。江渊看着他那副写满快夸我，快选我的表情，心里也是一阵好笑。他缓缓站起身，对着他鼓掌。不错，很精彩。听到江渊的夸奖，颜灵儿的脸上瞬间露出胜利的笑容，下巴都忍不住微微抬起几分。看吧，我就知道没有男人能抵挡得住本小姐的魅力。然而他还没高兴几秒钟，江渊接下来的话瞬间将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但是江渊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个遗憾的表情。你被淘汰了。什么？淘汰了？颜灵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说你被淘汰了。江渊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轰！整个论道台瞬间炸开了锅。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淘汰？颜神女的表演如此惊艳，实力如此强大，竟然被淘汰了。这江家弟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所有人都懵了，完全无法理解江渊的操作。颜灵儿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他不明白，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已经表现得如此完美，却还是被淘汰了？难道就因为自己之前顶撞他几句，他竟然如此小肚鸡肠？一股巨大的屈辱和愤怒瞬间涌上心头。为什么？他对着江渊歇斯底里地尖叫道：你给我一个理由，我到底哪里不如那个瑶池圣女了？他的声音充满了不甘和怨毒。江渊看着他那副激进疯狂的模样，只是淡淡的摇摇头。你很好，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好。那你为什么淘汰我？颜灵儿追问道。江渊叹了口气，用一种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语气悠悠地说道：因为我们的道不合。道不合？颜灵儿愣住了，满脸都是茫然。什么叫道不合？这算是什么狗屁理由？不只是他，在场的所有天之骄女以及通过通天境观里的各方大能全都懵了。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江渊口中的道不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江渊，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道不合？颜灵儿不依不饶地追问道。他今天必须要一个说法，否则他颜灵儿还有他背后的颜神教岂不是要成为整个地仙大世界的笑柄？字面意思。江渊摊摊手，一脸的无奈。我的道是创生，是繁衍，追求的是阴阳调和，万物生长。而你的道是毁灭，是焚烧，充满狂暴和毁灭的气息。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们的道从根本上就是冲突的，若是强行结合，不仅对你我二人都没有好处，甚至可能会引火烧身，大道反噬。所以为了你好，也为了我好，我只能淘汰你。江渊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
冠冕堂皇听得在场众人一愣一愣的，好像有点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修道之人的道侣讲究的就是一个道法相合，阴阳互补。如果两人的大道从根本上就是冲突的，那确实不适合在一起。可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你一个先天生育圣体，跟人家赤炎战体有什么好冲突的？你管生孩子，他管打架，这不刚好互补？正好生一个能边打架边强的那种。你胡说！严灵儿气得俏脸通红，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因为江渊说的话，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成立的。我胡说。江渊无奈摇头。好吧，我说实话吧，就是你太菜了，我不喜欢你这款，满意了不？你……严灵儿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眼眶里都微微泛起泪花。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可她的眼神瞥见身后永远是一副平静的秦梦瑶，注视着对方那如仙子凌晨的容颜，还有那对完美的身材。不得不说，以美这方面，自己确实要比秦梦瑶差上一些，这或许才是自己被淘汰的原因。她真不如秦梦瑶好看。好了，别在这杵着了。江渊不耐烦地挥挥手，赶紧下去吧，别耽误后面的人表演。严灵儿死死地咬着嘴唇，最终还是在一道道同情的目光中，满脸不甘地走下论道台。今日之辱，我迟早会讨回来。看着严灵儿那失魂落魄的背影，江渊心里也是一阵感慨。非要他说实话干嘛？接受一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理由，给了个台阶你就下，不好吗？有了凤灵儿和严灵儿这两个前车之鉴，剩下的天之娇女们一个个都变得老实多了。他们算是看明白了，这位江家弟子行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说一不二，霸道无比。想在他这里蒙混过关或者耍什么小心思，那是门都没有。一时间场上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谁也不敢再轻易上台了。怎么没人了？江渊环视全场，眉头一挑，要是没人，那今天的论道大会就到此结束了。这话一出，不少天之娇女都急了。开什么玩笑？他们可是带着整个宗门的希望和压迫来的，这要是连个表演的机会都没有，就灰溜溜的回去了，那不得被自家长辈给扒了皮。就在众人踌躇不前的时候，一道娇媚入骨，仿佛能让人的骨头都酥了的笑声突然在场上响起。哥哥老，弟子殿下何必这么心急？姐姐们这不是正在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您满意吗？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圣魔宗的圣女狐媚正扭着那水蛇一般的腰肢，莲步轻移，缓缓地走上论道台。她今天穿了一身薄如蝉翼的黑色轻纱，将那火爆到极致的魔鬼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那张本就媚意天成的脸上，此刻更是挂着勾魂夺魄的笑容，一双桃花眼水汪汪的，仿佛会说话一样，直勾勾地盯着江渊。在场有不少跟着自家长辈来见世面的男修士，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感觉自己的魂都快被勾走了。就连不少老家伙也是一个个看得眼睛发直，口干舌燥。妖孽，真是个妖孽啊！这圣魔宗的女人果然是天生的尤物。嗨，都正经点，注意身份。有势力长老咳嗽一声，强行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但那人的眼神却也忍不住在狐媚身上多停留了几秒。天生媚骨，果然可怕，就连圣人境的存在都被他这位还不到9境的修士勾引走一部分心神。江渊看着眼前这个尤物，也是眼前一亮，不愧是91分的选手，光是这身段，这气质就值回票价了，更别提他还是个一体双魂的奇葩。圣女殿下想好怎么取悦我了？江渊靠在宝座上，饶有兴致地问道。取悦谈不上。狐媚走到江渊面前，对着他盈盈一拜，那动作那弧度简直是风情万种，让人浮想联翩。小女子只是想为弟子殿下献上一支不成敬意的舞蹈，还望殿下能够喜欢。她抬起头，对着江渊抛了个媚眼，声音软糯地说道。好啊。江渊点点头。开始吧。他倒要看看这个一体双魂的魔女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狐媚闻言娇笑一声，缓缓直起身子。她并没有立刻开始跳舞，而是一步一步缓缓地朝着江渊的宝座走去。她每走一步，身上的黑色轻纱便飘动一分，那若隐若现的雪白肌肤和惊心动魄的曲线便多展露一分。整个银仙岛，就连那些从各大势力跟来的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也是一个个看得眼睛发直，喉结上下滚动。咕咚，不知道是谁没忍住咽了口水，这声音在寂静的论道台上显得格外清晰。不少人老脸一红，连忙正襟危坐，嘴里却忍不住嘀咕：妖孽，真是个天生的妖孽。这圣魔宗到底是怎么培养出这种尤物的？老夫修道10万年，自问心如止水，今天竟然差点道心失守。
嗨嗨，都注意点形象，没看到江家的人都在看着吗？有势力的长老干咳一声，试图维持秩序，可他自己的眼神却也跟粘在狐媚身上一样，根本挪不开。江渊靠在宝座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一步步向自己走来的女人。不得不说，这女人确实是人间绝色，那张脸蛋精致的像是画出来的一样，一双桃花眼，眼波流转间仿佛能滴出水来。身材更是没得说，该大的地方大得夸张，该细的地方又细的不盈一握，这简直就是从二次元里走出来的魔鬼身材。弟子殿下。狐媚终于走到江渊的宝座前，她停下脚步，微微仰起头，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江渊，声音软糯的能化成水。小女子这支舞只为您一人而跳。说完，她对着江渊盈盈一拜。那弯腰的瞬间，黑色轻纱下的风景更是让人血脉奋张。江渊笑了笑，做了个请的手势。终于，音乐响起了。不，那不是音乐，而是一种充满了魔性的靡靡之音，仿佛直接在人的灵魂深处响起，勾起了人心底最原始、最深沉的欲望。随着这魔音响起，狐媚动了。她的舞蹈和秦梦瑶的空灵、颜莲的火爆都截然不同，那是一种极致的诱惑，极致的妩媚。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足以让无数道心不坚的修士彻底沉沦。啊！论到台下，已经有年轻修士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呻吟。他双眼赤红，呼吸粗重，额头上青筋暴起，显然已经陷入了幻境，无法自拔。醒来！他身旁的长辈脸色大变，猛地一掌拍在他的后心，一股精纯的法力涌入，才将他从幻境中唤醒。那年轻修士醒来后，脸色煞白，满眼都是后怕。好可怕的媚手！这还只是被余波波及的，而作为狐媚重点关照的对象，江渊所承受的压力更是难以想象。粉红色的雾气不知何时已经笼罩了整个宝座，雾气中仿佛有无数个赤裸着身体的绝色仙女在对着他搔首弄姿，发出阵阵诱人的呻吟。一股股异香不断地钻入他的鼻孔，刺激着他的神经，让他体内的气血不受控制地翻涌起来。江渊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热，小腹处更是升起一团邪火，烧得他口干舌燥。他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前世，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世界。有点东西啊！江渊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心里暗道，他能感觉到这不是简单的幻术，那股力量正在真实地影响着他的肉体，刺激着他的欲望。换作是任何一个普通的六境神通境修士，恐怕早就已经把持不住，当场化身为狼扑上去了。就连江渊自己也感觉有些心猿意马。不得不承认，这种感觉还挺刺激的。他甚至在想，要不就顺水推舟，假装被他魅惑，然后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把他给办了。这剧本好像也挺带感的。远处圣魔宗的宗主和长老们看着这一幕，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得意的笑容。哈哈，成了！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男人能抵挡得住妹儿的魅力，不愧是我宗万年难遇的天生媚骨。等妹儿和他结为道侣，傍上江家，得到生灵丹，我圣魔宗也要诞生一尊圣体了。到时候，看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还敢不敢看不起我们？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圣魔宗一飞冲天，与各大圣地神朝平起平坐的辉煌未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江渊即将沉沦在狐媚的无边魅力中时，宝座之上的江渊那双原本有些迷离的眸子却突然恢复清明，一丝冰冷带着几分嘲弄的笑意在他嘴角缓缓勾起。玩火，玩到我头上来了。他心里冷笑一声，想用欲望来控制我。你不知道，我爹当年就是靠着万道玉皇圣体正道成帝，我这身体里流淌的可是玩弄欲望的祖宗的血，算下来他也等于是狐媚他爸爸了。很合理。江渊承认狐媚的媚术确实厉害，那股力量无孔不入，仿佛能穿透一切防御，直达灵魂本源，将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无限放大。但可惜对他根本不起作用。且不提九窍玲珑心能让拥有者心思澄澈，就算没有，他也修炼有鸿蒙创世诀，这门就连江家内都不存在的仙法，驱散魅惑还不是轻轻松松。要不是这功法是直接灌顶，他早就让江家准帝大帝们人手一本了。有点意思，但不多。江渊心里评价道，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玩。他并没有立刻就戳穿狐媚的把戏，像狐媚这种心思极重的女子，想要让她彻底臣服，总需要花费一番功夫。不过一体双魂还是值得的。念及于此，江渊装作一副已经被深度魅惑，眼神迷离，呼吸粗重的样子。看到这一幕，论到台下的狐媚心中一喜，脸上的笑容愈发得意。成了，这个江家弟子果然也只是个被欲望支配的凡夫俗子。
亏我还以为他有多了不起呢。他心中不屑地想着，脚下的舞姿却变得更加妖娆，更加大胆。身上的黑色轻纱随着他的动作一件件的滑落，露出大片大片雪白滑腻的肌肤。整个论道台都被一股粉红色的暧昧气息所笼罩。远处观礼的各大势力看到这一幕，也是一个个神情复杂。哎，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这江家弟子终究还是年轻，道心不稳啊。这圣魔宗的妖女果然是手段了得，看来这次要让他拔得头筹了。哼，邪魔歪道终究是上不了台面，就算让他得逞，我等名门正派也羞于为伍。有人惋惜，有人嫉妒，有人对狐媚的手段不屑，而圣魔宗的宗主和长老们已经快要开香槟庆祝了。哈哈，干得漂亮，妹儿，不愧是本座最得意的弟子。宗主英明，这次我们圣魔宗要一飞冲天了。而论到台下的其他天之娇女们，看着江渊那副样子，则是一个个心思各异。哼，果然是个登徒子，被这种低劣的媚术给迷住了，也配当天交榜第一。严灵儿撇撇嘴，眼中满是不屑和嫉妒。他不屑的是江渊的定力，嫉妒的却是狐媚竟然真的有机会成功。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则是微微蹙眉，小声地对身旁的皇叔说道：皇叔，这江渊看起来好像真的被魅惑了，他不会真的就这么沉沦了吧？不好说。眼皇叔摇摇头，神情凝重。圣魔宗的天生媚骨霸道无比，直指人心欲望的根源。这江渊虽然体质特殊，但毕竟年轻，修为也只有6境，道心不稳之下中招也很正常。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静观其变？眼皇叔打断了他的话，别忘了这里是江家，我不信江家的人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弟子被一个魔女给当众魅惑。另一边，瑶池圣地的仙阁内，圣主，这江家弟子怎么回事？他好像真的被那魔女给控制了。一名瑶池长老急声说道。瑶池圣主也是眉头紧锁，他也看不懂了。按理说，江家既然敢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就不可能让江渊出这种丑。可现在这情况，难道这个江渊真的只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师尊，一直沉默的秦梦瑶突然开口了：您不觉得弟子殿下的反应有些太过了吗？太过了。瑶池圣主一愣。是的。秦梦瑶点点头，那双清澈的眸子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以弟子殿下的心性，就算真的被媚术影响，也不至于表现得如此不堪。他更像是在故意引诱那个魔女，让她放松警惕。你是说他在演戏？瑶池圣主心中一动。我只是猜测。秦梦瑶没有把话说死，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事情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包括他会第一个登台，也是因为他从江渊身上隐约感受到令他心动的道。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眼见那狐媚尺度越来越大，快要不过审。宝座之上的江渊那双迷离的眸子深处却闪过一丝冰冷。演得差不多了。他心念一动，嗡，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古老的气息猛地从他体内爆发开来。他出现的一瞬间，整个银仙岛，整个江家疆域，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光线，所有的法则都仿佛被按下暂停键。紧接着，一道道灰蒙蒙的如同混沌初开时的红蒙紫气从江渊的体内弥漫而出。那些粉红色的暧昧雾气在接触到红蒙紫气的瞬间便彻底消融，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充满了魔性的靡靡之音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仿佛来自大道源头的宏大天音，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响起，让他们那颗被欲望撩拨的躁动不安的心变得清明宁静。噗，正在得意地扭动着腰肢，准备给江渊来个最后绝杀的狐媚突然如遭雷击，他身上的媚术被强行破去，整个人狼狈地跪在地上，气息萎靡。他仰头都死死锁定那个从宝座上缓缓站起的身影上。这是什么力量？江渊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样子，但此刻他整个人都仿佛笼罩在一层神圣的光辉之中。他的身后仿佛有亿万星辰在沉浮，有3000世界在生灭。他明明就站在那里，却又仿佛远在天边，高高在上，让人不敢直视。一股凌驾于众生之上，甚至凌驾于天道之上的无上威严，让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天之娇女还是准帝大能，都感觉到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渺小和敬畏。圣魔宗的宗主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张原本得意洋洋的脸，此刻写满无法掩饰的惊恐和骇然。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不是只有6境吗？为什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气息？江家议事大殿内，就连老祖都忍不住惊呼：仙法，这是仙法，而且是完整的仙法，16门仙法。
鱼儿他拿到的哪一门？不止如此，鱼儿他的仙法似乎是完整的。完整仙法，或许有成仙之姿。江战也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看着水镜中那个如同神明凌晨的侄子，心中掀起滔天巨浪。先天生育圣体系统，生灵丹、圣灵丹，完整仙法。他江家难道真的要出一位仙人了？而论到台上离江渊最近的狐媚，感受到的冲击更是难以想象。他趴在地上，不敢置信地望着一步步朝自己走来的江渊，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江渊居高临下望着他，还有什么手段？都拿出来吧。没有，就算你淘汰了。远处通过通天镜观里的圣魔宗宗主和长老们则是彻底傻眼了，他们脸上的得意和狂喜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妹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反噬，这是媚术反噬。那个江渊弟子，他竟然能反控妹儿的媚术。圣魔宗宗主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完了，全完了。他圣魔宗万年难遇的天才，未来的希望就这么废了。就算今天能活着回来，经此一事，道心也必然会彻底崩溃，这辈子都别想再有寸进。除非他会被江渊选上，可狐媚现在的样子还能做到这一步吗？能。诸位长老可别忘了，妹儿还有一张底牌，她的一体双魂啊。狐媚昂头看着眼前这个男子，他知道自己输了。方才如果不是这位江弟子留守，媚术被破后，他反而可能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做些非常不堪入目的事，那样的话他可真就完蛋了啊。而这位弟子殿下在最后关头收了手，为他保留仅存的颜面。狐媚的心中对这位手段果断的同时又透着温柔的弟子有了些许感激。不过他清楚自己来此的目的，必须要拿下江渊，为圣魔宗再续万年，而他并非毫无底牌，这也是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在心里下过决定。若能以狐媚本体拿下江渊最好，而后再以另一道魂给予对方惊喜，进一步占据其心里。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再抱着这样的念头，恐怕连第二道考验都过不去。他注视着江渊，半晌后低下了头，恭顺又恭敬道：小女子自然还有要展示的，请弟子殿下再给我一次机会。江渊居高临下，望着终于低下头颅的少女，嘴角露出笑意。虽然只是刚开始，但也算是不错的开端。准。他纵身一跃，回到宝座上。狐媚深吸口气，从地上爬起，拍了拍并不存在的灰尘。这次他并没有立刻开始跳舞，而是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地在自己的眉心一点。嗡，一股奇特的能量波动从他身上散发开来。下一秒，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只见狐媚那原本成熟妩媚的身体，竟然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缩小。那火爆的身材，那勾人的曲线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材娇小、面容清纯、扎着双马尾的可爱小萝莉。她穿着一身粉色的公主裙，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脸上带着一丝怯生生的表情。大哥哥，你好。小萝莉看着江渊，声音软软糯糯的，还带着一丝奶气。我叫胡宝，我给大家跳支舞好不好？我靠。虽然早有准备，可江渊看着眼前这个性感御姐突然变成清纯萝莉的狐媚，还是忍不住吃惊。这一体双魂还能这么玩，长见识了。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姓名狐媚胡宝，评分91，身份圣魔宗圣女，体质天生媚骨变异，道体一体双魂，数据175厘米130厘米115 68110 60 55 81，数据 GA 接口次数0。他又认真看了眼 GA 的面板，抬起头打量了眼前的狐媚，不应该说胡宝一眼，又回想了下狐媚的比例。懂了，萝莉就是萝莉，萝莉只有 A 啊。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减分项，毕竟他怀疑系统是个大雷控，但搭配上一体双魂这个变异的天生媚骨体质，那简直就是买一送一，双倍快乐，完全能够实现论道的双缝实验，无缝切换。就在江渊心神震动时，论道台上的其他人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惊呆了。这是什么妖法？怎么一个大活人说变就变了？我知道了，是化形术。不对，不是化形术，他的气息，他的生命本源都彻底改变了。这简直就像是两个人，一体双魂，传说中的一体双魂。
圣魔宗竟然找到了拥有这种体质的传人，一体双魂。这种体质虽然不像圣体那么稀有，但也绝对是万中无一的奇特存在。拥有这种体质的人，相当于同时拥有2种不同的人格和天赋，修炼速度是常人的2倍，而且心神坚韧，极难被心魔入侵。圣魔宗的宗主，一个浑身笼罩在黑雾中的神秘女子，看着水镜中那个娇小可爱的身影，嘴角勾起一丝满意的笑容。狐媚、狐宝是她最大的底牌，她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抵挡得住这种双重诱惑。江家弟子，天骄榜第1，今天就要让你拜倒在我圣魔宗的16群下。论道台上，化身为萝莉的狐宝似乎有些害羞，小脸红扑扑地对着江渊鞠了一躬，然后便开始跳起舞来。她的舞姿与之前狐媚的性感妩媚截然不同，充满了童真和活力，就像一只在花丛中嬉戏的蝴蝶，轻盈而又欢快。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一股不谙世事的清纯和可爱，再配上她那张人畜无害的萝莉脸和那软软糯糯的奶音，简直是萌得人心都化了。在场的不少天之娇女都忍不住母爱泛滥，想冲上去把她抱在怀里，好好的揉捏一番。太可爱了吧，我的心要化了。可恶，为什么我不是男人？不然我一定把她娶回家。江渊看着眼前这个蹦蹦跳跳的小萝莉，也是有点心动。萝莉状态暂且不提，大 G 状态的狐媚本体那可真顶不住。就在众人还沉浸在这可爱的兔子摇舞蹈时，狐宝的身体又发生变化。只见他一个俏皮的转身，身体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大。眨眼之间，那个娇小可爱的萝莉又变回了那个成熟妩媚有大 G 的御姐狐媚。本来可爱的舞蹈瞬间变得弹力十足。DM 生怕他会把衣服撑坏。哥哥喽，弟子殿下，小女子这支舞您可还满意？狐媚对着江渊再次抛了个媚眼，那声音那眼神充满无尽的诱惑。这一手御姐萝莉无缝切换，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看傻了。还能这么玩？江渊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心里直呼牛逼。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才艺表演了，这是在秀操作啊。不错，江渊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从宝座上站起来，对着他鼓鼓掌。你通过了，多谢弟子殿下。狐媚娇笑一声，扭着腰肢就要走到江渊身后的空地去。等等，江渊却叫住了他。狐媚一愣，回头看向他，媚眼如丝。弟子殿下还有什么吩咐吗？江渊看着他，嘴角勾起一丝坏笑。我刚才说的是你通过了，但他顿了顿，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道，他还没通过呢。狐媚的瞳孔猛地一缩，他瞬间就明白了江渊的意思。这个男人，哥。短暂的震惊之后，狐媚突然笑了，笑得花枝乱颤，那巨大的胸怀波涛汹涌。弟子殿下，您可真是贪心呢。他看着江渊，那双勾魂夺魄的媚眼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不过小女子喜欢。他对着江渊再次盈盈一拜。既然殿下想看，那小女子就再为殿下献上一舞。说完，他再次伸出玉指，再眉心一点，光芒闪过，性感御姐再次变成了清纯萝莉。只是这一次，狐宝的脸上不再是之前的怯生生，反而多一丝狡黠和调皮。大哥哥，你是不是还想看狐宝跳舞呀？他歪着脑袋看着江渊，声音甜得发腻。那狐宝可要认真跳了，你要是看不上，狐宝可是会哭的哦。说着，他便再次在论道台的中央翩翩起舞。这一次的舞蹈比之前更加可爱，更加俏皮，充满少女的活力。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如痴如醉。一舞终了，狐宝停下脚步，小脸红扑扑地看着江渊，大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大哥哥，狐宝跳得好不好看？好看。江渊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那狐宝也通过了吗？通过。江渊大手一挥，你们2个都通过了。耶！狐宝欢呼一声，像只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到了江渊的身后，然后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一屁股直接坐到江渊的腿上，还伸出小手搂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口。谢谢大哥哥。这一幕直接让全场石化。太大胆了吧。银仙岛上论道台内外，无论是那些自视甚高的天之娇女，还是通过通天境观里的各方大能，此刻脑子都嗡嗡的。圣魔宗的圣女，那个刚刚还风情万种媚骨天成的妖女，在变身成一个清纯可爱的小萝莉之后，竟然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直接坐到江家弟子的腿上，而且还做那么出格的事。疯了，这女人绝对是疯了。太大胆，太奔放，太让人羡慕了。
不少天之娇女女羞都十分羡慕，巴不得坐在江渊腿上的是自己。只是你一个魔道妖女，就算再怎么不拘小节，也不能这么干吧？妖孽，不知廉耻的妖孽，成何体统？简直是成何体统！这圣魔宗果然是藏污纳垢之地，教出来的弟子都是这般放浪形骸。短暂的死寂之后，不少名门正派的长老、宿老们气得吹胡子瞪眼，破口大骂。他们觉得自己的三观都被震碎了。而圣魔宗那边，宗主和长老们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狂喜：干得漂亮，妹儿，不是宝儿，干得漂亮！我就知道，这招釜底抽薪，绝对能拿下那个江家弟子。什么矜持，什么脸面，在机缘面前都是狗屁。只要能抱上江家的大腿，别说亲一口，就是当场洞房，本圣主都能站在门口给你们递步子。圣魔宗宗主更是笑得花枝乱颤，他看着水镜中那个搂着江渊脖子不放的自家圣女，眼中满是赞许。好徒儿，真不愧是本座看中的人，有前途。论到台上，那些天之娇女们反应也是各不相同。刚刚被淘汰的颜灵儿心里正憋着一股火，看到这一幕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小声嘀咕道：哼，狐狸精就知道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勾引男人，不要脸。他旁边的几个神女也是一脸鄙夷，觉得狐媚的行为简直是丢了他们天之娇女的脸。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则是微微蹙眉，那双灵动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凝重。她身旁的皇叔眼皇叔更是看得眼皮直跳，传音道：月儿，你看这圣魔宗的妖女果然是手段百出，防不胜防啊！你日后若是与她打交道，可千万要小心，别着了她的道。姬月公主没有回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目光却一直锁定在江渊和胡宝的身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瑶池圣女秦梦瑶依旧是那副清冷如仙的模样，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但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她那放在膝盖上的玉手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握紧。她身后的秦月白和秦婉婉母女更是看得目瞪口呆，尤其是秦婉婉，她看着那个坐在自己男人腿上撒娇卖萌的小萝莉，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怪异感觉。明明是我先来的，爸爸怎么这样？身为母亲的秦月白毕竟与秦婉婉是心连心，自是能够察觉到秦婉婉的心态变化，忍不住轻轻抱住她以作安慰。只不过心里却闪过别的念头，原来公子夫君喜欢这种的吗？他感觉自己好像学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而作为全场焦点的江渊，此刻心里也很意外，没想到这小丫头片子胆子这么大。感受着怀里那具娇小柔软的身体和脖子上那双环绕着的小手，江渊点点头，不得不说，不愧是圣魔宗的圣女，这服务态度跟主动性就是好放肆，成何体统。妖女，快从弟子殿下身上下来。短暂的死寂之后，江家的议事大殿内率先爆发出一阵不满。江家族老们看着通天镜里那个坐在自家麒麟腿上还敢动手动脚的魔宗妖女，一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恨不得立刻冲过去把她给揪下来。岂有此理！江渊是何等尊贵的存在，那可是他们江家万古唯一的希望，岂是这种只通过2道考验来路不明的妖女可以随意亵渎的？嗨，稍安勿躁。还是江战比较淡定，他咳嗽一声压下了众人的怒火。月儿自有分寸，我们看着便是。话虽如此，他也觉得这个圣魔宗的圣女确实是有点太开放了。不过一想到他能通过，想来评分也是达标。又有一体双魂的特殊体质，为了家族的未来，只好牺牲一点弟子的色相。银仙道，论到台上，江渊捏了捏胡宝那肉嘟嘟的小脸蛋，笑道：你这丫头胆子倒是不小。嘻嘻，大哥哥你不是说喜欢我吗？胡宝搂着他的脖子，在他怀里蹭了蹭，撒娇道：喜欢叫抱抱亲亲呀。他这番天真无邪的话，配上那副清纯可爱的模样，简直是让人毫无抵抗力。在场的不少天之娇女看着这一幕都是又气又嫉妒。好了，快下来，到后面站好，别影响其他人。江渊拍了拍他，说道：虽然他也很享受这种温香软玉在怀的感觉，但现在毕竟是选，论到大会总得注意点影响。哦，胡宝有些不情不愿地从他腿上滑下来，但还是乖乖地走到了秦梦瑶的旁边站好，还对着秦梦瑶做了个俏皮的鬼脸。秦梦瑶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便收回目光，仿佛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有了狐媚、胡宝这个成功的例子，剩下的天之娇女们胆子也大了起来，不再觉得他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难以接近。只要你有真本事，能让他觉得有意思，他并不介意给你一个机会。
甚至于你表现得主动一点，大胆一点，说不定还能获得他的青睐。江渊清清嗓子，将众人的注意力重新拉了回来，目光扫过全场，缓缓开口道：好了，圣魔宗的圣女也通过考验，接下来还有谁想来试试？江渊的话才刚说出，一道清脆悦耳，如同黄莺出谷般的声音蓦地响起：小女子姬月愿为弟子殿下献上一话。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她穿着一身华贵的金色宫装，身形娇小玲珑，看起来就像一个精致的瓷娃娃。那双灵动的大眼睛里闪烁着与她外表不符的智慧和自信。江渊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心里也是微微一动。92分的选手，大眼神朝的公主，圆灵体，体质上略逊一筹，但在这副娇小萝莉体型下，更有着不输秦月白、狐媚这种大 G 的质量。好，公主殿下请。江渊做了个请的手势，他很好奇这位顶尖神朝的公主想画什么。姬月公主对着江渊盈盈一拜，随即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论道台的中央。她没有像秦梦瑶那样直接开嗓，也没有像狐媚那样搔首弄姿，而是玉手一翻，一张古朴的画卷和一支由不知名兽毛制成的画笔便出现在她手中。那是什么？难道她要当场作画？作画有什么好看的？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等她画完。这姬月公主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台下的天之娇女们看着姬月公主的动作，一个个都有些不解。在他们看来，画画这种东西太过文静，也太过耗时，根本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表演。就连通过通天镜观里的各方大能也是眉头微皱，觉得这姬月公主有些拖大了。你前有瑶池圣女的道音共鸣，后面有圣魔宗妖女的御姐萝莉无缝切换，珠玉在前，你现在拿出一张画卷是想干什么？论到台上，姬月公主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声，她神情专注，将那张古朴的画卷在虚空中缓缓展开。嗡！画卷展开的瞬间，一股苍茫浩瀚，仿佛蕴含着无尽气韵的帝王之气从画卷之上弥漫开来，整个银仙岛都猛地一震。这是极道帝兵山河设计图？不对，不是真正的极道帝兵，是仿品，不过质量也绝对是一件顶级的准帝兵。山河设计图本体为大眼神朝的极道帝兵，由大眼神朝的开国神帝亲手炼制，内蕴一方真实的世界，威能无穷。虽是仿品，威能也在江渊手上的那把是地剑仿之上，毕竟是仿制品的仿制品吗？他们都没想到，大眼神朝竟然舍得将这等宝物的仿品交给姬月公主。准帝兵，他竟然用准帝兵来作画。有人反应过来，知道姬月公主的打算，能力不够，装备凑。姬月公主却仿佛没有看到众人那震惊的表情，她手持画笔蘸了蘸虚空中不知何时出现的由天地灵气汇聚凝成的七彩墨汁，然后在那张空白的画卷上落下第一笔。轰！一笔落下，天地变色，整个银仙岛上空风起云涌，电闪雷鸣。众人仿佛看到在那画卷之上一片混沌被分开，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天地初开的景象跃然纸上。这是以身为笔，以道为墨，画天地，演造化。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给彻底震傻了。姬月公主神情不变，手中的画笔毫不停歇。第二笔落下，画卷之上山川河流凭空出现。第三笔落下，日月星辰高悬其上。第四笔，万物生灵，繁衍生息。它每一笔落下，都仿佛有大道在和鸣，法则在演化。那张小小的画卷，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一个真实的世界，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地演变着。一些修为较弱的人感觉自己的神魂仿佛被吸入那画卷之中，亲身经历着一个世界的诞生、成长、繁荣、鼎盛。他们看到人族的崛起，百家争鸣，王朝更迭，最后所有的景象都定格在一座宏伟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巨大神都之上。神都之中，万民朝拜，气运金龙，盘旋九天。而在神都的最高处，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宫之内，一道模糊不清却又散发着无上威严的帝王身影缓缓转身。虽然看不清那道身影的面容，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在那道身影的旁边看到另一个风华绝代、母仪天下的身影。那个身影赫然就是姬月公主。轰！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明白了，大眼神朝好大的野心，这是在告诉江渊，告诉江家，他们大眼神朝不仅要和江家联姻，还要借助江家的力量和江渊的先天生育圣体，让大眼神朝的气运
更上一层楼。他们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圣体，是让未来的江家弟子助姬月公主成为未来的神朝帝后。好一个大眼神朝，好一个姬月公主，这哪里是作画，这分明是在昭示野心啊！各方势力的主宰者们一个个都心神俱震，看向大眼神朝的眼神都变了。只是此番他们就不怕引狼入室，大眼神朝整个被江家给吞了吗？而大眼神朝的眼皇叔则是抚着胡须，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这就是他们大眼神朝的阳谋，用这种方式告诉江家他们大眼神朝的价值。我们不仅有天之娇女，还有逐鹿天下的野心和实力，与我们联姻，对你们江家而言是强强联合。他相信江家只要不是傻子，就该明白如何选择。论到台上，江渊看着那画卷上的景象，看着那与帝王并肩而立的姬月公主，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只是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有意思，竟然想用这种方式来给我画大饼，想让我江渊和江家成为你们大眼神朝的工具人，助你姬月登临女帝位。很有想法，但可惜他可以助你称女帝，也可以不让你称，让什么人成为女帝，只有他江渊说的算。就在这时，画卷上的所有景象缓缓散去，姬月公主收起画笔，那张精致的小脸上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红晕和期待，对着江渊盈盈一拜：小女子献丑了，不知弟子殿下对我大眼神朝的未来可还满意？满意，当然满意。江渊从宝座上站起来，脸上的笑容灿烂的如同阳光。他一边鼓掌，一边缓步走到姬月公主面前，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公主殿下这一手画道通神的本事，当真是让本弟子大开眼界。以身为笔，以道为墨，画中开天，眼画设计，如此气魄，如此手笔，当是年轻一代恐怕无人能及。听到江渊的夸奖，姬月公主心中一喜，那双灵动的大眼睛里也闪过一丝得意。她就知道，没有男人能拒绝得了这种权倾天下、坐拥江山、君临女帝的诱惑，江家弟子也不例外。弟子殿下谬赞了。他微微低头，故作谦虚地说道：小女子这点微末伎俩，在殿下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唉，公主殿下此言差也。江渊摆摆手，一脸认真地说道：你的话很好，非常好。他顿了顿，话锋一转，用一种充满诱惑的语气说道：好到让本弟子都忍不住想，若是能将这画中的世界变成现实，那该是何等波澜壮阔的景象。姬月公主闻言，心中狂喜，成了，她上钩了。她强忍着内心的激动，抬起头，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期盼地看着江渊。那殿下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江渊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有些玩味。你通过了？真的？姬月公主喜出望外。当然是真的。江渊点点头。你有资格站在我的身后。多谢弟子殿下。姬月公主连忙行礼，然后便怀着激动的心情转身就要朝着江渊身后的那片空地走去。然而他刚走两步，江渊的声音却又从身后悠悠传来。不过姬月公主的脚步猛地一顿，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她回过头，有些不安地看着江渊。殿下还有什么吩咐吗？江渊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看不透的深邃。公主殿下的画画得很好，野心也很大，但是有一点你似乎画错了。画错了？姬月公主一愣，哪儿错了？你画中的那个世界，那个神朝确实很宏伟，很强大。江渊缓缓说道。但是在那座最高的皇宫里，在那张至高无上的龙椅上，他一步步地走到姬月公主面前，伸出手，轻轻地挑起她那光洁的下巴，迫使她与自己对视。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和威严，在他的耳边一字一句地响起：坐着的应该是我，而你只能跪在我的脚下。轰！江渊的话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将姬月公主从幻想中狠狠地砸回现实。她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那张精致的小脸上血色尽退，一片煞白。他怎么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远处大眼神朝的眼皇叔更是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股恐怖的准地威压不受控制地爆发开来，怒视着江渊。放肆！安敢羞辱我神？然而他话未说完，一股更加恐怖更加浩瀚的地威瞬间从江家深处传来，直接将他的准地威压碾得粉碎。噗！眼皇叔如遭重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一道苍老又冰冷的声音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响起：在我江家的地盘，对我江家的弟子不敬，
你是想死吗？是出祖的声音。眼黄叔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眼中充满无尽的恐惧。他刚才冲动了。这里是江家，是一个拥有七尊大帝的恐怖存在。在这里，别说他一个准帝，就是大眼神主亲至，也得乖乖地盘着。出祖息怒，晚辈知错了。眼黄叔连忙跪在地上，疯狂地磕头求饶。此时他心中充满无尽的悔恨和恐惧。神主派他来，就是想借着这次论道大会，试探一下江家的底线，顺便为姬月造势，看看能不能让大眼神朝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饕餮盛宴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可他做梦都没想到，江家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如此霸道。一位活生生的大帝，就这么直接出手了。他只是口嗨一句，压根就没想，也不敢和江渊动手啊。论到台上的姬月公主，更是面无人色，娇躯摇摇欲坠。她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嘴角带着一丝冷笑的男人，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套路不对啊！他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以江山社稷为画，以天下共主为饵，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届时江渊动心，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江家弟子妃，之后借助江家力量成为神朝女帝，与江渊还有江家一起君临天下，一统地仙大事件。至于之后由谁说的算，可就不好说了。可他千算万算，却算错一点。他把江渊当成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一个跳板。他忘了，这个男人是江家的弟子，是天骄榜第一，是七尊大帝共同守护的麒麟儿。他怎么可能甘愿成为别人的工具啊？姬月张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干涩无比，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说自己错了，说自己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可她是神朝公主，她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灌输着要为神朝的荣耀而活。只要神朝繁荣，不论什么都可以利用。同样也可以舍弃江渊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渲然欲泣的模样，嘴角的冷笑更甚。怎么不服气？他松开挑着他下巴的手，后退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淡漠。觉得本弟子羞辱了你，觉得我江家仗势欺人，本弟子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你们大眼神朝想逐鹿天下可以，想一统万界也没问题，前提是你们得有那个实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靠着一个女人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聪明来画大饼，试探我江家的底线。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能瞒得过谁？江渊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狠狠地扎在姬月的心上。他脸色煞白，娇躯颤抖得更加厉害了。我没有。江渊笑了，那笑容里满是嘲讽。那你告诉我，你这幅江山设计图画的是谁家的江山？谁家的设计？你敢说你心里想的那个与你并肩立的帝王不是我江渊？姬月被他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死死地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江渊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也是一阵舒坦。有想法就直接说，算计来算计去不累吗？不过敲打归敲打，这姬月公主毕竟是92分的高分选手，而且体质还稀有，就这么放回去未免也太可惜了。江渊如今做法也是计划使这位高傲的未来女帝能够收收心，别想有的没的。想到这里，江渊话锋一转，语气缓和些许。不过本弟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看着姬月缓缓说道，你能有这样的野心，本弟子很高兴。你想让大眼神朝更上一层楼，本弟子很满意，但你的态度本弟子不满意。不过我可以给你和大眼神朝一个机会。姬月猛地抬起头，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重新燃起一丝希望。殿下，此话当真？当然。江渊点点头，只要你心甘情愿地成为我的人，我江渊可以许诺，未来让你大眼神朝成为我江家麾下第一神朝，如何？江渊看着他，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他没说对姬月怎么样，他知道像是这种被付出洗脑洗魔怔了，用神朝的辉煌作为诱饵更有用。江家麾下第一神朝，这虽然与姬月最初的设想有所出入，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实现他光大神朝的愿望。这对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来说同样是致命的诱惑。姬月的心在剧烈的挣扎着，要么接受他的条件，为神朝搏一个将来，要么就带着这无尽的屈辱灰溜溜的滚回大眼神朝，祈祷江家覆灭。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我。他深吸一口气，正要开口，公主殿下不必急着回答。江渊却打断了他，我给你时间考虑。远处大眼神朝的眼黄叔在江家护卫的搀扶下，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起来。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看着论道台上的景象，脸上写满后怕和庆幸。幸好那位江家的老祖宗没有真的动杀心，否则他今天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现在才深刻的明白，神主派他来时那句万事小心，不可造次的叮嘱是何等的分量。他们这些顶尖神朝在外面作威作福惯了，却望长生世家的底蕴是何等的恐怖。不过即使刚遭遇生死危机，他也没忘记大事，连忙对着姬月传音道：月儿，别犹豫了，快答应他，我们大眼神朝必须要趁上这股风。这几乎是所有顶尖势力的共识，原因也很简单，一旦他们的天之娇女没被江家选上，轻则失去一个能震撼诸天的助力，重则会少一尊神体乃至圣体，1-2年或许还看不出来，可当时间拉长，有没有被江渊选中，将会决定接下来万年他们背后的势力能否继续辉煌。姬月听到皇叔的传音，娇躯又是一颤，他看了一眼宝座上的江渊，又看看远处脸色惨白气息萎靡的眼皇叔，最终还是认命般的叹口气。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被灌输一切为了神朝理念从而长大的他，早就做好为神朝献出生命的准备，而今只不过是与其他人共事一，他有什么好纠结的？只要江家真的给他们大眼神朝能诞生圣体的生灵丹便可。他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到江渊的身后，在秦梦瑶和胡宝的旁边默默地站好。他没有说话，但这个动作已经表明他的选择。大眼神朝16公主姬月、陈福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心中都是一阵感慨。强如大眼神朝，在江家面前也只能低头。这位江家弟子当真是霸道到极点。随着姬月公主的退下，论道台上的气氛再次变得有些微妙。有了秦梦瑶、狐媚、胡宝、姬月这3个风格迥异的成功案例，剩下的天之娇女们心里也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弟子的口味似乎还挺广泛的，清冷仙子、妖媚魔女，就连野心勃勃的神朝公主。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缓缓站起来，青衫白纱，一袭古风长装下是一股成熟的风余。而更让在场之人震惊的一点是，这次站出来的女子并不是从天之娇女席位中出来，她出自各大势力的自有位。这说明此女并非那些年轻的天之娇女，是一位看起来约莫30许，风韵犹存，气质如仙的绝美妇人。那绝美妇人勾魂的眸子里，仿佛蕴含着岁月的沉淀和无尽的智慧，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心生敬畏。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气息，浩瀚如烟海，深不可测。那赫然是准帝的气息。准帝是一位准帝强者。他是谁？怎么从来没见过？我认得他，他是天鹰宗的宗主柳神鹰，成名已有数万年之久，据说一手琴道，出神入化，早已真至准帝之境。天鹰宗宗主，他这时候站起来干嘛？难道他也是来参加论道大会的？这个念头一出来，就把所有人都给吓了一跳。开什么玩笑？一个成名已久的准帝强者，竟然也来和他们这些小辈抢男人，这也太离谱了吧！江渊看着眼前这个风华绝代的女人，也有些意外。柳神鹰，天鹰宗宗主。他下意识地用系统探查一下，姓名柳神鹰，评分95，身份天鹰宗宗主，体质先天琴星体神体，数据174厘米113 55110 F 加，接口0，我靠，95分，又是一个顶级高分选手。江渊看到这位青纱大雷美妇跃至论道台时，心脏十分不争气地跳一下。这种古风的服饰将他挣脱的仿佛自己在被深渊吞噬，可怕。不过一个风韵犹存气质绝佳的准帝美妇，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啊。这让江渊忽然想到一件事，自己与江家只注意那些普通的天之娇女，完全忽视了这些成名已久的各大圣女的女圣主宗主，同样也是一笔不容小觑的财富啊。只是对方准帝的身份有点不太好搞啊。就在江渊心里盘算着怎么把这个美妇宗主也弄到手的时候，柳神鹰开口了。他的声音如同他的琴音一般，清冷而又悦耳，带着一种让人心神宁静的力量。妾身柳神鹰见过江家弟子。他对着江渊微微欠身行了一礼，不卑不亢。柳宗主客气了。江渊笑着说道，不知柳宗主今日大驾有何贵干？莫非也是想与本弟子论道一番？他这话带着一丝调侃的意味。然而柳神鹰却摇摇头，神情平静地说道，弟子殿下说笑了，
妾身年岁已高，早已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今日前来只为一事。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着江渊，一字一句地说道：小女子愿以我天鹰宗镇宗之宝准地冰太古一阴晴，换取弟子殿下手中一枚生灵丹。什么？我没听错吧？他要用一件准地冰换一枚生灵丹？这柳神阴疯不成？那生灵丹可是能稳定诞生出圣体的啊！因为圣体至少也是一尊准地，还怕没有准地冰？听着耳畔一些不解的声音，柳神阴一脸平静，朝着江渊欠了欠身，风起轻纱，无意间展露出美妇那股成熟的韵味。弟子殿下，诸位同道说的有些疏漏，请允许妾身补充。柳宗主客气了，请说。对待成名强者，江渊还是很有礼貌的，绝对不是馋他准地的修为，与大 F 加之资。一般的准地冰自然是不足以与弟子殿下您提供的生灵丹媲美，不过妾身的太古一阴晴为我天鹰宗的正宗底蕴，是100万年前天鹰女帝成道之前的成名地冰，在天鹰女帝正道后，它依旧融合无数仙道精金，其中还包括一块巴掌大小的永恒蓝晶，其威能，妾身认为绝不输于一些普通的极道地冰。哗，全场哗然。如果说准地冰的价值与生灵丹完全不符，那么一件辅助威能媲美极道地冰的准地冰，价值就要超过一颗生灵丹。毕竟那可是就算大帝也并非人手一件的极道地冰啊。论到台下，不少人都被柳神阴这手笔给彻底震傻了。那可是准极道地冰啊，足以让一个不朽圣地底蕴暴增，足以让任何一个准地强者战力飙升，就连对大帝都有不小的增幅。而现在柳神阴竟然要用它来换一枚丹药，天之娇女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江渊的身上，眼神中充满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震撼和狂热。他们这一刻才意识到，江家抛出的这个聘礼到底有多么的逆天，约等于直接送出一件极道地冰了。江家的议事大殿内，江战和一众族老们也是有点吃惊。我靠，准极道地冰换生灵丹，这买卖咱们好像不亏啊。的确是不亏，鱼儿只要和一位天之娇女有关，就能获得不止3颗生灵丹，甚至还有诞生至高圣体的圣灵丹，对我们来说跟白捡的差不多。家主，我江家极道地冰有多少？不多。江战回忆了下宝库里的数量，极道地冰大概只有13件，半部极道地冰反而更少点，只有7件。极道地冰只有大帝与付出一些代价，引发大地力量才能发挥出最强的威能，是作为各大势力最后的底牌使用。反而半部准极道地冰这种，因为能让准地大幅增强战力，简直是巴不得人人搭配一身，根本不够用。江家大部分准地用的都只是准地冰。呵呵，有点意思。出祖的声音突兀在众人耳边响起。出祖，我们要不要换？江战试探性地问道。说实话，他有点心动。准极道地冰对江家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可这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如果开了这个头，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势力拿着自家的宝贝来换生灵丹？这要是能形成一个产业链，那画面太美，他不敢想。然而出祖却摇摇头，声音平淡地说道：不急，先看看鱼儿怎么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鱼儿在主导，我们这些老家伙只要守护好鱼儿的安全，其余之事鱼儿自行定夺。是，晚辈明白了。论到台上，江渊也收到来自家族的传音，告知他太古一阴晴的价值。听完大伯的传音，江渊又看了眼面前这个一脸平静，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小事的准地美妇，心里也是一阵佩服。好家伙，真舍得下血本啊！这要是换做别人，恐怕早就乐得屁颠屁颠的答应了。不过他江渊可不在乎这些，准极道地冰他缺吗？开玩笑，他爹是当世大帝，家里躺着6个大帝老祖，极道地冰都不止1件，会在乎你区1件？更何况还是准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家族里没有，他身上可都还有个上次搞定秦月白母女花系统直接奖励的轮回盘啊，那玩意还是正版极道地冰，他不香。所以这太古一阴晴对他来说还真没什么吸引力，反倒是眼前这个风韵犹存、评分高达95分的准地美妇让他更感兴趣。柳宗主，你确定？江渊看着他，饶有兴致地问道。用一件准道地冰换一枚生灵丹，他特意加重准极道地冰5个字的读音。我确定。柳神阴点点头，神情没有丝毫的动摇。只要弟子殿下愿意交换，太古一阴晴即刻奉上。他说着，玉手一翻，一张古朴的七弦琴便出现在他手中。那张琴通体由不知名的神木制成，琴身之上刻满玄奥的道纹，
7根琴弦更是散发着淡淡的星辰光辉，仿佛是由星河凝聚而成，一股苍茫、古老，仿佛能镇压万古的恐怖气息，从琴身之上弥漫开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灵魂在颤栗。真的是太古一阴琴，这股气息已经与我宗那件残破的极道地兵威能相差无几了。所有人都被这件准极道地兵的风采给镇住了，一个个眼中都充满贪婪和渴望。然而江渊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便收回目光。柳宗主，你的诚意我看到了。他看着柳神鹰，缓缓说道。不过在决定是否与你交换之前，我想先看看你天鹰宗的琴道是否真如传说中那般出神入化。毕竟本弟子可不想用一枚逆天神丹换来一个只会弹棉花的。江渊的话带着一丝轻佻和挑衅，意有所指的意思让柳神鹰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他是在说自己只会弹琴，还是说太古一阴琴无用？不过柳神鹰知道，这是江渊再给他一个让自己展示太古一阴琴价值的机会。他对着江渊再次微微欠身，弟子殿下想听，妾身自当遵命。这一曲便当是妾身为求丹药献上的诚意。说完，他抱着那张太古一阴琴，缓缓地盘膝坐下，素手抚上琴弦，堂堂准地。因为江渊的一句话，而要为他素手弹琴。当柳神鹰的纤纤玉指轻轻落在太古一阴琴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下来。风停了，云散了，所有人的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放缓，目光全都聚焦在那个盘膝而坐的青衣白纱的倩影身上。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怀抱着古琴，气质空灵，风华绝代，仿佛一尊从画中走出的九天玄女，不食人间烟火。这一刻，没有人再把他当成一个来求药的准帝，而是当成一个即将演绎无上大道的琴道宗师。叮，一声清脆的琴音如同山涧清泉，滴落在所有人的心田。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和毁天灭地的威能，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个音符，却仿佛拥有着洗涤灵魂的魔力，让听到这声琴音的人都感觉自己的心神在这一刻变得前所未有的宁静、祥和。烦恼、杂念、欲望，所有的一切负面情绪都在这一刻被这道琴音轻轻地拂去。好舒服的感觉，我的心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不少修士都忍不住闭上眼睛，脸上露出陶醉的表情。就连江渊都感觉在听到这声琴音之后得到极大的放松。有点东西。他靠在宝座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柳神鹰，心里暗暗点头。不愧是95分的准帝美副宗主，光是这开场的一个音符就足以秒杀之前的所有人了。叮咚叮咚，琴音开始连贯起来，时而如高山流水，清越悠扬，时而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清脆悦耳。随着琴音的不断变化，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缓缓展开。他们仿佛看到了混沌初开、鸿蒙未盼的苍茫景象。随后是神魔并起，逐鹿天地的太古战场，之后便是上古先贤开宗立派传到天下的辉煌时代。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琴音所构建的宏大世界之中，无法自拔。他们仿佛亲身经历一个又一个波澜壮、可歌可泣的时代，对大道理解和生命感悟都在这一刻飞速地提升着。我好像明白了，原来这就是水之大道的真谛。我的剑道瓶颈竟然突破了。我悟了，我终于悟了。不时有天之娇女发出一声声惊喜的尖叫，她们的身上爆发出各种各样的神光，显然是在这琴音之中获得天大的好处，以琴演道，将自己对大道的感悟融入到琴音之中。这份琴道造诣恐怕不输天鹰女帝正道之前啊。这柳神鹰恐怕距离大地都只差半步，若是能好运夺得一枚天星，怕是很快就能称帝。天鹰宗藏得好深啊。而江家的议事大殿内，江战看着水镜中那个神情专注，食指在琴弦上不断跳动的绝美身影，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念头：这个女人若能让她成为渊儿的女人，对渊儿的恐怕大有裨益。论到台上，江渊也露出吃惊，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接受准帝讲道，其他人只是余波，而江渊是货真价实正面承受柳神鹰的调琴大道。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体内的先天生育圣体也随着这琴音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共鸣，一股股玄奥的大道感悟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他对鸿蒙创世诀的理解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地加深。叮，检测到宿主正在聆听无上道音，先天琴心道体正在与宿主产生深度共鸣。鸿蒙创世诀解析进度突破至1%，
我靠，还有这种好事！光是听他弹个琴，就能帮我解析仙法。他拿到鸿蒙创世诀到现在，虽然也没正经修炼过，不过九窍玲珑心天赋，还是日以继夜帮他参悟。江渊什么都不用做，鸿蒙创世诀的感悟就如潮水般涌来，但他到现在解析进度都不到1%，而就听一首琴就直接突破了。这柳神音简直就是个移动调情经验包啊！要是能让他天天给自己用那只手弹琴，这不得爽死！他说的是鸿蒙创世诀的解析速度。就在江渊思绪翻涌时，柳神音的演奏也进入最高潮。只见他十指翻飞，琴音陡然变得高亢激昂，仿佛有万千神魔在嘶吼，有亿万星辰在陨落。下一秒，更加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随着那高亢的琴音，一个个由纯粹音符凝聚而成的巴掌大小的金色仙灵，竟然从那太古一音琴上飞了出来。那些仙灵，有的化作真龙在空中盘旋飞舞，有的化作凤凰引吭高歌，有的化作麒麟脚踏祥云。它们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身上散发着精纯到极致的灵气和道韵。仙灵化形，琴音竟然化作实质的仙灵！我的天，这是传说中的境界啊！琴道通神，这才是真正的琴道通神。一般人还没反应过来，而所有修琴之道的修士全都疯了。他们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将那些飞舞的仙灵抓过来吞掉。因为那些仙灵之中蕴含着柳神音对大道的毕生感悟，只要能得到一个，就足以让他们少奋斗千年万年。而江渊看着那漫天飞舞的仙灵，眼睛也是越来越亮。一朵琴之仙灵朝他飞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圣体在这一刻仿佛要沸腾起来。他想要品尝它的味道，可还是被江渊用莫大的毅力压下。饭要一口口吃，但这琴之仙灵自己可以先吃。就在这时，琴音戛然而止，漫天的仙灵也缓缓地消散在空中。所有还痴迷琴之仙灵的修士脸上露出深深的失望。他们不想要吗？想啊，可这是江家的地盘，只要他们敢动手抢，必死。就算是他们背后的势力，也救不了他们。此时，柳神音睁开双眼，那张绝美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疲惫，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平静。他看着江渊，声音清冷地说道：“弟子殿下，妾身一曲已毕，不知可能换取殿下手中一枚生灵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江渊的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毫无疑问，柳神音的表演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那已经不是简单的才艺表演了，那是一场真正的论道，一场准地以自身底蕴经验让无数人受益匪浅的无上机缘。如果连这样的表演都无法通过考验，那在场其他的天之娇女恐怕都没有希望了。所以在他们看来，江渊答应与他交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甚至有不少人都在想，江渊会不会因为柳神音展露出的惊天实力而额外再给他一些好处。毕竟拉拢一位修为如此恐怖的琴道准地，对江家而言也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然而所有人都猜错了。只见江渊缓缓地从宝座上站起来，他没有立刻回答柳神音的问题，而是先对着他深深鞠了一躬。多谢柳宗主赐下这一场无上道音。他的声音充满真诚的感激。江某受益匪浅。这倒不是客套话，刚才那一曲确实让他对鸿蒙创世诀的领悟又加深了不少。最后他送出的一道琴之仙灵，将鸿蒙创世诀的解析进度一口气推至5%。柳神音见状也是微微一愣，随即欠身还礼：“弟子殿下客气了。”“不客气。”江渊摆摆手，脸上重新挂起那标志性人畜无害的笑容。柳宗主的琴道当真是出神入化，神乎其技，让本弟子大开眼界。所以他顿了顿，在万众瞩目之下，缓缓地吐出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3个字：“我不换。”“什么？不换？”这2个字如同2道9天神雷，整个银仙岛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江渊，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他竟然拒绝了。我没听错吧？江家弟子，他拒绝了。一剑准级到地兵换一枚生灵丹还不够，柳宗主可是不惜耗费修为送出道音的。他们包括那些大能都被江渊这不按常理出牌的操作给彻底搞懵了。这江家的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大眼神朝的眼皇叔张大着嘴巴，感觉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看不懂，完全看不懂。瑶池圣主也是一脸茫然地摇着头。论到台上，柳神音也同样被江渊的回答给惊到了。
他那张一直古井无波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明显的错愕。他在上台前就设想过无数种可能，甚至想过江渊会坐地起价，提出更苛刻的条件，但他唯独没有想到江渊会拒绝得如此干脆，如此彻底。为什么？柳神英看着江渊，不知是因为气愤，还是大到眼翳泪着了，饱满的胸膛起伏，跃跃欲试的模样看得人心惊，生怕轻纱轻衣会承受不住他不应该承受的重量。柳神英那双清冷的眸子里充满不解，难道弟子殿下觉得我天鹰宗的太古一阴晴还不足以换取一枚生灵丹吗？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从始至终，柳神英都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了道伤，恐命不久矣。而天鹰宗今年人才凋零，宗内天骄也只剩下他的亲传弟子一人，虽天资尚可终究只有道体资质。这个世界体质的强度几乎决定一个人修炼的极致，只有道体的他的徒弟，即便机缘不少，最高恐怕也就只能修炼到13境圣境，连圣境巅峰恐怕都难。但若是能交换到生灵丹，让绿儿晋升为神体，自己以命之传，再消耗天鹰宗底蕴，应该能让绿儿在自己死之前突破准地。可以说，为了这次交换，他几乎是赌上整个宗门的命运，甚至不惜交换天鹰女帝的传承之物。如果失败了，他无法想象自己该如何面对宗门内的那些长老和弟子。不，江渊摇摇头，脸上的笑容依旧是那么的灿烂。柳宗主的情很好，太古一阴晴也很好，但是他看着柳神英那双充满困惑和不安的眼睛，嘴角的弧度越发的玩味。准极道帝兵，我江渊看不上。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仿佛蕴含着无穷的魔力，让在场所有人的心脏都狠狠地抽搐了一下。狂，太狂了！这已经不是狂妄了，这是在藐视天下。准极道帝兵都看不上，你以为你是谁？大帝吗？就连那些自诩见多识广、心如止水的准帝老怪物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皮也是一阵狂跳。这小子口气也太大了吧！而柳神英更是被江渊这句话给彻底说懵了。他呆呆地看着江渊，脑子里一片空白。准帝兵都看不上，那他到底想要什么？就在所有人都被江渊的狂言给震得七荤八素的时候，江渊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失声。只见他缓步走到柳神英的面前，朝着他虚空伸出手，他的目光灼热而又充满侵略性，在万众瞩目之下，在无数道或震惊、骇然或嫉妒的目光注视下，他对着这位风华绝代、高高在上的准帝美妇，一字一句地说出那句足以载入史册的霸道宣言：准极道帝兵，我看不上，但是你，我看上了。话落瞬间，无数双眼睛瞪得滚圆，死死盯着论到台上那两个身影，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刚才说看上了天鹰宗的宗主柳神英，疯狂到想让一位成名已久的准帝强者当他的女人，疯了！这个江家弟子绝对是疯了。短暂的死寂之后，是山呼海啸般的沸腾。我靠！我靠！我靠！我听到什么？他竟然想泡一个准帝，还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我的天，这已经不是狂了，这是逆天啊！太刺激了，这比之前所有的表演加起来都刺激。他们想过江渊会很霸道，但没想到他竟然能霸道到这种地步。那可是一位活了不知多少万年、实力深不可测的准帝啊！就算是在那些不朽圣地、古老神朝之中，也是老祖宗级别的存在啊！他怎么敢的啊？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小手紧紧地捂着嘴巴，那双灵动的大眼睛里写满不可思议。他本以为自己之前用江山设计图来试探江渊，已经算是胆大包天了，可跟江渊现在的行为一比，他那点小心思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疯子，这个男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身旁的眼皇叔也是一脸骇然的喃喃自语。另一边，瑶池圣地的仙阁内，他一位瑶池长老指着水镜中的江渊，他了半天，最终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瑶池圣主也是玉容失色，没想到江家弟子如此胆大包天。师尊，我好像有点明白他了。一直沉默的秦梦瑶突然轻声开口：明白什么了？瑶池圣主下意识地问道。他的道是创生，是繁衍。秦梦瑶的眸子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在他的眼中，或许无论是18岁的天之娇女，还是活上10万年的准帝，只要能与他的道相合，都是一样的。听到秦梦瑶的分析，瑶池圣主和一众长老全都沉默了，不知道今日之举是对是错。而江家的议事大殿内，
气氛也是稍显诡异。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月儿，他看上这个柳神英，好像是这么说的。另一位族老也是一脸的茫然。江战也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这小子野心还真大。他本以为江渊拒绝交换是想抬高价码，或者是有别的什么算计，可他千算万算也没想到这小子的目标竟然是柳神英本人。这还真应了当时江渊亲口说的那句话，我全都要。有野心，我喜欢。这时出组那模糊的身影出现在席间，发出一阵意义不明的轻笑。呵呵，有点意思。这小子他爹当年都只敢娶他娘一人，他自己却把主意打到成名准帝的头上，有意思。说完便不再言语。江战，行吧，您老人家高兴就好，反正天塌下来有他们这些大个子顶着，江渊只需要负责喜欢。另一边，作为全场焦点的柳神英此刻更是彻底懵了，他呆呆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年轻俊朗的脸，脑子也有点懵。他看上我，想让我当他的女人。这位一心只为宗门和大道的天鹰宗宗主，在这一刻都不禁愣神。他经历过无数的风浪，见证过无数的生死，可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荒唐的事情。一个年纪还不足他零头的后辈，竟然当着全天下人的面说看上了他，这到底是羞辱还是……你放肆！柳神英猛地后退一步，那张绝美的脸上布满寒霜，一股属于准帝的恐怖威压不受控制的从他身上爆发开来，席卷整个论道台。江渊，你休要猖狂！我乃天鹰宗宗主，是成名已久的准帝，岂容你如此轻薄？他的声音冰冷刺骨，充满无尽的愤怒。然而面对那足以让圣人都为之站立的准帝威压，江渊却仿佛没事人一样，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柳宗主何必这么大火气？他摊摊手，一脸无辜地说道：我只是在表达我的欣赏而已。欣赏？柳神英气得浑身发抖。你管这叫欣赏？当然。江渊点点头，理直气壮地说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柳宗主风华绝代，气质如仙，本弟子心生爱慕，有何不妥？再说了，我只是说看上你，又没说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若是愿意，我江家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你若是不愿意，那就算了，本弟子也不是非你不可。买卖不成仁义在吗？何必动刀动枪的呢？江渊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滴水不漏，一个光棍无赖，直接把柳神英给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看着眼前这个油嘴滑舌，偏偏又让他无可奈何的年轻人，只觉得自己的胸口一阵发闷，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他敢吗？这里是江家，背后站着7尊大帝，他要是敢动手，信不信下一秒江家的那几位老祖宗就能把他天鹰宗给从地图上抹掉？骂他又骂不过他这家伙，嘴皮子利索得很，黑的都能被他说成白的。一时间，这位高高在上的准帝强者竟然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窘境。他看着江渊，死死地咬着嘴唇，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羞赧，恨不得立刻将之镇压鞭挞。江渊看着柳神英那副又气又急，偏偏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模样，心里很满意，就喜欢你们这种看我不顺眼，但是又干不死我的样子。不过江渊也知道，光是这样还不够，除非他用灭宗来威胁对方屈服，只是那样不就与自己筹办轮流见面论道大会的宗旨相悖了吗？而且还容易把江家推到整个地仙大世界的对立面，便是强如江家也需要帮手。所以既然打了一巴掌，就得给个甜枣。柳宗主，江渊收起脸上的玩味，神情变得认真起来。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天鹰宗传承数十万年，虽未诞生大帝，可每一代都至少有一位准帝坐镇。可惜近古以来气运衰竭，又遭逢数座界域内的中千世界覆灭，门中少有精彩绝艳之辈，以至于青黄不接，日渐式微。柳宗主，你又迟迟无法迈出最后一步，眼看着宗门就要在你手中彻底没落，所以你才想到用镇宗之宝来换取一枚生灵丹，搏一个未来。我说的对吗？江渊的声音很平淡，却让柳神英心神震颤。他瞪大眼睛，那张绝美的脸上写满无法掩饰的震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都是天鹰宗最核心的机密，除了他和宗门内几个最核心的太上长老，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这个江渊，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江渊神秘一笑，没有解释。废话，当然是刚刚江战大伯传音给他的消息啊。他们在发现自己这个侄儿对这位女准帝有想法后，立刻就开始调查。而天鹰宗所在的界域与江家接壤，
某种意义上算江家半个附庸，对天鹰宗的情报本来就有不少了解，加上江渊说话时故意用些含糊不清的语句，譬如青黄不接最后一步搏一个未来等，他并不知道柳神鹰换生灵丹是想自己用，还是想给宗门再培养一个神体天骄，但无所谓，反正只是炸一炸他。现在看来效果似乎还不错，越是聪明人想的反而越多，对付这种弱点明显的女人简直不要太简单。脑袋里快速过一下用词，江渊看着柳神鹰那双充满震惊和不安的眸子，缓缓开口，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帮我？柳神鹰一愣，没错。江渊点点头，帮你解决现在面临的所有困境。第一，生灵丹。他伸出一根手指，如其他人一样，只要你答应便能得到一枚生灵丹，你当下困局力破。柳神鹰的呼吸也在这一刻变得急促起来。第二，你的寿元。我江家有的是延年益寿的无上神药，别说让你再活万年，就是10万年也不是问题。第三，江渊伸出第3根手指，我江家的庇佑，本弟子可以让一位准帝坐镇天鹰宗，直到你天鹰宗再诞生一位准帝为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江渊眼神闪烁，他的目光变得灼热无比，仿佛能穿透柳神鹰的灵魂。柳宗主，你宗的那件天鹰女帝的极道地兵早就已经失踪了吧？所以本弟子除了上述所言，更以一件极道地兵为聘，不知柳宗主意下如何？轰隆！如果说之前的话只是让柳神鹰震惊，那么此刻江渊这最后一番话则是让他整个神魂都在剧烈的颤抖。一件极道地兵，这么大的手笔，他是认真的。一件极道地兵非大帝不可锻造，且就算是大帝都并非全部都持有极道地兵，原因是因为仙金难求，没有大气运，便是称帝也未必持有。极道地兵也是超品势力与顶尖势力之间最大的差距，一件极道地兵燃尽一切，足以打出媲美大帝的一击，便是准帝都得避之锋芒。你认真的？柳神鹰颤声问道，他死死地盯着江渊，仿佛要将他看穿。本弟子从不画饼。江渊的回答简单而又霸道，他没有过多的解释。有空说那么多，不如以事实说话。话落，他缓缓抬手，心念一动，嗡，一股远比太古仪阴晴更加浩瀚古老的气息从他身上轰然爆发。在他的身后，一幅模糊不清，那是一方缓缓转动的古朴石盘，石盘之上铭刻着万灵生灭、6道轮回的无上道则，其气息仿佛超越时间与空间，仅仅是显露一角，整个银仙岛的法则都在哀鸣，仿佛要被这股力量碾碎。是真正的极道地兵，不是准极道地兵。一位准地老怪物失声惊呼，声音里满是骇然。我的天，以极道地兵为聘礼，江家这是何等的手笔！一件极道地兵说拿就拿出来，不朽万古的底蕴，当真可怕啊！在场的所有人，不论是天之娇女还是活了万古的大能，看向柳神鹰的目光只剩下2个字：羡慕。以极道地兵为聘，已能培养出神体圣体的生灵丹为辅，这太特么豪气了。这一刻，甚至有许多成名的女圣人、女宗主、女圣主都忍不住怦然心动。试想一下，牺牲自己一个就能换到一件极道地兵还有生灵丹，这买卖好像不亏啊。江家议事大殿内气氛同样诡异。家主，我们宝库里有这件极道地兵吗？一位族老满脸困惑的传音问道。江战也是一头雾水，他仔细回忆一下家族宝库里的每一件地兵，确定的摇摇头，没有。众族老瞬间了然，懂了，那这就是鱼儿自己的机缘，他拿他自己的机缘做聘礼，他们还能说什么不成？这样会不会有点亏啊？毕竟是一件极道地兵啊。有族老看到这一幕有点心疼，然而江战有不同的意见，他眼神闪烁，身为家主，他看得比其他人都要更远。非也，鱼儿这么做简直是算无一策啊。六长老，你只看到鱼儿送出一件极道地兵，但你忽视这后面我江家能得到什么。首先便是我江家能多出一位准地巅峰以及天鹰宗至少数万年的头成和归心，好歹也是超品势力，我江家版图又能大上一分。其次，即便柳神鹰后来身死，那试问这件极道地兵会去哪？自然是成为天鹰宗的底蕴。可诸位不要忘了，我江家可是要派遣一位准地坐镇的啊，到头来这极道地兵还不是回到无族手中。一来二去，我们江家依旧只是出了颗生灵丹，一段时间的极道地兵使用权，换来的是一位准地巅峰，一个超品势力，还有约儿的道途。这买卖何止是不亏，简直是血赚啊！经过江战的分析，
江家族老的目光看向江渊，都是一脸的欣慰。我江家麒麟子，其心智当真深不可测。论到台上的柳神鹰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有风险，但心动却是避免不了。若再有数万年，自己正道成帝也未必不可能。柳神鹰深吸一口气，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有着一丝丝心动。江渊也知道，让一位准帝女帝、一宗女宗主大庭广众下说出臣服的话很难，所以他声音温柔，笑道：不急，柳宗主与姬月公主一样，慢慢思考吧。本弟子有的是时间。他的言外之意是，他还有江家有时间，你天鹰宗还有时间吗？说是选择，其实柳神鹰没有选择。柳神鹰站在原地，娇躯微颤，那张风华绝代的脸上充满挣扎之色。他堂堂天鹰宗宗主，一位屹立在地仙大世界顶端的准帝强者，活了数万年，何曾受过这等轻薄？可偏偏江渊开出的条件，又像是魔鬼的低语，每一个字都精准的敲打在他最脆弱、最渴望的地方。生灵丹、宗门延续、寿元、极道帝兵，这一切都让他无法拒绝。他知道，只要自己今天点了这个头，天鹰宗的命运将彻底改变，他自己也将迎来新生。可代价是，要成为眼前这个年纪比他徒孙的徒孙的还要小的男人的女人。这让他数万年来古井无波的道心，都有些难以把持轮到台下。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他们想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准帝美妇，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拂袖而去，还是为了宗门和大道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江渊也不着急，就那么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脸上挂着一丝玩味的笑容。他知道，柳神鹰没有选择，自己给出的诱惑太大了，大到足以让任何一个准帝都为之疯狂。就在柳神鹰心中天人交战，即将做出决定的时候，一道清冷、孤高，仿佛不属于这片凡尘的声音突然在场上响起：你的道很有趣。这声音不大，却仿佛蕴含着一种奇异的魔力，瞬间压过所有的嘈杂，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在论道台的一角，一个身穿雪白长裙、气质清冷如万载玄冰的女子，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身后，那张美到极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世间万物都无法让她动容。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站起来的瞬间吸引全场的目光，仿佛她才是这方天地的唯一中心。是她，北元王家的帝女王腾雪，天骄体质榜第2，无垢体。她终于要出手了吗？她想干什么？难道她也要表演才艺？不可能！王腾雪何等高傲，她被誉为拥有大帝之资，是这个时代最有可能正道的人之一，怎么可能像那些庸脂俗粉一样去取悦一个男人？那你是说前面的瑶池圣女、圣魔宗圣女、柳宗主都是胭脂俗粉咯？所有人都议论纷纷，猜不透这位王家帝女想干嘛。江渊的目光也落在王腾雪的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浓厚的兴趣。终于来了，95分的顶级选手，无垢体、圣体。江渊甚至都怀疑，圣体评分这么低，恐怕就是吃了雷子的亏，毕竟只有 B 嘛。这也是他遇到的第一位天生圣体。王腾雪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声，他那双清冷的眸子穿过人群，直接锁定在江渊的身上。他缓缓开口，声音依旧是那副万年不变的冰冷：你的道很有趣，但是我想知道，你的道能否胜过我的道？话音落下，他身上猛地散发出一股纯净到极致、无瑕无垢的白色神光，那神光仿佛能洗涤世间一切污秽，净化一切邪祟。一股万法不侵、诸邪退散的无上道域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席卷整个银仙岛。在这股道域面前，无论是圣魔宗的媚属，还是大眼神朝的帝王之气，都显得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值一提。甚至就连江渊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属于自身以及鸿蒙创世诀的创生大道气息，在这股无垢道运的面前，都隐隐有被压制的趋势丝。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好恐怖的道运，这才是天骄榜第2的真正实力吗？光是这股气息就足以让在场9×9的天之骄女连与他对视的勇气都没有。江渊的眼睛也彻底亮了，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一个能在道的层面上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同辈。你想怎么比？江渊看着他，脸上的玩味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和兴奋。王腾雪看着他，缓缓说道：很简单，你我皆不动用法力，
不动用修为，只以道一决胜负。若你胜了，我王腾雪任你处置；若我胜了……他顿了顿，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傲然。我不要你的生灵丹，我只要你收回你之前那些狂妄之言，向天下人承认，你的道并非无敌。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联姻，不是为了生灵丹，他只是要向天下证明一件事，自己无需任何人依旧能正道成帝。他王腾雪的道才是这个时代最强的道，他才是这次黄金大事唯一的主角。王腾雪的话很轻，可落在众人耳中，却仿佛万道紫霄，真雷炸响。王家帝女竟然要和江家弟子以道来对决，而且赌注还这么大，输了就任由江家弟子处置。这王家帝女对自己也太自信了吧？自信，她有自信的资本。无垢体，天骄榜第2，传说中万法不侵，天生便克制一切花里胡哨的大道，更别说她自身就有近乎圣人境的修为。江家弟子虽然也是圣体，创生大道更是极为玄妙，可对上无垢体，胜负还真不好说。姬月公主看着台上那个气质清冷却又霸气无双的王腾雪，灵动的大眼睛里充满复杂的情绪，有嫉妒，有羡慕，但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这才是真正的天骄，敢于直面任何挑战，用自己的道去碰撞这世间最强的道。可惜他的元灵体终究只是道体，若非其极为特殊，甚至都不可能上得了天地金榜。皇叔，我好像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强者了。他轻声对身旁的眼皇叔说道。眼皇叔也是一脸凝重的点点头，看着王腾雪的眼神充满忌惮。此女恐怖如斯啊，月儿，你日后若是在地路上遇到她，切记不可力敌，能避则避。另一边，瑶池圣女秦梦瑶，她那双清澈的眸子紧紧地锁定在王腾雪的身上，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战意。同为顶尖天骄，她自然能看出王腾雪的厉害之处，不动用法力，不动用修为，只以道来对决。这看似公平，实则对江渊极为不利。就算不少人不知道始末，也能推算出江渊的修为恐怕是依靠那极为特殊的先天生育圣体，才能在短短1个月内从凡人硬生生堆到6境。他的根基必然不稳，他对大道的感悟也必然不可能比得上王腾雪这种从小就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修炼上来的绝世天骄。王腾雪这是在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江渊的短处。而江家的议事大殿内，面对王腾雪突如其来的挑战，有人紧张，但更多人却是不在乎。就像初祖说的，一切将由江渊自己决定，输了有他们这些老家伙给他兜着，赢了江渊便是当之无愧的年轻一代第一人，横竖都不吃亏。若是江渊不愿意接受，他们也更不在乎。论到台上，江渊看着眼前这个战意盎然的王腾雪，心里也是一阵火热。他知道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输，毕竟他这个速成的6境在道的感悟上不可能比得过王腾雪，但那是一刻钟前。如果没有接受过柳神鹰的情之仙灵、鸿蒙创世诀解析进度暴涨，这个挑战他还真未必会接受。可现在前有情之仙灵，后有9窍玲珑心，中有鸿蒙创世诀先天生育圣体，他自信自己的大道感悟绝不比任何人差。在万众瞩目之下，江渊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充满无尽的自信和霸气。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级别的王家帝女还没有资格挑战本弟子，但是为了让你认清现实，本弟子可以答应你的挑战。狂妄！江渊这话充斥着极度的狂妄，就连有大帝之资的帝女都没资格，那谁还有资格？在他的话中，仿佛全天下的人都没有这资格。便是以王腾雪的心境，听到如此自大的话时，那双清冷的眸子里也是闪过一丝怒意。他王腾雪自出生以来便是天之骄子，是北元王家万古唯一的希望，被誉为拥有大帝之资。他一路走来，横扫同辈，未尝一败。然而短暂愤怒之后，他很快便冷静下来，那双清冷的眸子重新恢复古井无波。他看着江渊，那就开始吧。好。论到台上，随着赌约的成立，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一股无形的势在两人之间疯狂地碰撞激荡。请。王腾雪对着江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女士优先。江渊却是笑了笑，示意他先来。王腾雪也不客气，他深吸一口气，那双清冷的眸子缓缓闭上。嗡！下一秒，一股比之前更加纯净、更加无瑕的白色神光从他身上轰然爆发。那神光仿佛是由世间最纯粹的道凝聚而成，不含一丝一毫的杂质。在神光的笼罩下，
王腾雪整个人都仿佛变得虚幻起来，仿佛要与这方天地彻底融为一体，一股万法不侵、诸邪退散的无上道运，以他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虽然江家大能即使出手隔绝空间，不过还是有些靠得近的天之娇女，在接触到这股道运的瞬间，都感觉自己的大道再不受控制的被排斥、被净化。他们的道仿佛变成这片天地间最肮脏、最污秽的存在，恨不得立刻远离这片纯净的领域。所有人都被王腾雪展露出的实力给镇住了。他们意识到，来自顶尖势力的顶级天骄与他们这些超品、一品势力天骄之间鸿沟般的差距，而江渊作为这股无垢道运的重点关照对象，感受到的压力更是难以想象。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绝对纯净的真空领域，在这里没有任何法则，没有任何大道，甚至连最基本的天地灵气都被排斥得一干二净。他体内的创生大道，那股充满生命和繁衍气息的力量，在这片纯净的领域中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点烛火，随时都有可能被这无尽纯白所吞噬。这就是无垢体吗？江渊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感受到真正的压力，非是境界，而是道上的。这个女人确实很强。江渊深吸一口气，那双深邃的眸子里也燃起熊熊战意。靠家族虽然很爽，有的时候他也想拳拳到肉啊。掌握修为到现在，他还没放开手脚一战呢。嗡！一股同样浩瀚、充满生命和创造气息的鸿蒙紫气从他体内轰然爆发。如果说王腾雪的道是极致的纯净，是无，那么江渊的道就是极致的创造，是有，是无中生有，创生万物。灰蒙蒙的鸿蒙紫气以江渊为中心，迅速地朝着四周扩散开来。他与那纯净无瑕的白色神光在论道台的中央悍然相遇，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毁天灭地的能量对冲，有的只是一场无声却又比任何战斗都更加凶险的大道碰撞。吃吃吃！白色神光与鸿蒙紫气接触的地方，发出一阵阵类似于冰雪消融的诡异声响。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大到极致的道，在这一刻展开最原始、最直接的较量。以两人为中心，整个论道台被清晰地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王腾雪那边是一片纯白的世界，万法不侵，诸邪退散，一切都归于最原始的无。而江渊这边反而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随着鸿蒙紫气的弥漫，一株株充满生命气息的金色莲花竟然从那由9天白玉铺就的地面上顽强地生长出来。一朵朵金莲迎风摇曳，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一幅地涌金莲的无上意象就这么凭空出现。这是道运化形，他的道运竟然也凝聚成实质。我的天，一个6境的神通境竟然能将大道感悟到如此地步。所有本以为江渊在道的对决上必然会落入下风，可谁能想到他竟然丝毫不弱于王腾雪，甚至隐隐还有反压一头的趋势。因为王腾雪的无垢道运虽然能排斥万法，可江渊的创生大道却能无中生有。王腾雪那张一直古井无波的脸上也出现一丝动容，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无垢领域正在被对方那充满生命气息的大道一点点地侵蚀。这个男人比他想象的还要强。论道台上乾坤颠倒，一半是王腾雪缔造的纯白绝域，万法不存，万道不生，纯净的令人窒息；另一半却是江渊开辟的鸿蒙世界，紫气氤氲，充满原始而野蛮的生命力。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同样立于大道顶端的力量，正在进行最无声也最凶险的侵蚀与反侵蚀。吃，诡异的声响不断传来，那是王腾雪的无垢道运在净化江渊的创生道运，同时也是江渊的创生道运在侵染王腾雪的纯白领域。起初两者尚能分庭抗礼，泾渭分明，在论道台中央形成一道清晰的界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骇然发现，那片生机勃勃的鸿蒙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扩张。1株、10株、100株，千千万万的金色莲花从那片紫气中破土而出，扎根于虚无，强行在王腾雪那万法不存的领域中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你净化我，我便在你净化的同时创造出更多；你排斥万法，我便无中生有，将我的法变成你这片天地的一部分。这是何等霸道，何等不讲道理的道！怎么会？王腾雪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无垢领域正在被污染、被侵蚀，对方那股生生不息的创生之力仿佛无穷无尽，无论他如何净化，
都无法将其彻底根除，反而在他的净化之下，那些金莲生长得愈发茁壮，那片紫气也变得愈发浓郁。他的道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了对方的养料。不可能！王腾雪的道心第一次产生动摇。他自出生便身负无垢体，被誉为万古罕见的奇才，是王家倾尽所有资源培养的帝女，未来的希望。他坚信自己才是这个黄金大事唯一的主角，正道成帝的唯一人选。可现在，一个修行不过月余的江家弟子，境界远低于他的男人，自己竟然在道的对决上被压制了。我的道才是最强的！一声轻斥，带着无法压抑的疯狂与不甘，从王腾雪口中发出。那双冰冷的眸子里燃起近乎疯狂的火焰。轰轰轰！一道道由江渊大道演化而出的生灵，悍不畏死地朝着王腾雪的无垢领域发起冲锋。他们在接触到白色神链的瞬间便会被净化消融，但他们实在是太多了，无穷无尽，仿佛永远也杀不完。王腾雪的无垢领域停止了扩张的脚步。不仅如此，随着那万千生灵的不断冲击，他那纯白无瑕的领域之上竟然开始出现一丝丝细微的裂痕。不，这不可能！王腾雪那张冰冷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慌乱。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无垢大道竟然会输给江渊这种他从未见过的歪门邪道。给我破！情急之下，他体内的圣境之力下意识的便被引动。嗡！一股属于圣人境的恐怖威压从他身上轰然爆发。那一道道白色的神链在这一刻仿佛变成实质，上面闪烁着刺目的圣光，狠狠地朝着江渊抽过去。然而就在那圣光即将触碰到江渊的瞬间，江渊的身影却突然消失在原地，如同逆转轮回。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站在王腾雪的面前，如同实质的磨盘已经抵在他的喉咙前。那是极道帝兵轮回盘。整个论道台在这一刻恢复平静。王腾雪呆呆地站在原地，感受着喉咙前那极道帝兵无声的威压，脑子里一片空白。可别说我动用极道帝兵啊，是你先用了不该用的力量。江渊的声音很轻，却像是一柄重锤，狠狠地敲在他的心上。你说了，简简单单的3个字，却仿佛拥有着无穷的魔力，让所有人都陷入一片死寂。说了，天骄榜第2，拥有大帝之姿，被誉为这个时代最有可能正道的人之一的王家帝女，近乎圣人修为的王腾雪竟然输了。王腾雪呆呆地站在原地，那双清冷孤高的眸子里此刻写满茫然、困惑和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委屈。他怎么会输？自己的无垢大道万法不侵，是世间最纯粹最本源的大道之一，可今天他输给了一个只有6境修为，而且还是修为速成的男人。我王腾雪张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干涩无比，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一股巨大的挫败感和羞耻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噗！他再也压制不住翻涌的气血，猛地喷出一口鲜血，那嫣红的血迹洒在他雪白的衣裙上，显得格外刺眼。他的娇躯也随之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倒下。腾雪！远处北元王家的席位上，一位气息恐怖的准帝老者猛地站起身，脸上写满焦急和担忧。他想冲上论道台，却又被江家的护卫死死地拦住。王家前辈，还请稍安勿躁。一名江家护卫面无表情地说道：弟子殿下自有分寸。论道台上，江渊看着眼前这个脸色煞白、摇摇欲坠的绝美女子，心里也是微微叹了口气。说实话，他也没想到这王腾雪的道心竟然这么脆弱。不就是输了一场比试吗？至于激动的吐血吗？不过一想到他之前那副高高在上，仿佛天老大他老二的拽样，让你装，学学秦月白、秦婉婉、狐媚他们乖乖认输，站到自己身后不香吗？还要继续吗？江渊收回轮回盘，以仙法催动极道帝兵的感觉比他意料的要更好。王腾雪娇躯一颤，他抬起头，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此刻已经布满血丝，良久才从牙缝里艰难地挤出这3个字：我说了。很好。江渊露出笑意，他知道对方肯定还很不服，但没关系，等轮回见面，论道大会结束，他有的是时间让对方慢慢服气。况且若都是听话调好的，也未免有点无聊。嗨，江渊清了清嗓子，环顾台下一圈，淡淡道：还有人要？嗡！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充满死亡、腐朽、寂灭的恐怖威压
毫无征兆地从9天之上轰然降下。那威压超越了圣人，超越了准帝，那是属于大地的无上神威，而且不止1道，是3道，3道充满无尽杀意的地威，瞬间笼罩整个银仙岛。不好！江家祖地深处，出祖那一直云淡风轻的声音第一次出现惊怒，有敌袭！轰隆隆，整个银仙岛乃至江家疆域，都在这3股恐怖的地威之下剧烈的颤抖起来。与此同时，一股浓重的地威将银仙岛覆盖，这是大地级阵法。天空在瞬间变得漆黑如墨，不是乌云蔽日，而是空间法则，在这一刻被强行扭曲撕裂。3道笼罩在浓郁死气和不祥黑雾中的模糊身影，从那撕裂的空间裂缝中缓缓地踏出，他们就那么静静地悬浮在银仙岛的上空，身上散发出的恐怖威压，却像是3座太古神山，狠狠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大地，是3尊活着的大地，不，准确来说是古皇，来自生命禁区的古皇。3尊古皇身上那股毫不掩饰，他们来者不善。什么人？江战怒喝一声，一步踏出，准帝巅峰的气息轰然爆发，试图抵挡那3股恐怖的地威。然而在真正的大地境面前，准帝终究只是蝼蚁。噗！江战甚至连一个照面都没撑住，就被那3股地威直接震得倒飞出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大伯！江渊脸色一变，身形一闪，就想上前扶住江战。渊儿，别过来！江战强行稳住身形，对着江渊厉声喝道，眼中满是焦急和凝重。他知道这3尊大帝的目标绝对是渊儿。哈哈，江家好大的威风啊！天空中，其中一道黑影发出一阵沙哑刺耳的冷笑，那声音仿佛金属摩擦，让人听了头皮发麻。只可惜今日过后，这世间便再无江家弟子了。话音落下，那道黑影猛地抬起手，一只由纯粹死亡法则凝聚而成的擎天巨爪，带着足以撕裂天地的恐怖威能，朝着下方的论道台狠狠地抓过来。他这一击不只是要杀江渊，而是要将整个论道台连同台上的所有天之娇女全都抹杀。这是一个绝杀之举，他们要用最狠辣最直接的方式来斩断人族未来的希望。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只要斩杀这一批天之娇女，人族黄金大势瞬间瓦解，而他们能借用体质本源再活10万年。庶子而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家祖地深处，出祖那充满无尽怒火的咆哮声响彻天地。轰轰轰！足足5道同样恐怖的地威光柱从江家祖地冲天而起，化作5尊顶天立地的神明虚影，屹立在天地之间。禁区的老鼠，竟敢在我江家的地盘上撒野！你们是活腻了吗？4祖那火爆的声音如同滚滚天雷，在虚空中炸响。5道属于大地的恐怖威压悍然迎上了那3股来自未明生命禁区充满死气的黄威。天穹之上8尊大地的气息在疯狂地碰撞激荡，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在这一刻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无数星辰在这恐怖的气息碰撞中化为齑粉，空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寸寸皲裂。江家老4，就属你最能装。你江家是强，大地也多，但你们应该还没彻底复苏吧？在你们彻底复苏之前，本皇便能将这诸天万界的天骄屠戮殆尽。在对付我们之前，先承受诸天万界的怒火吧。说话间，2尊已经极尽升华包裹在阴影中的古皇腾空，浩瀚皇威阻拦住江家5位老祖。动作快点！轰隆隆！银仙岛上空，那最后一位古皇终于动手。他周身环绕着浓郁的死气，仿佛是从9幽地狱爬出的万古尸骸。一双枯败的眼眸中不带丝毫情感，只有对生命的极致漠视。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论到台上的江渊以及所有人。本皇断人族气运，灭江家于今。沙哑而古老的声音回荡。他缓缓抬起一只干枯的手掌，朝着下方轻轻一按。没有惊天动地的威能，没有法则巨爪的显化，然而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按，整个论道台连同周围的空间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时间仿佛被凝固，空间化作囚笼。论道台上的所有天之娇女，包括刚刚吐血的王腾雪，还有心绪复杂的秦梦瑶、姬月等人，在这一瞬间都感觉自己的神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生命精气正在以一种无法抵挡的速度疯狂流逝他们的护道者，一个个目眦欲裂，拼尽全力催动法宝，想要护住自家的天骄。可是在一尊真正的大帝面前，
准地之下的所有抵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灵力刚刚涌出，就被那无所不在的死气侵蚀消融，连一丝波澜都无法掀起。完了，是死亡大道。这尊古皇修的是死亡大道。一位活了漫长岁月的老怪物发出绝望的哀嚎。死亡大道，万道之中最为霸道诡异的法则之一，专克生机，防不胜防。这位古皇甚至不需要什么华丽的招式，只需将自己的道域展开，一段时间过后，就能将这片区域化作生命禁区，让一切生灵走向凋零。这才是真正的绝杀，比刚才那擎天巨爪更加阴毒，更加无解。然而，江渊作为死亡大道重点关照的对象，他本该是生机流逝最快的那一个，可他非但没有丝毫衰败的迹象，反而好整以暇地掸了掸衣袖上的灰尘。他甚至还有闲心，将身边已经吓得花容失色的秦月白母女，以及因为道心受创和地位压迫而摇摇欲坠的王腾雪，轻轻向自己身后拉了拉。他的动作不快，却行云流水，仿佛根本没有感受到那足以让圣人化为枯骨的死亡气息。你，王腾雪被他拉到身后，呆呆地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那股令人绝望的死亡压力，在靠近这个男人的瞬间，竟然如冰雪般消融了。他身上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壁障，将所有的死亡气息都隔绝在外。这一刻，王腾雪彻底懵了。他引以为傲的无垢体，在死亡大道面前都感到吃力。可这个男人，他凭什么？不只是他，所有人都注意到江渊的异常。天空中的那尊古皇，枯败的眼眸中也闪过一丝诧异。哦，有点意思。先天生育圣体果然有几分玄妙，竟能抵挡本皇的死亡凋零。他有些意外，但并未放在心上，只当是圣体的特殊性。这位不认识的古皇，你确定要杀本弟子？死！古皇根本不跟他废话，随手一抓，先降旨斩杀再说，省得夜长梦多。死亡领域，古皇级阵法，不过是阻拦其他人救援的手段。他和其他几位古皇，今日第一目标，便是击杀这个江家弟子。可以说，人族的黄金大事，便是由此人开启的。若是放任这一批的人族天骄崛起，其中但凡多诞生一位大帝，那岂不是意味着他们将多一分危险？该死，该杀！玉儿，江战怒吼，想要去救援江家长老腾空。然而，寻常准帝与大帝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更何况生命禁区的三皇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足以拦住诸多准帝护道人一刻的古皇大阵。一刻，够他把这些幼苗杀100次了。就在这个时刻，拦住江家5位大帝的2位古皇中的一个，突然察觉出什么，暴喝道：“停手！”他意识到一直被自己忽略掉的一个问题，除开还未归来的恒玉大帝，江家那第6位大帝呢？他在哪？死！快跑！这位古皇亡魂皆冒，太诡异了。堂堂江家弟子要被杀，被他拦住的5位大帝居然没有燃烧生命、极尽升华复苏的迹象，这太不合理的。除非他们早就有准备，江家早就有料到什么了。果不其然，出祖那平淡的声音，仿佛蕴含着天地至理的声音，悠悠响起：“老六，戏看够了没有？看够了，就该起来干活，杀一尊古皇，给鱼儿的论道大会助助兴吧。”就在那死亡古皇愣神时，江渊的身体里，一道看上去就像个乡下务农的青年身影从里面飞出，而后一柄长剑缓缓从眼前飘过，即道地兵，是地剑，只是这次不是防仿品，而是正品。手持之人便是从树灵界开始就为了保护江渊贴身跟随，而在他体内沉睡许久的大帝江家第6祖。不好！那尊死亡古皇瞳孔猛地一缩，急忙回撤。他此刻亡魂皆冒，甚至都没空去管江家竟然奢侈盗用一尊活着甚至彻底复苏的大帝来给一个后辈当贴身保镖，这他妈是什么待遇？现在才想跑，晚了。6祖他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是简简单单的举起手中的是地剑，对着那尊死亡古皇一剑斩下。这一剑动作很慢，没有绚烂的光影，没有法则的轰鸣，就是那么直来直去的一剑。然而剑锋所过之处，空间如同画卷般被轻易撕裂，就连那无所不在的死亡大道，在这柄剑下都显得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死亡古皇下意识想要反击，可面对一尊同级别乃至更为强大的大帝不要脸的偷袭，这位死亡古皇此时此刻是真正觉察到死亡征兆。扑哧，黑色的剑光一闪而过，一条手臂带着大片的黑色地血冲天而起，
那尊不可一世的死亡古皇，竟被六祖一剑斩断一臂。他那原本凝实的地躯，此刻变得虚幻不定，身上的死气，更是被那一剑中蕴含的无上剑意斩得七零八落。所有人都石化在原地。一剑，仅仅一剑，一尊活着的大帝，一尊不知道来自哪座生命禁区的古皇，就这么被重创了。眼皇叔、瑶池圣主、柳神鹰，这些成名已久的准帝强者，看向六祖的眼神充满无尽的敬畏和恐惧。这就是一尊活着的大帝的威能，与准帝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近距离之下，其中有以准帝的眼皇叔感受最深。幸好江家大帝对他没有杀意，不然就这一剑，10条命他都接不住。寻常圣体即便成长到准帝，与大帝之间的差距依旧极大，更何况大帝与大帝，准帝与准帝之间亦有如鸿沟般的差距。王腾雪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王家是有准帝的，而且不止一位，可大帝出手，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无垢体，自己的道，一旦成长到准帝境，就算是大帝出手也能抗衡。可现在他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坐井观天，便是准帝9重天的巅峰无垢大道，真的就能抗衡这位江家六祖的一剑吗？而如此恐怖的存在，居然愿意屈尊保护江渊，这当真是骇人。虚空之中，那尊死亡古皇挣扎着站起身，他看着远处那个手持极道地兵的六祖，那双枯败的眼眸中充满无尽的惊恐和骇然。你居然没有自封，你重新复苏了，现在才反应过来，晚了。六祖冷笑一声，早在江渊的阳谋计划实施时，他和其他五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为了调出隐藏在暗中想要对江家弟子图谋不轨的蛆虫，6人里选了他暗中复苏，恢复巅峰，守卫江渊。你看，这不就调出一条大鱼，而且还是大地级的禁区古皇大鱼。就可惜不知道他是哪一尊古皇，不过不要紧，很快就知道了。六祖一步踏出，身影瞬间出现在死亡古皇的面前。说吧，你是哪个坟头里爬出来的老东西？报上名来，你六爷爷我剑下不斩无名之鬼。你！死亡古皇又惊又怒，他死死地盯着六祖，又看了一眼远处那5尊同样气息同样开始复苏的江家大帝，心中升起无尽的绝望。陷阱，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江家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轰！六祖的双眸闪烁无尽星光，死亡古皇下意识想要遮蔽天机，不过还是晚了。六祖的圣体为遮天混沌体，专破天机遮蔽，这也是选择他来保护江渊的原因。混天古皇，六祖眉毛一挑，随即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那表情里带着浓浓的不屑和鄙夷。原来是你啊，不死海的小瘪三，居然有胆子动我江家弟子，我看你不死海今日要灭啊！六祖那带着浓浓鄙夷的声音，让银仙岛上所有圣主、准帝级人物都愣住了。混天古皇，那不是9大生命禁区之一的不死海的古皇吗？居然是他，简直疯了，来刺杀我人族天骄！众人群情激愤。可说是这么说，你让他们上，他们是不愿意的。虽然不死海是9大禁区中排在最末的几个，但那也是古皇啊，是曾经正道过的大帝，是屹立在众生之巅的无上存在。今天竟然有3尊古皇联手前来刺杀江家弟子，而且其中1尊还被江家这位江家六祖偷袭，一剑就给斩掉1条胳膊。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虚空之中，那尊刚刚被斩断1臂的死亡古皇，也就是混天古皇，此刻正用一种见鬼了的眼神看着六祖。他的身份是此行最大的秘密，不只是他，就连另外2位古皇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禁区想要在击杀江渊、顺手杀死一批人族天骄后，承担触怒恒域大帝的怒火。既然都不愿意承担，那就只能9大生命禁区一起背锅了。这也就是3皇的打算。可没想到，混天古皇自己的身份居然被发现了。不死海威仪，逃！必须要逃！等回去后就带着不死海一起跑路。呵呵，就你这点藏头露尾的本事，也想瞒过你爷爷我的眼睛？六祖扛着那柄还在滴着黑色滴血的是地剑，一脸的不屑。别说你只是遮掩了天际，你就是化成灰，六爷爷我都能把你从骨灰坛里给认出来。当年你小子还没正道的时候，不就是跟在藏天皇那个老东西屁股后面的一个小跟班吗？怎么，过了几百万年，当了缩头乌龟，连六爷爷我都不认识了？六祖的话嚣张无比，霸道至极。算了，不认识就不认识吧，今天
就是你这老东西的死期。话音落下，六祖不再废话，再次举起手中的是地剑，朝着混天古皇悍然杀去。混天古皇吓得魂飞魄散，他想跑，可六祖的剑意早已将他所有的退路都彻底封死，而且对方的力量已经彻底复苏，处于巅峰。这他妈还怎么打？别以为本座就怕了你啊！混天古皇怒吼一声，浑身上下死亡气息翻腾，紧接着一声轰雷炸响，九劫藏杖，救我！没错，混天古皇清楚，光靠自己今天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另外2尊一同前来的古皇，九劫古皇，藏杖古皇。听到这2个名字，远处正在和江家5位老祖对峙的2道黑影身体明显一僵，没有多说话，像是不屑应答。生命禁区万龙巢，正在通过秘法观战的万龙古皇，那双猩红的龙眼中闪过一丝暴虐和阴冷。废物，真是个废物，居然把九劫的身份给暴露了，如此蠢货，该杀！藏天坟中，那尊刚刚苏醒的藏天皇也是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他们本来的计划是，藏天坟与万龙巢各让一位古皇复苏，备好大阵，牵制江家大帝，而偷袭江渊及人族天骄，掠夺其本源的工作就交给不死海的混天古皇，让这位寿元将近、最渴望生命本源的混天古皇当这个出头鸟，去试探江家的底线。成功了，他们就一起上瓜分胜利果实；失败了，死的也是混天古皇，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混天，你自求多福吧。九劫古皇冰冷无情的神念在混天古皇的脑海中响起，紧接着，那2道原本还在和江家5位老祖对峙的黑影，毫不犹豫地转身，化作2道流光，撕裂虚空，就要逃离此地。跑！必须马上跑！再不跑，等江家那几个老怪物彻底复苏，他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看到这一幕，混天古皇彻底绝望了，他那双枯败的眼眸中流露出无尽的怨毒和疯狂。好啊，你们2个老不死的，竟然敢算计本皇！江家、人族，都给我听好了，那2个逃跑的，一个是万龙巢的九劫老狗，另一个是跟我同出藏天坟的藏杖老鬼。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借江家论道大会，一口气把所有天骄斩杀，断你人族黄金大事气运。就算我死了，你们也别想好过。混天古皇状若疯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2个盟友给卖了个干干净净。哦，原来是这2个老东西啊！六祖闻言，眉毛一挑，脸上露出一丝恍然，随即他看向混天古皇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多谢你提供的消息，作为回报，爷爷我就给你个痛快。话音落下，他手中的是地剑再次举起，这一次剑身之上不再是内敛的黑色光芒，而是爆发出亿万道璀璨夺目的混沌剑气，每一道剑气都仿佛能斩断时空，磨灭大道。一股一剑破万法，一剑斩万道的无上剑意冲天而起，让整个地仙大世界都在这一剑之下黯然失色。不！混天古皇发出一声绝望到极点的嘶吼，他想自爆，想拉着所有人一起同归于尽，可是在这无上的一剑面前，他的地躯、神魂，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剑之下被寸寸磨灭，化为最原始的虚无。轰隆隆，天塌了，整个地仙大世界的天空在这一刻下起倾盆血雨，每一滴雨水都蕴含着大地陨落的哀伤，一道道粗壮如山岳的黑色闪电划破天际，仿佛在为一尊古皇的逝去而悲鸣。地云，万古罕见的地云景象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整个世界在这一刻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死寂，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天空，看着那漫天的血雨，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一尊大帝就这么死了，被江家六祖一剑给斩了，这他妈也太玄幻了吧！咕咚，不知道是谁艰难地咽了口水，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山呼海啸般的惊呼声、议论声彻底引爆整个地仙大世界。我的天，我的天，我看到了什么？我竟然亲眼见证一尊大帝的陨落，太强了！江家六祖太强了，一剑屠皇，这是何等逆天的战力！我感觉他比当时的恒玉大帝还要强。江家到底还隐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无数的修士在这一刻对江家这个不朽帝族产生源自灵魂深处的敬畏和恐惧。而论到台上，江渊忍不住在心里给六祖点了个赞。六爷爷威武，有这样牛逼的老祖宗罩着，以后自己在这地仙大世界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哦，六爷爷没展示实力之前，自己已经可以横着走了。就在江渊心里美滋滋的时候，天空中六组那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那2条老狗跑了，还愣着干嘛？给老子追！今天谁也别想从我江家地盘活着出去。六组的话如同惊雷在天穹之上炸响，那股子舍我其谁的霸气，无法无天的狂傲，让所有听到这话的人都感觉自己的头皮一阵发麻。听他的意思，难道他想把另外2尊古皇也留在这里？我的天，江家竟然想在1天之内连屠3皇！老六说的对，区2条禁区的老狗也敢来我江家撒野，真当咱们是吃干饭的？今天就让他们有来无回。江家祖地深处，另外5位老祖那同样充满霸气的声音也随之响起：轰轰轰轰轰！5道贯穿天地的地威光柱在这一刻光芒大盛，5尊顶天立地的神明虚影瞬间变得凝实起来，仿佛要从那遥远的祖地之中跨越时空，真身降临。追！一个都别想跑！伴随着一声怒喝，那5尊大地虚影毫不犹豫地撕裂虚空，朝着那2道已经快要消失在天际的流光疯狂地追上去。一场旷古烁今的地战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拉开序幕。整个地仙大世界在这一刻都剧烈地颤抖起来，无数星域在这恐怖的地威碰撞之下化为齑粉，时空长河被强行截断，掀起滔天巨浪，大道法则都在哀鸣，仿佛随时都会崩溃。快开启护宗大阵，最高级别，所有弟子立刻返回宗门，不得外出。我的天，这是要世界末日了吗？无数的圣地、神朝、不朽世家在这一刻都乱成一锅粥。他们疯狂地开启自家的护山大阵，将所有的弟子都召回宗门，生怕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地战余波给波及到。而在江家疆域之外，那些原本还在看热闹的散修和探子们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屁滚尿流的朝着远处逃窜。开什么玩笑，大地打架，凡人遭殃，他们这些小虾米要是再不跑，光是那战斗的余波就足以让他们形神俱灭，死的连渣都不剩。太可怕了，江家太可怕了。我感觉从今天起，这地仙大世界的格局要彻底改变了。何止是改变，这简直是要重新洗牌啊！无数人心中都涌起同样一个念头，这个时代姓江了。虚空深处，2道流光正在以一种超越常理的速度疯狂地穿梭着，正是那2尊从江家逃出来的古皇，万龙朝的9节古皇和藏天陵的藏杖古皇。此刻他们的脸上再也没有之前的从容和淡定，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和骇然。疯子，江家这群人全他妈是疯子！9节古皇一边亡命飞奔，一边破口大骂，那声音都在发颤。他们原以为自己只要跑了，江家大地就不会再追，毕竟彻底复苏后需要付出极大代价才能重新沉眠。可如今来看，这是要不死不休的程度。该死的混天，那个废物自己安安心心死不行，非要拉5等下水。藏杖古皇也是又惊又怒，心中充满无尽的悔恨。早知道江家这么硬，打死他也不来趟这趟浑水啊！现在好了，不仅没捞到半点好处，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别废话了，赶紧跑！9节古皇怒吼道：“江家那几个老东西追上来了，再不分开，我们2个今天都得交代在这里。”好，藏杖古皇也知道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改变方向，朝着另一个方位撕裂虚空，遁入其中。只要我们能逃回禁区，借助禁区的力量，就算是巅峰大帝也奈何不了我们。到时候再联合其他禁区一起向江家施压。本皇就不信他们江家还敢与整个天下为敌。2尊古皇瞬间达成共识，化作2道不同流光，消失在茫茫虚空之中。然而他们还是太小看江家的决心了。想跑？问过老子没有？6组那充满杀意的声音如同复古之躯在他们身后响起。他是彻底复苏的大帝，论战力还要在如今江家其余5组之上。恐怕当今天下只有恒玉大帝能与之一战。那柄刚刚斩杀1尊古皇的是地剑，再次绽放出璀璨的混沌剑光，撕裂时空，朝着那遁入虚空的藏杖古皇狠狠地斩了过去。不好！藏杖古皇亡魂皆冒，他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被那柄恐怖的地兵给彻底锁定了。他想躲，却根本无处可躲。9节救我！情急之下，他下意识的就想向自己的盟友求救。可当他神念扫过去的时候，却发现9节古皇那个老东西
竟然连头都没回，跑得比兔子还快。与此同时，虚空中传来闷响：江家，你们好得很，等本皇恢复巅峰，太古魔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必将承受吾等禁区滔天怒火。你，藏杖古皇气的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不过也明白，九劫这事不想救，又怕自己也暴露他的信息。又是这招，你们这些禁区的老狗，还真是一点心意都没有啊！六祖那充满嘲讽的笑声在虚空中回荡。既然你的好兄弟不管你，那就让你爷爷我送你上路吧。话音落下，那道混沌剑光已经跨越时空的距离，降临在藏杖古皇的头顶。你个疯子，居然燃烧地区，不怕地路尽毁吗？藏杖古皇怒吼：老子杀畜生，从来不怕！一剑斩破虚空。藏杖古皇感应到这一剑的威力，甚至要比在混天时还要强大一分。疯子疯子，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既然逃不掉，那就一起死吧。一股比之前地狱还要恐怖还要狂暴的气息瞬间从藏杖古皇的体内爆发开来，他那原本已经变得虚幻的地区，在这一刻如同一个被吹到极致的气球，疯狂地膨胀起来。他要自爆，一尊大帝的自爆，其威力足以毁灭数十个中千世界，就算是同阶大帝，若是被正面波及，也绝对讨不了好。想自爆，晚了。然而就在他即将引爆自己地区的瞬间，一道苍老而又威严的声音突然在天地间响起：时空凝固。是出祖的声音。嗡！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无上伟力瞬间笼罩整片时空，时空也在这一刻彻底凝固。藏杖古皇那即将爆炸的地区就那么诡异地静止在半空中，他的意识还在运转，但身体却已经不受控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足以斩灭一切的混沌剑光离自己越来越近。噗嗤，剑光一闪而过，没有任何悬念。藏杖古皇的地区连同他的神魂都在这一剑之下被彻底磨灭，化为虚无。又一尊古皇陨落，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出现地陨的血雨异象，因为在藏杖古皇陨落的瞬间，出祖便以无上伟力强行将那片时空给封锁，抹去所有的天机。他暂时不想让外界知道藏杖的陨落，这样才好打禁区一个措手不及。当然这里面的速度得快。哼，算你跑得快。六祖收回师弟剑，看了一眼九阶古皇消失的方向，冷哼一声，没有再追。穷寇莫追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更何况对方故意说自己是太古魔窟，就是为了把水搅浑，让人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个禁区的古皇，这样江家总不好都杀了吧。他们倒是想，可实力上还是力有不逮，至少得等恒玉归来后再说。不过今天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杀鸡儆猴，连屠2尊古皇。他相信经此一役，整个地仙大世界所有对江家还抱有觊觎之心的势力都得好好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命来承受江家的怒火。就在这时，整个地仙大世界突然猛烈震动起来，所有准地大能纷纷投来目光，直视无限极西之地，那里是不死海的禁区地盘。这一刻，整个不死海爆发出璀璨无比的光芒，整个世界竟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开始缩小，然后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无尽的虚空深处疯狂遁去。不好，不死海要跑！六祖的声音带着愠怒。江家资料显示，不死海只有2尊古皇，斩杀1尊后，自然成了生命禁区里最弱小的。他还想，既然已经彻底复苏，那索性贯彻到底，剿灭一个生命禁区，为他江家齐力而助兴。只是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了。他知道生命禁区本身就是一件由古皇祭炼无数岁月，蕴含一方大世界极道地兵，一旦他选择遁入虚空隐匿起来，就算是同阶大帝也极难找到他的踪迹。可惜来不及了，要被他们逃跑了。就在六祖感到可惜，以为只能眼睁睁地目送一座满是宝藏的生命禁区在眼皮子底下逃走时，出祖突然淡定出声：莫急，跑不掉的。他的双眸仿佛能洞穿未来，早就知道会发生今天这一切，所行所为都不过是在演。将禁区之皇调出来杀。霎时，一道比之前所有地威加起来都更加浩瀚、霸道，仿佛君临天下、主宰万物的无上意志，从9天之上轰然降临。整个地仙大世界，所有生灵都感觉到一股源自血脉深处无法抗拒的臣服之意。一道金色的法旨如同煌煌大日从天穹之上缓缓降下，法旨之上
只写着一个古朴霸道的帝字。哼，江渊的父亲当世大帝，恒玉大帝出手了，区区死亡海也敢动我儿，今日本帝便灭你满门，以此为我儿江渊。呵，此时此刻，刚刚还因为地战而剧烈颤抖的地仙大世界，在这一刻竟然诡异地安静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朝着那个金色的帝字顶礼膜拜。是恒玉大帝，当世大帝出手了。我的天，这就是当世大帝的威能吗？仅仅一个字就镇压整个世界，太可怕了，太霸道了。银仙岛上，无数到访的大能呆呆地看着天空中那个如同煌煌大日般的金色帝字，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座已经化作流光，即将遁入无尽虚空的不死海，在接触到那个横字神威的瞬间，猛地一震，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从虚空中硬生生地给拽出来。整个不死海，那件堪比极道地兵的无上至宝，此刻竟然如同一个被冻在琥珀里的虫子，就那么诡异地静止在半空中，动弹不得。不死海禁区深处，那尊仅存的古皇冥海古皇也因为地威而彻底苏醒。短暂的懵逼过后，掐指一算，就知道事情始末，心里暗骂那该死的混天，如果不是他暴露自己的身份，江家大帝怎么会对他不死海动手？不过现在不是和死人计较的时候，如果不消解掉恒玉大帝的怒火，今日不死海他不是真有可能覆灭。哼，恒玉，你听本皇解释。我……然而那道威严的大道之音响彻整个地仙大世界，区区不死海也敢动我儿。论到台上，江渊听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心里也是咯噔一下。老爹，他竟然回来了。不对，这声音是从边荒传来的，隔着亿万万里时空，人没回来，但意志降临了。这时江战也出现在江渊身旁。大伯，这是我父亲。咦，您没事？江战拍了拍他的肩膀，哪里还有先前被混天古皇出手重创的样子？辛苦你了渊儿，让你受委屈了。放心，这都是老祖们计划好的，接下来就看我们这些老家伙们的吧。话音落下，恒玉大帝的声音冰冷而又充满不容置疑的杀意。今日为我儿江渊，呵！轰！话音落下，那道金色的横字法旨光芒大盛，一股足以碾碎万古、破灭诸天的恐怖地威从法旨之上轰然爆发，狠狠地朝着那座被禁锢在虚空中的不死海镇压下去。不死海深处，冥海古皇见恒玉大帝来真的，这一刻哪还顾得上寿命多不多了，疯狂燃烧地血，想要极尽升华。与混天的极尽升华不同，他这次很急，代价便是即便今日不死，寿元恐怕也不足100年，难以再维持禁区之主姿态。换言之，若熬过这关，他要随其他禁区至尊一起开启一场清洗地仙大世界的黑暗动乱。今日混天、藏瘴、九劫三皇的行为本质上其实也算是一场小规模的黑暗动乱，人族特殊体质本源对他们这些禁区之主是大补。然而想象很美好，前提是他能活下来。一位还没彻底复苏、极尽升华的古皇，他面对的可是当世大帝。在恒玉大帝面前，所有古皇尽皆臣服，这便是当世大帝的底蕴。咔嚓咔嚓，冥海古皇这一刻才知道自己的抵抗显得那么可笑。恒玉，你要迈出那一步了。冥海古皇震惊的声音响遍诸天，便是他彻底复苏，也肯定不是这位或许已经半只脚迈进16境天地境的恒玉的对手。他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强。在一道道惊骇欲绝的目光注视下，那座堪比一方大世界的生命禁区不死海，它的外围壁垒竟然开始寸寸皲裂，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如同蛛网一般迅速蔓延。恒玉，你欺人太甚，你当真要与我等生命禁区不死不休吗？那尊古皇的声音充满无尽的怨毒和疯狂。不死不休！恒玉大帝那充满嘲讽的冷笑声再次响起。就凭你们这些藏头露尾、苟延残喘的老鼠，也配与本帝谈不死不休？今日本帝就让尔等看看动我之下场。话音落下，恒玉大帝的声音再次响彻诸天。江家听令！江家疆域之内，江战和所有族老在听到这声音的瞬间，全都神情一肃，齐齐单膝跪地，声震如雷。在覆灭不死海，一个不留。恒玉大帝的命令简单而又直接，他不仅要亲手镇压不死海，还要让江家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去执行这场灭绝一整个生命禁区的屠杀。他要用最血腥、最直接的方式来告诉整个地仙大世界，谁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动他儿子是什么下场。
尊大帝法旨。江战的声音洪亮而又充满无尽的杀意。他猛地站起身，目光扫过整个银仙岛，扫过那些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各方势力代表，声音如同滚滚天雷，在每一个人耳边炸响。江家所属，听我号令，集结所有战州，开启所有杀阵，目标不死海。今日我江家要屠灭禁区，为弟子贺。不死海，这座曾经令无数修士闻风丧胆，被誉为生者禁地的古老禁区，此刻正被一道金色法旨死死地定在无尽的虚空之中，动弹不得。禁区之内一片末日景象，天空被撕裂，大地在崩塌，无数生活在其中的生灵在这股毁天灭地的地威之下化为飞灰。禁区最深处，那座由无数神经仙料铸成的古老神殿内，冥海古皇正瘫坐在那张由万载寒铁打造的帝座之上，那张布满尸斑的脸上写满无尽的恐惧和绝望。他和混天古皇一样，是不死海的2位开创者之一。恒玉，那个男人，他怎么敢冒着与天下所有生命禁区为敌的风险，对他们不死海下死手？疯子，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冥海古皇在心中疯狂地咆哮着，他想不通，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去想了。大帝之言绝非轻言，留给他们不死海的时间不多了，只有他们是绝对对抗不了江家这个庞然大物的，必须要联合在一起抵抗江家，这才是本皇的唯一活路。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其他生命禁区，万龙古皇、藏天、太古魔皇，快救我，快救救不死海！冥海古皇不惜耗费自己本就不多的地缘，将神念化做一道道血色的求救信号，朝着其他几大生命禁区的方向疯狂地传递出去。唇亡齿寒啊！诸位道友，今天江家敢灭我，明天就敢灭你们。恒玉已经疯了，他这是要掀起地战，要将我们这些旧时代的残党全都清扫干净啊！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必须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江家，否则我等都将成为他江家称霸路上的垫脚石。他的声音充满焦急和恐慌，回荡在各大生命禁区的上空。万龙巢，深渊最深处，那座由无数巨龙骸骨堆砌而成的龙殿之内，万龙古皇那庞大如山岳的龙躯盘踞在王座之上，那双猩红的龙眼中闪烁着冰冷而又残忍的光芒。他静静地听着明皇那一声声凄厉的求救，嘴角却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救你，真是可笑！若不是混天那个废物自作聪明，自己早点自爆不就好了，非要等吾等下水，自作自受。龙殿之下，一头头气息恐怖的万龙巢强者也是一个个神情冷漠，眼中毫无波澜。古皇陛下，我们真的不出手吗？一头修为达到准帝巅峰的黄金巨龙小心翼翼地问道。若是让江家真的灭了不死海，他们的气焰恐怕会更加嚣张。出手！万龙古皇冷笑一声，那声音让整个龙殿都在颤抖。怎么出手？派你去还是派本皇去？九劫虽没死，但也被重创，短时间内再难恢复战力，等于我万龙巢平白无故损失一位古皇。你知道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吗？本皇没亲自出手覆灭死亡海，已经是给他冥海面子。不止如此，我们不仅不能够帮死亡海，反而还得帮助江家剿灭他们。黄金巨龙瞬间困惑，古皇陛下，这是为何？你觉得光凭我们万龙巢能挡得住江家那7尊大帝吗？能挡得住已经彻底疯狂的恒玉吗？黄金巨龙瞬间哑火了。是啊，7尊大帝，其中一个是已经彻底复苏的江家6祖，更别说还有一位能一言震禁区的当世大帝。这种阵容，别说他们万龙巢，就是把9大生命禁区全都绑在一起，恐怕都得掂量掂量。可是唇亡齿寒，唇亡齿寒！万龙古皇打断他的话，那双猩红的龙眼中闪过一丝狡诈。不死海的这双唇早就烂掉了，留着只会让我们的牙也跟着一起腐烂。既然如此，就在它彻底溃烂之前，从里面取得一些什么吧。本皇看死亡海内的那株紫金仙彩湖与本皇极为有缘。至于那江家6祖，他本就为人族，本皇就不信他彻底复苏后还能活多久。等着看吧，江家6祖的复苏就是他们彻底衰败的开始。等他衰败，本皇要亲自出手夺取他的大地本源。传本皇命令，封锁万龙巢，开启最高等级的守护大阵，并让万妖皇苏醒，携5位准帝支援江家，助其覆灭死亡海。本皇要看看江家真实的力量。是。藏天坟，那座巨大的黑色石棺之中，藏天皇那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明皇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同情，只有一种看好戏的玩味。不过他倒是在临死前
为我们做了件好事。正好，江家这几个老东西到底复苏到什么程度了？还有那个恒玉，他的实力又到底有多强？天帝，地仙大世界不允许有这妖牛的存在。江家想杀鸡儆猴，呵呵，那就让他们杀好了。本皇倒要看看，他们杀完这只鸡之后还有没有力气。太古魔窟、诡秘高原、混沌古族，一个个曾经与不死海结盟、共同进退的生命禁区，在这一刻全都选择沉默。他们就像一群冷血的看客，静静地看着不死海一步步地走向灭亡。没有一个禁区愿意为了一个注定要覆灭的不死海去承受江家和恒玉大帝的雷霆之怒。更有甚者，就如万龙朝一样，派出准地强者，准备分一杯羹。一座镇压天下无数岁月的死亡海陨落，足够包括江家在内已经准备来分羹的禁区势力吃得饱饱的了。一海落，万族保。银仙岛上，随着江战的一声令下，整个论道大会瞬间变成一场战前动员。所有还沉浸在之前那场地战余波中的宾客们，都被江家这雷厉风行的举动给彻底惊醒。所有宾客，请立刻移步银仙殿休息，论道大会暂时终止。我江家要去办点事。一名名身披神甲、气息渊深的江家护卫出现在论道台周围，他们的声音冰冷而又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在场的天之娇女和他们的护道者们，哪里还敢有半句废话？一个个都老老实实的站起来，在江家护卫的护送下，老老实实朝着远处那座更加宏伟的银仙殿走去。即使是准地强者，在此刻都乖巧的跟小孩似的。毕竟就在前不久，这里才刚刚死了一位皇级强者，他们这些准地又算什么？只是那些女修在离开时，一道道目光全都不约而同落在那个依旧稳坐于宝座之上，脸上挂着一丝玩味笑容的白衣身影上。江渊这个男人以一种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将整个地仙大世界都搅得天翻地覆。先是举办论道大会，名为论道，实为干什么？懂得都懂。然后引来3尊古皇刺杀，掀起一场旷古烁今的地战。现在他爹当世大帝恒玉更是亲自下场，一严阵禁区，下令要屠灭整个不死海，来为他贺。这简直比画本小说里写的还要离谱。天妖殿的席位上，那头准地9重天的9头狮子殿主，此刻跟在人群的最后面，低着头，异常低调。知道的以为他是9大禁区之一的天妖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家养的妖兽。他一边走一边擦着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心里庆幸不已。妈的，还好老子机灵，早就看出来江家这大腿又粗又硬，第一时间就带着人过来投诚了。这要是跟不死海那帮蠢货一样，跟江家对着干，现在被镇压在虚空里等死的，恐怕就要多我们天妖殿一个了。至于江家能不能覆灭死亡海，这种可能性他想都不用想，只要没有其他生命禁区干涉，哪怕是最强最诡异的诡秘高原，恐怕也非江家对手。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家那些同样被吓得花容失色的妖女们，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叮嘱道：都给本座听好了，等会儿到了银仙殿，都给老子安分点，谁要是敢惹出什么乱子，别怪本座不念同族之情，直接把你们扔出去喂狗。尤其是你小九。他死死地盯着那名9尾天狐一族的公主。虽然论道大会暂时结束，可等会说不定还要重新召开，只要一开启，你就给我第一个上。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算是跪舔的，也特么给老子跪好了，把江弟子舔舒服了。除非你想让我们天妖殿跟那个傻逼死亡海一样覆灭。9尾天狐公主被他指点的俏脸一白，连忙低下头，不敢再有丝毫的放肆。与此同时，死亡海之上，一道道冰冷无情、充满漠视的神念从各大禁区反馈回不死海。明皇道友，非是吾等不救，实乃江家势大，我等有心无力，还望道友好自为之。明皇，你我相识数十万年，本该出手相助，但为了族群的延续，老夫只能说声抱歉了。不死海气数已尽，明皇安心上路吧。当听到这些绝情到极点的话语时，明皇那颗本就冰冷的心彻底沉入谷底。他明白了，自己被抛弃了，被那些曾经和他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起开启数次黑暗动乱的盟友，全都因为江家的一句话，毫不留情地把自己当成弃子。好啊，你们这群老不死的，忘恩负义的狗东西！明皇仰天长啸，那声音充满无尽的怨毒和疯狂。你们以为牺牲我一个就能让江家罢手吗？你们错了，大错特错。江家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的目标是整个地仙大世界，是所有的生命禁区。今天是我，明天就是你们，本皇就在9幽之下等着你们，
明皇状若疯魔，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既然如此，那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吧。他猛地转过身，那双浑浊的眼眸死死地盯着虚空中。明皇仿佛已经感受到从江家祖地出来的一支散发着滔天杀意的江家舰队。江家，来吧，让本皇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强。江家上空，咚咚咚，沉闷而又压抑的战鼓声从一座座浮空仙岛之上响起，如同死神的催命符，敲打在每一个人的心头。1艘、10艘、100艘，成千上万艘通体由神经仙铁打造，刻满杀伐符文的巨大战舟，从江家的各个角落腾空而起，遮天蔽日。每一艘战舟之上都站满了身披重甲、手持神兵、气息渊深如海的江家战士。11境至尊，12境准圣，13境大圣，14境准帝，无数平日里难得一见，足以镇压一方的恐怖存在，此刻却像是不要钱的大白菜一样，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战舟之上。而在所有战舟的最前方，4道顶天立地的地影，散发着足以压塌万古的无上神威，如同4尊创世神明，静静地矗立在虚空之中，冷冷地注视着不死海的方向。整个江家，这个沉睡无数万年的不朽帝族，在这一刻终于向世人展露出他那足以让诸天都为之站立的狰狞獠牙。出发！伴随着江战那充满无尽杀意的怒吼，整个江家舰队化作一道足以撕裂天地的钢铁洪流，瞬间撕裂虚空，朝着那被金色法旨定在虚空中的不死海悍然杀去。这一日，诸天震怖，虚空在悲鸣，大道在站立。由上万艘神经战舟组成的江家舰队，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横冲直撞地碾过层层空间，朝着不死海的方向疯狂地推进。舰队的最前方是一艘比其他所有战舟加起来都要庞大，造型如同一柄擎天巨剑的黑色神舟，正是6祖的座驾破戒神舟。此刻，江家家主江战便身披一身金色地铠，手持一杆龙纹战枪，傲立于破戒神舟的船头。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上写满冰冷的杀意，一双虎目死死地盯着远处那片已经被金色法旨彻底封锁的黑暗世界。在他的身后是江毅、江晨、江浩等一众新晋的圣体天骄，以及数十位气息深不可测的准帝族老。而在他们的头顶之上，4尊伟岸的地影，更是如同4轮煌煌大日散发出的恐怖地威，让周围的星辰都为之黯然失色。这就是江家出征的阵容，这就是当时第一帝族的底蕴。如此恐怖的战力，别说只是去覆灭一个只剩下1尊古皇的生命禁区，就算是去踏平万龙朝、藏天坟那等顶尖禁区，也绰绰有余。报！启禀家主，前方3000万里便是被大地法旨镇压的不死海。一名负责探路的江家斥候从虚空中闪现而出，单膝跪地，声音洪亮的禀报道：好！江战眼中寒光一闪，大手一挥，声音如同滚滚天雷，传遍整个舰队。全军听令！不死海以下犯上，冒犯弟子，罪不容诛。今日我江家必要代天刑罚，用他们的地血来洗刷这份耻辱，用他们的禁区来为我族麒麟而贺。此战不接受投降，不留下活口，杀无赦！杀！杀！杀！江战那充满无尽杀意的话语，瞬间点燃所有江家战士心中的战火。一声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从上万艘战舟之上传出，汇聚成一股足以冲垮9天的恐怖音浪。每一个江家战士的眼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战意和名为骄傲的火焰。为弟子贺！这是何等的荣耀！一时间，整个舰队的速度再次暴增。3000万里的距离，对于江家的破戒神舟而言，不过是眨眼之间。当那片被金色横字法旨死死定在虚空中的黑暗世界，死亡海内死气沉沉，没有任何生机。一座座由巨大骸骨堆砌而成的黑色山脉连绵起伏，一条条由黑色尸水汇聚而成的河流，在干涸的大地上缓缓流淌。整个世界都散发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腐朽和死亡气息。而在这片黑暗世界的中央，一座由不知名神经铸成的古老神殿正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仿佛是这片死亡世界中唯一的灯火。这就是生命禁区不死海。天骄体质榜第9名的江毅站在江战身后，看着眼前这片诡异的世界，那张冷峻的脸上闪过一丝厌恶。他能感觉到这片世界中充满与他自身大道截然相反的死亡和腐朽之力。哼，不过是一群靠着吞噬生灵寿元苟延残喘的老鼠窝罢了。一旁的位列25名的江浩同样也是冷哼一声，眼中满是不屑。他身负混沌雷劫圣体，天生便执掌天法，
对这种充满邪恶和死亡气息的地方有着发自本能的厌恶。就在这时，不死海之中那座古老的神殿突然光芒大盛，一道充满无尽疯狂和怨毒的咆哮声从神殿之中冲天而起。江家，你们终于来了，来吧，让本皇看看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弟族到底有什么本事。伴随着这声咆哮，一道同样笼罩在浓郁死气之中的地影从神殿之中缓缓升起，正是那不死海仅存的古皇冥海皇。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之前的恐惧和绝望，那双浑浊的眼眸中只剩下玉石俱焚的疯狂。负隅顽抗，不知死活。江战看着那道冲天而起的地影，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嘲讽。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下达进攻的命令。而他自身后一滴滴血斩露，同时一柄遮天蔽日的长枪出现，极道地兵龙纹式天枪。攻！一声令下，江家舰队之中上百艘位于最前方的战舟瞬间光芒大盛，一道道铭刻在舟身之上的杀伐大阵被同时激活。嗡嗡嗡，整个虚空都在这股能量之下剧烈的扭曲起来。下一秒，轰轰轰，上百道粗壮如山岳，蕴含着足以洞穿星辰毁灭世界的能量光柱，撕裂虚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朝着不死海狠狠地轰过去。这是江家的第一波攻击，也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单方面的屠杀。面对这足以让任何准帝都为之绝望的恐怖攻击，冥海古皇那张布满尸斑的脸上却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他猛地张开双臂，仰天长啸。不死领域开！轰隆！整个不死海在这一刻都剧烈的颤抖起来，一股纯粹的死亡气息从不死海每一个角落疯狂地涌出，形成一道厚重无比的黑色天幕，硬生生扛住江家这一波攻击。然而眼尖之人也已经发现，只是这一次攻击就消耗死亡海1/10的死亡气息，恐怕根本顶不了多久。有点意思，竟然将整个禁区都炼化成自己的道域，怪不得敢如此嚣张。只可惜，江战冷笑一声，缓缓抬起手中的龙纹式天枪，遥遥地指向不死海的方向。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的。4位老祖，他猛地回头，对着那4尊伟岸的地影恭敬的一拜，请老祖出手，破其道域。下一刻，那4尊一直静立于虚空中的地影缓缓地抬起他们的手。江战话音落下，那4尊矗立于虚空中的伟岸地影终于有了动作，没有惊天动地的神通，也没有毁天灭地的法则，他们只是缓缓的近乎随意的同时抬起手，朝着那片被死亡气息笼罩的黑暗世界轻轻一按。一掌按下，天地失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定格。4只遮天蔽日的巨手分别代表着4种截然不同的至高地道，在虚空中交汇融合，化作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混沌磨盘，就那么平平无奇的碾压而下。即便他们中只有6组彻底复苏，可4尊大帝的威能也绝不是一个小小的死亡海能够抗衡。咔嚓咔嚓嚓，冥海古皇引以为傲，自诩能吞噬万法的不死领域，在那混沌磨盘之下就像是纸糊的一般，清脆的碎裂声响彻虚空。那由整个禁区炼化而成的黑色天幕瞬间布满蛛网般的裂痕，随后在冥海古皇绝望的目光中轰然爆碎。噗！道域被破，冥海古皇如遭雷击，整个人瞬间倒飞而出，漆黑的地血洒满长空，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下去。江家的地境老祖实在太强了，强到让他连一丝一毫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这就是我江家的底蕴。破界神州之上，江浩看着那摧枯拉朽的一幕，兴奋地攥紧拳头，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一旁的江毅、江晨等人同样是满脸的狂热与骄傲，这就是他们的家族，一言不合便可轻易踏平生命禁区。全军！江战眼中杀机毕露，正欲下达总攻的命令，将这不死海彻底从世间抹去。然而就在此时，远处的虚空突然泛起一阵涟漪，数道同样浩瀚无边的地威跨越无尽空间降临此地。紧接着空间被撕裂，一尊尊浑身覆盖着金色龙鳞霸道绝伦的身影，与好几尊同样被无尽死气与坟土气息包裹的诡异身影联袂而至，正是来自太古魔窟、藏天坟、万龙朝的强者。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众禁区强者，此刻都带着莫名的笑意，看着眼前这片即将覆灭的不死海。哎呀呀，江家道兄何必如此动怒？为了一些小事，竟要亲自出手覆灭一方禁区，这等粗活怎能劳烦诸位？万龙朝的万妖皇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声音如同洪钟大吕传遍四方。他是今日禁区代表的最强者，
自然是要由他发言。而在他彻底暴露气息的这一刻，此刻无人有心思关注的天骄体质榜再度微微闪烁。第27名，万妖君灵体万妖皇，所属势力万族生命禁区万龙巢，将原本27名的生命禁区寂灭海的焚天皇给挤掉了。不错，我等与不死海也算邻居，平日里没少受他骚扰。既然江家今日要代天刑罚，我等岂能袖手旁观？不如由我等代劳，为江家平了此地，也好为江家弟子的论道大会献上一份薄礼。藏天坟的藏土民尊准低声阴阴冷沙哑，一边说着，那双隐藏在死气中的浑浊眼眸，不过眼神却死死盯着不死海破碎道域后暴露出的禁区本源，贪婪之色毫不掩饰。若是他能得到，说不准就能成就大地，当然危险肯定也是有的。谁知道江家会不会突然发疯对自己等人出手？不过明尊准帝很有自信，来这里的可是3大禁区，而且不是死亡海这种垃圾，是在生命禁区中都排得上号的。他可不相信江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他们出手。跟在他们身后的那些禁区强者，一个个也都摩拳擦掌，看向不死海的眼神如同饿狼看到肥美的羔羊。破界神州之上，江家众族老脸色瞬间沉下来。无耻！二长老江守臣脾气暴躁的就要动手，江战抬手拦住他，脸色冰冷地看着这群人，眼神当中满是冷漠，没有丝毫惧意。古皇又如何？今日江家又不是没杀过。这一刻，江家4尊伟岸地影之中，为首的出祖缓缓转向万妖皇等人，一股比之前碾碎不死领域时更加恐怖100倍的威压瞬间笼罩这片星域。万妖皇等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我江家的私事何时轮到外人插手了？出祖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喜怒，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这……万妖皇解释道：“启道兄误会了，我等只是想……不死海冒犯我族弟子，当灭。”出祖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直接打断他的话，声音依旧平淡，却让在场的所有生灵都感到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寒意。此战乃我江家为弟子江渊论道大会所献的贺礼，这份贺礼我江家自己取，不劳外人费心。话音落下，那股恐怖的威压瞬间暴增。万妖皇脸色微变，眼神看向其余3弟，最后定格在江家6族这位杀过皇的大帝身上。对方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滚！别在这碍事，整个不死海都是我江家给我孙儿的礼物，你们也配染指？万妖皇这位禁区之主和冥土这位代表藏天坟的准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他们何曾受过这等羞辱？可看着那4尊气息渊深如玉的江家大帝，以及那一道至今仍定在不死海之上散发着无上神威的金色法旨，所有的怒火都只能硬生生憋回肚子里。万妖皇点头，脸上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反而对着江家出祖的方向拱了拱手：“是吾等唐突了，不日我万龙朝会派遣人为江弟子大婚送上贺礼，告辞。”说着，万妖皇带领万龙朝的准帝撕破虚空离开死亡海，太古魔窟紧随其后，到场一句话也没说，仿佛只是过来旅游。最后只剩下冥土准帝，他看着2大禁区因为江家一句话就灰溜溜离开，心中暗骂：没用的东西，他江家敢对我们动手吗？不过虚张声势而已，就给你们吓走了，废物东西。他看着那有望成帝的天星印记，心在滴血。可他知道大势已去，还有你藏天坟的，待着干嘛？是想我江家送你一程？冥土准帝顿感屈辱，眼神怨恨。他堂堂准帝，在江家出事前开启过数次黑暗动乱，杀人族天骄如土狗，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人族给威胁了，还错失大地机缘。他恶狠狠瞪了江家一眼，转身就准备离开。霎时微风拂面，冥土准帝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有一股恐怖的威压朝他压迫而来。下一秒，他的准地区就被压得跪伏在地，几近崩裂。我不喜欢你的眼神，有什么不满你可以说啊，我江家又不是不讲道理。说话的是江家3弟。不敢不敢。冥土准帝这一刻才真真正正感受到死亡的恐惧，他要真说出口，恐怕江家是真敢杀他。我错了，我错了，求求你。江家3族叹了口气，我挺不明白的，明明打不过别人，又放不下心里的怨恨，你这不是逼人，杀你吗？冥土准帝一怔，意识开始随着思维消散。发生什么了？啊，我原来死了啊！咚，一尊来自藏天坟的准帝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在死亡海门口。轰隆隆，极南之地，藏天坟隐隐约约有复苏趋势。然而，诸天万界之上，一双金色的瞳孔望来，藏天坟顿时安静下来，像是在说：
我只是活动活动身子，您别介意。强大如藏天坟，只是因为看江家的眼神不善，就被当众杀死一尊准帝，到头来居然一个字都不敢多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看到这一幕，江家舰队中的所有战士胸膛挺得更高了。这就是江家，这就是当时第一帝族的霸气。生命禁区又如何？古皇又如何？在我江家面前，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蠢货，傻逼！前脚才离开的万妖皇与太古魔窟准帝在心里这么想，他们并没有觉得江家有什么做的不对。弱者挑衅强者，还不懂得隐藏内心想法，你不死谁死？真不知道那冥土准帝是怎么活这么久的。哼，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江战不屑地冷哼一声，再次举起手中的龙纹战枪，遥指前方，全军出击，杀无赦，为弟子贺，杀杀杀！震天的喊杀声中，上万艘神经战舟如同蝗虫过境，瞬间涌入那片破碎的黑暗世界。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就此展开。而江家的4位大帝老祖只是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之中，冷眼看着这一切。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他宵小之辈最大的震慑。不死海中残存的生灵发出绝望的哀嚎，但江家战士面前，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新晋的圣体天骄们在这场单方面的屠杀中，尽情地宣泄着自己暴涨的力量，磨砺着自己的道。很快，整个不死海便被彻底荡平，启禀家主，禁区已平，所有生灵尽数诛杀。很好，江战满意地点点头，目光投向不死海最深处，那座由神经铸成的古老神殿。那里是冥海皇的老巢，也是整个禁区所有资源的核心所在。七长老，江战喊道。一名身形枯瘦，双眼却如同星空般深邃的族老从他身后走出，恭敬一拜：家主，该你出手了。是。七长老应了一声，一步踏出，来到不死海的中央上空。他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股浩瀚的空间之力从他体内涌出。乾坤袖里无量芥子。他猛地张开自己的衣袖，那看似普通的袖口，在这一刻却仿佛化作一个吞噬天地的黑洞。轰隆隆，整个不死海的大地开始剧烈的震动崩塌，山川、河流、神殿，所有的一切都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拉扯着，缩小着，化作一道洪流，源源不断地被吸入七长老的袖中。正在通过不同手段观察这一场战斗的各大强者，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他妈，这是连地皮都一起刮走啊！这江家也太狠了。片刻之后，偌大的不死海已经彻底从虚空中消失，只留下一个巨大的空间空洞。七长老收回袖口，取出一个巴掌大小、通体温润的玉盒，双手呈给江战：家主，不死海亿万年积累的本源与宝物尽在此处，辛苦了。江战接过玉盒，感受着其中那磅礴的能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份贺礼分量足够了。全军凯旋！江家大军得胜归来的消息如同风暴一般，瞬间席卷整个地仙大世界，无数势力为之震撼。那可是生命禁区啊！从古至今，禁区都是禁忌与不祥的代名词，就算是同为不朽帝族，也不敢轻易招惹。可江家仅仅因为弟子受到惊吓，便悍然出动，在短短1天之内，就将传承无数纪元的不死海彻底从世间抹去。这份实力，这份霸道，让所有人都重新认识江家。当世第一帝族名不虚传。回程的破界神舟上，气氛一片欢腾。江战与几位族老站在船头，看着身后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后辈，脸上满是欣慰。经此一战，江家的凝聚力与威望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就在此时，江战与出族等几位大帝身形皆是微微一顿，似乎同时收到什么传讯。他们相互对视一眼，眼中都带着一丝询问。随后，他们的意识隔着无数界域降临回江家。注意到此刻的江家弟子不再论道台，而是正悠闲地躺在弟子宫的软榻上。白清雪和秦月白一左一右，一个为他包着葡萄，一个为他轻轻揉捏着肩膀，而秦弯弯则乖巧地跪坐在他腿边，给他捶着腿，毫不惬意。他的视角透过水镜，还能看到外界忐忑不安的秦梦瑶、姬月、柳神英、狐媚等人。至于王腾雪，他若还抱着他那自尊，那江渊只能说慢走不送，他可没有追人的兴趣。玉儿，江战的身影出现在宫殿门口，神情有些复杂。大伯，事情办完了。办完了。江战点了点头，走到他面前，压低了声音，语气中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激动与紧张。玉儿，你方才给我们的传音，下一步当真要那么做？
江渊微笑着看着他，这样才显得我江家有诚意嘛。跟我江家混，不会吃亏。饶是知道他想法，江战都不禁咂舌。渊儿的手笔当真是不小啊！他居然想要将不死海亿万年积累的底蕴分一部分出去，给通过考核并且愿意留下来的女子的母家。即便最珍惜的天星印记不可能交出，可其他的资源也绝对不算上，不惜代价培养出一批准帝是绝对没问题的。没错，就是一批，那可是不死海亿万年积累的底蕴，就算是江家也不可能无视。大伯，格局要大一点。江渊伸了个懒腰，从软榻上坐直身体，白清雪乖巧地替他整理好略显褶皱的衣袍。不死海的大部分东西对我江家而言只是锦上添花，可对天鹰宗、圣魔宗这些小势力来说却是雪中送炭，是能让他们宗门底蕴暴涨一个台阶的无上仙源。他走到仙桌前，端起一杯仙酿，轻轻晃动着。我用江家吃剩下的一点肉汤，就能把他们喂得饱饱的，以后对我死心塌地，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江战看着自己这个侄儿，他身为家主，自然知道江渊的眼光已经放得十分长远，只是拿出一些对江家无关紧要的资源，根本不痛不痒。江家现在需要的是能诞生出大地的机缘，只要这等机缘在自己手中，其他资源损失一些根本无所谓。况且为保与江家有联姻关系的小势力，不仅能增强凝聚力，也能表现出江家的诚意，方便江家一点一点的将威望与施恩遍布世界，最后君临地仙。武力虽重要，可他们江家也不能把所有人都杀了吧，将朋友变得多多的，将敌人尽数斩杀。好，我明白了。江战点点头，我这就去安排。不急。江渊摆摆手，让大家先回来，回到银仙岛，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效果才好。要让那些通过考验的人知道他们的选择有多么明智，也要让那些被淘汰的和诸天万界还在摇摆的知道他们错过什么。天骄榜上还有很多人没来呢，而且大伯，你不觉得像柳宗主他们这些成名的强者就非常不错吗？江渊的笑容在江战看来多少带了点恶趣味。江家大军凯旋而归，当那遮天蔽日的战舟舰队裹挟着冲天煞气与血腥味重新出现在银仙岛上空时，整个银仙岛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那股灭世般的凶煞之气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当他们透过江家特意展示的通天镜，看到原本如一座大世界般宏伟的不死海，此刻彻底空荡，虚空在修补漏洞。一个早已知晓可依旧恐怖的念头还是在脑中挥之不去，不死海真没了，一个传承数个纪元的生命禁区就这么被抹平了。瑶池圣主、眼皇叔、圣魔宗宗主，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此刻额头上都渗出细密的冷汗，看向江家舰队的眼神充满敬畏。之前他们只知道江家强，但强到什么地步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今日他们亲眼见证了。弹指间禁区灰飞烟灭，这就是当时第一地族的獠牙。银仙岛上一众天之娇女更是个个花容失色。瑶池圣地的秦梦瑶望着那艘为首的破界神舟，美眸中异彩连连。圣魔宗的胡媚泽是舔舔红唇，眼中满是兴奋与痴迷，这样的男人她才配得上。姬月公主的脸色有些苍白，她紧紧攥着拳头，内心更加挣扎。而柳神鹰这位风华绝代的准帝则是悠悠一叹，心里怎么想的无人知晓。战舰之上，江战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论道台上，他环视全场，声音洪亮如钟：奉弟子之父，恒御大帝之命，不死海已灭，其禁区本源与亿万年积累已尽数被我江家收取，为弟子贺。轰！一言出，全场沸腾。虽然早已猜到，但当江家家主亲口证实，那种震撼依旧无与伦比。为弟子贺！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圣魔宗宗主，他立刻起身，满脸谄媚的高声呼喊。其余众人也纷纷回神，连忙跟着山呼：为弟子贺！为弟子贺！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江战满意的点点头，抬手虚压，待场面安静下来后，他继续开口。而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弟子有令，此次论道大会，凡通过考验者，其背后宗族皆可获得一份贺礼。这份贺礼便从此次覆灭不死海的缴获中取出1成，均分赠予。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呆滞地看着台上的江战。1成，一个生命禁区的1成本源与宝物，那是什么概念？那足以让任何一个不朽势力底蕴凭空暴涨3成，足以培养出数名准地级的强者。这他妈是贺礼，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缘。江家主，您是说真的？瑶池圣主声音颤抖地问道，他
他感觉自己快要幸福的晕过去了。江战淡淡一笑：“弟子金口玉言，岂会作假？”轰！全场彻底炸锅。我的天，瑶池圣地这次真的要一飞冲天了。瑶池圣地还好，圣魔宗也走了大运啊，有这批资源，未来100年实力怕是能翻上一番。还有天鹰宗，太可怕了！无数羡慕嫉妒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秦梦瑶、狐媚、柳神鹰等人。秦梦瑶出身瑶池圣地，对这些资源的渴求并没那么深，可狐媚、柳神鹰与姬月则不同，一个圣魔宗，一个天鹰宗，最后一个是大眼神朝公主。圣魔宗与天鹰宗一个资源耗尽都没培养出准帝，另一个虽然有准帝，但寿元所剩不多，就算庇佑天鹰宗也庇佑不了多久。说句不好听的，两宗虽没有覆灭之危，但日子肯定都不好过。而大眼神朝虽然有数位准帝，甚至还有大帝手段，可他神朝的性质就意味着潜力大的同时，对资源的消耗一直处于一个极高的状态，所以哪怕大眼神朝强大，可一直以来都没那么富裕。而今江渊一句话动用超能力，3大势力所面临的危机瞬间便瓦解。此时此刻，之前那些没被选上或者还在犹豫的天之娇女及其背后的势力，肠子都悔青了。赤眼准帝的脸色涨成猪肝色，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女儿颜灵儿，恨不得当场给她一巴掌，让你傲，让你狂。现在好了，煮熟的鸭子飞了。而不远处，天妖殿，一个气息妖异的美妇人，更是捶胸顿足，眼珠子都羡慕红了。不死海那种地方，虽然充满死亡腐朽之气，但也孕育着诸多与生命大道相关的奇珍异宝，对他们妖族而言简直就是无上的宝库。如果能分到一杯羹，他看了一眼自家那位还在发呆的圣女，心中长叹一声，晚了，一切都晚了。就在全场艳羡，几家欢喜几家愁之际，江渊的身影终于慢悠悠地出现在论道台上。他一出现，所有的喧嚣瞬间平息，无数道目光汇聚在他身上，充满狂热、敬畏、爱慕与贪婪。看来大家对我的决定还算满意。江渊轻笑一声，目光扫过秦梦瑶、狐媚、姬月、柳神鹰这几位已经通过或者待定的准妃子。本弟子向来说一不二，死亡海覆灭，我想大家都挺忙的，既然如此，本次论道到此为止。他话锋一转，直接宣布。众人一愣，这就结束了。江渊没有理会他们的惊讶，现在我再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之前通过考验的，若有谁现在想退出，本弟子绝不阻拦，并且同样会赠予一份薄礼，好聚好散。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退出？开什么玩笑？瑶池圣主和圣魔宗宗主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到手的仙缘怎么可能让他飞了？姬月公主娇躯一颤，看了一眼身旁脸色阴晴不定的眼黄书月，我一直让你退让，但这次可不能让了啊！这或许是你的成道机缘。姬月咬着红唇，最终还是低下高傲的头颅，没有作声。柳神鹰也选择沉默，因为江家已经超额给出他所需要的回答，如此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已至此，退出才是最愚蠢的选择。很好，江渊的笑容越发灿烂，他缓缓张开双臂，姿态惬意而又霸道，仿佛一位君王在检阅自己的疆土和收藏。既然无人退出，那么接下来就该本弟子享用果实了。江渊并没有把这2句心里话说出来，到底还是打算给他们留点面子。可那舍我其谁、睥睨天下的动作，还是彰显出其自信与膨胀，那种将天下一切尽收入怀中的感觉。在场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刚刚通过考验或者还在待定席上的天之娇女们，此刻看着江渊的眼神更是复杂到极点。这个男人论到上压过天骄体质榜第2的王腾雪，论背景，当世大帝是他父，身后更是有数尊大帝为其撑腰，一尊复苏大帝贴身守护，甚至夸张到以覆灭一座禁区为他祝贺。这等行事风格都如此的让人心跳加速。当一个人成功时，当真是不管怎么做，都让一众看客不自觉间怦然心动。瑶池圣女秦梦瑶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异彩。她本以为自己追求的是无情大道，可不知为何，在看到江渊这副霸道的模样时，她的道心竟产生一丝涟漪，仿佛他就是大道本身，自己应该为其殉道一般。圣魔宗的狐媚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痴迷和火热，她舔舔自己那娇艳欲滴的红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男人，我一定要得到他。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则是紧紧地攥着小拳头，那张精致的小脸上让她不甘的同时，心底深处又有种臣服之意。神朝之女本就重视弱肉强食，
他比我强，自己就应该臣服对方才对。可想是这么想，心里面终究还是有身为16公主的骄傲和矜持。至于天鹰宗现任宗主柳神英，这位准帝美妇，以及北元王家的帝女王腾雪，两人更是心绪复杂。一个是为了宗门未来和江家那丰富资源，不得不考虑江渊这一个比自己小了不知多少倍的年轻人，属于准帝的尊严。另一个王腾雪则是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江渊好似从头到尾都没有看他，也没喊他，仿佛他认不认输，对方都不在乎。江渊将所有人的表情尽收眼底，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让这些心高气傲、性格迥异的天之娇女们收心，日后他还不得累死。好了，既然论道大会已经结束，各位想必也累了。江战那威严的声音适时响起，打破场上的寂静。他走到江渊身旁，目光扫过那几位已经通过考验的天之娇女，朗声宣布道：来人，在！立刻有数十名身穿统一服饰、气息沉稳的侍女从远处飞来，恭敬地站在论道台下，将秦圣女、胡圣女、姬月公主以及柳宗主请至弟子宫群芳殿休息。江战特意顿了顿，看了一眼柳神英，不知为何反而没去念王腾雪的名字，这让王腾雪眼神稍显黯淡。他们江家当真如此看不起自己吗？他好歹也是天骄体质榜第2啊！一种屈辱的感觉从心底里油然而生，他突然很想去证明自己，证明他肯定不比他们差。然而在要开口的那一刻，他还是驻足了。他不知道怎么改口，难道要自己去求一个男人收下他吗？而就在王腾雪犹豫时，侍女们已经走到秦梦瑶等人面前，做了个请的手势。各位殿下，请随我们来。秦梦瑶等人对视一眼，最终还是默默地站起身，跟着侍女们朝着弟子宫的方向飞去。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那些被淘汰的天之娇女们一个个眼中都充满无尽的羡慕和嫉妒。王腾雪也觉得心上好像缺了那么一块，一种后悔的情绪从心底里蔓延。而另一边，炎神教方向，严灵儿死死地盯着那几道亮丽的背影，指甲都快要掐进肉里了。女儿，我们走吧。赤炎准帝走到她身边，叹了口气，声音中充满疲惫和失望。父亲，我不甘心。严灵儿咬着牙，眼眶都红了。我到底哪里比他们差了？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好说的。赤炎准帝摇摇头，也许江弟子有什么选拔标准是我们不知道的吧。他到底没说出来，是因为他觉得是自己的女儿当初冲撞对方的缘故。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赤炎准帝不认为自己的女儿会比其他人差，再怎么说也不比那圣魔宗的狐媚差吧。所以想想也知道，肯定是因为严灵儿当时没忍住冲撞对方，所以才被淘汰。毕竟以人家的身份，就算淘汰自己的女儿，也还是会有赤水准帝的女儿、赤土准帝的女儿，无数人前仆后继当替补，人家根本就没必要去在乎严灵儿。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就淘汰，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这种时候还抱着所谓的矜持，那当真是愚蠢。他朝台上的某个位置看了眼，无奈摇头。既然有矜持，当初就不要上台。既然立下赌约，输了又想装不知道，抱着所谓矜持，如此心境，准帝怕是都难。只是大哥不孝二哥，只怕以后炎神教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同样毁的肠子都清了的，还有凤凰一族。他们被请出迎仙岛后，并没有离开，就一直待在自家的黄金神州上，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凤灵儿也已经看完全过程，包括江渊选的人，更包括江家带人覆灭死亡海这片禁区的事。死亡海曾经的9大生命禁区排名第8，而第7就是他们太古神山。江家能轻松覆灭死亡海，就意味着同样也能剿灭他们太古神山。如此金大腿，他们不仅没有报上，还以为自家神女的口无遮拦，而彻底得罪了。一旦将加藤出手，决定对付禁区，那么他们太古神山一定是下一个覆灭的生命禁区。老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名凤凰族准帝长老颤声问道。凤凰老祖脸色铁青，他看了一眼自家那个失魂落魄的神女，又看了一眼远处那座如同神国仙境般的江家疆域，最终无力地闭上眼睛。还能怎么办？回去吧。难道就这么算了？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凤凰老祖猛地睁开眼，怒视着那名长老。难道你还想冲进去跟江家理论他们为什么不选我们家神女？你去吧，你如果活着出来，族长的位置我就给你了。别啊，族长，我就是随便说说，而且我的涅槃次数也没事。我给你准备了古祖的精血，只要你服用下去，立刻又能再复活9次。我相信你能拳打江家6祖，脚踢恒玉大帝的。去吧。那名长老被他吼得一个哆嗦，嘎嘣一声，当场假死。
凤凰神族三大绝技：涅槃术、装死术、凤翱术。唉，凤凰老祖长叹一声，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10万岁。是我错了，是我太自大了，才让我凤凰一族错失这万古难逢的仙缘。回去后，请谷主出关吧，请他老人家来定夺吧。就在外界因为这场论道大会的结果而议论纷纷，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候，江家的弟子宫内却是一片祥和。秦梦瑶、狐媚、姬月、柳神音4人在隔壁的群芳殿，此刻4人在侍女的带领下正在大眼瞪小眼。毕竟严格来说，这4人曾经几乎可以说是4条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如今因为江家弟子而聚在一起，一时半会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而身为罪魁祸首的江渊，在让侍女带他们过来后，只是露了个面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这让他们好不尴尬。最终还是圣魔宗的狐媚最先按捺不住，她媚眼如丝，轻笑着打破寂静，目光意有所指的在几人身上流转。哥哥，弟子大人还真是狠心，将我们几位美人丢在这里，也不怕我们闷坏了。姬月公主冷着一张俏脸，她最看不惯狐媚这种狐媚做派，更反感她口中那过分亲昵的称呼。哼，弟子行事自有其深意，岂容你智慧？狐媚眼唇一笑，身子朝姬月那边靠了靠，吐气如兰。哎呀，公主殿下还端着架子呢，从今往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您该学着放松些才是。姬月身子一僵，皱了皱眉，没有再搭话，只是将头扭向一边。短暂的交流就是神朝与圣魔宗久来的矛盾，这让秦梦瑶、柳神音对视一眼，好不尴尬，只能神游太虚，心里面渴望江渊能及早回来。而另一边，弟子公主殿之内，江渊正泡在一个由万年温玉打造的巨大浴池之中，身旁是刚刚出关的3人，他并没有急着去找4女，让他们互相磨合一些，自己再出手说不定也不错。夫君，水温还合适吗？白清雪跪坐在他身后，声音清冷地问道。不错。江渊点点头，脑袋向后靠去。要不要婉婉给你搓背啊？秦婉婉则是拿着一条由天蚕丝织成的毛巾，眨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期待地问道。好啊。江渊笑了笑。不过前面吧。小丫头立刻欢呼一声，拿着毛巾。对了，夫君。秦月白一边抓着江渊的手臂，一边有些好奇地问道。今晚您准备去哪位姐姐那里？此言一出，白清雪和秦婉婉的动作都微微一顿，耳朵也不由自主地竖起来。他们心中有些失落，但也很好奇今晚江渊会选谁。江渊闻言睁开眼睛，嘴角勾起一丝坏笑。你们猜猜。他看着眼前这3个穿着浴衣的绝色美人，哈哈哈一笑，根本就没去听他们的回答，因为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选谁比较好。毕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夜色如墨，星辰点点，弟子宫内灯火通明，仙气缭绕。江渊舒舒服服泡了个澡，换上一身舒适的丝绸长袍，懒洋洋地躺在软榻上。另外3人已经各自回房休息去了，虽然他们嘴上没说，但江渊能感觉到他们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和失落的。毕竟今晚过后，这个家里就要多出几位新的女主人了。不过江渊也保证过，等这件事落幕，会好好陪着他们。少主，您在想什么呢？侍女小翠端着一盘刚刚切好的鲜果，走到江渊身边，轻声问道。她看着自家少主那张英俊的侧脸，心里也是一阵小鹿乱撞。自从少主觉醒了那什么先天生育圣体之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不仅能修炼了，实力一天一个样，而且身上那股子自信和霸道的气质，更是让她这个贴身侍女都有些把持不住。我在想今晚该怎么办呢？江渊接过小翠递过来的鲜果，咬了一口，拉过小翠坐到自己身旁。要不就小翠你吧。小翠闻言俏脸一红，小声嘀咕道。少主又拿奴婢开玩笑了。我可没开玩笑。江渊捏了捏他那肉嘟嘟的脸蛋，毫不客气地枕着他的大腿，昂起头发现注意不到天空的星象。一段时间不见，小翠又长大了。他看着窗外那片灯火辉煌的群芳殿，视线仿佛能穿透空间。圣魔宗的狐媚、狐宝，一体双魂，自由变换，不过其心思太重。大眼神朝的姬月公主，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女帝。天鹰宗的柳神音，风华绝代的准帝美妇，成熟丰腴，想想都让人激动。不过毕竟是准帝之身，身份摆在那里，给他时间也是给自己时间。这么一排除，剩下的就只有瑶池圣地秦梦瑶，天骄榜第100名，天生堕胎，评分高达96，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在论道大会上站出来表演的。于情于理，这第一个都该是他，就他了。
江渊打定主意，从软榻上站起来。小翠，给本弟子更衣。是，少主。小翠连忙放下果盘，眼神有一瞬间的失落，但很快重新提起精神，手脚麻利地为江渊换上一身月白色的锦袍。穿戴整齐后，江渊背着手，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着群芳殿走去。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江渊被两面夹击时，江家已经在群芳殿内，按照秦梦瑶、狐媚、姬月、柳神英兴趣喜好建好4座道亭，每个庭院都自成一方小天地，里面的布置完全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喜好和修炼属性来打造的。瑶池圣女秦梦瑶的道阴小筑，种满各种蕴含大道气息的仙草神葩。一座由悟道石打造的凉亭，坐落在庭院中央，最适合静心悟道。圣魔宗圣女狐媚的合欢水榭，则是一片建立在温泉之上的水上楼阁，殿内纱幔飘飘，香气袭人，充满暧昧和旖旎气氛。大眼神朝姬月公主则是紫薇帝阁，完全仿照神朝皇宫的规格来建造，金碧辉煌，气势恢宏，彰显着无上的帝王威仪。最后的天鹰宗宗主柳神英是太古琴台，则是一座建立在悬崖之上的古朴石台，周围云雾缭绕，仙鹤盘旋。最重要的是，石台上是有100万年前的清音帝谱写的乐谱，江家特意放着的，常年参悟，对突破大地境或许都有帮助。江家这番贴心的安排，让这几位刚刚经历一场论道大会的天之娇女们心里都好受不少。她们还挺不习惯要和不熟的女子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道阴小筑，庭院内仙气氤氲，奇花争艳。秦梦瑶在被带来后，立刻就被这里四周的大地气韵所环绕，心有所感，马上就盘膝坐在那座由悟道石打造的凉亭之中，开始修炼。但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她那长长的睫毛正在微微颤抖，显示出这位瑶池圣女内心的不平静。她知道她会来，但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这种等待的感觉让她心绪不宁，而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庭院门口传来。秦梦瑶的心猛地一跳，她缓缓睁开眼，那双清澈如秋水般的眸子望向门口，只见一道修长的白衣身影正沐浴着月光缓缓走来，正是江渊。他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那双深邃的眸子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圣女殿下，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是在等我吗？江渊走到凉亭前，笑着问道。秦梦瑶的俏脸微微一红，她站起身，对着江渊盈盈一拜。梦瑶，见过弟子殿下。她的声音依旧清冷，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没人的时候不用这么多礼。江渊摆摆手，径直走到他面前，伸出手很自然地牵起他那柔弱无骨的玉手。秦梦瑶的身体微微一僵，她能感觉到从江渊手心传来的那股温热，让她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漏了一拍。她下意识想把手抽回来，却发现对方握得很紧，根本不给机会。圣女殿下。江渊将她拉到自己身边，低头在她耳边用一种充满磁性的声音轻声问道：后悔吗？后悔的话，我可以放你离开。平心而论，她后悔吗？秦梦瑶在心里问自己。不，她不后悔，甚至连半分失落都没有，因为江渊第一个选择了自己，更因为他的道。最开始，秦梦瑶认为自己本该像他的师尊一样，一生清修，不染凡尘，追逐那至高无上的大道。但在观看江渊展现自己的道后，秦梦瑶还是忍不住心动了。那是他从未设想过的道路，充满着生机与未来。他很好奇，他觉得自己是寻道者，好奇着代表无尽希望与创造，能让修者体质无视瓶颈提升的创生大道。梦瑶，一切都听殿下的安排，这就对了吗？江渊满意的笑了，他一把将秦梦瑶横抱起来，在一声娇呼中大步流星地朝着寝宫走去。寝宫之内，红烛摇曳，纱幔轻垂，一夜无话。在我的家乡，有一句话叫一寸光阴一寸金，又有一句话说的是春宵一刻值千金。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光阴春宵的话，又值多少金呢？定，检测到宿主与道侣秦梦瑶，评分96，成功构建连接并使其成功，任务完成，评价完美。正在结算奖励，触发暴击奖励，奖励增幅 2000%。恭喜宿主获得最终奖励：1. 修为7进归1进初期；2. 鸿蒙创视觉仙法解析进度提升至 10%； 鸿蒙紫气妙用解锁；生灵片；3. 生灵丹1枚，圣灵丹2枚；4. 极道地兵昊天塔；5. 紫四值皆觉醒先天道胎圣体。轰！眨眼间，
江渊的修为就无痛提升到了7境初期，虽然仅仅只是进入中千世界的门槛，可他前后才用了多久？睡一个晚上觉得是，这不比辛辛苦苦修行来到爽？除了修为的暴涨，更让江渊惊喜的是鸿蒙创世诀的解析进度，竟然直接提升到10%，仅仅5%的进度，加上先天生育圣体的特殊性，两者结合就能让他压着第2名的无垢替打，当真是逆天啊！鸿蒙紫气生灵篇，宿主可消耗鸿蒙紫气，对伴侣的体质进行提升，并且可自由选择提升方向。我靠，这不就是个捏人功能吗？毕竟不管是生灵丹还是圣灵丹，虽然都能搞出圣体，可圣体跟圣体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么说的话，这其实就等于变相的让我省了一些生灵丹咯。想是这么想，不过江渊感受了下，就拿秦梦瑶的天生道胎来说，想要提升到普通圣体，至少需要100缕鸿蒙紫气，而若是至高圣体，那500-600都打不住。想想江渊都觉得自己的肾疼，算了，还是日后再说吧。等圣灵丹富裕起来，直接给他们投喂就好。至于其他的吧，等日后再说。至于其他生灵丹，击到地兵奖励什么的都是老奖励了。江渊只是扫了一眼，就没太在意。击到地兵虽然珍贵，但他现在也不缺。不过这号天塔精通防御，会比轮回盘好用一点点，但不多。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最后就是紫4值阶觉醒先天道胎圣体，这才是最让他惊喜的。先天道胎圣体啊，那可是比混沌剑体、创世青莲圣体还要稀有的至高圣体之一，天生便与大道相合，修炼起来就跟喝水一样简单。江渊看着身旁还在熟睡的秦梦瑶，忍不住低头亲了一口。似乎是感受到江渊的动作，秦梦瑶长长的睫毛颤动几下，缓缓地睁开眼睛，那双清澈的眸子里还带着一丝初经人世的迷离和慵懒。想到他面对外人时清冷的气质和此刻慵懒的模样形成的强烈反差萌，看得江渊心里又是一阵火热。夫君。当看到近在咫尺的江渊时，秦梦瑶的俏脸瞬间就红了，下意识的就想拉起被子把自己给蒙起来，不过被子被江渊拉住。醒了。江渊看着他那副娇羞的模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秦梦瑶靠在他怀里，声音细若蚊蝇。那就好。江渊满意的点点头。说起来夫人，你可知我江家作为地族，其实拥有飞升之法？秦梦瑶奇怪的看着他。天亮了呢。江渊看向外界，微微一笑。我被修士为的是什么？不就是飞升正道吗？正好，为夫为你施展一番，什么叫白日飞升登仙境，那十方知你是你。一番展示过后，江渊神清气爽地走出道阴小筑。秦梦瑶明白什么叫先天生育圣体了，端地是可怕如斯。而就在秦梦瑶张着四肢躺在床上休息恢复精力时，他的眼神注意到床头一面巨大的落地镜前摆放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瓶。这个玉瓶昨晚躺在这里时肯定没有。秦梦瑶忍着身体的酸痛取来玉瓶，美眸瞪大，下意识捂住小嘴惊呼道：生灵丹。江渊哼着小曲，心情大好。他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所以一路上遇到他的侍女护卫，在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属于7境修为后，全都跟见了鬼一样，一个个目瞪口呆，石化在原地。我没看错吧？弟子殿下，他7境了？昨天不是才6境吗？怎么睡一觉就突破到7境了？我的天，这修炼速度也太吓人了吧！不愧是天骄榜第一。弟子殿下威武，弟子殿下威武，弟子殿下威武。一时间，整个弟子宫都因为江渊的修为突破而彻底沸腾了。赏！江渊大手一挥，漫天灵石洒下，弟子宫内沸腾无比。为弟子殿下贺，为弟子殿下贺。而与此同时，亿万里之外的瑶池圣地，此刻却是另一番景象。瑶池圣主和一众长老正聚集在圣地的祖祠之中，一个个神情激动，满脸狂热地看着祖祠中央那尊时而沉睡时而复苏的瑶池女帝神像。这一刻，这尊瑶池女帝神像竟然毫无征兆地绽放出璀璨夺目的七彩神光，一股浩瀚古老仿佛来自仙界的无上意志从神像之中缓缓苏醒。是女帝，女帝显灵了！瑶池圣主激动的浑身颤抖，带领着所有长老齐齐跪倒在地，声音哽咽，恭迎女帝法驾。那七彩神光之中走出一道模糊不清却又风华绝代的绝美身影，她就那么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身上微微散发出的地威都让整个瑶池圣地为之战栗。
她便是瑶池圣地数十万年前最后一位正道成帝的无上存在瑶池女帝，也是当今瑶池圣女的师尊。多少年了？一道空灵悦耳却又带着一丝沧桑的声音在众人的灵魂深处响起。本帝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瑶池圣主听到这声音，更是激动的当场跪倒，见识到江家大帝的强悍。他可太馋一位大帝的威势了啊！我瑶池圣地终于又要出现一位先天道胎圣体了吗？什么？瑶池圣主与一众长老全都面面相觑。瑶池圣地有先天道胎圣体，我们怎么不知道？尔等不知。瑶池女帝的声音带着一丝诧异，掐指一算，脸上的表情略显怪异，原来是梦瑶啊！什么？居然是圣女？不可能吧？这才多久？众人七嘴八舌。然而瑶池女帝并不在乎，仅仅只是拈指就将最近发生的一切推算个七七八八。当然，因为江渊是江家弟子，大气运者，又有大地守护，身怀极道帝兵等等，就算是瑶池女帝也不可能推算。所以有关江家弟子江渊横空出世，到天地金榜的提前降临，再到江家展露出的恐怖实力，以及秦梦瑶被江渊选中成为其弟子妃的事情，都是圣主说的。当听到秦梦瑶已经成为江渊的女人时，那道绝美的身影明显的顿了一下，饱满的胸膛微微起伏，似乎就连女帝都为之震惊。整个祖祠的空气都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瑶池圣主和一众长老全都吓得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们生怕女帝会因此而动怒，毕竟秦梦瑶可是他钦定的隔代传人，是瑶池圣地未来的希望，如今却成了别人的女人。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短暂的沉默之后，瑶池女帝胸膛很快就平静下来，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发出一阵意义不明的轻笑。呵呵，先天生育圣体，江家恒玉，有意思。她的声音里听不出喜怒，却让瑶池圣主等人更加的心惊胆战。女帝，那梦瑶她？瑶池圣主小心翼翼地问道。无妨。瑶池女帝的声音再次恢复平静。或惜福所以，福兮祸所伏。此事对梦瑶而言或许并非坏事。江家那小子身负大气运，乃是这个黄金大师的天命之子，梦瑶能与他结为道侣，也算是顺应天命。更何况，瑶池女帝顿了顿，声音中带上一丝玩味，本帝能从沉睡中苏醒，还得多亏了他呢。什么？瑶池圣主和一众长老全都愣住了。女帝苏醒跟那个江家弟子有关系？这怎么可能啊？梦瑶的道胎与本帝的道胎本就同源，只是或许最后的方向会不同。瑶池女帝解释道，她与那江家小子结合，阴阳交泰，大道共鸣，不仅让她自身的道胎得到前所未有的滋养和净化，也通过这层联系将一部分创生大道的气息反馈到本帝这里。正是这股创生大道的气息，才唤醒本帝这缕沉睡数十万年的残魂。听到这番解释，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这其中竟然还有如此曲折离奇的因果。传本帝法旨。瑶池女帝的声音变得威严起来。从今日起，我瑶池圣地与江家正式结为盟友。另外，将我们从不死海分到的那份资源全部送到江家弟子宫，就说是本帝赠与梦瑶的嫁妆。所有人震惊片刻后，还是瑶池圣主第一个反应过来，躬身拜道：是，遵女帝法旨。在瑶池女帝的法旨下，整个瑶池圣地沸腾起来。一艘满载着不死海珍稀资源的华丽神舟，在瑶池圣主这位准帝亲自护送下，浩浩荡荡驶向江家。这批资源名义上是瑶池女帝赐予圣女秦梦瑶的嫁妆。消息一出，整个地仙大世界再次被引爆。什么？瑶池女帝苏醒了，还和江家结盟了？不止结盟，你们没听说吗？瑶池圣地把从不死海分到的那份贺礼分文未动，全都当成嫁妆送到江家弟子宫去了。我的天，这江家弟子到底是什么神仙人物？先是灭尽屈为鹤，现在连沉睡数十万年的女帝都为他苏醒，还倒贴嫁妆，这还用问？肯定是那位弟子的圣体起作用了。瑶池圣女与他结为道侣，连带着让自家老祖宗都沾光了。你们说会不会瑶池女帝也大胆？那可是女帝，岂容你忤？无数修士议论纷纷，言语间充满对江渊的羡慕嫉妒恨。江渊回到弟子公主殿时，大伯江战已经等候多时了。当他看到江渊的瞬间，饶是见识多次，还是忍不住惊讶。一日生一境啊，夸张太夸张了。江战绕着江渊走了2圈，啧啧称奇，脸上的表情满是震惊与惊喜。大伯，淡定。江渊懒洋洋地往主座上一躺，随手拿起侍女呈上的仙果，
咬了一口。常规操作，不必大惊小怪。江战嘴角又是一抽，常规操作？你管这叫常规操作？从一个不能修炼的凡人，到如今的7境归1境，满打满算才多久？2个月都不到。这种修炼速度，说出去谁敢信？就是古籍中记载的那些仙人转世，怕是也没这么离谱。你小子，当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江战无奈摇头。不过他来找江渊是有正事的。生灵丹吗？我已经交给孟瑶了，他是愿意送回瑶池圣殿，还是自己服用，都依着他。闻言，江战点点头，没有反对。这算是瑶池内部的事，他们江家一般情况下不管。不死海那边缴获的资源，已经按照约儿你的意思分给瑶池圣地，圣魔宗和天鹰宗的份还在路上。大眼神朝那边，眼皇还在考虑那个提议，不过资源倒是没忘记收。至于王家，他们也收了，但又回了一份差不多量级的，看起来是没拒绝也没反对。那就不用管了。江渊摆摆手，这黄金大事，一步慢，步步慢。本弟子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没有抓住。我的路不会为任何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停留。区区一个体质榜第2，我不稀罕，这世上也从不缺天才，更缺识时务者。江战也同意江渊的处理。他们江家是什么身份？不朽帝族，7帝当世，甚至江守拙如今还在祖的闭关突破大帝，不日便是8尊大帝。如此身份地位，怎会去在乎区区一个王家的选择？忽然，江战像是想起什么，神情变得古怪。说起来，还有一事，瑶池圣地那边刚刚派人送来一份重礼，他们把约儿你之前送的聘礼又原封不动的送回来，而且还加了不少，说是女帝苏醒给他们圣女天的嫁妆。哦，瑶池女帝醒了。江渊挑了挑眉，有点意外。想到那位传说中的女帝，实在是很好奇对方的长相啊。还有能成为女帝，资质从不会低吧？起码得99吧。有机会得让大伯带我去拜访那位女帝啊。江渊在心中想到，作为晚辈去拜访女帝前辈，很合理吧？哦对了，大伯，老祖现在都在祖地吗？在。江战点头。除了6祖因为复苏不知去向，其余5祖都在祖地为3长老护道。你找老祖们有事？有点小实验，想给老祖们试试。实验？江家祖地。当江渊在江战带领下进入时，霎时便感应到仙山上一道道模糊而伟岸的身影投来的视线。玉儿，你来此地何事？一道温和而苍老的声音响起，正是出祖。他似乎对江渊的到来并不意外。孙儿拜见各位老祖。江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对这些爱他、守护他的老祖们，江渊是真发自内心的感激。没有他们，哪里还有自己下半生的幸福啊？紧接着开门见山，直接说出自己的来意。孙儿此来是想给各位老祖送一场天大的造化。说着，他摊开手掌，那2枚流光溢彩的圣灵丹便出现在他的掌心。这是圣灵丹，又搞到2枚，不错。江渊点点头，然后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孙儿想请哪2位老祖服下这2枚丹药，看看能不能进化出至高圣体。此言一出，整个祖地陷入一片死寂，5位大帝老祖全都愣住了。他们那古井无波无数个纪元的心境，在这一刻掀起滔天巨浪。饶是以他们的见识和城府，也被江渊这天马行空的想法给震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给大帝用圣灵丹，这小子还真敢想啊！5位盘坐在仙山之上的大帝老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江渊，谁也没有开口，但那无形的压力却让周围的混沌气都停止流动。江渊站在那里，面带微笑，从容不迫，仿佛刚才只是说了一件今天天气不错的小事。胡闹！终于，一道如同惊雷般充满怒意的声音炸响开口的是江家4祖，他脾气最为火爆。此刻那模糊的身影周围地威翻涌，法则都在哀鸣。玉儿，圣灵丹何其珍贵，你是知道的。此乃逆天神物，能100%造就一尊至强圣体天骄，每一枚都关乎我江家未来的气运。4祖的声音中满是痛心疾首。你将如此神物给予准帝，给予圣人，给予后辈都好，但用在我们这些老家伙身上，实在是暴殄天物啊！另一边，5祖也缓缓开口，声音相对温和，却也带着不赞同的意味。玉儿，你的心意我们明白，但大地之躯早已与天地大道相合，受天道之天心，自成一体，万法不侵。圣灵丹的药力虽强，但对我们而言，恐怕起不到任何作用。届时只会白白浪费2枚圣灵丹，得不偿失。2祖和3祖虽然没有说话，但那沉默的态度已经表明他们的立场。不赞成，风险太大，收益未知，完全是一场豪赌。江渊听着几位老祖的话，
脸上的笑容不变。他早就料到会是这个反应，要是他们一听就满口答应，那才叫奇怪。各位老祖息怒。江渊不急不缓地开口，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祖地。孙儿自然知晓圣灵丹的珍贵，但正因其珍贵，才要用在刀刃上。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几座仙山，敢问各位老祖，如今黄金大势已开，各路牛鬼蛇神纷纷现世，生命禁区蠢蠢欲动，未来必将是一场席卷诸天的血战。在这场大战中，能决定我江家最终命运的是多几位圣体天骄、圣体准帝，还是多几位拥有圣体的大帝？这个问题问得极为尖锐。四祖被噎了一下，想反驳，却发现无从下口。是啊，天骄再多，体质再强，终究只是未来的潜力，没有几百年，的确很难将潜力转化为战力。至尊的百年诅咒至今无人可破，而大帝才是江家乃至整个地仙大世界最顶尖的战力，是镇压一切的基石。圣体大帝与非圣体大帝虽然起不到质变，可对战力仍是有不小提升。江渊见状，趁热打铁。孙儿也知道大帝之躯万法不侵，圣灵丹可能无效，但是江渊顿了顿，大袖一挥，一股子豪气扑面而来，震撼着5位老祖和1位家主说不出话。不就是一颗圣灵丹吗？就当糖豆啃了，给老祖们尝尝味。江渊这番话，饶是见多识广的5位老祖和家主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只能说有担任性。一枚最多只能孕育出普通圣体的生灵丹，就足够让各大顶尖势力、神朝、圣地打破头不惜送上各自的神女、圣女，只求能换到一颗。遇到天鹰宗这种特别紧张的情况，甚至能换到一件半步击到地兵。这还仅仅是生灵丹，稳定产出至高圣体的圣灵丹的价值简直不敢估量，对圣地来说，便是发动圣战抢夺一颗都是值得的。可落到自家的渊儿口中，怎么就跟大街上的糖豆似的？可转念一想，那不就是糖豆吗？对渊儿来说，这简直就是无本万利啊！毕竟可以从天之骄女身上，嗨嗨，可让他们服用一颗能制造至高圣体的丹药，他们心中还是忍不住心疼啊。这4舍5入不等于磕掉一件击到地兵，可是四祖还是有些犹豫。就算如此，风险也太大了，足足2件击到地兵呢。哈哈哈！江渊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四祖，您这话就小看我江渊了。我自身的强大固然重要，但江家才是我真正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家族的根基稳固如山，我才能无所顾忌的去浪去发育。用2枚圣灵丹去赌一个让我江家底蕴暴涨数倍的机会，去赌2位圣体大帝的诞生，这笔买卖在我看来血赚不亏。他一番话说的是豪情万丈，掷地有声，就连脾气最火爆的四祖一时间都有些被他的气势所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这小子说的好像还他妈真有几分道理。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初祖终于开口了：老四、老五，你们不必再劝。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就按渊儿说的办。大哥。四祖和5祖同时惊呼出声：大哥，您也觉得这是可行？这……初祖没有解释，只是淡淡的说道：我相信渊儿，他从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初祖的话就是最终的裁决。其他几位老祖虽然心中仍有疑虑，却也不再多言。好，既然大哥都发话了。四祖一咬牙，仿佛下了某种决心。那老夫就来当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倒要看看这圣灵丹到底能不能让老夫这把老骨头也开出花来。然而江渊却摇摇头：四祖，您不行。什么？四祖眼睛一瞪：小子，你什么意思啊？看不起老夫？并非看不起。江渊笑道：我来之前查过资料，只是我没弄错的话，四祖您本身就是圣体吧？四祖一愣，随即默认了。他的确是圣体，名为毁灭战仙体，乃是战斗类型的顶尖圣体。江渊的目光又转向5祖：5祖您应该是虚空圣体。5祖也点了点头。江渊心中了然，看来自己的猜测没错。江家7位大帝，包括他爹在内，初祖、6祖、4祖、5祖都是圣体级或以上的存在，那么剩下的就只有2祖和3祖了。所以这次的机会应该留给2祖和3祖。此话一出，那2座一直沉默的仙山同时微微一震，一道略显沙哑的声音从2祖所在的仙山传出，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渊儿，你确定？他的确非圣体，当年正道靠的是无上的毅力和逆天的机缘，以及当时已经成帝的大哥3弟、4弟、5弟和6弟的一点点帮助。3祖同样如此，他是以外道正道，精通丹道、阵道、气道，手段繁多，
但若论正面搏杀，比起其他几位大帝，终究是逊色一筹。如果能拥有圣体，弥补上这块短板，他的综合实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二祖、三祖，请出来吧。随着江渊话音落下，那两座仙山之上光芒大放，两道同样伟岸却气息迥异的身影缓缓从混沌气中走出，显露在江渊面前。一位身穿黑袍，面容冷峻，眼神如万年寒冰，正是二祖；一位身穿灰袍，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三祖。他们看着江渊掌心的那两枚圣灵丹，眼神中前所未有的流露出一丝炙热。好，好，好一个江家麒麟儿！二祖连道三声吼，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竟罕见的露出一丝笑意，虽然比哭还难看。玉儿，此番恩情老夫记下了，安全起见，避免浪费，老二你先服用吧。好，请老祖服丹。他将圣灵丹递给二祖，二祖接过丹药，不再犹豫，一口吞入腹中。下一刻，风云变色。轰！就在二祖将圣灵丹吞入腹中的瞬间，一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恐怖到极致的气息从他们体内轰然爆发。那是一种霸道绝伦，仿佛要冰封整个宇宙的极寒杀伐之道。这股气息本就是大地级的力量，此刻在圣灵丹那磅礴无尽的生命精气与创生法则的催化下，开始发生一种匪夷所思的蜕变。嗡！二祖的身体率先起了变化，他那冷峻如冰的身躯陡然间绽放出亿万道漆黑如墨的寒光，每一道寒光都蕴含着冻结灵魂、寂灭万物的死亡真意。他的身后，一尊顶天立地的魔神虚影缓缓浮现，三头六臂，青面獠牙，手持刀枪剑戟，浑身缭绕着足以让准帝都心惊胆战的黑紫色煞气。这是修罗寂灭体，传闻中诞生于九幽黄泉，以杀正道的无上魔体。四祖惊呼出声，眼神中充满震撼。这种体质论品级绝对不亚于他的毁灭战仙体，甚至在杀伐之力上犹有过之。见此情景，三祖眼热，与江渊对视一眼，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紧接着吞服下去。霎时，三祖的身体仿佛化作一个无底的黑洞，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混沌气、天地法则、大道碎片。在他的头顶浮现出一尊巨大的烘炉虚影，炉中仿佛在孕育着一方大世界，星辰幻灭，日月轮回，玄奥到极点，万道烘炉体。天啊，竟是这种传说中的体质！五祖也失声叫道，语气中满是不可思议。万道烘炉体号称可以熔炼天地万道为己用，是最适合丹、气、震三修的无上道体。一旦大成，举手投足间便能布下地级杀阵，炼制地品神丹，恐怖无边。两位大帝在圣灵丹的作用下，竟然真的无视大地已经与天星印记相融，开始朝着圣体进化，而且还是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大到极点的至高圣体。成了，真的成了！饶是出祖！此刻的声音也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他看着正在蜕变中的二祖和三祖，又看了一眼旁边云淡风轻，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江渊，心中感慨万千。这个孙儿带给他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轰隆隆，整个江家祖地此刻已经彻底沸腾，无穷无尽的大道法则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化作两条璀璨的法则长河，疯狂地涌入二祖和三祖的体内。他们的地区在破碎与重组中不断循环，每一次重组都比之前更加强大，更加完美。而这股惊天动地的蜕变所引发的异象，隐隐间超出祖地的范畴。这可不妙啊！出祖神色一紧，他的目光仿佛能跨越无数山河，注意到那蠢蠢欲动的天道金榜上，沉思片刻，他大袖一挥，无数无法形容的玄妙符文将祖的牢牢遮蔽，同时也强行盖住二祖与三祖晋级圣体的天地意象。天道金榜在一开始的蠢蠢欲动后，很快又摇晃起来，左右摇摆不定，像是寻找不到目标，最后只好停下，静静沉寂于虚空当中。瑶池圣地刚刚苏醒，正在巩固自身残魂的瑶池女帝突然抬头，她仿佛感应到什么波动，她那双仿佛能看穿万古的眸子望向江家方向，绝美的脸上歪了歪头，有点奇怪。江家老大，这老小子怎么突然出手遮蔽气息？是那个叫江渊的小子又干了什么事，还是江家又出圣体了？但江家那位出祖出手，肯定是江家内部发生一件天大的变故。幸好江家同意与我瑶池圣地联盟，接下去100万年恐怕都是江家的天下了。话说，我改日要不要也去拜访一下江家那位弟子呢？我的确也很好奇那超脱于万界体质榜之外的体质啊。有了，等梦瑶生了后，我就可以用这个理由去看他。
很合理。他摇了摇头，重新坐回到悬床上。黄金大事当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时代啊！几乎同时，生命禁区，万龙朝万龙古皇也注意到如此变故，有警惕，有不解，可他知道对万龙朝来说肯定不是好事。黄金龙准地下属见状宽慰道：“龙皇陛下，往好的想，说不定只是江家又出圣体，不想给人看到呢。”万龙古皇没好气白了他一眼，不过万龙古皇的眼珠子似乎本来就是通体白色。那说不好的呢？说不准是江家又出一位大帝。江启道害怕被人注意。万龙古皇，你给我滚去万龙窟，没有本皇命令不准出来。陛下，滚滚滚！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几乎所有拥有大帝级存在的势力当中，他们一个个将视线投到江家，派出无数探子，都想要窥探出真相。在整个地仙大世界的震动与骇然中，江家祖地内的蜕变也终于接近尾声。二祖和三祖的身影重新变得清晰，他们的气息已经完全稳固在大帝境界，但那股威压却比之前强横数倍不止。虽然实力不代表也强上数倍，可绝对有质的提升。修罗寂灭圣体，万道烘炉圣体，两尊全新的圣体大帝正式诞生。痛快，痛快啊！二祖仰天长啸，声音中充满压抑无尽岁月后的畅快。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大，仿佛一念之间就能让一座大世界陷入寂灭。三祖也是满脸红光，他对着江渊再次深深一揖：“再造之恩，没齿难忘。”江渊坦然受之，笑眯眯地说道：“恭喜二祖，恭喜三祖，贺喜我江家，再添两位无上栋梁。”初祖、四祖、五祖，江战此刻看着江渊的眼神，是一种看妖孽、看家族万古以来最璀璨希望的眼神。玉儿，初祖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道：“从今日起，你的地位与我等平齐，江家所有资源任你调动，江家所有强者听你号令，你想做什么便放手去做，就算你要做族长也是一句话的事，哪怕你要捅破这片天，我们这几把老骨头也给你撑着。”江渊从祖地出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二祖和三祖成功进化为圣体大帝，这比他自己突破境界还要让他高兴。家族的底蕴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老祖们越强，他这个后浪浪起来就越安心。江战跟在他身边，看着自家这个侄儿，眼神有欣慰，也有对江渊那天马行空想法和豪气万丈决定的钦佩。用圣灵丹给大帝提升体质，这种事情别说做了，连想都不敢想。毕竟一边是肯定会涌现的至高圣体，代表一尊保底可战大帝的准地，另一边只是一种可能性。然而鱼儿不仅敢想敢做，还真就做成了。鱼儿是怎么确定圣灵丹对大帝也有效的？江渊闻言嘿嘿一笑，露出一口大白牙。猜的。江战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没从云头栽下去。大伯，您别这么激动嘛。江渊扶住他，一脸无所谓的说道：“我都说过了，就算不成也只是损失一枚圣灵丹，我赔得起。再说这不赌赢了吗？”江战张张嘴，看着江渊那副魂不在意的样子，最终只能无奈的苦笑一声：“你小子行吧，你是弟子，以后家族的事你说的算，我们这些老家伙都给你兜着。这可是您说的，大伯。”我说的。江战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欣慰的又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主殿办公。回到金碧辉煌、仙气缭绕的弟子宫，秦家二人正在殿前的白玉广场上。秦月白盘膝而坐，周身混沌气流转，一株青莲虚影在他身后若隐若现，显然是在熟悉创世青莲圣体的力量。而秦婉婉则显得有些百无聊赖，正蹲在地上用手指戳着一头路过的仙鹤。那仙鹤也不怕人，反而伸长脖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脸颊。嗨嗨！江渊一声轻咳，让这一大一小两朵并蒂莲华同时回过神来。夫君。秦月白睁开眼，身后青莲虚影收回，他美眸一亮，起身迎上来，姿态优雅，风韵十足。爹爹。秦婉婉则是欢呼一声，像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婉婉都快无聊死了，我也是超想你的。还有这么大的弟子宫还不够你玩？江渊摇头，宠溺问道。不够。秦婉婉嘟着嘴，这里虽然好看，但都没人陪我玩，娘亲就知道修炼，清雪姐姐也整日都在闭关，说想要超过爹爹你。江渊闻言，目光扫过不远处白清雪紧闭的殿门，若有所思。这丫头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喜欢修炼，不过有想要干的事，她当然也不会反对。他伸手一招，将秦月白也揽入怀中，心情大好。修炼的如何了？他问秦月白。回夫君，
已稳固在8境，圣体之力也初步掌握。秦月白柔声回答：“不错。”江渊点点头，目光又落到秦婉婉身上：“你呢？别光顾着玩，修为可不能落下。”“哼，我才没有落下呢。”秦婉婉不服气的挺挺，直视着眼前的江渊：“我已经4境巅峰了，很快就能追上娘亲了。有江家的资源，又有至高圣体辅佐，这修炼起来想不快都难。”见状，秦月白也是十分感慨，自己用了多久才提升到4境的？20年、50年、100年，而秦婉婉从1境到如今的4境才多久？这就是万古帝族的底蕴啊，是吗？那我可要检查检查。另一边，江渊坏笑一声，大手直接绕过按在秦婉婉的小腹丹田处，用力一按，紧接着一股精纯的鸿蒙紫气渡过去，这也算是他对鸿蒙创世诀的一次尝试。不过效果意外不错呀！秦婉婉脸颊微红，旁边的秦月白似乎也是下意识惊呼。作为从并蒂莲华体分裂出来的这对母女，她们只要不是刻意阻断，无论何时都有着一心同体的感觉，修炼速度自然会快上许多。咦，我突破了！秦婉婉惊呼，她发现困扰自己2天的瓶颈，就那么轻而易举的被她的鸿蒙紫气突破了。不表示表示。江渊看着小萝莉坏笑道。秦婉婉微红着脸在她脸上亲了口，江渊这才满意点头。说起来，我一直都没问你们创世青莲圣体的效果是什么。回夫君，妾身这些日子研究，大概发现有3种能力，说来听听。第一种是创造，能够创造和定义全新的一条道，不过妾身认为这需要我和婉婉对道的理解都达到一个极高的程度，并且修为也要跟得上才是。第二个是混沌而不染，天然能排斥一些负面状态、诅咒、法则什么的。最后就是说到最后一点时，这位成熟的美妇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去。最后怎么了？江渊低头看他，只见秦月白一脸娇羞道：“最后一个能力是补天，能治愈到伤，让身体重塑。”江渊略微有点吃惊地看着秦月白，前2个能力他就觉得已经非常逆天了。第一个创造大道，听起来很牛逼，其实确实也非常强大。在上次3长老将手捉得了他的世界树去闭关后，江渊也抽空去恶补了下准地突破大地的方法。一般来说有2种，其一是大千世界级的天星印记，例如大成的世界树称霸一座大千世界，一座大千世界的天星印记差不多够支撑2位大帝诞生。可大千世界难寻，整个地仙大世界有数万的中千世界，可大千世界却只有36座，即便是江家、麾下也只有8个大千世界，每一座价值都不比一剑击到地兵差。第二种就是自创大道，直外道果位，也就是所谓的另类正道，战力虽然比不上正统大帝，可也能当作一尊大帝来用。至于第2个能力，听起来倒是和王腾雪的无垢领域差不多。最后一个能力补天，这反而让江渊兴趣大增，深深看了眼秦月白和还有些懵逼的秦婉婉，难怪他脸这么红。有机会还是得给白清雪搞一颗啊，他的白虎血脉不知道进化的至高圣体是什么样子的。想到这，江渊忍不住道：“什么伤势都可以。”应该是的。秦月白的声音轻柔，细如蚊蝇。是吗？那位妇可得好好确认下。3个时辰后，江渊与秦婉婉来到群芳殿中。他其实是不想带她的，不过大概最近确实很忙。秦婉婉也超想他的，不过江渊也不在意，毕竟他不宠谁宠。弟子夫君。就在江渊缓步迈入大殿时，早就等在这儿的胡宝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想要扑进江渊的怀里，却发现这儿已经有人了，脸上闪过一丝失望。江渊也好奇地看着他，今天是胡宝的姿态。另一边，柳神英和姬月则是赶紧站起身，对着江渊微微欠身行礼，神态恭敬，却又带着一丝疏离。见过殿下，弟子跪安。江渊路过，摸了摸胡宝的小脑袋，然后毫不避讳走到主位上坐下，拍了拍大腿。胡宝瞬间会意，从另一边搂着他的脖子撒娇：“大哥哥，你可算来了，胡宝等你好久了。好了，都别站着了，坐吧。”他这话一出，柳神英和姬月才敢重新坐下。面对他们的紧张和惶恐，江渊也不在意，他知道的慢慢来，不急。他看了一眼天色，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说道：“今天也累一天了，本弟子准备休息了。”他这话一出，殿内几人的目光顿时大眼瞪小眼：“什么鬼？你不是才来吗？这么快就要走？”姬月和柳神英还想着是不是要拉拉关系，套套近乎什么的，可一看江渊的表现，就很明显了啊。甚至他们怀疑江渊带着秦婉婉进来，是不是就是在向他们表明
不愿意的随时可以退出，本弟子绝不在意。而就在柳神英、姬月两女还在犹豫时，江渊的目光已经掠过姬月那娇小但却十分有致的身段，扫过丰腴成熟的柳神英，最后视线落在那个还在撒娇的胡宝身上，没有给其他人犹豫的机会，嘴角勾起一丝坏笑。就从你开始吧，毕竟你是最主动的那个。啊，我。胡宝听到江渊的话，先是一愣，随即那张清纯可爱的小脸上瞬间飞起2朵红霞。虽然另一个他之前表现得很大胆很主动，但那都是为了完成宗门任务，为了在众多天之娇女中脱颖而出，博取江渊的关注。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他的心脏还是不争气的狂跳起来，毕竟自己没经验呀。怎，就从我开始了呀？他小声的嘀咕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和慌乱。怎么，你不愿意？江渊眉毛一挑，没事，本弟子可以换。没有，我愿意的。胡宝吓得一个机灵，连忙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开什么玩笑？拒绝的话，那不等于白白送出这天大的机缘？他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抱上江家那条地仙大世界第一粗的大金腿吗？地路多漫漫，有江家的辅助，他能走得顺利的多，我愿意。江渊满意的点点头，然后站起身，一只手抱一个。啊！胡宝发出一声惊呼，下意识的就搂紧。江渊抱着这个温香软玉的小萝莉，回头看了一眼大殿里那几个表情各异的女人，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各位，本弟子就先走一步了，你们也早点休息。说完，他便抱着胡宝与秦婉婉，在一道道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下，转身走进寝宫深处。看着3道离去的背影，大殿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了。哼，不知廉耻的妖女。姬月冷哼一声，她看着寝宫的方向，那双冰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不屑。在她看来，胡宝或者说胡妹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自甘堕落，这种女人也配和她相提并论。但那双捏着衣角的小手却是越发的用力了。她不甘心。柳神英叹了口气，不知道在想什么。她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最后的机会。是啊，没机会了，毕竟人家的身份挥挥手就会有无数天之娇女。她虽是准帝，但也只是准帝。她在纠结在犹豫时，人家已经捷足先登了。或许自己从一开始就想错了。在这场名为论道上，矜持和骄傲是最没用的东西。离开群芳殿，江渊先是放下已经被他哄睡着的秦婉婉，在软榻上休息，然后才彻底腾出手，抱着狐媚朝合欢水榭走去。合欢水榭，庭院笼罩在一层粉红色的暧昧雾气之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让人闻了就有些心猿意马的异香。江渊才一落座，胡宝的身体就在他眼中开始变大。很快，一个身穿黑色轻纱、身材火爆到极致的绝美身影正斜倚在胸膛上，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在空中轻轻地晃动着，雾气泛起一圈圈涟漪。正是胡宝的大人御姐版狐媚。哥哥老，弟子夫君，您可算来了，让人家好等了。他娇笑一声，勾着江渊的脖颈，身上那薄如蝉翼的黑色轻纱随着他的动作在空中轻轻飘荡，若隐若现。这让江渊十分好奇，他的衣服到底用的是什么馅料做的，能配合着变大变小。改日也给秦月白他们做一套。弟子夫君，人家感觉到你在看我的时候想着别的女人呢，是有了人家还不够吗？狐媚大着胆子在江渊耳边吹了一口热气。她其实能够感受到江渊身上那股创世的味道，与他的天生媚骨几乎完美融合，身体不由自主的就提不起劲。而江渊感受着他的动作，不躲不闪，眼神没有丝毫退意，很直接就道：确实不够。狐媚成熟妩媚的表情出现一瞬间的破裂，不过很快又恢复正常。他知道对方说的是真的，眼底有那么一瞬间的暗淡，不过很快就重新燃起斗志。就算人多又如何，他身具天生媚骨，对男性的诱惑力怎是那群一般的凡夫俗女能比的？最多就是弟子因为新鲜而在意。论长远，他自信自己不比任何人差，尤其是那神朝16公主都来这了，还以为自己是16公主呢，一定都拎不清日后要靠谁这件事。狐媚娇笑一声，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地在江渊的胸口画着圈圈。那是人家误会弟子夫君你了，既然妹儿错了，就请夫君好好责罚妹儿吧。他一边说着，一边踮起脚尖。其实妹儿也很好奇一件事。什么？弟子夫君已经有了月白姐姐和婉婉妹妹，那么夫君你到底是喜欢姐姐还是妹妹呢？你觉得呢？只要弟子夫君喜欢，人家什么样的都可以哦。
毕竟人家是天生媚骨，一体双魂嘛。江渊微红着眼睛看着背对着自己不断挑衅的狐媚，怒而出手，单手镇压。小孩子才做选择，本弟子乃大帝之子，所以我全都要。定，检测到宿主与道侣狐媚、狐宝评分91，成功构建连接并成功，任务完成。评价完美。正在结算奖励，触发暴击奖励，奖励增幅4000%。恭喜宿主获得最终奖励：1. 修为8境问道境巅峰；2. 瑶池天眼诀仙法；3. 生灵丹2枚，圣灵丹1枚；4. 大地道果残缺1枚；5. 极道地冰天阴谷仙琴。与此同时，流光大世界内圣魔宗山门，此地往日里魔气森森，人迹罕至的虚空，现在却变得热闹非凡。圣魔宗宗主魔倾城亲自带领着宗门内所有圣境以上的长老，以及数万名核心弟子，列成一个巨大的方阵，恭恭敬敬地等候在山门之外。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激动和期待，他们在等江家送礼的队伍。宗主，您说江家会派什么样的人来啊？会不会是准地强者？一名年轻的长老有些紧张地问道。不好说。魔倾城摇摇头，但语气中却带着一丝自信。不过以江家的行事风格，想必排场绝对小不了。他话音刚落，远处的虚空突然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紧接着一艘通体由黑色神经打造，造型狰狞霸气，仿佛一头太古凶兽般的巨大战舟缓缓地从空间裂缝中驶出。战舟的船头飘扬着一面巨大的旗帜，上面一个龙飞凤舞的江字，散发着镇压万古的恐怖气息。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在场所有圣魔宗的弟子长老全都精神一振，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去。当看清那艘战舟的全貌时，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是江家覆灭不死海时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仙金战舟吧？我的天，光是这一艘战舟恐怕就足以买下10个圣魔宗了吧？江家竟然派出一艘神王战舟来给我们送礼，这也太看得起我们了吧！就在众人议论纷纷、震撼不已的时候，那艘神王战舟的甲板之上出现一道身影，那是一名身穿江家执事服饰的中年男子。他气息内敛，看不出具体修为，但那双偶尔扫过众人的眼睛却仿佛蕴含着星辰大海，让所有看到他目光的人都感到一阵心悸。13境巅峰，至少是圣境巅峰的强者。魔倾城心中一凛，连忙收回神识，不敢再查，因为他在仙舟之内察觉到更为恐怖的力量，那是准地级别的强者。这下的他连忙整理一下衣袍，脸上挤出一个谦卑而又热情的笑容，迎了上去。圣魔宗宗主魔倾城恭迎江家上使。他对着那名中年执事深深的一拜，在他身后数万名圣魔宗的弟子长老也齐齐躬身行礼，声震如雷，恭迎江家上使。那中年执事似乎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他只是淡淡的点点头，从战舟之上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魔倾城面前。魔宗主不必多礼，他声音很平淡，我乃江家外侍堂执事江平，奉弟子殿下与家主之命，为贵宗送来贺礼。不敢，上使一路辛苦了。魔倾城连忙说道。薄酒早已备好，还请上使一步，让我等略尽地主之意。不必了。江平摆摆手，直接拒绝。弟子殿下还有吩咐，我送完东西即刻便要回去复命。他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枚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空间戒指，递给魔倾城。不死海一城的资源均分4份，这里是属于贵宗的那一份，还请魔宗主钦点一下。魔倾城看着那枚戒指，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颤抖着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接过戒指，将一缕神念探入其中。轰！当看清戒指里面的东西时，饶是他这位12境巅峰的强者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道心震颤，山，全都是山，由各种极品灵石、神晶、仙元堆砌而成的山，数不清的万年、10万年级别的神药、仙草，一座座由各种神晶、仙铁、炼器材料。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功法玉简、神通秘术，甚至还有几件散发着准地气息的残破地冰。他仅仅只是粗略看一眼，这里面的财富就已经比整个圣魔宗家一起再乘以10倍还要多。光是最核心那一颗神圣说不清名字的丹药，价值便无法估量，这还仅仅是1城里的1/4，仅仅是把这些消化掉，恐怕都够圣魔宗诞生出2位准地强者。再搭配上那些残破准地兵，即使放在准地里都不是弱者，那是只有流光大世界最顶级的圣地才有的待遇。上使，魔倾城的声音
都在发颤。这也太多了，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多吗？江平闻言却是眉头一挑，反问道：弟子殿下还嫌准备的不够周到，怕怠慢各位呢。所以来之前，弟子殿下和家主还让人放了一颗由家主大人亲自炼制的造化地心丹。魔宗主你应该……你怎么了？魔倾城彻底傻眼了。他是宗主，见识过大风大浪，但这不是海浪，是海啸啊！造化地心丹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功效：提高13境突破到14境准地3成概率。别看只是3成，他圣魔宗那位13境老祖到死恐怕也就不足1成概率啊！而这还是江家弟子让江家家主炼制的，多大的人情！这太牛逼了！魔倾城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江家到底是有多富？一颗能塑造准地的丹药，说送就送，难怪要让一位准地护送。好了，东西送到，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江平对着他拱了拱手：魔宗主，告辞。说完，他便转身准备返回战州。上使请留步。魔倾城连忙叫住他：还有何事？上使大恩，我圣魔宗没齿难忘。魔倾城对着他再次深深一拜，还请上使代我向弟子殿下和江家主转达我圣魔宗最诚挚的谢意。我会的。江平点点头，身影一闪，便回到战舟之上。巨大的神王战舟再次撕裂虚空，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直到那艘战舟彻底消失。在场的所有圣魔宗弟子长老才仿佛从梦中惊醒，他们一个个目光火热地看着魔倾城手中的那枚空间戒指，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宗主，那就是江家送来的贺礼，快让我们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我们圣魔宗要崛起了。魔倾城看着周围那一张张激动到扭曲的脸，深吸一口气，高高举起手中的戒指，声音洪亮地宣布：所有弟子听令，从今日起，宗门资源库全面开放，所有功法任由尔等修行，所有丹药任由尔等取用。我只有一个要求。他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声音中充满前所未有的霸气和决心：用最短的时间给我变强。我要让整个流光大世界知道，我圣魔宗不是谁都可以欺负的软柿子，绝不允许尔等剁了弟子殿下的威名。吼吼吼！数万名弟子在这一刻齐声怒吼，声震云霄，他们的眼中燃烧着前所未有的火焰。憋屈太久，压抑太久，今天终于看到扬眉吐气的希望。而这份希望是江家给的，是那位江家弟子给的。圣魔宗山门前，随着江家神王战舟的离去，那股压抑在所有人头顶的恐怖威压也随之消散。可魔倾城和一众圣魔宗长老弟子们却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比刚才还要快。宗主，您拿着空间戒指会不会太重了？要不老朽帮您分担一下。一名头发花白的太上长老看着宗主这般失态，心中愈发好奇江家这到底是给了多少资源。魔倾城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内心的狂喜。他知道现在不是激动的时候。财不露白，外界只知江家送来贺礼，可具体多少恐怕并不知晓。若是消息泄露出去，知道其中还有造化地心丹这等神物，恐怕整个流光大世界，甚至周围几个大世界的势力，都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虽然他们圣魔宗现在抱上江家的大腿，但江家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盯着他们。退一万步说，即使江家真帮他们复仇，那圣魔宗也被灭宗了。这一刻，魔倾城突然有点后悔不应该开放宝库，不过转念一想，如果藏着掖着，那不等于此地无银300两，只需要造化地心丹不泄露，其他都好。传我命令！魔倾城的声音在这一刻重新变得无比冰冷和威严。从即刻起，封锁山门，开启最高等级护宗大阵。宗门之内，所有弟子没有我的手令，不得擅自外出。违令者，废除修为，逐出宗门。唤醒所有太上长老，随我进入万魔殿，召开最高等级的宗门会议。万魔殿圣魂议事厅，魔倾城坐在宗主宝座之上，他的下方是10几位圣魔宗硕果仅存的太上长老，每一个都是圣境存在，是圣魔宗真正的底蕴。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摆放在大殿中央的那枚空间戒指，眼神中充满炙热和贪婪。宗主，那江家上使所言可是真的？这戒指里当真有不死海一城的资源？开口的是圣魔宗的大长老，一个活了近10万年，修为已达13境巅峰的老者，是一城的1/4。魔倾城点点头，没有说话，只是玉手一挥，嗡，那枚空间戒指光芒一闪，下一秒，堆积如山的资源
瞬间将整个万魔殿给挤得满满当当，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灵气混合着各种宝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在场的所有太上长老都忍不住激动起来。死！九转还魂花能让圣人重获新生，治愈圣道根基的宝物。先天不灭灵光，传说中有一丝机会孕育出先天不灭圣体的至宝，江家居然连这种东西都送。还有准地兵，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在大殿内此起彼伏，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多的宝物，这还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大长老的声音都在发颤，他看着眼前这堆积如山的财富，第一次感受到万古不朽地族的强大，除了实力以外，还有底蕴的强大，太他妈有钱了，手指头露一点都够他们圣魔宗飞黄腾达。我圣魔宗要起飞啊！多亏宗主收了妹儿这么位徒弟，感谢江家，感谢弟子，感谢宗主。魔倾城等众太上长老感激完，再次一挥手，将所有的宝物都收回戒指之中，只留下一个闪烁着七彩霞光的玉盒，这里面才是江家此次送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哦，莫非是生灵丹？看宗主重视的样子，很有可能呢。他说着，缓缓打开玉盒，嗡，一枚龙眼大小，通体流淌着大道神韵，仿佛蕴含着一个完整世界的丹药，静静地躺在玉盒之中。在场的所有太上长老，光是闻到这股丹香，就感觉自己的神魂仿佛都要羽化飞现。这就是生灵丹，怎么感觉有点不像啊？但这玄妙倒是真真正正。然而魔倾城摇头，不，这是江家弟子额外附赠给我们的造化地心丹。江家上士亲口所言，此丹将弟子找江家主亲手炼制，可助圣境巅峰强者提升3成突破准地的几率。轰！整个万魔殿彻底炸了。3成，那可是整整3成啊！对于他们这些卡在圣境巅峰、寿元将近、此生都无望再进一步的老家伙来说，这3成的几率不亚于再造之恩。天佑我圣魔宗！天佑我圣魔宗啊！一名太上长老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直接跪倒在地，朝着江家的方向砰砰砰地磕起头来，一尊准地，足够庇佑圣魔宗10万年。本宗主打算把这颗造化地心丹交给摩天仇太上长老。摩天仇，圣魔宗的定海神神针，13境巅峰3万年的太上长老，此刻正用一双浑浊却又无比明亮的老眼静静地看着他。宗主，他的声音沙哑，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老朽还有多少时日？魔倾城沉默片刻，终究还是如实说道：太上长老，您的寿元不足100年了。不足100年，对于凡人而言或许是一生，但对于他们这种动辄闭关1000年的修士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听到这个答案，摩天仇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失落，反而露出一丝释然的笑容。100年足够了。他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枯槁的身躯在这一刻却仿佛挺拔如山。宗主，将资源给老朽吧，老朽愿以这残躯为宗门，为弟子殿下搏一个未来。他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回荡在整个大殿之内。好，太上长老，这是一颗江家赠予资源里的不灭生元丹，蕴含着一丝不朽物质，足以补充您亏空的寿元和气血。除此之外，还有100万方仙元、神经以及各种补充气血、稳固神魂的无上神药。宗门上下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您护法。魔倾城将那枚玉盒郑重地交到摩天仇的手中。摩天仇感受着其中那磅礴的生命力，那双浑浊的老眼彻底被希望的火焰所填满。他对着魔倾城，对着所有长老重重的一拜：老朽此去闭关，不成功便成人，若能侥幸突破，定不负宗门，不负弟子殿下厚望。说完，他不再有丝毫的犹豫，转身一步踏出，身影便消失在大殿之内。他要去后山禁地，那个他本以为会是自己埋骨之所的地方，去做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豪赌。看着摩天仇离去的背影，大殿内的所有长老全都神情肃穆，齐齐躬身，恭送太上长老。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久久回荡。魔倾城站在原地，看着摩天仇消失的方向，美眸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传我命令，任何人不得打扰太上长老闭关，违令者杀无赦。瑶池圣地，云雾缭绕的仙山之巅，一座由七彩神玉雕琢而成的古老宫殿内，气氛庄严肃穆。瑶池圣主与一众核心长老此刻正恭敬地侍立在一旁，连呼吸都刻意放缓，他们的目光全都敬畏地投向那端坐于9天玄冰床上的绝美身影。那身影笼罩在朦胧的神光之中，看不真切，却自有一股风华绝代、君临天下的无上气韵。瑶池女帝此刻，这位沉睡无尽岁月的女帝，
玉指正轻轻捻着一枚流光溢彩的神丹，正是秦梦瑶从江家托人送回来的那枚生灵丹。值得一提的是，护送生灵丹的也是一尊江家准帝，并托弟子吩咐，希望能拜见他一面。不过被瑶池圣主以女帝要闭关恢复伤势为由劝退，毕竟是一尊大帝，即便是江家也不好不给面子。有意思，当真是有意思。许久，瑶池女帝那空灵悦耳又带着一丝慵懒的声音缓缓响起，打破宫殿内的沉寂。区区一枚丹药，竟蕴含着如此纯粹的创生法则，甚至还带着一丝鸿蒙初开时的气息。他将生灵丹举到眼前，那双仿佛能洞穿万骨的眸子闪烁着浓厚的兴趣。江家那个叫江渊的小子，他的先天生育圣体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不简单。瑶池圣主闻言，小心翼翼地插话问道：女帝陛下，您的意思是这生灵丹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瑶池女帝轻笑一声，问题大了去了。她把玩着手中的丹药，声音变得有些玩味。这丹药的力量霸道无比，可凭本帝之谋，可确信9天10地之内皆无此种丹药。那江家小子是如何获得的，就有待商榷了。而且瑶池女帝玉手勾着下巴，眼神闪烁，此生灵丹中蕴含着本帝一时半会也无法完全参透。不过有一点能够确定。是什么？瑶池圣主再度追问道。其中蕴含着极为特殊的法则，不仅仅是创生法则，是更高层的东西，或许是仙。本帝也说不明白。仙？瑶池圣主惊呼。这个只记录在典籍历史之中，或许只存在于曾经的那些天地境的绝代强者杜撰，或者说渴望的境界。瑶池女帝看了他一眼，没说仙到底存不存在，而是继续说起生灵丹的问题。不过这其中的法则姑且称之为仙之法则吧，本帝认为并不足以将一个人的体质直接提升到圣体。可是女帝，江家那边瑶池圣主插话道：行了，你说还是本帝说，要不你来我这，我让你讲。瑶池圣主顿时焉了，吐了吐舌头，不再说话，心想还不是怕您老一个人自言自语，自己说点话好热热场子吗？刚刚说哪了？哦，对，本帝可以确认，这生灵丹最多只能将一尊道体提升到强神体，或者是将神体提升到弱圣体。似那种金榜前列的至高圣体，生灵丹绝对办不到。本帝记得这次金榜前16有好几位都是江家的吧？沉默。直到低着头的瑶池圣主感应到淡淡的杀气，再抬头注意到女帝那仿佛要杀人的目光时，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在问我啊。您早说啊，我还以为您不要我开口。当然这些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似的。前16中有6人是江家，包括当世恒玉大帝和来自树林小世界烟雨楼的宗主秦月白的创世清连圣体。其中江家江晨、江毅分别觉醒混沌刀体与混沌剑体，位列第10名、第9名，其他还有位列15名觉醒荒古圣佛体的江山以及。瑶池圣主连忙如数家珍道。瑶池女帝点点头，虽然这个后辈没什么眼力见，但做事情还算认真，所以本帝认为江家内部肯定有一种比生灵丹更高级的丹药，此丹能让人直接拥有至高圣体。瑶池女帝淡淡做出分析，全然不顾下方沸腾的长老与圣主，他们议论什么，瑶池女帝没去听，眼神看向东方的虚空，那里是江家江玉的方向。她真的越来越好奇这位江家的弟子恒玉的亲子了。好了，都别吵了。女帝一言，全场静声。瑶池女帝将丹药随手抛给瑶池圣主，是与不是一试便知，这枚生灵丹梦瑶那丫头用不上了。传本帝法旨，赵圣女亲传弟子岳灵溪前来觐见。半个时辰后，一名身穿淡蓝色长裙，容貌清秀，气质空灵的少女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女帝宫。她叫岳灵溪，是秦梦瑶座下最得意的弟子，也是瑶池圣地年轻一代中除了秦梦瑶之外天赋最高之人。弟子岳灵溪拜见女帝陛下，拜见圣主，拜见各位长老。岳灵溪恭恭敬敬地跪伏在地。起来吧。瑶池女帝的声音从9天玄冰床上传来。岳灵溪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当看到那道笼罩在神光中的绝美身影时，心中掀起滔天巨浪。这就是传说中的瑶池女帝吗？好美，好漂亮。与之相比，自己仿佛路边的尘埃，肮脏到极点。灵溪，瑶池女帝缓缓开口，你可知本帝今日召你前来，所为何事？弟子不知。岳灵溪心中惴惴不安，不过心中隐约猜测到些什么，心跳顿时忍不住加快。本帝欲赐你一场天大的造化。说着，瑶池女帝玉指一弹，那枚生灵丹便化作一道流光，悬浮在岳灵溪的面前。这是……岳灵溪看着那枚散发着磅礴生命气息的神丹，美眸中充满震撼。
你应该也曾听闻过一些。此乃生灵丹，江家弟子所赠。你乃造化玉魄体，虽为神体，可以你出生时造歹人掠夺本源，险些跌落神体本源，后在圣地的培养下恢复一部分神体之能。不过本质上，如今你的神体有一部分已属后天所铸，本帝说的可对？岳灵犀一怔，很快点头似的，分毫不差。服下它吧，它可助你脱胎换骨，成就圣体。圣体？岳灵犀彻底惊呆了，他可真不敢想，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逆天仙缘，竟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还不谢过女帝陛下。一旁的瑶池圣主连忙提醒道：弟子岳灵犀谢女帝陛下天恩。岳灵犀激动得语无伦次，连忙再次跪下，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瑶池女帝的声音平静如水，清冷甜腻：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师尊，还有江家弟子吧。谢谢师尊，谢谢江弟子。岳灵犀恭敬地朝着江家的方向，头颅碰地，诚恳磕头。瑶池圣主奇怪地看了女帝一眼，谢秦梦瑶倒也无可厚非，谢江家弟子什么鬼？不过女帝完全没有解释的打算，就在这服用吧，本帝为你护法。是，多谢女帝。灵犀深吸一口气，颤抖着伸出手，将那枚生灵丹拿起，然后毫不犹豫地一口吞入腹中。轰！丹药入腹的瞬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磅礴药力，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在他体内轰然炸开。轰隆！岳灵犀吞下丹药的刹那，一股恐怖到极致的力量在他体内轰然引爆。剧痛瞬间席卷他的神魂，仿佛要将他的肉身、道骨，乃至每一寸血肉都彻底碾碎。他的造化玉魄体本原在哀鸣，那后天修补的部分在这股力量面前，如同纸糊一般脆弱，寸寸崩解。瑶池女帝宫殿上空，风云色变，一轮清冷孤傲的明月虚影自宫殿内部冉冉升起，其光辉皎洁，却带着一股冻结万物的寒意。然而随着丹药之力彻底化开，一缕微不可察的红蒙紫气融入其中，那轮明月仿佛被注入灵魂，清冷的月华中诞生出一抹温润的玉色光泽。月光不再只是冰冷，而是充满勃勃生机，如同混沌初开时孕育万物的第一缕光。咔嚓咔嚓，岳灵犀神体本源在崩溃后，被那股融合创生法则的月华之力重新塑造，残缺的本源被补全，后天的瑕疵被抹去，一种更加完美高贵的气息从他身上弥漫开来。宫殿之外，整个瑶池圣地的弟子都惊骇地抬起头，他们看到那轮巨大的明月虚影之中，仿佛有一位绝美的仙子正在翩翩起舞，玉色的光辉洒落，让整个瑶池仙境都沐浴在一片神圣的光雨之中。这是岳灵犀师姐的气息，难道是江弟子赐予的生灵丹？圣地赏赐给了岳师姐。瑶池圣主与众长老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手心全是汗水。女帝端坐于玄冰床上，眸光平静，却也带着一丝探究，只是心中愈发肯定自己的推测。终于，当最后一缕玉色光华融入岳灵犀眉心，所有的异象骤然收敛。岳灵犀缓缓睁开双眼，一抹清冷而尊贵的月华在他眸中一闪而逝，他感受着体内圆满无瑕，与天地大道无比亲近的感觉。他成功了，他真的成就了圣体。月华玉魄圣体虽非完全无记录的圣体，可上一次追溯还能到100万年前，最终成就一尊准帝9重天、半步正道的女准帝。弟子叩谢女帝陛下。岳灵犀激动得五体投地，声音哽咽。瑶池女帝淡淡开口，声音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味：不必谢我，此乃江家弟子江渊所赐之仙缘。瑶池圣主与众长老看到这一幕，个个神情激动，身体因狂喜而微微颤抖。他们成功了，瑶池圣地诞生了圣体。天地金榜有变化了，有长老失声惊呼。只见天穹之上的天骄体质榜金光闪烁，一行新的字体缓缓浮现。天骄体质榜第51名，月华玉魄圣体岳灵犀，所属势力瑶池圣地。瑶池女帝的目光穿透无尽虚空，看向那些正在窥探此地的各方神念，传本地法旨。瑶池圣主立刻躬身，请女帝示下。瑶池圣地即日起昭告地仙大事件。女帝声音平淡，却蕴含着雷霆万钧之势。吾等由衷感谢江家及江渊弟子慷慨赠予生灵丹，助我瑶池再添一尊圣体，此恩瑶池永世不忘。女帝的声音化作宏大的道音，传遍四方。紧接着，瑶池圣主带领所有长老弟子走出山门，面朝江家江域的方向，齐齐躬身行大礼。瑶池圣地谢江家弟子天恩。声浪滚滚，震动瑶池。瑶池女帝看着下方那虔诚叩拜的门人弟子，
目光再次落回那枚被岳灵溪吸收后的丹药残余气息上。排名51，圣体之末，若圣体，果然如此。他轻声自语，看来江家真正的好东西还藏着呢。创世青莲圣体，混沌剑体，可不是这生灵丹能造就的。他的眼眸中闪烁着比任何人都要浓厚的兴趣。江渊，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这一刻，地仙大世界无数关注着金榜的势力与强者，全都注意到这一幕。又一尊圣体，还是瑶池圣地的岳灵溪。我记得他是瑶池圣女秦梦瑶的亲传弟子，天生神体，但本源有缺，怎么可能突然就晋升圣体了？你们忘了吗？秦梦瑶在论道大会上被江家弟子选中了啊，这肯定是因为生灵丹的功劳啊！啊，好羡慕秦梦瑶啊，我也想嫁给江弟子。不知道江弟子还缺不缺暖脚的？别说暖脚的了，估计暖什么的都不缺啊。你看我干嘛？我说的是暖心肝脾胃肾肾的。太古神山，梧桐神殿内，气氛压抑的仿佛万载玄冰凝固。凤凰老祖哭坐在主位上，面沉如水，一言不发。下方凤凰一族的长老们个个垂头丧气，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就在刚刚，瑶池圣地昭告天下的消息如同最锋利的尖刀，狠狠地扎进每一个凤凰族人的心脏。又一尊圣体，因为一枚生灵丹，因为与江家联姻，因为被江家那位弟子选中，每一个字眼都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反复抽打在他们的脸上，火辣辣的疼。凤灵儿也在殿中，她俏脸惨白，毫无血色，娇躯微微颤抖。那一日在银仙岛上的羞辱，早已将她的骄傲碾得粉碎。而今天瑶池的消息，更是让她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当初的自信是何等的可笑与愚蠢。她引以为傲的体质在天骄体质榜上仅仅排到末尾，被江渊随意赐下的一颗生灵丹就给轻易碾压。他的凤凰神族虽是皇族，可那又如何？死亡海也是由古皇级势力坐镇，不也是说灭就被灭了？背景资质他全都比不过江渊。当初说他配不上自己的话，如今当真听起来像个笑话。这才过去多久啊？人族不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吗？这还没3个月啊！凤凰老祖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眼眸中充满无尽的悔恨与疲惫。他后悔当初没有压下凤灵儿的性子，不然以他的资质，就算比不过瑶池圣女，比不过拥有一体双魂的圣魔宗圣女、大眼神朝16公主、准地柳神鹰，那也至少比江渊从下界带回来的一对道体母女好吧？那才道体啊！更何况还有白虎王族，区一个白虎族，如果不是看在同为太古神山种族的一员，他要灭他们，不过是一瞬间的事。然而，只是因为白虎神女被江渊看中，成了他的道侣，就得到江家的聘礼，甚至听说江家愿意分出给瑶池圣地、圣魔宗等宗门同等覆灭死亡海的资源，送来白虎王族，那可是足以让白虎王族一步登天，威胁到他们3大神族的海量资源啊！就连白天行那杂阿毛都因祸得福，轻轻松松突破到13境。可恶，可恨啊！迟早他要把这些收入囊中。这些资源本来都应该是他凤凰一族的，如今凤凰老祖看着凤灵儿是越看越不满意。如果不是太古神山这一代神女，只有这一位，他都恨不得直接杖毙对方。就在凤凰老祖心中暗恨时，殿外传来一声通报：启禀老祖，黄金狮族族长与神族族长前来拜访。他们来干什么？一名长老怒吼道：来看我们的笑话吗？不见，让他们滚！凤凰老祖却摆摆手，沙哑的开口：让他们进来。他倒要看看这2个老东西如今还想耍什么花样。片刻后，黄金狮族族长金长歌和神族族长神无道联袂而入，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关切与同情。凤兄，听闻论道大会之事，我等心中实为凤兄不平啊。神族族长神无道一开口就是一副感同身受的模样。可恨我与金兄的黄金狮族都没有资格的神女，不然高低得给凤兄你撑撑场面。黄金狮族族长金长歌也点头附和：正是，人族狼子野心，如今江家势大，我等若不早做准备，恐怕未来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凤兄，依我看，我们3大皇族是时候摒弃前嫌，联手对抗江家了。殿内的凤凰族长老们闻言，脸上都露出异动之色。然而凤凰老祖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眼神如同在看2个跳梁小丑。联手？谁给你们的自信？他冷笑一声，笑声中充满讥讽。你们是打得过江家6祖，还是恒玉大帝啊？还有，是谁在白虎王族得了天大好处后，第一时间想去分一杯羹，还不想带我凤凰神族，结果看到人家七地凌空，屁都不放再放一句就取消计划，而且还屁颠的给白虎一族送资源的啊！2位族长的脸色微微一僵。凤兄，此一时彼一时，
滚！凤凰老族猛地站起身，一股恐怖的准地威压轰然爆发。我凤凰一族的笑话还轮不到你们两个来看。凤凰老祖双目赤红，状若疯狂，想拉我凤凰一族当炮灰，去试探江家的底线。你们做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想趁火打劫，吞并我凤凰一族的地盘和资源。我告诉你们，绝对不可能。他的声音充满决绝与疯狂，那股同归于尽的凛冽杀意，让金长歌和神无道脸色微变。他们所谓的联手，其实就是趁着凤凰皇族示弱，逼他吐出一些资源，让出太古神山山主的位置。却没想到这头老凤凰竟如此刚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哼，不识抬举！神无道冷哼一声，拂袖而去。金长歌也深深地看了凤凰老祖一眼，眼神阴晴不定，最终还是选择离开。看着两人狼狈离去的背影，凤凰老祖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颓然坐回宝座上。大殿内死一般的沉寂，所有人都明白凤凰一族已经走到悬崖边上，前有江家这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后有虎视眈眈的盟友。老祖，凤灵儿颤声开口，泪水终于决堤。是我，都是我的错。凤凰老祖闭上眼，摆了摆手，声音里满是苍凉。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他站起身，步履蹒跚地走向大殿深处。传我命令，即日起封山，所有族人不得外出。另外，去凤血池再去催一催谷祖他老人家吧。梧桐神殿外，神无道与金长歌并肩而行，两人脸上都挂着阴霾。不识抬举的老东西！金长歌率先打破沉默，声音里压抑着怒火。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跟我们摆谱，真以为凭他一个能拉着我们两族同归于尽？他越想越气，准地的威压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丝，震得周围空间都泛起涟漪。神无道的脸色同样不好看，但他比金长歌要沉得住气。别急，金兄，既然老凤凰不给面子，那我们不也没必要留守了？什么意思？神无道眼眸闪烁，一个没办法带领神山前行的山主，你觉得还有必要吗？金长歌一愣，很快就反应过来，神兄，你这是要……没错，神无道冷笑，而且我们身边不正好有合适的对象吗？白虎王族又有如今江家的威慑，是非常好的目标啊。一个背景强大，自身又不强大的第三方，可是最好拿捏的。而且往好的想，如果白虎王族真能坐上那个位置，你想啊，那他拥有的资源，作为神山的皇族，拿出来一些分给其他种族，很合理吧？对，他江家是强大，可不能连这种事都管吧？金长歌陷入沉思，片刻后也觉得这个提议十分不错。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太古神山的天确实该变了，但究竟是谁的天下，还尚未可知。西末，万佛寺，金色的佛光普照大地，梵音禅唱不绝于耳。这里是佛门圣地，一方净土，仿佛世间一切纷扰都与此地无关。然而瑶池圣地传来的消息，让他们的佛心都开始微微动荡。阿弥陀佛，瑶池圣地好大的气运，一尊圣体便是一方不朽势力10万年的底蕴，江家弟子当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能。莲花宝座上，万佛寺方丈手持念珠，宝相庄严，脸上挂着悲天悯人的微笑。他身旁几位身披红色袈裟的罗汉菩萨正在低声议论。这时，一名年轻的沙弥行色匆匆地跑进大殿，脸上带着几分焦急与不解。方丈，诸位菩萨，小沙弥和11里，弟子不明白，瑶池圣地能得此机缘，为何我们万佛寺却毫无动静？当初我们不是也派遣妙音师姐前往江家吗？是啊，妙音师姐佛法精深，容貌更是被誉为我佛门万古第一，为何会落选？莫非是那江家弟子对我佛门有偏见？小沙弥的话也问出殿内不少年轻僧侣的心声。主持大局的方丈闻言，只是微微一笑，并未言语。他身旁一位眉毛长垂至胸口，气息渊深如海的老僧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看着那小沙弥，眼中流露出一丝笑意。痴儿，你只看到眼前的风，却未曾看到风起于何处。小沙弥更加困惑了，请尊者解惑。老僧伸出一根干枯的手指，遥遥指向东方，那里是江家疆域的方向。你只知道瑶池得天大的好处，那你可曾想过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问题？为何妙音菩萨至今未归？一言惊醒梦中人。是啊，论道大会早已结束，各方势力的天之娇女，无论选中与否，都已返回宗门。瑶池的秦梦瑶，圣魔宗的狐媚，大眼神朝的姬月，天音宗的柳神音则留在江家。而佛门的妙音呢？他没有回来。我佛慈悲，原来妙音师姐她……小沙弥激动的语无伦次。
整个大殿内的僧侣们也都瞬间反应过来，脸上纷纷露出喜悦与自豪之色。哈哈，我就说嘛，妙音师姐一出，岂有失败之理？方丈高瞻远瞩，我等佩服。方丈拈指摇头，有些话他并没有说，比如是他求着妙音一个人留在江家的。没错，谁规定论到大会结束了就一定要走的？以交流之名留在江家，这点面子江家也会给他万佛寺的。只要能被江家看对眼，他们万佛寺就能如瑶池圣地一般多出一位圣体，这是多大的功劳啊！况且妙音留在江家，说不准还能在内部开辟一片佛海呢。然而就在众人欢欣鼓舞之际，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来。方丈开口的是戒律院首座法纪罗汉，他面容刚毅，不怒自威，周身佛光都带着一股金刚怒目般的锋锐之气。弟子有祸。法纪罗汉起身，声如洪钟，我佛门乃清净之地，妙音身为我佛门菩萨，如今却留在那江家，这岂不是有辱我们清誉？他的话让殿内的喜悦气氛瞬间一滞，不少僧侣也面露迟疑，觉得法纪说的有道理。方丈看着法纪，微笑道：法纪，你这香了。何为佛？普度众生，方为佛。方丈的声音温和而充满智慧。江家弟子身负先天生育圣体，其道为创，未来必将为这世间创造出无数精彩绝艳的生灵。这些生灵难道不该被我佛法度化吗？妙音此去非为个人私欲，而是将我佛门的种子播撒向一片全新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壤。他是在行大普度，此乃无上功德，何来有辱清誉一说？法纪罗汉眉头紧锁，可那终究是破了戒啊！方丈还未开口，旁边那位眉毛长垂的老僧再次悠然说道：法纪，你的心乱了，你只看到戒，却没看到道。佛祖都能舍身为因，你可知妙音心中不愿以身饲魔，最终降妖伏魔？那是法纪一时语塞。老僧呵呵一笑，从袖中取出一枚传讯玉简，轻轻一点，一道空灵悦耳又带着一丝欢快的声音在大殿内响起，正是妙音的声音。方丈，师尊，弟子已成功留在弟子宫。弟子殿下人很好，他已允诺会为我修建一座比大雷音寺还要宏伟3倍的妙音禅院，用9天神经为我重塑金身，日夜接受万道香火供奉。对了，弟子宫的斋饭也很好吃，是用真龙干、凤凰水做的素斋，蕴含大道碎片，弟子感觉修为都精进了不少。声音到此，戛然而止，整个万佛殿陷入一片死寂。所有僧侣，包括法纪罗汉，全都目瞪口呆，仿佛被9天神雷劈中。宏伟3倍的禅院，9天神经的金身，真龙干、凤凰水做的素斋。咕嘟，不知是谁狠狠地咽口唾沫。半晌，法纪罗汉才从石化中回过神来，他指着那玉简，嘴唇哆嗦，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这是堕落，这是被糖衣炮弹腐蚀了道心。方丈，我们必须把妙音带回来，让他再撕过牙，面壁千年，以正佛心。方丈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脸上的笑容更盛了。阿弥陀佛，他双手合十，慢悠悠地说道：法纪啊，本座看该去撕过牙面壁的是你啊，你听听你这语气，是羡慕还是嫉妒啊？此时江渊正泡在合欢水榭的温泉里，安静地享受泡澡的乐趣。这次他身边没有其他人，江渊毕竟不是什么恶魔，而他也好趁着这个时候认认真真看起奖励。可不得不说，这次的4000暴击可谓是绝无仅有啊！修为惯例提升就不提了，江渊都感觉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用不了多久自己就准地了。生灵丹和圣灵丹也都是老奖励，可剩下的几个一个比一个令人吃惊。天鹰古仙琴、极道地冰，为天鹰女帝成帝后，在黑暗动乱中被打到分崩离析，后在黑暗动乱中被打碎，一分为二。若能将二者合一，可重现其巅峰时期的无上神威。大地道果残缺，由七情大帝陨落后，其毕生大道感悟与天地法则交融所化的无上神物，炼化后可大幅提升对大道的感悟，增加正道成帝的几率。注：此道果为残缺状态，效果有所削弱。瑶池天眼诀仙法，瑶池映诸天，一念眼万界，3成可正天，10成仙路开。这3个奖励都不得了啊！最后这个说的不会是只要参悟3成就能突破天地，10成就能成仙吧？这也太离谱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江渊觉得这些东西，尤其是大地道果残缺，自己肯定是用不上的，还是交给老祖们处理吧。江家准地那么多，虽然只是个残破大地，可好歹也是大地不是？对，就这样吧。这么想着，他已经从浴池中出来，
就在他换好衣服，前脚才离开弟子宫，迎面却碰上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一个身穿白色僧衣、气质空灵、容貌绝美的年轻尼姑。此人江渊在江家给他整理的名册中见过万佛寺佛女妙音，他似乎是在这里专门等他。看到江渊，妙音双手合十，对着他微微欠身：“阿弥陀佛，小尼妙音见过弟子殿下。”他的声音如同山间的清泉，清澈而又空灵，让人听了感觉整个心都静了下来。江渊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小尼姑，94分的选手，佛心琉璃体，号称圣体之下第一体，这可是个稀罕货啊！佛女殿下，原来你没离开啊？江渊笑着问道。找本弟子有事。江渊看着眼前的妙音，心中不禁赞叹，单论容貌，或许与秦梦瑶、白清雪在伯仲之间，但她身上那股超然物外、不染尘埃的空灵道韵却是独一无二。佛心琉璃体，号称圣体之下第一体，万法不侵，诸邪辟易。妙音双手合十，微微欠身，动作轻柔的如同一片羽毛落地。她的声音清冷悦耳，仿佛能洗涤人的灵魂。小尼妙音见过弟子殿下，此方是为论道而来。哦，论道。江渊来了兴致，则随意地倚靠在一根玉柱上。本弟子洗耳恭听，不知佛女想问什么道？妙音抬起头，那双清澈如琉璃的眸子，感受到自己似乎第一次被江渊正视。小尼想与弟子论一论，何为苦，何为道？他的话音很轻，却像一记晨钟在空旷的庭院中回荡。世间万物皆在苦海沉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为八苦，众生轮回，无有初期。妙音的目光落在庭院中一朵盛开的奇花上，花开虽美，终有凋零之时，生命虽绚烂，亦有终结一刻。弟子殿下之道，在于创生，在于繁衍，多一分生，便是多一分苦。您创造的生命越多，这世间的苦海便越是无边无际。小尼愚钝，敢问弟子，此道与普度众生之愿，是否背道而驰？这番话言辞恳切，却锋芒暗藏。他没有直接否定江渊的大道，而是从佛法根基出发，将江渊的创生定义为制造苦难的源头。这是一种降维打击，任何有形有相的存在都逃不过他们对苦的定义。江渊听完，非但没有动怒，反而笑起来。佛女此言有理，却也狭隘，请弟子示下。你说生的越多，痛苦就越多，是吗？妙音点头。那反之，生的越少，痛苦就能越少。妙音刚要说话，江渊摆摆手与之打断。且听本弟子说完。既然生的越多，痛苦越多，痛苦越多，生的越少，生的越少，痛苦越少，所以生的越多，痛苦越少。妙音，这好像有道理。不对不对，弟子殿下，您这是歪理啊！江渊笑着直起身，缓步走到妙音面前，一股无形的混杂着红蒙紫气与万道玉皇血脉的霸道气息开始弥漫开来。从本弟子口中说出的话就是真理，何来歪理一说？如果有人有意见，那就和我身后的七尊大帝说去吧。妙音沉默，这太霸道了。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道与对方的道似乎并不契合，如此一来，即便强融也不会有好处。既然如此，是小尼梦浪了。然而他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可江渊却没想放过他。佛门就是这样，论得过就给你搞度化，论不过就和你讲武力，发现武力也打不过就闭嘴，横竖都给你们占完了。佛女只看到花落时的凋零，却没有看到它盛开时的绚烂。你只看到生命终结的寂灭，却没有看到它存在时的精彩。江渊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那朵奇花的花瓣。你说生是苦，那我问你，若无生，何来绚烂，何来精彩？一个连存在都未曾拥有过的无，难道就是你追求的极乐？妙音听出这次的江渊，他的话是认真的，就连自身的琉璃佛心都微微一颤。他感觉自己的佛法领域，那片由禅唱和佛光构筑的清净世界，仿佛被一股蛮横的生机悄然入侵。江渊的声音变得宏大起来，四大皆空，可若世界本就是一片虚无，那空又有何意义？仿佛蕴含着天地初开的智理。你的道是教导已经存在的生灵如何从苦海中解脱，而我的道是赋予那些尚未存在的无一个进入苦海体验一次的机会。你告诉我，一个连哭和笑的资格都没有的无，与一个体验了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后最终选择解脱的生灵，哪一个更完整？轰！妙音的清净世界仿佛有一道惊雷炸响。江渊的这番话绕过苦的定义，如果众生都不存在了，那又去普度谁？佛女，
你的道是建立在我的道之上的。江渊看着他动摇的眼神，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继续加码。没有创生与繁衍，就没有芸芸众生，也就没有你佛门的苦海，更没有你口中的普度。你的佛是看客，是终点，而我的道是源头，是起始。你是在为已经画好的画进行裱糊和修补，而我是那个执笔绘画的人。江渊每说一句，他周身那股鸿蒙紫气便浓郁一分。妙音的额头渗出细密的香汗，他感觉自己的佛心琉璃体在那股至高无上的创生气息面前开始出现裂痕。他看到自己那片金色的清净佛国中，一株株紫色的莲花破土而出，蛮横的生长，绽放出妖异而绚烂的光彩。那光彩充满生命力，充满欲望，充满他一直以来想要摒弃的一切，但却又如此的美丽，如此的令人向往。不对，妙音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试图稳固自己的道心。欲望是罪，轮回是苦，是吗？那你告诉我，你此刻想要战胜我的欲望，是不是罪？你此刻坚守佛法，希望勘破我知大道的执念，是不是苦？妙音娇躯一降，如遭雷击。他发现自己越是想要反驳江渊，就越是陷入他设下的逻辑陷阱，连辩论本身都成了一种欲望和执念。渡人不渡己。江渊的声音如同最后的宣判，你连自己的欲望和执念都看不破，又谈何普度众生？妙音只觉得自己的佛心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论道结束，江渊退后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瘫坐在地，眼神茫然的妙音。你说了，不过本弟子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江渊的笑容此刻在妙音眼中比传说中的天魔还要可怕。随我来，我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说完，他不再理会失魂落魄的妙音，转身便朝着弟子宫深处走去。妙音呆呆地坐在原地，看着清净世界里枯萎的佛血金莲，又看看江渊离去的背影，琉璃般的眸子里第一次出现挣扎与迷茫。他是应该继续守着这片破碎的佛国，在自我怀疑中沉沦，还是跟上那个男人的脚步，去看看他要带领自己见识的世界？不知过了多久，他缓缓站起身，擦去嘴角的血迹，默默地跟上去。他曾以为自己的佛心坚不可摧，如琉璃般内外明澈，可江渊几句话却如最锋利的金刚杵，将他的琉璃佛心敲出无数道裂痕。到了，江渊停下脚步，回过头，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合欢水榭的温泉水氤氲着热气，水面上漂浮着不知名的花瓣，散发着甜腻的香气。这哪里是论道之地，分明是温柔乡、英雄冢。妙音停在水榭的入口，白衣随风微动，他的清净佛国已经崩塌。此刻的妙音不过是一个迷途的信徒。江渊没有催促，缓缓步入温泉之中，温热的水流包裹住身体，他舒服地靠在池壁上，闭上眼睛。他知道，对于一个道心破碎的求道者而言，没有什么比亲眼见证一个能碾压自己大道的世界更具诱惑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庭院里只有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和水波倾荡的声音。妙音赤着足，一步一步走下台阶，他低下头看向闭目养神的江渊。月光下，他俊美的如同神奇，周身散发出的那股创生气息。坐到我面前来。江渊的声音响起，平静的不带一丝波澜。妙音犹豫片刻，最终还是依言，缓缓地挪动身体，与江渊相对而坐。你不是想见识真正的极乐世界吗？江渊睁开双眼，深邃的眸子仿佛能倒映出诸天星辰。现在放开你的心神，本弟子让你看看何为创生。江渊随手一挥，将妙音带入一间特殊的殿宇。这里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殿宇中央是一面巨大的由不知名水晶打造而成的镜子，镜面光滑如水，却又深邃如渊，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此为问心镜，能映照道心所想，演化大道终极。江渊淡淡道。他抬手一指，镜面中波光流转，瞬间浮现出一片景象。那是一片灰色死寂的无边无际的虚无，没有声音，没有光芒，没有生命，甚至连时间的流动都感觉不到。在虚无的中央，有一尊巨大的黄金雕像，宝相庄严，正是妙音自己的模样。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亘古不变，永恒不朽。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空，是寂灭的终点。这就是你的极乐世界。江渊的声音在殿内响起，无苦亦无乐，无生亦无死，一切归于沉寂，归于永恒的虚无。你觉得这有意义吗？妙音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张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宛如一尊完美的艺术品。他曾以为这是他最终的归宿，是跳出苦海的彼岸，但此刻一股前所未有的孤寂与恐惧
从他心底最深处蔓延开来。永恒的孤寂，这真的是解脱吗？江渊不待他回答，手指再次点向镜面，景象变幻，虚无破碎，色彩涌入，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市井人间，战火硝烟，无数的画面在镜中飞速闪过。他看到一个婴儿咕咕坠地，家人喜极而泣；一对恋人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将军马革裹尸，血染沙场。那是他口中的苦海，充满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但那每一张脸上的表情，无论是喜悦，是愤怒，是悲伤，是绝望，都如此的鲜活，如此的真实。你的道，作于河之尽头，静观河水干涸，万物凋零。江渊的声音如同大道音，一字一句敲击在他的心上。而我的道，便是那条奔流不息的河。河中有鱼虾，有水草，有漩涡，有浪涛，它滋养万物，也吞噬生命。你说，是尽头的干涸更真实，还是奔流的过程更真实？妙音娇躯巨震，再也无法言语。就在他心神失守之际，江渊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他面前。他没有用任何粗暴的手段，只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他的眉心。一缕精纯到极致的红蒙紫气，顺着他的指尖涌入妙音的识海。这股气息没有侵略性，它温和却又霸道，如春风化雨，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他那破碎的佛国世界。紫气所过之处，那些枯萎的金莲竟重新焕发生机。只是那金色中多了一抹妖异的紫色，一个全新的种子，在他道心的废墟上开始发芽。那是由欲望，是渴望，是对生命本源的向往所凝聚而成的种子，是他的心魔，也是他的心声。妙音的佛心琉璃体，第一次没有排斥这股外来的力量。他终于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眸子里，不再是四大皆空的死寂，而是一抹怎么也无法掩盖的好奇与期待。任务完成，评价完美，正在结算奖励，触发暴击奖励，奖励增幅 5000%。恭喜宿主获得最终奖励：1. 修为9境法则境巅峰；2. 半仙器菩提念珠；3. 生灵丹2枚，圣灵丹2枚；4. 至高圣体本源指定1份；5. 九妙不死药，可让大地再活出一世；6. 子嗣血脉强度晋级概率提升 20%。弟子宫小院。哎，真的没啥，这2日也就奖励了我一点点的修为，让我突破到9境，外加1件极道地兵，1件半仙器，4枚生灵丹，3枚圣灵丹，1份什么不死秘药，还有一颗残缺的大地道果而已了，真的没啥。大爷爷、二爷爷，你们怎么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最沉不住气的四祖，那张素来火爆的脸上此刻写满呆滞。他自觉自己已经是见识过大风大浪，可此时此刻，他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小渊，你再说一遍。旁边的江战闻言连连点头。没错，就是这种感觉。他被自己这个侄儿震撼好几次了，所以今天一早他收到江渊传音，就猜到他昨日肯定有收获，于是迫不及待冒着被打的风险回到祖地，找来5位老祖，让他们来堵门。哦不，第一时间听听江渊的喜讯。不只是四祖与江战，就连一直古井无波的初祖江启道，那双仿佛能洞穿万古的眼眸，也在此刻泛起剧烈的波澜。整个弟子宫小院陷入一片诡异的死寂。5位大帝加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准帝，5加一尊屹立在地仙大世界之巅的无上存在，此刻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齐刷刷地盯着江渊，眼神里全是你他娘的在逗我的表情。嗨，江渊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只好清了清嗓子，又重复一遍：真的就这些，一点点啦，系统给的是抠了点，不过来日方长，日后再说吗？一点点。四祖的嘴角狠狠抽搐一下，他感觉自己的道心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比当年跟禁区古皇打生打死的时候还要刺激。他猛地扭头看向其他几位兄弟，压低声音，那语气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一样：你们听到了吗？9境，这小子上一次来见我们的时候好像才从7境吧，就睡了一觉，准确来说是2觉。江渊在一旁纠正道：这个很关键，睡一觉和睡2觉能一样吗？这是质的差距，感觉上的不同。你小子先闭嘴。三祖捋着胡须的手僵在半空，喃喃自语：我记得老夫当年从7境到9境用了足足10年，重点不是修为。一直沉默的五祖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目光灼灼地盯着江渊。后面那几样你再仔细说说。修为突破得快，虽然离谱，但考虑到江渊那逆天的圣体，老祖们也不是不能。好吧，
其实还是很难接受，但勉强可以理解。可后面的东西，那每一件都足以让整个地仙大世界掀起腥风血雨。极道地兵就不说了，咱们江家不缺，那不死秘药是什么？江渊眨了眨眼。哦，系统介绍说是叫九妙不死药，能让大帝再活一世。噗！四祖一口气没喘上来，差点把自己给呛死。让大帝再活一世，这句话的分量重若万古青天。大帝寿元虽长，却非不死不灭。他们这些从遥远时代自封至今的老怪物，每一次复苏都是在燃烧本就不多的寿元。生命禁区里的那些古皇为何不惜一切代价发动黑暗动乱？不就是为了苟延残喘，多活几年吗？一件能让大帝再活一世的神药，这意味着江家可以多一尊巅峰大帝，如同当时的恒玉大帝一样，在未来的乱世中横行无忌。一尊恒玉大帝就镇压的9大生命禁区，现在是8大一个屁都不敢犯。若是2尊在未来几十上百万年都将处于巅峰状态的巅峰大帝，那威慑将无法估量。此物过于重要，必须要好好商量下由谁服用。出祖定下基调。江渊无所谓的耸耸肩，这东西本来就是他专门拿来给大帝们使用的。他还年轻，身体好，根本用不到这玩意。还有呢，那颗大帝道果是怎么回事？出祖的声音已经带上了一丝急切。这个啊，江渊挠了挠头，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个光滑流转的玉盒，介绍说是七情大帝陨落后，大道感悟和天地法则交融所化的神物，不过是残缺的效果打了折扣。盒子打开的瞬间，一股苍凉、古老而又宏大的道韵瞬间弥漫开来，仿佛有一位无上的存在，正在众人耳边阐述着七情六欲的终极奥秘，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6人的眼神瞬间变得凝重无比，其中又以江战着迷的最深，心里有一种疯狂的念头，想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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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出祖的声音如大道轰鸣，一瞬间将江战震醒，然后只觉得眼前一花，人就被丢到外界，没眼力见。他此刻两眼懵逼，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我在看鱼儿拿出来的宝物，然后就不由自主的沉迷了。可怕！只是大帝的一点点道韵，就让他一尊准帝9重天沉迷，可为何鱼儿一点事都没有？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有侍从凑上来，小心翼翼道：“家主，地上凉，我给您搬来凳子了。”江战没眼力见，滚滚滚！他拍了拍裤腿，黑着脸离开。2个侍从，家主更年期晚到20万年了。而另一边，赶走江战后的5位大帝还在围着那残缺的大帝道果打转。好东西，这绝对是好东西！三祖激动得满脸通红，他精通丹气镇3道，最能理解这颗道果的价值。这哪里是残缺，这分明是保留那位七情大帝7成以上的大道感悟。寻常准帝若是能炼化，不说100%正道，至少能增加3成以上另类正道的几率。3成，这已经是一个足以让所有准帝疯狂的数字了。要知道，古往今来，多少精彩绝艳的准帝穷尽一生，都卡在最后那一步，最终在岁月长河中化为枯骨。那对5位老祖们的实力有提升吗？江渊好奇道。5位老祖沉默片刻，除了三祖外，全都摇摇头。老三是外物正道，这位七情大帝的道与他勉强有触类旁通之效，但效果不强，与其给我们浪费，不如交给另一个人。谁？江渊好奇道。你爹，恒玉。我爹，玉皇大帝。什么玉皇大帝？出祖奇怪地看了江渊一眼。没什么，您继续说。你爹那小子是欲望正道，欲望本就为情绪的表达，他如今在这条路上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这七情大帝，不过此物给他，或许能让他跨出那关键一步也说不定呢。出祖的话意有所指，可透露出的信息量巨大。江渊也听懂了，他爹当世大帝已经走到大帝的极致，再进一步是什么？16境，天地境，位于整个地仙大世界真正的顶点。到时候自己成了天地之子，那真是可以横着走了。这时三祖突然道，其实除了恒玉，我江守桌也可以用。他看向江渊解释道，你三伯融合世界树幼苗，等同于身负一座大世界的天星印记，底蕴是足够了，但世界树的成长需要时间，这也意味着江守桌突破大地的过程可能会很漫长。这颗道果正好可以补全他大道感悟这一环，让他跳过漫长的积累过程，在最短的时间内正道成帝。小渊，这些东西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在江渊身上。江渊沉吟片刻，心中早已有了计较。首先是仙气，5位老祖，你们谁能用得上？沾染仙字无疑不是个中极致，
非大地不可出之。仙气这种级别，就算是江家都只有寥寥数件。给老四吧，他身具天地金身，与符道比较契合。江渊张着嘴看着脾气最为火爆的四祖，这位老祖走的居然是符道佛怒金刚的符。渊小子，我怀疑你在心里面蛐老祖。哪有的事？江渊义正辞严。真没有。江渊拿出菩提念珠半仙气。老祖你说呢？嗨嗨，本老祖早就觉得渊儿你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老祖很满意。我宣布以后你就是老祖的嫡系了。四祖拍着江渊的肩膀，爽朗的哈哈大笑。这话你等老六回来当他面说。说就说，有了渊儿给的仙气，老子还怕他。得了一件半仙气，他的战力瞬间大增，在大地中也属于极致的那一批。生灵丹和圣灵丹。江渊笑了笑，我留着还有用，这次就不上交家族了。你留着，你留着，本来就都是你的东西。四祖大手一挥，毫不在意地说道。江渊笑了笑，又说道，至于另一件极道地兵天鹰古仙琴，我想先留着，它似乎与天鹰宗有些渊源，或许日后用得上。可出族点头，江家的地兵足够多，不差这一件。九妙不死药的事，江渊没说，这东西老祖们自己看着办就好。最后的大地道果，我想给三伯江守拙用。哦，出族有些意外，我还以为你会留给你爹或者你娘呢，虽然你娘的倒也不契合就是了。江渊摇摇头，留给他娘之类的他其实一直都有想过，不过嘛，且不提他娘什么时候回来，一个残缺的大地道果而已，就是正道也是弱大地，配不上他娘，要给就给最好的。指定的至高圣体本源就是他留给他娘的。三伯需要时间，世界树自身成长速度太慢，融合这个大地道果后，应该能尽快涌现出一尊新的大地，说不定你爹能成天地呢。出族反问，那敢问大爷爷可能性呢？很低，100不存1。江渊打了个响指，那就对了，用1成的1/10这点可能性和一尊弥补上缺陷，并且短时间就能涌现出来的大地，如何取舍，一目了然。而且江渊的脸上露出十足的自信，我有把握将来给我爹娘弄到更好的。几位老祖沉默了，他们都知道江渊的这个选择从可能性上来说更好，现在都能弄到残破的大地道果，将来完整的也不是不可能，更何况一个残缺道果，如果就能出一尊天地，那整个地仙大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大地了。只是他们不能说，毕竟他们已经拿了江渊不少好东西，可人家的亲生爹娘可什么都没有啊，这是完完全全在为家族和利益最大化考虑啊。你确定？江渊无所谓的点点头。出祖江启道眼中闪过一抹赞许。既然你已经决定，我们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家族多一尊大帝，便多一分底气。守拙那孩子心性坚韧，值得托付。3月内，本帝必助江守拙入地境，这是本帝给你的承诺。江渊拱拱手，恭敬道：“那就拜托大爷爷了。”江启道虚手一抬，江之扶起：“是我应该代表江家谢谢你才对，你太辛苦了。为了我江家的繁荣，要你背上贪图美色的恶名。不辛苦，一切为了家族。”几位老祖听得很感动，他们都知道江渊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再继续下去又要开始商业互吹了，所以江渊赶忙转移话题：“哦，对了，还有一事，渊儿想请教几位老祖。”“问吧。”“大爷爷，各位爷爷，我爹娘呢？上次我爹的法旨都降临了，怎么一直没见他们的人影？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份至高圣体本源，这可是给他娘准备的。”听到这个问题，几位老祖脸上的笑容都收敛了些，神情变得有些复杂。出祖江启道叹口气：“此事说来话长，渊儿你随我们入祖地吧。”江渊闻言一愣，只是谈话都要入祖地，这怕不是什么天大的机密吧？而在他前脚被老祖带着进入祖地，后脚5位老祖共同展开大地法则，霎时紊乱天机，整个祖地的气机混乱一片。如此一来，便是有人窥探，应当也做不到了。江渊看得吃惊，这到底是说的什么事啊？这么慎重。做完这一切，出祖这才看向江渊：“小渊，你父亲母亲他们去了边荒？”“边荒？”江渊皱眉，他对这个地名很陌生，而且也不止一次听大伯提起过。边荒只是我们对那个地方的称呼。出祖解释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敬畏。他的另一个名字你或许听说过，仙域。仙域？江渊心中巨震，那不是传说中所有修士最终的归宿，长生者的乐土吗？仙域并未破碎，它一直存在，但进去的路断了。出祖摇头：“想要进入，难如登天。你父亲当年就是为了你的事，才不惜一切代价
强行闯了进去。为了我，江渊更加不解了。没错，初祖的眼神变得悠远，负手而立，仿佛在回忆一件极其遥远的事情。嗨嗨，大哥，渊儿才出生20年。旁边的四祖出生的一瞬间就把气氛破坏了。他收了江渊的半仙气，现在是纯正的江渊雏，一句话让打谁就打谁，绝不含糊。初祖没好气地瞪了四祖一眼，这在他神游太虚的时候叫什么？哦对，舔狗。要不是渊儿的半仙气和佛门有关，轮得到你？当年渊儿出生时被查出为凡体，这很不修真。你父亲是当世大帝，母亲也是神体，这种情况下生出来的后代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性是凡体，但你就是。而此方修仙界有一条铁律，凡人无体不可修仙，这意味着一旦是凡体，那么其终身将无法修炼，便是我江家有通天之能，为你延寿也最多只有10000年。你父亲穷尽手段也无法破解这条世界规则，找过我，还有你2爷爷、3爷爷他们，甚至还走过各大禁区，结果自然是毫无办法。最后他以地血眼路算出想要让你修炼，必须要从根源上扭转天道规则。在我们地仙大世界的记载中，将仙域代表着更高一层的世界，就如同小千世界后是中千世界，中千世界后是大千世界一样，我们认为地仙大世界之上或许还有一层仙界。所以你爹将目标锁定在仙域，他的计划是进入仙域，在那里谋划布局，然后化身仙域的天道，最后反向夺舍地仙大世界的天道，再以天道之身改变地仙大世界的规则，为你撬开那道枷锁。你母亲也是因为放心不下他，才陪他一同前往。江启道的声音里充满感慨和钦佩。大地可毁灭一座中千世界，但自身却是依托一座大千世界。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愿意以一己之力对抗一方大世界的天道法则，这是何等的气魄与手笔。是故他们才会在恒玉离开后对江渊多番照顾，甚至封当时还只是凡人的他为弟子，绝不仅仅是因为对方身为当世大帝亲子的身份，更是对恒玉勇气的钦佩。江渊听完久久无言，他一直以为自己能修炼完全是靠着系统的帮助，却没想到在他不知道的地方，他的父母为了他竟在进行着如此宏大而危险的谋划。一股暖流在他心中缓缓淌过，那他们现在应该安全了。初祖笑道，你这逆天圣体一觉醒，那凡人不可修炼的枷锁不攻自破，你父亲的谋划也就不需要再进行下去了。前些时日他降下法旨，想必也是感应到你的变化，正在从仙域归来的路上。那就好。江渊松了口气，旋即又想到什么，问道，那从仙域回来需要很久吗？会很危险吗？这个不好说。初祖摇头，仙域与地仙大世界之间有混乱的时空乱流阻隔，快则3-5年，慢则数十年都有可能。以你父亲的实力，他如果有危险，那我们整座地仙大世界的恐怕都很危险了。江渊点点头，心中暗道，看来这份圣体本源还得再放一放了。不过也好，等母亲回来，正好可以给她一个惊喜。解决了心中所有的疑惑，江渊感觉浑身一阵轻松。他看了一眼祖的深处那棵已经初具规模、散发着勃勃生机的世界树，对初祖说道，行，事情我知道了，大爷爷，我三伯那边就劳烦您亲自去一趟了。放心。初祖接过江渊递来的大地道果和9妙不死药的玉盒，这是关乎家族未来的大事，我省的。事情交代完毕，江渊便告辞离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几位老祖都是感慨万千。生子当如江渊啊！四祖由衷的赞叹道，有他在，我江家何愁不能万世永昌？是啊。三祖也抚须笑道，想当年我们还为他不能修炼而扼腕叹息，现在看来我等真是鼠目寸光，这哪里是凡人，这分明是仙人转世来带领我江家崛起的。初祖江启道看着江渊的背影，眼中满是欣慰，直到看到身旁的几人都聊得差不多了，才转过身缓缓道，诸位，吾有一言当须与诸位言。大哥你说就说，干嘛故意咬文嚼字？你已经100多万岁了，不是那种1-2万岁的小年轻。四祖话还没说完，就被初祖单手镇压。什么准仙气，压根就没用的机会。这混蛋，老子忍你很久了。嗨嗨，吾觉得就连渊儿都愿意做出如此牺牲，将大地道果让与江守拙，吾等作为享受江家100万年供奉的大帝，为何不能为江家为渊儿的付出牺牲一些？大哥你的意思是？初祖的目光仿佛能穿透玉盒，望向里面一株活灵活现仿佛活着的生灵般的9妙不死药，做出决定。吾打算以9妙不死药生机，助世界树繁衍，加快江守拙正道时间。至于这大地道果，便留给恒玉吧。你们觉得呢？剩下4人对视一眼，尽皆点头。善。
至于老六，不在的人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另一边的江渊并不知道老祖们背着他做了这个决定。当他回到弟子宫时，天色已近黄昏。他没有先去见任何一位道侣，而是来到白清雪的七云仙台。夫君，你回来了。修炼的怎么样了？托夫君的福，已然法则圆满。说着，他眼光闪烁。如果没来地族，他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能修炼得这么快。海量的资源下，3个月破1境，绝非虚言。是吗？那为夫来检查检查。白清雪小脸微红，他还以为江渊一回来就要和他，虽然他也不介意，不过下一刻愣住了。白清雪注意到江渊只是将一股奇怪的灵力渡进自己体内，他只感觉一股暖洋洋的气流包裹住自己，浑身都说不出的舒服。夫君，嗨，没什么。江渊尴尬地收回手。他原本是想用鸿蒙紫气助对方突破的，就像是帮助秦婉婉时，不过他发现自己积攒的鸿蒙紫气实在太少，当然也跟这些天修炼消耗的厉害有关，这导致鸿蒙紫气存量不足，没有突破成功，幸好没夸下海口，不然就丢人了。这么想着，江渊拉着白清雪的手走到外殿。清雪，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夫君但说无妨。江渊看着他温柔似水的眼眸，缓缓说道，我想让你也成为圣体。